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身边的许元双劈手夺过密信，凝神阅读，接着传阅给柳红棉、白虎和启欢丹香。看完，众人面露异色。这是入江湖籍龙气以来，天机宫的公主首次下达命令。突兀的铃音般的笑声响起，笑声先是欢畅，继而有些凄凉，众人纷纷扭头看向捧腹大笑、笑出眼泪的柳红棉。姬玄默默地看着他，隔了一阵，直到妖娆妩媚的女子平静下来，他语气柔和地说道：红棉是万花楼的弟子，他对武林盟最为了解，是前弟子。柳红棉纠正了一句，明媚如桃花的脸蛋噙着淡淡的笑容，又恢复了往常那副颠倒众生的姿态。他沉吟片刻道：建州被江湖誉为武道圣地，就是因为武林盟的存在。从开国之初，它就是建州的庞然大物。600年里，武林盟维护建州江湖秩序，让建州有了帮派繁荣成长的土壤。时至今日，建州江湖排得上号的帮派都是武林盟的下属。柳红棉扫了一眼在座众人，继续道：武林盟的附庸势力里，有9个门派最为强大，分别是神拳帮、万花楼、墨阁、千机门、神行宗、铁衣堂、羽山、白鹤观、建州商会。这些势力的祖师，要么是武林盟里出去的，要么是在武林盟的扶持下开宗立派，几百年来与武林盟同气连枝。至于小帮小派的，我便不赘述了。许元怀沉声道：这些帮派里都有4品高手。柳红棉颔首：至少有1位。众人顿时沉默。撇开苍龙七秀不说，若是仅凭他们，根本不用武林盟亲自出手，麾下的众帮派就能让他们灰飞烟灭。而且附属帮派里肯定还有其他高手，只要没到超凡境，车轮战是可以有效杀死4品的方式。断臂的白虎则道：说说武林盟总部的情况。闻言，众人目光聚焦在柳红棉身上，包括苍龙七秀。武林盟在犬戎山山脚下有一座军阵，号称有2万重骑兵，但其实最多8000骑兵，而重骑不会超过4000。2万兵马是当年老盟主的嫡系部队，当然已经更新换代不知道多少次。柳红棉边回忆边说道：除军队外，武林盟内部的高手不好统计，就算是我也无法准确判断。我认为真正值得重视的是曹青阳和老盟主。曹青阳在江湖百强榜中排前5，半步超凡，单打独斗，我们中任何一位遭遇他都是死路一条。至于老盟主，虽然江湖上不少人认为他的存在是武林盟制造出的噱头，但以我们的层次，自然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不过老盟主数百年来从未露面，此前我不知道这是为何，如今看了公主的迷信，才知事情原委。介绍完建州江湖的情况，他不再说话。我们需要更多的人马。姬玄冷静地做出判断，他看向宇宙密探道：传信给东海龙宫的东方姐妹还有2位金刚，于此的意识让他们速速赶来，越快越好。今日休幕，许二郎骑乘快马出城，1个时辰不到抵达了京郊的云鹿书院。他快速登山，穿过书院，径直来到后山竹林。院长，辞旧拜见。许新年在竹楼外作揖。他脚下青光一闪，人被带到了竹楼内。雅致整洁的竹楼里，赵守一人端坐在岸边，手里品着香茗。对坐的位置已经有一杯热气腾腾的茶。许新年知道这是给自己准备的，也知道这是赵守给出的态度。原本以他的身份没资格和赵守平起平坐，不管是修为还是师长的身份，在赵守面前，许慈旧都应该站着。多谢院长。许新年作揖，坦然入座。2件事要托你帮忙。赵守放下茶盏，目光温和。替书院呈一份折子上去，替我约王真文，午后喝茶。许新年目光闪烁，略作迟疑。好。江州边界，小母马甩着马尾，低头嚼着木桶里的金饲料。两边的2匹公马对他的饲料垂涎不已，把脑袋探过来，试图分一杯羹。每这个时候，小母马就会甩动脖子，给对方一个头锤。西边的篝火前，木南枝在架起的铁锅里翻炒着野菜，许七安剁着山林里打来的野味，李灵素则在蹲在溪边清洗食材。苗有芳没有干活，他在不远处打拳，浑身大汗淋漓。铜皮铁骨之后就是5品化境，这个境界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吐纳气机回到打熬气血。许七安一边片肉一边传授，但和炼精进时纯粹的打熬气血是不一样的，你需要用心的感悟身体的律动，完美驾驭力量。苗有芳手脚不停，高声回应：我已经能驾驭了。李灵素嗤地笑道：你还差得远，你一个道士懂个屁。苗有芳骂道。李灵素不理会他的脏话，说道：人生而能控制自己的手脚，驾驭身体，但这是对身体最浅薄的运用。常人能发挥肉身的力量不足10之1、2，危机关头会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力量，便是最好的证明。
五品化境的精髓就是掌控这些无法掌控的力量，我说的可对？徐前辈。许七安点头，赞同李灵素的话，补充道：这个境界无法速成，也无法用资源去堆，靠的是个人天赋和顿悟。越往高品级走，越需要机缘和悟性。各大体系都是一样的，不过先辈的经验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我建议你除了打拳外，每日坚持不懈的冥想，锤炼元神。苗有芳问道：为何还要锤炼元神？不是打熬肉身吗？许七安笑道：因为身体是受大脑操纵的，脑子开发的越好，对身体的驾驭能力越强。苗有芳似懂非懂，李灵素则若有所思。王府，徐二郎在王府用过午膳，被王思慕带到了闺房的外厅。即使两人有婚约在身，但尚未出嫁，女子闺房也不能让未婚夫进去。外厅摆设奢华，铺设昂贵第一，博古架上摆着各种古玩珍品，墙上挂着名家字画。王思慕才情极高，秀外慧中，与他相处总能感觉到愉快，偶尔也会向情郎发发小性子。好在二郎不是以前的钢铁直男，还是会哄几句的。等春季过去，林月妹子应该就19岁了吧？王思慕笑盈盈地问道。许二郎心里想着事儿，心不在焉地点一下头。也是到婚嫁的年纪了，可有定亲呀？王思慕又问。在大凤对于女子婚配的年纪，平民通常是14岁以后，达官显贵家庭则在16岁以后，最迟不能超过22岁，否则就是大龄剩女了。许二郎看一眼21岁的未婚妻，道：不急，再过几年吧。王思慕笑着点头，补充一句：等我们成婚后，他能挑的夫婿就更多了。王思慕的思路很清晰，将来嫁入许府时，一定要把许灵月嫁出去。单单是一个许家主母就给他巨大压力，若是再让那个喜欢装可怜扮柔弱的妹妹横插一脚，自己将来的地位堪忧。当然，王思慕也不是个好斗之人，嫁人就是为了宅斗，他只是想减轻自己身边的威胁，尽量不受人钳制。许二郎啊呀的敷衍了片刻，道：我还有事与王首府商量。王思慕点点头，柔声道：爹似乎病了，前阵子一直在咳嗽，人也昏昏沉沉的，总是发呆。许二郎一愣，关切道：找司天监的术士看过了吗？王思慕叹息一声，司天监的人说爹是积劳成疾，忧思太重，需要静养，另外还染了些风寒。以前魏渊在的时候，他斗志昂扬，现在魏渊死了，他没了政敌，那股子劲一下子泄了，原本还可以一展抱负，谁知灾情汹涌。许二郎神色沉重的点头。从未婚妻住处离开，他轻车熟路的来到王首府书房前，叩响了门。得到允许后，推门而入。王首府抱着热腾腾的茶盏，坐在案后，身前空无一物，刚才似乎在坐着发呆。首府大人，院长想见你。许慈就开门见山。王首府定定地看了他片刻，淡淡道：没什么好见的，我已没精力替他周旋，更没那个兴趣。新君登基，他云麓书院想借此重返庙堂，这势必会造成朝野动荡，引来文官的抗拒。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许二郎沉声道：云州叛军蓄势待发，云麓书院若是能重回庙堂，无疑是极强的助力。王首府摇头，朝廷现在需要的不是他云麓书院的那群清流，是银子，是用不完的银子。你去告诉赵守，如果他能让国库多500万两纹银，老夫的位置拱手相让。抵触云麓书院读书人是天下士子的共识，是文官的共识。若是放开这个口子，你猜那群文官会不会逼宫？那么谁去赈灾呢？许二郎叹口气，我明白了。第3日，他请假未去翰林院，前往云麓书院复命。王首府虽然没见院长，但把折子递上去了，只是陛下他没有理会。许二郎道：罢了。赵守叹息一声，望向京城方向，我对永兴已经仁至义尽。此时的许二郎还不明白这句话所代表的意义。月朗星稀，寒风凌厉，一艘飞舟穿梭在云雾中，缓缓停泊在巍峨雄城的上空。东方婉容傲立船头，秀发与群居飞扬。师尊，禹舟到了。小院里，姬玄正在招待杜南、杜凡2位金刚，不知2位金刚可有寻到九龙宿主。姬玄望着坐在上首的佛门金刚，试探道。杜南微微摇头，修罗金刚则闭目不语。姬玄笑了笑，没再说话，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足以让2位金刚重视。静心说道：姬玄施主，你让我们等的盟友是谁？姬玄如实回答：巫神教之人。杜南金刚睁开看他一下，继而合谋，未曾发表意见。武僧静元眉头微皱，届时龙气如何分配？与乾隆城合作是佛门高层的决定，龙气即使归乾隆城所有，他也没有意见。但巫神教与佛门的关系还没到这一步。姬玄正要说话，忽然扭头看向院外，
静心、静远等人同步做出类似的动作。额顷，小院2扇破旧的木门敲响，柳红棉扭着腰肢前去开门，门口站着以东方姐妹为首的东海龙宫一行人。姬玄起身相迎，笑眯眯道：“2位公主请进。”东方婉容微微颔首，目光掠过姬玄的肩膀，望向堂内众人，同时脑海里响起纳兰天禄的声音。那8人有些古怪，气息宛如一人，似超凡又非超凡。东方婉容稍加判断，明白纳兰天禄口中的8人是哪几个，因为他们都裹着相同的黑袍。好漂亮的双胞胎！柳红棉审视着姐妹花，眼里闪过诧异。她自认是极为出挑的美人，哪怕在万花楼这样一个美女如云的门派，姿容也是拔尖的。眼前这对姐妹花，任何一个都不能让柳红棉惊艳诧异，但双胞胎站在一起，便仿佛有了质变。尤其她们一个娇媚，一个清冷，相辅相成。堂内众人的态度与柳红棉差不多，都被这对双胞胎姐妹花惊艳了一下。这里面包括冷峻少年许元怀、南疆古族的启欢丹香以及妖族白虎。东方婉容看向姬玄，媚笑道：“阁下是？”在下姬玄，乾隆城城主之子。姬玄拱手道。东方婉容早已从老师纳兰天禄口中知晓乾隆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微微颔首。他率领东海龙宫教众进入院子，让他们在院中列队，自己和妹妹东方婉清进入堂内，拜见2位金刚。姐妹俩恭敬施礼。2位小师傅，又见面了。东方婉容笑盈盈地朝着静心、静远打招呼。等各方互相打过招呼，姬玄接过话题道：“大致的情况，天机宫的密探已在密信中阐述明白。2位公主有什么想问的？”东方婉清默然不语。姐姐东方婉容说道：“为什么武林盟会出现2条龙气？9龙之2同时出现在武林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静心双手合十，猜测道：“或许是龙气之间相互吸引的特性。”东方婉容皱了皱眉，显然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这时许元双淡淡道：“并非是龙气相互吸引的特性，龙气是气运的一种，它有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不是我们理解的心灵意识，更像是一种天地法则。气运是民心所向凝聚而成，所以龙气会本能地寻找一些声望极佳之人或受到供奉之物寄宿。建州武林盟风评极好，充当着维护秩序的角色，再加上武林盟老盟主的背景，诸位觉得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扰，中原大乱，最有希望逐鹿中原的势力是哪一支？”毫无疑问，是武林盟。东方婉清问道：“不对，我在收集龙气的过程中遇到过许多奸诈之辈。”许元双想了想道：“首先，人性复杂，即使是一个烂赌鬼，他或许也会有帝王资质。其次，自古以来称王称帝者，有几个是忠厚老实之人。龙气择主，若是依照个人品性来定，那纵观古今，便没有一个开国皇帝是合格的。”东方婉清不再说话，反倒是柳红棉皱了皱眉。那当日龙气溃散时，为何没有选择寄宿在许七安身上？论及声望，他比武林盟任何人都强。许元双淡淡道：“因为他本身就是被打散的，龙气是中原气运凝结而成，打散之后自然含于中原。”东方婉容颔首，对他的回答还算满意，审视着清冷的少女道：“你是个术士？”许元双不说话，默认了。东方婉容扫了一眼乾隆城众人，又问道：“事成之后，龙气如何分配？”姬玄给出回应：“各取1条。”见东方婉容没有反驳，他接着说道：“2位公主对武林盟有多少了解？”东方婉容道：“正要请姬公子说明。东海龙宫不在大凤境内，于姐妹俩来说，武林盟是一个完全没有利益冲突的中原组织，因此只是略有耳闻，详情不知。”柳红棉充当解说员，详细告知了武林盟的情况。这听得东方姐妹连连皱眉。姬玄说道：“武林盟事大，因此需从长计议，这也是我邀请2位公主面谈的原因。那么，让我们来做一番推演吧。首先是曹青阳，此人为半步超凡，苍龙七秀能轻易搞定。但考虑到建州江湖的中高层武夫数量太多，若是与曹青阳联手，大概能打个平手。”他看向苍龙七秀，苍龙的兜帽里传来嘶哑的声音，无法准确估量，但胜算极大。此中战力不好估算，如果苍龙七秀是货真价实的3品武夫，那么即使是曹青阳联手建州所有4品，都无法撼动苍龙七秀。但己方同样是剑走偏锋的路子，只有3品武夫的战力，却没有相应的防御、血肉重生能力。这样的话，容错率就很低了，而且无法判断武林盟没有合击、阵法辅助。因此，情况到底如何，打了才能知道。姬玄颔首道：“接着是犬戎山下的军阵，2万人的军队足够磨死4品。山海关战役中，不少4品武夫都是死于力劫白虎陈引导。把战场选在犬戎山变城，可有效遏制骑兵的优势。而且山中作战，我们还可以借助地势，
制造滚石，这对凡人士兵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启欢丹香则说，我可以操纵毒虫肆虐，毒杀士兵和普通帮众，不过单凭我们几个四品，纵使手段再多，依旧不够看。作为问鼎建州600年的江湖势力，岂是区几个四品能应付？主力当然不是我们。姬玄笑了笑道，武林盟的老盟主闭关多年，我得到可靠消息，他如今状态极其糟糕，早已不足为虑。但我们要防备的是另外一个人，一个让人战栗的对手。除2名金刚外，在场众人表情出现不同变化。姬玄团队的人以畏惧为主，静心和静元脸色阴郁了几分，东方姐妹则满脸愤懑。就是那个人抢了他们的男人。姬玄一见众人表情，便知不需自己解释，沉声道，许七安本身是超凡境，但不负巅峰，他的战力可以一定程度的估算，雍州城外展现出的实力应该不弱于曹青阳。杜秦罗汉被擒后，他的封印应该进一步解除，保守估计堪到3品吧。这样的修为不足为虑，一位金刚出手便能压他，但他身后可能牵扯出的人物却让人极为头疼，比如骆玉衡，比如天宗。许元怀眉头一皱，我爹的迷信里说了，骆玉衡多半不会出手。至于天宗的2位阳神，行踪飘渺不定，难以预测。柳红棉看着东方姐妹，似笑非笑道，2位姐姐有什么底牌？东方婉容头顶飘起一位白发白须的老者，平静地俯瞰着堂内众人，温和道，若是天宗阳神现身，由我来对付。纳兰天禄、静心、静元心里一凛，他们身后的2名金刚相视一眼，脸色也随之沉重。姬玄是叹道，纳兰雨师。老者微笑颔首。姬玄吐出一口气，那晚辈就放心了。其实天宗的2位阳神不可能一直跟随着许七安，上次的出手大概是巧合。他猜对了，而且许七安现在未必在建州，也未必知道建州武林盟有2道龙气，我们只是预防罢了。相比起制定完美无缺的计划，我认为我们首要的任务是速战速决。姬玄侃侃而谈，思路清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上犬戎山，灭了武林盟，随后再把附属门派连根拔除。武林盟，曹青阳这几日处在焦虑和忐忑情绪中，上次拜见老祖宗未果，次日他便派人去了京城，向司天监谈白龙气的事。理由很简单，龙气明显是瑰宝，有着超越常人认识的神效，而网友已经交代清楚，他在被俘虏前便已把信息传播出去。那么司天监的人迟早会来兴师问罪，讨要龙气。曹青阳就算再自傲，武林盟就算再强，也没底气和司天监叫板。既然这样，还不如坦白一点，这样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比如取出龙气，会不会危及子女性命？同时他还让信使给许七安捎了一封密信，希冀他能从中斡旋。孙玄机返回司天监，没有去八卦台见监正老师，而是找到了宋清。炼金狂人正带着师弟们搞研究，他目前正在努力炼制一种质地轻薄柔软但防御强悍的金属，这能有效减轻士兵们行军的负担，整个带弹时睡得也更安稳。甚至以后可以制造成马甲，让骑兵既拥有超高的机动性，又能与重骑兵抗衡。但是宋清失败了，这个实验的成果只是加重了他的黑眼圈。宋清感觉肩膀被人拍了一下，遂放下手里的器皿，扭头回看，发现是二师兄回来了。孙师兄，你回来了。宋清扭回头去，一边摆弄着金属疙瘩，一边说道，昨日有个自称武林盟的江湖人来司天监，自称武林盟里有龙气宿主。我想起你一直在收集龙气，就用传音法罗通知你。他语气平静，说起龙气宿主，就像在说路边的阿猫阿狗。孙玄机颔首，正要离开，宋清连忙喊住他，等一下，前阵子监正老师神游之前给了我一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说着他朝着丹室内其他炼金术师喊道，镇国剑呢？镇国剑放哪儿了？白衣术士们面面相觑，表示自己没看见。孙玄机瞥见一个白衣术士手里握着一把黄铜剑，一边用它拨弄丹炉里的炭火，一边摇头回复说，没看见镇国剑。宋清怒道，徐福，你手里的不就是吗？堂堂镇国神剑，你拿来当烧火棍？那白衣术士低头一看，大吃一惊，啊，他放在这里太久，我都忘记了。宋师兄，你自己不也把监正老师的天机盘垫桌角吗？你也好意思说我？孙玄机低头一看，果然监正老师的天机盘被压在桌角。天机盘是一件法宝，但没有自我意识，它从来就没有诞生过灵智。监正老师说，推演窥探天机之物不可能诞生出灵智，所以就算把它丢进茅厕，天机盘也不会反对。但孙玄机好奇的是，镇国剑是有气灵的，他堂堂开国皇帝的佩剑，镇压国运600载，脾气何时变得如此温和？哦，监正老师把它封印了，你回头记得解开，但别在司天监。
宋清说道。孙玄机接过镇国剑，立刻就明白了宋清的意思。镇国剑微弱的意识传来，毁灭吧。庭院里，曹清扬负手而立，审视着奋力挥剑的曹纯。7岁的孩子把一柄木剑使得虎虎生风，身姿灵动，任何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不会相信，他其实从昨天才开始练这套剑法。龙气果然是瑰宝，若能一直留在纯儿体内，他的成就只会比我更高。曹清扬很快把这个念头摒弃。相比起儿子出人头地，作为父亲，他更希望孩子首先能平安，希望司天监的人不会不告而取，希望许七安收到密信后能赶来武林盟。他忽然扭头看向身后，发现不知何时那里多了一道白衣身影。术士，司天监的人没有敌意。曹清扬目光闪烁道：纯儿，回屋去。曹纯停了下来，疑惑地看一眼父亲。是。他像是没有看见白衣人，径直返回。曹清扬拱手道：阁下高姓大名？白衣术士定定地看着他。孙。半刻钟过去，曹清扬没等来后续。他姓孙，只报姓不报名。司天监的术士果然眼高于顶。曹清扬拱手：孙先生，龙气的事我已知晓，敢问孙先生要如何处理？他等了半天，等来的是玄机。见多识广的曹清扬脑子里闪过一片问号，深吸一口气，他沉声道：取出龙脉，我儿是否有性命之忧？不。许银罗可有同来？没。真是个冷傲的术士。曹清扬觉得自己对眼前的白衣术士有了初步的认识，非常冷傲，说话只说一个字：孙先生，能否与我说说龙气之事？曹清扬道：另外，我想带儿女去京城见许银罗。他心里想的是，必须有许七安在场，严明利弊。曹清扬不相信这个陌生的术士。半个时辰后，书房里，曹清扬看着阮豪在纸上走出流畅的笔触，心里竟涌起强烈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孙玄机放下笔，抖了抖纸张，递给曹清扬。曹清扬接过，凝神阅读，脸色越看越凝重。满满一页纸张，简单说明了龙气的来历。曹清扬也终于知道了龙气为什么会附身在自己儿女身上。袁景帝死后，龙脉之灵崩溃，散落在九州各地，依附于不同宿主。另外，这位叫孙玄机的术士明确地表示他无法抽取龙气，只有许七安才能做到。这让曹清扬稍稍松口气，如果抽取龙气之人是许七安，他心里会踏实很多。接下来的内容才是让曹清扬脸色凝重的原因。目前正在收集龙气的还有巫神教、天机宫以及佛门，这些势力试图染指中原，如今极有可能已经把矛头指向武林盟。老祖宗状态糟糕，沉睡不醒，如何御敌？曹清扬心头沉重。曹盟主请做好迎敌准备。孙玄机写下这句话，起身作揖，脚下青光亮起，消失在曹清扬眼前。他要去找许七安了。建州确实富裕啊，想不到这郡城不大，青楼却这般热闹。人来人往的街道上，苗有芳坐在马背，侧头看着左边。在他左侧是一座3层高的青楼，2楼的美人靠边坐着一位位花枝招展的艳丽女子。她们笑靥如花，大冬天里或穿着低胸裙，或披着纱衣，尽情地扭动着腰肢，挥舞袖帕，招揽着路过的客人。大爷，大爷来玩呀！公子，小女子在楼里等您，您快来嘛！公子，给奴家一个伺候你的机会。莺莺燕燕的声音里，许七安叹息一声，姑娘们大冬天穿成这样拉客，可见业绩有多惨淡。李灵素联系道，都是可怜人，世道如此艰难，原本有能力来青楼喝花酒的人都减少了频率，或者就不再来了。青楼挣不到银子，自然要压榨楼里的姑娘。大冷天的，染上风寒就不好了，还得花银子看病，没钱的话。李灵素摇摇头，身为多情之人，最看不得姑娘受苦。苗有芳忧心忡忡道，你说青楼会不会开不下去，闭门歇业？会。李灵素给予肯定答复，叹道，到时候这些姑娘多半是要卖掉的，给人做奴做婢，甚至当牛做马。苗有芳骂了一句粗话，道，这狗屁的世道，连风尘女子都活不下去了。哎，本大爷兜里也没几个钱，老子要不是没了龙气，现在就揭竿起义了。没钱拯救失足妇女的，只好造反了，很有某类型小说的风格啊。许七安心里吐槽。李灵素笑眯眯道，起什么义，起什么义？你看着某人说，别跟我说。一行人找了落脚的客栈，喂完马，用过餐。苗有芳神色扭捏的私底下向许七安借了10两银子，然后屁颠颠的去拯救业绩惨淡的小娘子们。李灵素则回房间吐纳打坐，她对情人的质量要求很高，寻常的清秀女子都看不上，更何况是青楼女子，除非是那种名动一方的名妓。不过以李灵素的俊美无愁的容貌，她去青楼睡女人，很难说到底是谁更吃亏。许七安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他在京城时偶然听说教坊司女子把睡许银罗、许二郎、许二叔视为一种荣耀。
许家3个男人我都睡过，说出去就特别有面子。二叔只是添头。许七安之所以借钱给苗有芳，还有另一重原因。他默默打开苗有芳的房间，关上门，在静悄悄的环境里钻进了床底。七绝蛊的副作用相当麻烦，他每天要挤出时间来满足蛊虫的欲求，每天坚持摄入剧毒之物，每天在床底下待一段时间，每天和白鸡互动，和小母马互动，每天定期进食，饭量巨大，每年都能在路边发现冻死蛊，然后用尸骨操纵他们，让尸体挖坟墓把自己埋了。唯独秦蛊暂时压制着，等着道侣小姨来找他双修。都大半个月过去了，国师应该平息怒火了吧？许七安祈祷小姨是个豁达的人，射死这东西一回生二回熟，就别那么放在心上了。在这样安静的气氛里，他陷入半睡半醒的状态，安平喜乐，有些不想离开这里，只觉得外界是苦海，床底下是极乐净土。这时他余光看见床边多了一双白鞋子。谁？许七安心里本能的一凛，身躯瞬间遁入阴影，没有前置，这是暗蛊升级之后的提升。下一刻他从桌边的阴影里冒出来，定睛一看，是孙玄机。呼，他一边松口气，一边埋怨道：孙师兄，你怎么没有提前打招呼？其实他能猜到是孙玄机，但许屏风留给他的心理阴影实在太重，再就是因为监正的缘故，潜意识里对白衣术士有着强烈的戒备。平时状态还好，在最平静最放松的时候，猛地来这么一下，顿时就激发出最真实的内心。孙玄机顾盼一眼，径直走向书桌边倒水研磨，他竟没有试图开口。许七安脸色一肃，跳脚跟了过去。磨好墨水，孙玄机提笔书写。武陵盟有2道龙气，9龙之一寄宿在曹青阳的子女身上。建州的龙气果然在武陵盟。许七安对此并不意外，因为有过这方面的猜测，如今只有验证了猜测的恍然，没有惊讶。天机宫的探子已经把情报传递出去。天机宫的案子真是遍布中原啊，打更人的案子应该更强，但魏公不知道把他们传承给了谁。另外，孙思天剑的情报网也太厉害。许七安微微点头，知道了，我们现在就去武陵盟抽取龙气，赶在天机宫的人之前。孙玄机没回应，继续书写。取完龙气之后呢？佛门与天机宫已经结盟，他们早晚会来武陵盟。如今老盟主状况糟糕，武陵盟不可能对抗天机宫和佛门，甚至还会有巫神教。他们得知龙气被取走，无法肯定他们不会趁机灭了武陵盟泄愤。监正老师让我给你带来了镇国剑。许七安定定地看着孙玄机，试探道：武陵盟果然是监正的棋子？对于这个问题，孙玄机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许七安收起了轻视之心，积极开动脑筋。在他的印象里，监正是幕后黑手，很多事情的发展都有他在背后推动，但非常隐蔽，有时候甚至都察觉不到监正的推波助澜，需要实时复盘，加一定的猜测。这既是天命师的可怕，也是天命师的限制。监正先少有这种直接馈赠的举措，这说明什么？本次武陵盟相关的风波可能极度危险，且他没有底牌可以应对，监正不得不亲自拨来一个筹码给他。稍等，我验证一下。许七安取出地书碎片，取出国师赠予的护符，意念沉入其中，千里传讯：国师，我是许七安，有紧急之事。传音如泥牛入海，没有回应。是你的小可爱许七安啊，你说句话，国师应该是在闭关了，他短则3月，长则半年就要渡劫，现阶段是渡劫的最后冲刺。许七安收好护符，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自己的帮手。院长赵守是可以求助的对象，可以通过的书让怀庆帮助传话。九尾天狐刚刚搭上关系，直接要求人家当打手，先不说成不成，狐狸精在海外还没归来，显然帮不上忙。天宗的2位阳神行踪不定，上次是意外之喜，不可复制。况且他们拔剑砍我的可能性更大。总结完后，他发现队友是孙玄机、赵守。武陵盟老匹夫的状态怎么样难说，9色莲藕是熟了，但他不可能拿到莲藕，光速升级吧，甚至很可能都帮不上忙。赵守几十年没有离开青云山，上次因为我破例一次，那是因为事关生死，而这次不同，所以愿不愿意来难说的。最坏的打算是我只有孙玄机一个队友，而对面都有谁？2个金刚，苍龙七宿，纳兰天禄，难怪监正要让孙玄机把镇国剑带来。可就算是这样，感觉也不太稳妥呀。许七安收回思绪，问道：2道龙气都在武陵盟，为什么会这样？孙玄机写道：龙气更看好武陵盟，造反有前途。许七安顿时眯一下眼，造反有前途，还要救武陵盟，监正和老匹夫肯定有什么约定吧？这样的话，许屏风肯定不会坐视不理，他要在造反前把能除掉的隐患全部除去。孙玄机写道：你很聪明，我拿到镇国剑时也是这么想的。妈的，我的白衣术士应激障碍症，父爱如山心里阴影又要犯了。许七安暗骂一声，
但是这很有趣。他补充了一句，眼前仿佛出现了棋盘，而棋盘的对面是许屏风。以前许七安是棋子，在棋盘里任由棋手摆布，现在他依旧是棋子，但与以往不同，这颗棋子已经能脱离棋手的掌控，自己选择走哪一步。身在棋盘，却能与棋手对弈。和他再来一局，不能轻视许屏风，我得思量一下，也落几个字。犬戎山。销魂手荣荣跟着宗门队伍骑乘快马，来到山脚下那座巨大的牌坊。抵达武林盟总部后，这支由美貌女子组成的队伍气氛缓解许多，不再严肃。荣荣看了一眼前头的楼主，低声问身边的师傅：“师傅，你说这次的赤旗令又是因为什么事？”武林盟对附属帮派的召集分3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青木令、黑水令、赤旗令。青木令通常是命令各帮派通缉某个流窜罪犯，江洋大盗；黑水令则是涉及到帮派与帮派之间的斗争，性质很大。赤旗令很少使用，因为它只在盟主召集各大帮派共同御敌时才会被使用。通俗的说，赤旗令就是帅印，号召兵马用的。上一次用到赤旗令还是争夺帘子的时候。美妇人摇摇头，语气凝重。总之是发生大事了。他抽了一下马鞭，赶上前头的萧月奴，低声道：“楼主，连日来灾民不断涌入建州，官府已经不堪重负，没有得到救济的灾民做起了流寇土匪，建州各地都受了影响。您说盟主召集我等，是不是为了商讨处理灾民的事？换成任何一个江湖势力都不会有这样的自觉，但建州的江湖帮派保留着维护秩序的传统，不是灾民的事。”萧月奴微微摇头，他的半张脸被丝巾遮着，俊挺的鼻子和脸颊构出漂亮轮廓，他的眼睛明亮有神，宛如秋水，白皙的肌肤能与白丝巾一较高下。方才路过军阵时，阵外的守卫力量增加了3成，外派的斥候也多了。萧月奴声音有着成熟女性的磁性，柔媚又好听。灾民不会让总部做出这样的反应，应该是有外敌环伺。外敌？美妇人心里一凛，她有些不可思议。武林盟在建州屹立数百年，已经很多年没人敢挑衅这个庞然大物。纵观中原，能威胁到武林盟的只有朝廷。难道是新君登基后要拿武林盟立威？但为什么啊？武林盟和那位年轻的天子井水不犯河水，立威也立不到武林盟。他看了一眼萧月奴，那双澄澈美眸没有丝毫慌乱，这让美妇人心里稍安。自家楼主是他看着长大，自幼聪慧，是个极有灵性和主见的孩子。在同龄的女孩们玩着玩偶，吃着糖葫芦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宗门的未来，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聪颖和成熟。只是他的美貌往往会让人忽略了他的聪明。美妇人觉得倒也不能怪那些男人肤浅，楼主常年以丝巾遮面，便是因为过于美貌，不得不做掩饰。记得他11岁那年就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身段初具规模，既有少女的清纯，又有成熟女子的韵味。当时的武林盟副盟主一眼就看中了他，费尽心机要纳萧月奴为妾。彼时的副盟主年过50旬，什么女人得不到，依旧没能抵抗住萧月奴的美色。最后因为前任盟主的干预，万花楼把他保了下来。你让门中年轻的女弟子准备一下，如果武林盟真的遇到大敌，你便让他们回宗门去。萧月奴轻声道。是。美妇人知道他是在保留宗门香火，年轻弟子战力有限，如果敌人过于强大，与其留下来当炮灰，不如保留火种。很快，万花楼的女子们登上犬戎山，顺着台阶来到城主府外的广场。这里已经聚集了1000余人。元双妹子，你知道什么是气运吗？数千丈高空中，姬玄傲立船头，俯瞰苍茫大地，狂风呼啸，但被他撑起的契机屏障挡在3丈之外。许元双也在契机屏障范围内，清丽的少女收回俯瞰的目光，侧头看一眼表哥，微微皱眉。你约我出来，便是为了问这个？契机屏障将2人的交谈限制在方圆3丈。姬玄眯着眼，脸上是一如既往的温和笑容，道：不太放心，所以想再确认一遍。许元双秀眉轻蹙，没能听懂他的这句话，斟酌一下，道：世间万物皆有气数，气数各不相同，人兽草木，尊卑贵贱，这些因素决定了气数的多寡。王朝也有气数，不过在术士的说法里，这个叫气运。姬玄收敛了笑容，目光远眺，隔了好一会儿，突然问道：七哥想问的是，气运与气数是否相同？许元双点点头，本质一样，但个人气数与国运相比，犹如沧海一粟。姬玄不再说话，遥望远方，笑道：犬戎山到了。萧月奴一眼扫过，看见了神拳帮、莫格等春秋鼎盛的帮派，也看到了一些势力次一级的帮派，他们人数多的有几十位，少的则不足10人，此时也都循声望来。齐聚在广场的江湖豪杰们眼睛一个个发亮，目光粘在万花楼女子身上不肯挪开。其中打量萧月奴的视线是最多的。
作为建州第一美人，萧月奴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当之无愧的焦点。若纯粹只是美貌的话，只会招来男人的觊觎和亵渎。但萧月奴同时也是一位四品武者，论个人战力，在座的帮主门主们，没人敢说能稳赢他。强大的修为做根基，绝美的姿容为点缀，让她成为建州豪杰们梦寐以求的女人。诸位后在此处作甚？萧月奴眸光流转，面纱下飘出柔媚磁性的嗓音：曹盟主去后山了。盟主不在府上，已去半个多时辰。萧楼主一路前来，途中可有遇到异常？武林盟豪杰们打开了话匣子，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另一边，莫阁阵营，柳公子的师傅看了一眼徒儿，顺着他的目光，发现这个不孝弟子痴痴地望着风华绝代的萧月奴，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怒道：你好歹多看看蓉蓉姑娘，我好找个由头去万花楼提亲，给你娶个媳妇回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既为父，当然要为弟子的婚姻大事操心。结果这个不孝弟子对萧月奴痴迷无比，也不想想是他这个癞蛤蟆能吃到嘴里的吗？柳公子小声道：师傅，您自己都没娶妻呢，还是早点给我寻个师母吧。柳公子师傅就说：为师是剑客，有剑就够了，只有一心一意的对待他，他才能真心诚意的对待你。长路漫漫为剑作伴，明白吗？说话间，怜惜的摸了摸挂在腰间的佩剑，这把佩剑是司天监替许银罗赔给他们的。柳公子小声抗议：师傅，这把剑是我的，为师不是说了吗？等为师死了，再把这剑传给你。中年剑客瞪眼，语重心长道：你要真心真意的待他，我会像师傅一样待他如妻。柳公子舔了舔嘴唇，说完，师徒俩觉得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对劲，对视一眼，双双沉默。这时，盟主府内走出一名中年男子，儒雅随和，有几分读书人的气质，穿着绣金银线黑袍，戴着金冠，打扮得非常精致讲究。武林盟副盟主温成璧。武林盟内部的制度完全沿用当初老盟主的军制，只不过调整了职位名称，大将军改为盟主，副将、军师改为副盟主。历代武林盟的副盟主以读书人为主，注重智谋才华，而非武力。曹盟主已经返回，诸位，请随我入内。温成璧站在府门口，作揖道：默契的，在场的门主、帮主出列，并肩走入府中，弟子们则留在外头。萧月奴与一众帮派领袖进入盟主府，来到议会大厅。脸型方正、气质严肃的曹青阳身穿淡青长袍，坐在大椅上，望着联袂而至的众人。待众人入座后，他沉声道：诸位，武林盟即将面临一场危机。堂下众帮主闻言，无声的交换眼神，似是有所预料，没有太过惊讶。中小型帮派的首领没敢开口，保持沉默。逢着这场场合，大家只需要保持沉默，等待傅金门开口便成。9大附属帮派得领袖里，穿着深青色短打的傅金门高声道：哪个不开眼的要招惹我们武林盟？打就行了，就算是朝廷的军队，我们也不怕。见话题已经打开，萧月奴轻声道：怕不是朝廷吧？傅金门皱眉，何以见得？他斜对面的一个肥胖中年人嗤笑一声，指了指自己的脑子，道：用你只会打拳的脑子想了想，寒灾汹涌，朝廷忙着稳定各方局势，安抚百姓，怎么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为难我们？胖子是建州商会的会长，叫乔翁。犬戎山脚下那座军镇的开支，大半是由建州商会提供。雷州商会是犬戎山的钱袋子。傅金门立刻看向曹青阳，后者颔首，又一次环顾众人，道：此事说来话长。当即把龙气的事情详细的告知在座众人。龙脉之灵崩溃，化作龙气散落中原。龙气事关国运，事关中原安危。佛门金刚、巫神教高手，还有一个闻所未闻的天机宫，都在觊觎着龙气。厅内一时沉默。听完曹青阳的话，帮主们努力消化龙气的概念，消化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消息。尤其是即将面临的敌人金刚2个字，就让在场的桀骜武夫没有任何奇言。莫阁阁主杨崔雪叹息一声：龙气溃散，导致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冻死无数，外族虎视眈眈，意图染指中原。我大凤已经到了这等地步了吗？莫阁的祖师是个读书人，科举屡战屡败，一怒之下弃文从武，在建州开宗立派。该派的弟子保留了读书习字的风俗，平时着装也偏向读书人打扮，只不过把世子喜欢握在手里的折扇换成了3尺清风。杨崔雪此刻颇有些愤世嫉俗的书生意气。众人既然，堂内气氛宛如凝固。曹青阳声音沉稳有力，不疾不徐：此事关乎朝廷存亡，但若是扛了，则首先要担忧武林盟的存亡。本座不忍祖宗基业毁于一旦，但更不能容忍外族染指中原，特邀请诸位共御大敌。盟主，身为商人的乔翁首先权衡利弊，属下觉得这不是我们能不能扛的问题，
而是扛不扛得起。傅金门暴躁冲动，闻言怒道：有什么扛不起的？朝廷无能，不代表我们中原人无能。西域的秃驴和巫神叫杂碎想抢夺龙器，染指中原，欺负到家门口了，真当我中原人族没人了？狗屁的金刚，他敢来，老子就敢打。千机门的门主韩歇阴恻恻地说道。傅金门还是一如既往的没脑子，不过我赞同他的看法。佛门势力又如何？金刚就能在中原肆无忌惮地抢夺我大凤龙气末？格格主杨崔雪轻叩了几下桌案，问道：司天监那边是什么态度？曹青阳道：司天监会给予一定的帮助。监正二弟子孙玄机如今身在建州，他是一位三品术士，在和孙玄机痛苦的语言交流过程中，他早已熟悉了对方的背景和品级。老盟主呢？问话的是个中年道士，武林盟9大附属势力里白鹤观的观主。曹青阳摇头：老祖宗在闭关中，我刚才在后山等待许久，没唤醒老祖宗。这堂内众人心头一沉。老盟主是整个武林盟的底气所在，在太平盛世里，他更多的是充当一个威慑手段。可在强敌环伺的当下，老盟主却不能出关，武林盟相当于丢失最大底牌。这时一直沉默的萧月奴轻声道：许银罗呢？众人齐刷刷看向曹青阳，目光里带着希冀。曹青阳用简单的点头给出肯定的答复。几乎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得知许银罗会来助阵，原本心里忐忑的部分帮主、门主心里一下子安定许多。老盟主闭关不出的情况下，仅仅一位3品术士并不能让他们放心。况且白衣术士是陌生人，实力如何，人品如何，会不会在情况不对后逃之夭夭，这些都是可能存在的问题。但如果是许银罗的话，他们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傅金门哈哈一笑，振奋道：当日与许银罗联手杀那个不知道底细的年轻人，如今又有机会共抗强敌，人生快事啊。另一个出手帮助过许七安的是杨崔雪，他则露出期待之色，道：彼时的许银罗不过甚至连5品都不是，还是曹盟主助他领悟化境，而斩杀昏君时，他却已是超凡武夫，不知道现在修为有没有精进，令人期待啊。犬戎山南侧山峰，被移星换斗掩盖气息的李灵素站在一株巨松之上，眺望山脚牌坊。武林盟附属门派基本全到了，军阵也在整个待旦，做好了迎敌的准备。圣子沉吟道：但我觉得武林盟的这些嫡系军队根本派不上用场。苗有芳站在他旁边一同俯瞰，问道：何以见得？李灵素道：蓉姐身上有一件极品法器，叫御风舟，我要是那姬玄，我就乘坐御风舟而来，直奔后山闭关之处，擒贼先擒王，解决了武林盟的老匹夫，他们就大功告成了。之后军队也好，武林盟的武夫也罢，都是任其宰割的羔羊，这是最有利的战术。那老前辈现在的情况明显很糟糕。他说着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许七安，试图从他那里得到证实。不久前许七安很突然地把建州的事告诉了他们，大战说来就来，让李灵素和苗有芳措手不及。虽说现场瞬息万变，可这变得也太快了。尤其苗有芳前一刻还在床上和姑娘们杀得难解难分，下一刻李灵素就闯进来说不用厮杀了，战斗结束，苗有芳当事人都是猛的。许七安闭着眼对李灵素的试探置若罔闻。过了很久，他猛地睁开眼睛望向远处天空，道：来了。御风舟3方势力齐聚船头，身为法器主人的东方婉容站在正中央，佛门2位金刚在左侧，姬玄团队以及苍龙七宿在右侧。下方是一座连绵数百里的巍峨山脉，犬戎山大凤地理志记载，建州有山，其上有兽，人面兽身，6尾，能吞月，名曰犬戎。姬玄微笑着扫过众人，道：许七安不知是否已在犬戎，稳妥起见，我们先行试探。异兽犬戎是神魔血裔，虽说血脉稀薄，但依旧不是寻常4品等对付，谁下去会一会他？武僧静元迈步而出，淡淡道：我来。他有金刚不败神功，防御力远超同品级的武夫，见师傅肚腩，还有修罗金刚杜凡没有拒绝，静元抬指敲击眉心，当撞钟般的脆响里，金漆自眉心亮起，流水般覆盖全身。静元纵身跃下飞舟。盟主府，曹青阳率领一众帮主、门主冲出大堂，抬头望向天空，看见一道金色流光划过，坠入后山。众人又惊又怒，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不给人一点点反应的机会。前一刻他们还在堂内商议，下一刻对方就杀上门来。混账，敢打扰老盟主闭关！傅金门情绪暴躁。千机门的门主韩歇望向天空，他眯着眼仔细分辨，神色微变道：空中有飞行法器。曹青阳等高层人物抬头凝望，果然看见蔚蓝的天空中凝固着一个黑点。纵使是他们的目力，
也只能勉强看清是一个船形法器。飞行法器，曹清扬心里一沉，但没有慌乱。他在犬戎山以及周围的道路设了关卡，事后山上更是假设了许多床弩，军阵的骑兵整个带弹，进可奔袭，退可入山抵御强敌。武林盟内部的高手与士卒配合，能形容非常可观的战力。鸣金，曹清扬转头对副盟主温成璧下达命令，接着环顾众人：你们9位随我去后山御敌，其余人召集弟子戒备，防备有其他敌人趁机作乱。说完，他跃上屋脊，看了一眼府外广场上骚动起来的各帮派弟子。如果敌人的数量不多，且都是顶尖高手，那么这些人可以保住性命，只需要旁观就好。而后不管武林盟是胜是败，都与这些底层弟子无关。如果非洲上的是敌人的前锋队，其后还有大规模的敌袭，那么广场外以及武林盟的嫡系子弟们就要面临一场生死大劫。傅金门、萧月奴等9大附属帮派的帮主跟随曹清扬朝着后山掠去，他们都能短暂御空，但其中身法最灵动的是神行宗的宗主。这位宗主身形瘦削，他没有御风，而是踩着树梢疾行，脚尖每在树梢轻点，身形就如利箭击射，待冲劲减缓，又在树梢轻踏一下，如此循环，速度比匀速飞行的4品武者们快不少。很快，终于来到后山，兽吼声不绝于耳，气机爆炸声层层叠叠。曹清扬等人骤然拔高身形，窜向天空，俯瞰后山情况。只见崖壁石门前，一只体长约4丈、形如犬的怪物正在与一道金色人影激斗。他有着一张与人类相近的脸，浑身覆盖黑色短毛，双眼赤红，宛如2盏红色的灯笼。吼！犬戎扑击金色身影，试图撕碎它。岂料那道金色人影异常灵活，于辗转腾挪间躲开犬戎的一次次扑咬、拍打。轰轰轰！坚硬的岩石在犬戎的拍击中不断开裂。金色人影抓住机会，一个滑铲从犬戎的腹部突进，瞬间来到他身后。咔嚓！金色人影踏裂地面，化作金色流光冲向石门，似是要撞碎它。当！让人心头一震的撞击声里，金色人影倒飞出去，击飞他的是犬戎身后6条粗壮的尾巴。晋元一路撞断数根大树，堪堪稳住身形，随手把破烂的内衣撕裂，露出黄金浇铸般的健美身形。犬戎击退敌人后，昂首咆哮，宣泄愤怒，声波响彻整个犬戎山脉。啪嗒，曹清扬率领众人落地，来到犬戎身边，一边安抚巨兽，一边说道：金刚神功果然是佛门中人。哼，4品的武僧嘛，正主还没下来，你们谁去会会他？神行宗主站了出来，沉吟道：我的身法能克制他，我来。话没说完，便被铁衣门主打断，没好气道：绕着他转圈圈吗？你们神行宗逃命功夫厉害，打架可不在行，人家站着不动让你打，你头秃了也伤不到人家一根头发。这是一个铁塔般的汉子，个头不高，但横向体积甚是吓人。和尚本来就没头发，神行宗主心里嘀咕一声，没有坚持己见，因为铁无双说的是事实。有时小心点。曹清扬说了一句，抬起头警惕着天空中的御风舟。这里有个很尴尬的事，4品武夫虽能短暂御空飞行，但高度和速度受限，御风舟明显已经超出4品武夫能触及的范围极限。盟主放心，属下早就想领教，是佛门金刚神功厉害，还是我铁衣门的护体神功更强？矮壮的游石双眼冒光，死盯着远处的密林里的金色身影。晋元站在一棵断裂的树干边，面无表情地望着武林盟众人，眼神冷傲，似是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好狂的和尚，萧月奴等人纷纷皱眉。噔噔噔的声音里，游石狂奔而出，于半途纵身跃起，像是一块陨石砸向晋元。当！游石一拳砸在晋元脸颊，砸得他身体猛地往后一仰，即将倒地时，晋元脊背一收，就像一个不倒翁，在后仰出夸张的角度后，猛地拉了回来。当！又是一声巨响，游石额头一痛，大脑瞬间进入眩晕状态，身体则往后抛飞。而以头锤撞飞对手的晋元，只是轻描淡写的揉了揉额头，用不太标准的中原官话，淡淡到差了些。杨崔雪等4品武夫露出了严肃的表情，仅从刚才的交手里，便能判断出游石的体魄比这个佛门武僧要差一筹。当然，游石尚有保留，没有全力以赴，可谁也没法肯定这武僧已经使了全力。仅仅是打头阵的武僧就有这般修为。曹清扬望着头顶，朗声道：船上的朋友既来了，何必藏头露尾？声浪回荡，额请似是在回应他的喊话。御风舟中跃下5道身影，他们分别是穿纳衣的年轻和尚，眉目温和，五官深刻，有着明显的西域人种特征；断臂的魁梧大汉，虎目方脸，极具威严，周身缭绕着漩涡状的威风。穿着色彩斑斓长袍，头发微卷，双眼蔚蓝，皮肤棕色的中年人，南疆人种。秀美清冷的妙龄女子，手里拎着一把弯刀，冷冰冰地站在枝头俯瞰。还有一身红色长裙，
容貌妩媚，身段曼妙的美艳女子。柳红棉。萧月奴语气微变。柳红棉扭着小腰，款款而来，咯咯笑道：“师姐，别来无恙啊。”萧月奴淡淡道：“你早已判出万花楼，这声师姐，本楼主担待不起。”柳红棉眼里闪过怨气，冷笑道：“若非有你这个好师姐从中作梗，师妹我怎么会判出万花楼？当年那笔账，是时候讨要回来了。白虎，我与你说过，萧月奴天姿国色，没骗人吧？”断臂的白虎审视着萧月奴，缓缓点头。虽然戴着面纱，但的确是难得的人族美人，我很满意。柳红棉笑容妩媚：“行，我便擒了她，给你做女奴，供你玩乐。哎，姬玄少主和启欢丹香不喜女色，许元怀不解风情，便宜你了。”白虎颔首：“多谢，算我欠你一个人情。”身为百兽之王，女人在他眼里宛如宣泄欲望的工具，他甚至连垂涎和色欲的表情都懒得做，这就让柳红棉很不开心。他需要一个 LSP 来一唱一和打击萧月奴。曹清扬沉稳的目光扫过在场5名四品，既没重视也没轻视，在柳红棉身上停顿了一下。柳红棉，在场的武林盟高层都认出了他，当年因为争夺万花楼主之位闹出过不小的风波。原本门派弟子竞逐帮主，楼主之位最正常不过，反目成仇的也有不少。不过万花楼上一代的楼主之争很有点意思，这柳红棉和萧月奴都是前任楼主的弟子，角逐楼主之位的重要人物。萧月奴被誉为建州第一美人，能与他争的柳红棉自然不会太差。但后来柳红棉因为放荡的原因被排除在了竞争者行列里。万花楼作为一个女子组成的门派，对楼主的私德极为重视，岂能让一个放荡之人掌控门派？但柳红棉不服，说自己是被冤枉的，没多久便判出万花楼，从此杳无音讯。没想到今日重回建州，也带回来了一群敌人。被打搅性质的铁衣门主游时默默退回曹清扬身边，双方展开对峙。非洲之上，姬玄俯瞰下方重峦叠嶂，摸了摸下巴，鱼饵不够，仅仅是他们许七安不会出来。船头的东方婉容发表看法，也可能他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姬玄笑着摇头：“不，我敢打赌，他肯定来了。灭武林盟是国师的意思，这意味着涉及到了国师和监正的博弈，监正不会任由武林盟被灭。大凤如今能用的武夫只有许七安，他不来，谁来？了不起再加一个孙玄机。”东方婉容侧头倾听了片刻，缓缓点头，认同姬玄的话。姬玄继续道：“如今便如两军对垒，相互试探。许七安忌惮国师，没触及底线，或摸清我们底牌之前，他不会贸然出手的。我们也一样，谁知道除许七安之外，监正还有多少手段呢？”东方婉容嫣然一笑，明媚动人。他侧头看向姬玄身后的苍龙七秀，道：“那就触一触底线，逼他出来。”姬玄颔首，回头语气恭敬道：“苍龙，劳烦去会一会武林盟的高手们。”苍龙迈步到船舷边，纵身跃下，身后的7名斗篷人随后跃下，8名斗篷人倒立俯冲，衣袍猎猎鼓舞。下方，曹清扬豁然抬头，凝视着8道黑点俯冲而下，缓缓道：“8人，又是8名四品。三方势力调集了这么多四品强者攻打武林盟。”他有些疑惑，任何体系的四品都是中流砥柱，是真正的统治阶层，但在眼下的战场里，四品武者只是开胃菜，此战明显要涉及到3品超凡境，一次性派14名四品打头阵，不怕被潜伏着的许七安一锅端了。戒备！曹清扬脸色忽然一变，因为他想到超凡高手很可能隐藏在这8人中。就在此时，俯冲而来的8人在过程中调整姿态，首尾相连，拍成一线，气机豁然膨胀，化作一道虚幻的龙影，张开獠牙扑击而下。几乎在下一刻，可怕的气机从天而降，宛如山倾。3品！曹清扬双拳紧握，衣袍瞬间鼓胀如球，一道道气流汇聚向双拳，腾起炽热的能量。朝天一拳！萧月奴袖中飞出一把小剑，裹挟着气机，随着曹清扬的拳劲迎向苍龙七秀。其他4品帮派领袖或双拳出击，或拔剑刺出剑芒，或连续不断弹出气机剑雨，一起迎向天空中的敌人。轰！双方气机碰撞，山顶炸起闷雷般的巨响，气机能量化作飓风，让整个山头的树木出现摇晃。这一幕若是从远处观看，甚为壮观。龙影稍有凝滞，被削弱了几分，但没有溃散。见无法阻拦，曹清扬咆哮道：“退！”众人作鸟兽散，任由苍龙七秀降临。伴随着虚幻龙影的落下，整个山头一震。苍龙七秀从腰间抽出长刀，转而看向远处石门，里面毫无动静。老家伙果然状态不对，你们缠住武林盟的这群匹夫，我去斩了老匹夫。斗篷里传来苍龙嘶哑的声音，嗷吼。
犬戎咆哮着扑来，比成年男子脑袋还大的爪子拍下，苍龙刀锋一翻，往上撩出，令人牙酸的声音里，火星爆开，犬戎的爪子被刀锋削断。砰！曹清扬趁着一人一兽交手的刹那，鬼魅般的出现在一名黑袍人身后，凶狂的拳意爆发。可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目标人物的气息暴涨，于瞬间突破4品，真至凡人无法触及的领域。武者的危机预感疯狂预警，曹清扬果断收拳，朝后滑退。几乎是同时，那黑袍人展出了长刀，刀气落在曹清扬原本站立的位置，展出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怎么回事？这也是个3品。曹清扬脸色微变，他转而看向为首的那名黑袍人，发现他此刻又和犬戎对了一招，原本能轻易斩断犬戎利爪的刀锋，却只在巨兽的身上展出一串火星，实力变弱了。曹清扬猛地反应过来，喝道：他们不是真正的3品，借助合击阵法达到超凡境的爆发力。诸位一起上，撕开他们之间的联系。这8人力量可以融合为一，在他们任何一人中流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3品，但不能每一个人同时是3品。因此只要采用人海战术，同时攻击8人，就能有效遏制对方。远离后山的密林里，许七安盘坐在树下，手里捧着半面青铜镜，镜子里映照出战况激烈的现场。镜元的眼睛不是被我毒瞎了吗？怎么又恢复了？他不具备血肉再生的能力，应该是借助了丹药或者特殊手段。犬戎山各处没有敌人潜伏，军阵那边也没有遭遇袭击，许屏风真的只派了姬玄他们来攻打武陵盟。萧月奴和柳红棉似乎有仇，这么出彩的美人怎么能白白便宜老虎精？对了，李灵素的相好不会就是萧月奴吧？啧，如果是真的，那圣子的红颜知己里总算有一个颜值能比肩我鱼塘里的小鱼儿们了。不知道李灵素那边怎么样了？撕开他们之间的联系，盟主打算用人海战术。在场的4品武者经验丰富，立刻明白曹清扬的意思。面对一个爆发力堪比3品的敌人，采用人海战术，这意味着他们中任何一人都会死亡。曹清扬沉声道：戴宗，你去打头阵。神行宗主头皮发麻，应声出列。他身法灵动飘逸，像是随风而舞的叶子，时而飘在左，时而飘在右。阿弥陀佛，回头是岸。这时静心双手合十，念诵佛号，随着悲悯之声传播的还有戒律的力量。神行宗主飘逸的身法忽然卡壳，他在敌人面前难以抗拒的转身往回走，竟把后背让给了敌人。同境界情况下，戒律的控制很短，神行宗主转身的刹那便已经摆脱。但这个时候，东方晚清轻盈如纸鸢飘到神行宗主头顶，掌心轻轻按下，仙人福顶。危急关头，千机门的寒蝎甩出一条软鞭，缠住神行宗主的腰，再一抖手将他往回拉，砰！掌力击在地面，轰隆一阵，凹陷处直径1丈的圆坑。堪堪躲过危机的戴宗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忽觉一阵狂风刮来，断臂白虎像是风中的幽灵，出现在刚刚站稳的神行宗主面前，狞笑着挥出拳头。噔噔噔，傅金门抢身而出，后发先至，与白虎硬汉一拳。砰！林子里荡起一阵强风，两人同时后退半步。傅金门钢牙一咬，右脚用力一跺，强行卸力，拳意爆发，一瞬间在白虎胸膛打出数十拳。独臂的白虎难以招架对方的拳法，被打得不停后退。突然，傅金门察觉到侧方传来强烈的杀意，武者对危机的本能做出预警，他果断的后撤一步，放弃对白虎的穷追猛打，一拳朝侧方打出。同时他看到了袭击自己的敌人，一只潜伏在草丛中的花豹。傅金门一愣，如果是豹子的话，他完全没必要理会，但刚才那嗜血的杀意以及武者对危机的反馈，让他错以为敌人是同境界的高手。区区花豹竟有勇气袭击他，这很不合理。白虎趁机退回，轻轻吐纳，平复胸膛的疼痛。新古尸。白鹤关的关主审视着启欢丹香，启欢丹香尖笑一声，无形的音波扩散，掠过山头。几秒后，在场的众人听见了嘈杂且纷乱的声音，有无数灌木丛发出的沙沙声，规模庞大的鸟群振翅发出的响声，猿猴的啼叫声，大虫的咆哮声。天空中数十只野鸟组成鸟群，盘旋啼叫，时而朝武陵盟众人俯冲，佯装攻击，半途中重新回旋高飞。随着鸟群的每一次佯攻，武陵盟众人都会得到武者直觉对危机的反馈。灌木丛里钻出一条条毒蛇，一只只毒虫，林子里则有猿猴、豹子、野猪、大虫等野兽窜出，虎视眈眈地盯着武陵盟众人。他们围而不攻，只宣泄自己的敌意。于是武陵盟的武者们收获了一波又一波的敌意，炼神静魔炼出的对危机的预警，此时反而成了累赘。启欢丹香道：于我来说，对付武者的危机预警实在太简单了，没了提前预知危机的本能，你们如何与同品级的高手斗？
话音落下，柳红棉裙裾飞扬，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师姐，当年你勾结外面的男人，传播谣言，污我名声，大恩大德，师妹永世不忘。今日找你报恩可好？他抽出腰间的软剑，横掠过数十丈的距离，刺向萧月奴。萧月奴不慌不忙，袖中划出玲珑小剑，当当，火星四剑中，两位绝色美人激斗在一处。萧楼主，我来助你。铁衣门的游石大步狂奔，造成轻微地震，高高跃起，把自己当成一块石头，狠狠砸向柳红棉。斜地里射来一道金光，撞飞了游石。那是净元武僧，两名以肉身防御见长的武者翻滚着，撞倒一棵又一棵大树。神行宗主无声无息地逼近启欢丹香，手里的匕首往前一递，杀机爆发，斑斓色彩的袍子豁然高涨，化作一道五色墙。这只是障眼法，匕首轻易刺穿了袍子，但启欢丹香已经趁机脱离锁定，匕首激射出的气芒冲出数十丈，在地面溅起土块和碎石。另一边，苍龙七宿没做耽搁，缓步靠向石门。吼！犬戎张开血盆大口，冲着苍龙七宿咆哮，唾液如雨。他的人脸露出了人性化的畏惧，面对走来的苍龙七宿，一边畏缩后退，一边试图用咆哮吓退对方。犬戎，退后！曹清扬赶在异兽发狂搏命前，把他逐出战场。异兽巨大体型带来的力量是天生的优势，但在这个时候却是致命的弱点。体型大意味着难以躲避，在面对一位超凡境强敌时，很可能两三刀就被斩下狗头。在这方面，反而是擅长身法的武夫更有优势。盟主，野兽太多，到处都是敌意，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莫格阁主杨崔雪提着铁剑，脸色难掩焦虑之色。曹清扬沉声道：“你去负责清理鸟群和兽群，把它交给我。”话音方落，杨崔雪喝道：“小心！”无需他提醒，曹清扬先一步侧身弹跳，避开了苍龙斩来的刀光。刀光落空，斩在山体。轰隆！崖壁开裂，石块滚落。噔噔噔！曹清扬避开这一刀后，狂奔着冲向苍龙七宿。咻！迎面来的是炽烈的刀光。曹清扬没有避让，甚至主动迎了上去，因为这一刀对准是他身后的石门。气机凝聚双拳，拳意爆发，曹清扬双拳合击，恰好夹住刀光。他夹着刀光，刀光推着他往后滑退。砰！曹清扬后被重撞在石门，撞得碎石簌簌滚落。盟主，萧月奴等人满脸焦虑，不自觉地与对手拉开距离，分心查看这边情况。嗨！曹清扬剧烈咳嗽，双拳和胸口鲜血淋漓。武林盟众人心里一凛，仅仅一刀就把半步三品的曹清扬打得如此狼狈。不错，距离三品只差半步，生命力和韧性已经渐渐脱离四品行列。苍龙审视着曹清扬，嘶哑的嗓音夹杂着嫉妒。再给你几年时间，岂不是要晋升三品？曹清扬，你死得不冤。斗篷豁然鼓舞，他高高扬起手里的刀。身后的7名同伴做出相同的动作，扭曲空气的契机将8人连接在一起，把所有力量汇集给苍龙。苍龙手里的刀变得滚烫，似乎无法承受磅礴的契机，处在融化的边缘。苍龙不再犹豫，劈出了这道蓄力已久的刀气。劈出这一刀后，苍龙凝神戒备周遭，曹清扬的实力铁定是接不下的。而他身后是武林盟老匹夫闭关的地方，所以许七安或孙玄机一定会出现。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出乎苍龙的预料，许七安和孙玄机都没有现身出手。那曹清扬不知死活的双臂交叉于胸，竟妄图以血肉之躯挡超凡一刀。盟主，躲开！曹清扬，你别冲动！惊叫声此起彼伏，萧月奴一剑挥退柳红棉，飞扑向石门岱宗发足狂奔，脸色狰狞，似乎要与刀气比拼速度。杨崔雪、傅金门、乔翁等4品高手纷纷往石门方向支援。轰！刀气在曹清扬身上炸开，气波险些撕裂众人的耳膜。砰砰砰！崖壁不断迸裂，冲击波阵飞萧月奴，震退傅金门，也震退了一众武林盟高手。莽夫！苍龙傲然而立，衣袍在冲击波掀起的狂风中舞动。没到3品，硬吃这一刀的结局几乎已经可以预见。启欢丹香、白虎、柳红棉等人按捺住喜色，紧紧盯着石门处。御风舟！凝神观战的姬玄耳廓一动，望向后方。东方婉容、许元怀做出同步动作，许元双则毫无异常的低头观战，直到听见呼啸声，他才愕然回头。只见一个身穿绣金银丝线黑袍的年轻男子，脚踏飞剑，朝着御风舟飞来。他容貌俊美无愁，皮肤白皙，翩翩然如卓氏家公子。任何怀春少女见到这样的俊美男子，都会怦然心动。李灵素！许元双对这位容貌出众的天宗圣子印象深刻，但他没时间欣赏对方的姿容，神色警惕地环顾四周。姬玄和许元怀同样如此。李灵素来了，许七安还会远吗？这时
东方婉容淡淡道：“无妨，姓许的没有来。”三人如释重负。姬玄苦笑一声，心说这是被许七安给打怕了。东方婉容不理会三人，径直走向李灵素，冷冷地望着他：“你来做什么？”李灵素跃下飞剑，凝视着他娇媚如桃花的脸蛋，动情地说：“来见我朝思暮想的姑娘。”他接着叹息一声：“我知道，我没资格说这话，因为我总是不告而别，总是抛下你的亲姐。”东方婉容俏脸如照冰霜：“李灵素，你不必再说这些花言巧语，我属意你，才愿意听你那些话。可自从你选择跟许七安走，抛弃我和青妹，我们姐妹就与你再无干系，恩怨情仇一刀两断，你不必再来找我。”李灵素微微动容，脸上神色复杂，哀伤、失落、黯然皆有，宛如情场失意的可怜虫。“容姐，对不起。”东方婉容不屑地冷笑一声：“你说的这番话，真是让人心疼的如刀绞，让我在那一瞬间知道自己失去了重要的东西，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他说。东方婉容看了他一眼，冷着脸说：“速速离去，莫要在此碍事，否则休怪我不念旧情了。”说着，他抽出挂在腰间的匕首。李灵素微微摇头：“那半年来，我确实一度觉得你和青姐的爱太过沉重，让我丝毫感觉不到幸福，甚至有点腰疼。这些都不该是我离开你们的理由。我来不是祈求你原谅，也不是为自己找借口，我是关心你。”见东方婉容脸色冷漠，他忽地痛心疾首，指着姬玄等人怒道：“你知道许七安有多可怕吗？你知道许七安在雍州城外把这群人打得丢盔弃甲，差点小命不保，为什么你和青姐还要掺和进来？就凭你们的修为，连许七安一根汗毛都伤不了。”东方婉容嗤笑道：“与你何干？”李灵素大声道：“是和我无关，但你要是坚持留在这里，我就算是死也要带你走。我不希望你和青姐白白送了性命。”东方婉容把匕首丢在他面前，语气冷漠的宛如此刻的寒风：“你可以自行了断。”啊这！李灵素默然片刻，强颜欢笑道：“容姐，你是真的不爱我了啊？”他挥泪而去，望着李灵素御剑离开的背影，东方婉容久久沉默。为什么不杀他？脑海里响起纳兰天禄的声音。东方婉容微微摇头：“他是天宗圣子，杀他会招来天宗的报复，我不想为老师树敌。”纳兰天禄笑了笑：“你还爱着他？刚才如果我不逼你杀他，你就不会赶他走。婉容，情深不寿，我们不是天宗的人，但也要适当的学着太上忘情，用情太上，容易受情所致。”东方婉容抿着唇。另一边，李灵素御剑离去后，没有返回犬戎山，在外面漫无目的的绕圈子，这样能避免自己被跟踪和窥视。他取出地书碎片，往外倾倒出一只小巧的野鸟，野鸟振翅落在他肩膀，口吐人言道：“如何？”李灵素脸色严肃道：“御风舟上有2位金刚，容姐，还有姬玄和那对姐弟。然后我在容姐的元神波动里察觉到了一丝不正常的波动。纳兰天禄的元神果然寄生在容姐身上。除了这些人外，御风舟上空无一人。”野鸟听完，沉吟片刻，啄一下鸟头：“你做得很好。”李灵素忙说：“记得你答应过我的，要对容姐和青姐手下留情，不要伤她性命。她这是在给东方姐妹加一层保险。”野鸟轻轻啄脑袋：“我只能尽力。你该知道，纳兰天禄寄宿在他识海，我很难在不伤他的情况下解决纳兰天禄。况且生死存亡之际，未必能顾上这些。”李灵素没有坚持道：“我明白，他只是去御风舟跑了一趟，风险不大，任务难度也不高，没道理要求许七安打架时必须保东方姐妹无恙。许七安也不会答应。”密林深处，御风舟上除了几个老朋友，没有其他人。许七安边专注观战，边开动脑筋：“如果只有2位金刚，我依仗镇国剑的锋芒倒是不怕，但镇国剑对付纳兰天禄显然不会有太强的作用。”李灵素没看到其他人，不代表船上真的没有埋伏。以许屏风的手段，想隐藏杀招的话，肯定不是李灵素能发现的。不过云州有监正盯着，许屏风不可能本体离开。先不说他能不能瞒过监正法眼，他要敢离开云州，监正说不定直接偷水晶了。姬玄这些狗东西跟我打的是一个心思，再一步步试探我的底牌。许七安把混天神镜放在脚边，摸出地书碎片。他倾倒地书碎片，从中召唤出太平刀和镇国剑2把神兵，气息内敛，没有任何波动。“好久不见，老朋友。”许七安摸了摸黄铜剑身，镇国剑传来一股厚重温和的意念，宛如敦厚沉稳的前辈高人。太平刀则欢快了许多，不停地向许七安传达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这样的意念，就像一个半大的孩子在向父亲表示自己的是大人了。“很好，经过半个月的温养，你变得更锋利了。”太平。许七安摸着暗金色的刀身：“今天
我用金刚的血来祭你。他把镇国剑和太平刀插在左右两侧，重新拿起浑天神镜，看着石门处半跪的身影，嘀咕道：曹青阳这蠢货，竟然不舍得用我赠他的精血，想留下来消化参悟，以此晋升3品。真以为靠自己的修为和杨催雪他们的配合，能打败苍龙七秀？现在不得不用了吧？我太狂妄了。曹青阳叹了口气，就算你靠的是法器，不是真正的3品，仍旧不是我能对付，靠人多没有用。见曹青阳竟安然无恙，傅金门、杨催雪等人只觉得峰回路转，一边难以置信，一边又大喜过望。萧月奴定睛一看，娇躯微颤：盟主，你入3品了。此时的曹青阳气息已经截然不同，隐隐散发出让他们站立的气息。更离奇的是，曹青阳肤色变成了浅浅的淡金色。3品，杨催雪、戴宗默然凝视，一时间竟给不出面部表情，但每一个人心跳都骤然加快，砰砰狂跳。金刚神功！突然，远处的武僧静元于脸色微变中脱口而出。正陷入巨大喜悦中的武林盟众人，这时候稍稍清醒。盟主什么时候学会了金刚神功？铁衣门的游士看向同伴，试图从他们那里得到答复，却从他们眼里看到了同样的疑惑。怎么回事？金刚神功是佛门独有的秘术，盟主怎么可能学会？他要是修行了金刚神功，那问题才大了。这感觉有些熟悉啊。莫非是？老成持重的杨催雪心里一动，露出激动面容，道：盟主，这是许银罗的精血。一语道破。曹青阳撕掉破损的袍子，在石门前站起，缓缓扭动脖子，道：是他的精血。3品武夫的精血可以视作稀释版的血丹，维持时间根据精血提供者的修为而定。但就算是稀释版的血丹，也不是寻常4品武夫能承受。只有像曹青阳这种体内细胞开始初步蜕变，生命力渐渐超脱凡人的半步3品，才能承受精血的冲击。一般的4品武夫，哪怕4品巅峰，服用一滴3品武夫的精血，也要身躯崩溃而亡。一部分人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另一部分人则恍然大悟，并因为许银罗3个字由衷的狂喜。哈哈哈！傅金门大喜过望，两只拳头用力对撞，道：总算是可以反击了。奶奶的，老子这口气憋得快把肺撑炸了。杨催雪、萧月奴、戴宗等人如释重负之中，也露出了笑容。之前谁都没有开口，但其实谁都想问，为什么帮手还没来？老盟主闭关不出的情况下，武林盟很难抗衡一位超凡境的强者，因此他们内心一直处在焦虑状态，心里没底。但现在真真切切地看到许银罗的出手，看到他和盟主早有联系，于是他们一颗心高悬的心终于放下，看见了希望。柳红棉、启欢丹香和白虎听见许银罗3个字，本能地产生害怕情绪，脸色有些难看。武僧静元和静心相视一眼，都是无比凝重，尤其后者面部微微抽搐，忍不住双手合十，以平息内心的嗔意。咦，他们似乎对许银罗格外的畏惧。心细如发的萧月奴敏锐地察觉到这个现象，包括师妹柳红棉在内，这些人对许银罗的反应，给人的感觉是曾经在许银罗手里吃过大亏。尽管内心无比好奇，但他不可能把这个问题问出口，定了定神，把注意力转移到曹青阳身上。此时的曹青阳状态已经稳定下来，气息处在初入3品的层次，瞧着与苍龙七秀差距不大，甚至略有不如。3品的感觉真好。曹青阳握了握拳头，沉稳凝练的目光里闪烁着战意。他抬了抬手，杨催雪等人心领神会，迅速退走，撤离到远处。这里已经不再是他们所能插足的战场。默契的，柳红棉等人也迅速退走，方向正好和武林盟4品们相反。一东一西，遥遥对峙，中间是曹青阳和苍龙七秀。曹青阳竟能吸收3品武夫的精血，短暂的踏足超凡领域，这就是半步3品的强者独有的底蕴啊！玉峰州上，姬玄居高临下看到这一幕，听着肚南金刚的解释，心里恍然。曹青阳爆发出3品气息时，他委实吃了一惊，相隔太远，无法听见底下的交谈。他一度以为曹青阳临阵突破，晋升3品。武林盟与国同龄，但几百年来从未出过一位超凡。曹青阳的天资令人羡慕。姬玄感慨一声，看向身侧高大魁梧、肤色暗金的肚南，问道：肚南金刚，这便是你们皮肤血色转为金色的原因？他这话问得突兀，但肚南金刚听懂了他的意思，颔首道：修行金刚神功，晋升超凡后，精血中会自带金刚神功的神威，肤色和血液转为金色。曹青阳吸收了许七安的精血，因此也相当于短暂的具备金刚神功的威能。这时，东方婉容忽然说道：老实说，犬戎山的地势有些不对。曹青阳微微俯身，短暂蓄力后，以蛮牛冲撞的姿态撞向苍龙七秀。8名斗篷人散开，刻意打开一道口子，让曹青阳撞入阵营，紧接着合拢，
将他包围在里面。吃，八把长刀凝练刀气，散发灼热气息，同时斩在曹青阳胸口、头顶、后背等地方，发出金石碰撞的锐响。曹青阳脸色不变，探出淡金光芒缭绕的右手，抓向最近的一名斗篷人。那名斗篷人气息骤然暴涨，毫不畏惧地打出一掌，要与曹青阳硬汉。岂料曹青阳半途收手，真正目标是身后挥刀袭击的斗篷人。8名斗篷人之间的契机宛如呼吸，一掌一落间，那名要与曹青阳硬汉的斗篷人气息跌落，而被他当作真正目标的斗篷人气息暴涨。砰！两人对了一掌，平分秋色。但曹青阳在这个刹那被7把刀同时斩中不同地方，曹青阳因此陷入苦战。武夫之间的战斗似乎注定无法在短时间内决出胜负，他们之间的力量可以生生不息的流转，转换之间没有任何凝滞。这也意味着无论我把哪一个当成目标，他都能是3品。而在我与3品交手的时候，其他7人会配合攻击，消磨我的防御。除非我能同时控制住2名斗篷人，逼他们2选1，才有可能破解这个合击阵法。但这8人配合默契，不可能给我这样的机会。许七安精血的时间只有1刻钟，不能在这个时间里解决他们，我必败无疑。曹青阳一边冷静迎敌，一边念头转动。双方阵营的4品屏息观战，全神贯注。静心、静远等人因为知道3品精血的时效不长，且背后还有2名金刚、1名羽狮撑腰，心态上更加轻松。而杨崔雪、傅金门这些武林盟4品，情绪上要更加紧张。如果曹盟主不能在修为跌落之前打败8名斗篷人，那只能寄希望于许七安。包围圈里，曹青阳凝眸一扫，锁定左侧的斗篷人，佯装攻击，在对方招架之时，半途更改目标，扑向苍龙。吃！斗篷里传来苍龙的不屑的嗤笑，他气息旋即暴涨，朝曹青阳劈出一刀。过程中，7名同伴刀锋挥舞，配合默契的攻击敌人。当，8把锋利的战刀应声砍在曹青阳身上，苍龙却愣了一下，惊讶于姓曹的竟然没躲。砰！几在同时，曹青阳的拳头落在他胸口，砰砰，又是2拳。而在这个2拳之间，曹青阳挨的砍更多。苍龙皱了皱眉，迅速后撤，召集7名同伴补位。回来！曹青阳张开右掌，气机化作漩涡，将苍龙吸射回来。被迫返回的苍龙愤怒地给了曹青阳一套组合拳。单论格斗术，同样是化境武夫的他并不输曹青阳。但是，你们的破绽是法器。曹青阳依旧沉稳，语速缓慢。法器成就了你们，但成也法器，败也法器。我只要毁了它，你们的合击阵法就破了。而这并不难，因为本身不是3品武夫的你们，防御力比我差远了。坚硬程度能胜过3品武夫的只有绝世神兵，但九州之大，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拿出8件绝世神兵。啪啪啪！曹青阳拳意爆发，一声又一声脆裂的爆响炸开，宛如一颗颗炮弹爆炸，一记又一记的重拳砸在苍龙胸口。苍龙竭力反击，单论视觉效果，其实是8人持刀在狂砍曹青阳，砍得他毫无招架之力，只能无力地逮着其中1人还击。可是正如曹青阳所说，双方之间的肉身防御不在一个层次。吸收许七安精血的他是货真价实的3品，更有金刚神功做防御。而苍龙七秀既没有3品的再生能力，也没有3品武夫的无敌肉身。当当当，一轮轮气波在苍龙胸口炸开，突然一声金属扭曲让人牙酸的声音里，8名斗篷人的气息骤然衰弱，斗篷撕裂，露出苍龙被甲胄覆盖的身躯。甲胄刻满深奥晦涩的阵纹，漆黑暗沉的材质，一看就是通过炼金术提炼出的金属，品质远胜凡铁。此时甲胄大面积凹陷，阵纹破损严重。当，曹青阳轰出一拳，气波扩散中，苍龙被打飞出去，重重撞在石门，撞得崖壁轰的一阵滚落碎石。呵，苍龙嘴里发出无意识的声音，鲜血从胸口处的铠甲中流淌。他藏在兜帽里的脑袋动了动，似是想抬起头，但很快归于平静，生机消散。曹青阳又拳猛地一握，砰砰砰，骨头碎裂的声音里，7名斗篷人胸口炸起血雾，撕裂心脏。没有了法器的加持，在3品武夫面前，他们弱小的不堪一击。赢了！曹盟主斩了3品大敌。武林盟这边爆发出一阵短促的欢呼，但迅速平静。帮主门主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很好的克制住了自己。不过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色，大声狂笑的傅金门，面带微笑的杨崔雪，眉眼弯弯的萧月奴，快意无比的游石。反观另一边，静心、静元略有失望，白虎和柳红棉这些乾隆城的人则有些气急败坏。苍龙七秀是他们的同伴，也是击旋团队行走江湖最大的依仗。失去了苍龙七秀，不管武林盟这一战结果如何，他们都会被召回乾隆城，结束江湖之旅。又或者
被乾隆城强制要求继续留在江湖收集龙器，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好事。还算不错。密林里通过浑天神镜窥探到这一幕的许七安满意的点头。三品武夫恐怖如斯啊！苗有芳凑在一旁也目睹了全过程。这不算什么，两边都是半吊子而已。真正的超凡战根本不是你能想象的。许七安说话的时候回忆起了把整个楚州城夷为平地的超凡混战，如果加上自己的话，当时参战的超凡高手多达7位，直接把益州主城夷为平地。后来的斩杀贞德以及与许屏风交手都不及那一场战斗来的可怕。别高兴得太早，好戏才刚刚开场。许七安望着浑天神镜，低声说了一句，分不清是对身边的苗有芳说，还是对镜子里的武林盟众人。玉丰州，姬玄叹了口气，依靠外物终究不是正道，我乾隆城太缺超凡境强者了。九州生灵数以亿计，能成就超凡的寥寥无几。500年时光里，他们这一脉皇室出现过的3品强者只有一位，那位3品武夫因一场意外陨落，连血丹都没留下。姬玄身上的血丹是500年前武宗掀起的叛乱里，他们这一脉的某位3品武夫死后遗留。有劳2位金刚了。姬玄双手合十，杜南和杜凡相视一眼，后者声音洪亮：本尊去吧。从玉丰州一跃而下，几乎是同时，下方的众人抬起头，看见一道金光如流星般坠落。伴随着这道金光而来的是佩墨能玉的伟力、浩瀚、威严、至刚至阳，让人不自觉低下头，战战兢兢。是佛门金刚。有人惊叫道。尽管他们没见过佛门金刚的模样，更没领教过金刚的可怕，基于之前得到的信息以及这股浑厚无匹的力量，不难推测佛门金刚来了。曹清扬沉吟一下道：我还能维持一盏茶的时间。杨崔雪收回目光，脸色微变中高声道：盟主小心啊。戴宗咧嘴道：无妨，盟主现在也是3品，同样有金刚神功护体。肥胖中年人形象的乔翁颔首道：即使不敌，想来也能支撑片刻，为曹盟主突破3品打基础。有了方才的战绩，武林盟众人的信心空前高涨。说话间，金色流光从天而降，炎热的气息扑面而来。曹清扬深吸一口气，沉腰下胯，鼓荡气机，燃烧体内的3品精血之力，原本暗淡的金光竟明亮了几分。一上一下，2股超凡气息提前碰撞，金色的流光映照在众人瞳孔里，速度之快，宛如深邃夜空中一闪而逝的流星。下一刻，地动山摇，整座犬戎山震动起来，山体滑坡，巨石滚落，那些被启欢丹香召唤而来的兽类仓皇逃窜。在场的4品高手东摇西晃，站立不稳。萧月奴稳住身形后，立刻与同伴望向石门方向，查清情况。那处满目疮痍的空地裂开一道道蛛网般的地缝，这是泥土下的岩石龟裂导致。场上只有1人站着，那是一位身高9尺、相貌丑陋的巨人。他皮肤呈暗金色，五官丑陋的让人惊悚，难以想象世上会有这么丑的人。铁塔般的身躯宛如金属浇筑，纹起的肌肉彰显着力量感。他的脚下踩着曹清扬，半个身子陷入地里，七窍流血，气息奄奄。场面瞬间寂静了。萧月奴听见了身边戴宗急促的呼吸声，也听见了他自己急促的呼吸。嫡媳就在后山，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支援盟主？难道我们来犬戎山是为了看戏的吗？我们武林盟屹立建州600年，与国同龄，何时怕了外敌？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和敌人死战。没有长辈在前御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贪生怕死的。后山的动静引来武林盟帮众以及附属门派弟子的注意。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听说有嫡媳，一个个抄家伙，热血沸腾的要去后山死斗。对此，曹清扬早有安排，管理内务的副盟主温成璧率领帮众封锁通往后山的必经之路。在超凡境界的战斗里，别说是年轻人，即使是4品武者，能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有限。曹清扬不可能让这些蝼蚁参与到后山的战斗里。而姬玄等人奇袭后山，直接针对老盟主的原因也在于此。只要老匹夫陨落，后续的斩草除根就会变得很容易。副盟主山中的老幼女眷已经安排下山，暂留在军阵，那里有军队保护。温成璧听着下属的汇报，缓缓吐出一口气，神色也跟着缓和，叮嘱道：让镇子准备好马匹、马车，让骑兵做好准备，一旦看见山中信号示警，立刻带着女眷和老幼去建州城找部正使。下属领命而去。这时，一名着青甲、配长刀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沉声道：副盟主，外头群情汹涌，快封不住了。不少人从林子、后衙等地方去了老盟主闭关地。温成璧沉吟片刻，淡淡道：不必管他们，做好安抚准备。曹盟主给他的任务是护送妇孺离开，并阻拦教众靠近后山。
前者不会有什么问题和阻碍，但后者难度极大，因为武林盟终究是江湖人组成的势力，尽管训练有素，但纪律方面，山上的武者不能和军阵里的军队相比。江湖武夫的特点：桀骜、自信，只服强者，未必。因此，作为武林盟总部的犬戎山遭遇敌袭，桀骜的江湖武夫能忍，他们甘心什么都不干，乖乖听话，转身离开。直接声明敌人的强大，倒是可以让绝大部分头脑过热的粗鄙武夫清醒，但这样一来势必造成恐慌，极有可能被潜伏在盟中的敌人叠子抓住机会，煽动恐慌，制造动乱，然后一些心术不正之辈在火上浇油。对此，哪怕到了这一步，温成璧一样有对策。柳公子跟着师傅，两人随着人流来到了通往后山的林子入口。此地人头涌动，武林盟的教众提着各式各样的兵器，群情汹涌，想去后山一探究竟，支援盟主等人。柳公子目光一扫，看到了蓉蓉姑娘，还有万花楼其他女子，她们皱着眉头，脸色又焦急又茫然。蓉蓉姑娘，柳公子迎了上去，与万花楼等人颔首招呼，而后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回事？后山是老盟主闭关的地方吧？是不是老盟主遭受了袭击？是不是这便是武林盟召集我们的原因？他没敢问出口，因为现在大家情绪都很紧绷。蓉蓉看一眼美妇人，低声道：我想这就是盟主召集我们的原因。旁边的万花楼女子们默然不语，不觉得奇怪，显而易见，只要是有脑子的人都能轻易想通这件事。蓉蓉的师傅美妇人沉吟道：无需担心，即使撇开老盟主不提，我武林盟的实力也是顶尖的，除非朝廷铁了心要剿灭武林盟，否则中原之内不会有任何敌人。至于中原之外，他想不到中原外的敌人有什么理由针对武林盟。这时，通往后山的密林里突然窜出几个拎着刀的好汉，他们满脸惊恐，像是上山砍柴的樵夫遇见了大虫，侥幸捡回一命。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溜进去的？两名披肩执锐的甲士怒气冲冲地喝道。从后山回来的几名好汉根本不理他，冲着人群大声喊道：是三品境界的敌人，我们武林盟招惹了三品武夫，还有好多四品高手，有佛门的高手。三品两个字像是丢入湖泊的巨石，让本就不安分的人群瞬间炸锅，嘈杂声宛如掀起的巨浪。柳公子清晰地看见身边的师傅脸色狂变，看见眼前的蓉蓉姑娘睁大美眸，看见美妇人脸庞僵硬，看见周围的人露出了极度惊恐和茫然的表情。为什么三品武夫要对付我们武林盟？难怪突然间召集所有帮派，难怪曹盟主要下敕其令。我说气机波动为何如此恐怖？快逃吧，晚了的话我们都会死。逃什么逃？去后山看看，要是能观战，死也值了。场面有些失控，怕事者提出逃离犬戎山，免得被波及；好事者则热血沸腾，把生死置之不顾。有悲观者已经开始传播武林盟大难临头的言论，并奔走相告。当然，也有不幸的，听了这番言论后，想要进后山一探究竟，开始冲涌关卡，与守卫发生了肢体冲突。诸位安静！温成璧带着一队人马赶来，下属们在人群里开辟出一条道路，好让副盟主通过。且听我一言。身为副盟主，温成璧有足够的威望压制混乱，人群稍稍安静下来，一道道目光聚焦在副盟主身上。不久前，曹盟主得到许银罗的通知，武林盟将迎来大敌，敌人是巫神教和佛门的人。至于敌袭的原因，尚且不明。曹盟主得到消息后，便立刻召集各大帮派的兄弟共御大敌。此事不曾公布，是为了避免恐慌。请诸位放心，有老盟主、许银罗和曹盟主在，此处危机不过尔尔。温成璧的这番话很有技巧，没有一味的隐瞒和否认，这反而会加剧恐慌和导致教众不信任。然后抬出了许七安出来。自从京城斩昏君的风波后，许七安的声望宛如烈火烹油，在民间，在江湖几乎被神化了，称他是应运而生，拯救大奉的救星。元景帝自沉迷修道后，声望日渐下滑，昏君形象深入人心。百姓在遭遇天灾人祸、生活艰辛时，会下意识的罪过归咎到统治者身上。史上许多皇帝在灾年都会下罪几诏来平息民怨，便是此理。果然，听见许银罗也参与了此事，惶恐的情绪一下子减弱许多，不少人如释重负，脸色明显有所好转。相比起活在传说中的老盟主，许银罗是真实的、形象正面的存在，能让人安心。温成璧继续道：三品层次的战斗非常人能观望，后山已成禁地，诸位莫要靠近，速速散去，等事件平息再回来。当场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离开，有的是回去收拾金银细软，逃离犬戎山，免得受到波及。但温成璧很清楚，有很大一群人会偷偷从别处溜到后山，想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他刚才那番话的作用是让修为低的教众知难而退，
就算他们出生牛犊不怕虎，他们的长辈也会拦着。师傅，我想去看看。柳公子双眼冒光，又激动又兴奋又畏惧。中年剑客看他一眼，淡淡道：你想死我不拦着，正好这把剑将来传给我亲生儿子。要去后山可以，先把莫格的弟子们带到山下去。媳妇都没有的人也配谈儿子。柳公子心里腹诽一句，看见蓉蓉姑娘眼里也有亮光，似是恐惧，又像是激动。超凡战斗对江湖人来说吸引力太致命了。安排好莫格的弟子后，柳公子随着师傅从侧峰绕路去后山，沿途遇到许多有相同目的的武者，要么是仗着艺高人胆大独自前往，要么是师傅带徒弟的组合。中年剑客沉声道：南峰的崖顶可以看到后山，距离又远，还算安全，但为师不知三品的战力究竟如何，因此你要时刻待在我身边，不得乱跑，一有情况我便带着离开。他对自己的轻功还是很自信的。柳公子正要应答，忽然看见天空一道金光落下，朝着后山方向砸去。那些赶往南峰观战的武者也纷纷抬头注意到了那道金光。曹盟主刚才有多自信，现在杨崔雪等人就有多惊恐。从天而降，一脚把三品的曹青阳踩进土里。佛门金刚的强大和恐怖超出了武林盟这方的预料，而看那名丑陋金刚轻松的姿态，似乎这只是一件小事。原来三品也是有区别的。傅金门等四品武者心里油然而生这个念头。呵呵，曹青阳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声音，正如刚死去的苍龙。修罗金刚的一脚让他五脏六腑受到巨大损伤，断裂的胸骨刺穿心脏。如果不是许七安的精血效力还在，他刚才已经死在这一脚之下。中原武林已经有几百年没有出现一位超凡，你的天资很不错。修罗金刚低头俯视曹青阳，微微点头，表示认同他的天资，说道：若是肯皈依佛门，本座亲自收你为弟子，教你金刚神功。5年之内，你可入三品，成为佛门护法金刚，受西域万万人香火。曹青阳血丝遍布的眼球死死盯着他，不说话。我佛慈悲，但本座并非禅师，责任是护教杀贼，不受佛门戒律限制。修罗金刚加重力度，只听咔嚓一声，又有胸骨断裂。曹青阳眼前一黑，喉中喷出大量的血水，胸口的血液染红了修罗金刚没有穿鞋子的暗金色的大脚。修罗金刚淡淡道：修行不易，曹施主莫要自误。这一身道行，常人几辈子都修不来。曹青阳艰难地转动脖子，转动眼球，看向了后方的石门。修罗金刚哦了一声，随之扫一眼石门。佛门不会强人所难，你既心有挂碍，贫僧便替你除了俗世中的牵挂。他收回大脚，不再看曹青阳，缓步走向石门。盟主！武林盟众人惊叫出声，望着修罗金刚的目光惊怒中夹杂着憋屈。这位佛门护法金刚竟要当着老盟主闭关的地方，当着他们的面把武林盟的盟主渡入空门，狂妄！可就算如此，他们除了心里狂怒，实际行动上不敢做出任何有效抵抗，因为结局会是杜凡金刚轻描淡写一巴掌，直接把武林盟的四品武者拍成肉末。这种螳臂当车、纯粹找死的行为，让最桀骜的傅金门都提不起任何反抗的勇气。另一边，快步登上南峰的柳公子等人，成群结队的聚在崖顶，登高望远，从后山时避处的情况映入眼帘。那是曹盟主。柳公子把眼睛眯到极致，隐约看见一位身高巨大、宛如铁塔般的暗金色身影，脚下踩着一人。那人满脸鲜血，依稀是盟主曹青阳。他的目力还没强到这种地步，立刻求证般的看向身边的师傅，看向其他武者。柳公子从他们眼里看见了惶恐和不安。真的是曹盟主。柳公子没再出声，瞪大了眼睛，微微张嘴，任由震惊和恐慌的表情在脸上发酵。许银罗呢？突然有个女子声音尖锐地叫了一声。不是说许银罗也参与了吗？为什么只有我武林盟的人？许银罗为什么不在？这是万花楼的女子，清秀的脸庞微微发白。断臂的白虎摇摇头，笑道：佛门这强行渡人的毛病，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若是曹青阳真的皈依佛门，他会不会转头报复我们？柳红棉更在意这个。不会。启欢丹香摇头说道：皈依佛门要先听经3日，3日之后便是十恶不赦之徒，心里也只念着佛门的好，忠诚的很。呵呵，佛门馆这叫四大皆空。这时静元淡淡道：杜凡师叔出场，想来足以让许七安现身。另一边，修罗金刚已经靠近石门，他脚步沉稳有力，每一步都在地面留下一个脚印，仿佛是无法阻拦的巨人。但铁塔般的身影距离石门不足1丈时，忽的青光腾起，一道白衣身影挡在金刚和石门前。此人身高普通，相貌普通，气质普通，就如同芸芸众生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你一不留神，
他就混入人群里，再也找不出来。不，孙玄机看着远处的曹青阳，似乎想要解释。曹青阳喉结滚动一下，艰难道：“我明白了，不用解释。”这个男人是唯一不需要开口，曹青阳就能理解的人。你我之间的距离不足1丈。修罗金刚杜凡低头审视着白衣服的小个子，他的身高只到自己的胸口。除妖族外，在3品这个境界，任何体系被武夫近身1丈之内，必死无疑。他睥睨着白衣术士，厚厚的嘴唇挑了挑起。这个距离，就算对方想传送逃脱，他也能提前打断。至于护体法器，在3品金刚眼里，除了一些刻录在城墙上由无数小阵法环环相扣组成的护城大阵，他攻不破。铭刻在法器上的阵法受限于体量和材质，不可能挡住他的铁拳。即使是浮屠宝塔这样的法宝，此时祭出也已经晚了。或者你是在给佛门送人质，换回渡秦罗汉？这句话说出口的刹那，修罗金刚蒲扇般的大手从上而下笼罩了孙玄机的头顶。不，暗金色的大手拍在了器械上，空气震荡，发出刺耳的声音。杜凡金刚脸色一变，感受到了掌心遇到的阻滞。这一刻，他觉得自己仿佛与天地为敌，这方世界在排斥他。孙玄机巍然不动，抬眸看他一眼，言简意赅地说道：“滚！”他伸出手掌贴在杜凡金刚胸口，大概有个1秒的停滞，然后当的一声巨响，气浪爆炸的涟漪里，杜凡金刚就像一颗离膛的炮弹弹飞出去，沿途撞断无数树木，在密林中清理出一道真空地带。当他稳住身形时，已经被生生打出山头，漂浮在空中，脚下是深渊。场上一片死寂，双方观战人员仿佛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司天监的术士竟如此强大，不愧是司天监的人，不愧是监正的2弟子，恐怖如斯。惊叹和夸赞在傅金门等一众武夫心里升起。说实话，最开始他们没有太重视曹青阳口中的监正2弟子，听都没听多，不知道修为，没有战绩，而且是个连肉搏都做不到的术士，能发挥多大作用？哪里有许银罗3个字来的耀眼？但眼前的这一幕让他们知道，这位白衣术士强得可怕，轻描淡写的一掌打退佛门金刚。而这位金刚之前才宣泄了自己的暴力，展示自己的强大。柳红棉简直要把小嘴张成 O 型。加入乾隆城后，他与术士打过不少交道，团队里的小妮子也是术士。他深知术士体魄羸弱，全靠不要钱似的炼制法器攻击，靠花里胡哨的阵法立于不败之地。真要让术士和武夫肉搏，那是厕所里打灯笼找屎。难道3品之后的术士体魄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之大，足以与3品武夫硬汉。白虎喜欢丹香几人的表情和他差不多。静心和静元2位佛门弟子眉头紧皱，他们看不穿其中的玄机。御风舟，姬玄猛地侧头看着许元双，妹子。许元双却凝眸望向了东方婉容，低声道：“纳兰前辈目光如炬，犬戎山地势确实发生了变化。”他转而看着姬玄，解释道：“孙玄机以犬戎山为根基，刻了大阵，如今整个犬戎山的地脉之力尽归他所用。他是新晋的炼金术师，距离4品阵法师尚远，因此没有立刻察觉出犬戎山的风水变化，直到刚才孙玄机出手，他才窥出1、2，顿时了悟东方婉容不久前的那句话。”姬玄眉头紧皱，犬戎山的地脉之力有这么强？许元双嗯了一声，小脸严肃。犬戎山是建州名山，在中原洞天福地中排第9。相传当年天宗祖师原本打算将宗门建在犬戎山，降服犬戎为护教神兽。这个传说真假难辨，但足以说明犬戎山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洞天福地，非寻常山脉能比。姬玄恍然，沉声道：“难怪孙玄机一直没有现身，原来在暗中布置阵法。”根据眼前所见，姬玄想起了很久以前国师曾经与他们说过的话：中原之内，监正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整个中原江山都是监正的囊中之物。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变成我的囊中之物。当时他没有多想，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很多体系在低品时会为高品打基础，或干脆就是高品的升级版。姬玄隐约意识到，眼前孙玄机施展的统御山河之力的手段，或许隐藏着术士最深奥的秘密。这不是你的力量，你刚才在布阵。修罗金刚踏空而立，试图回到山中，但犬戎山关上了大门，每次他尝试降临，都会被器械挡回去。身为佛门护法金刚，他对术士极为了解，心里对当下的情况做出了清晰的判断。孙玄机不说话，与之默然对视。为什么不说话？修罗金刚似乎有些恼怒。孙玄机嘴唇动了动，挤出一个字：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曹青阳拖着重伤的身躯，踉踉跄跄地往杨崔雪等人靠去。闻言，脑海里下意识地浮现猜测，他想说的应该是别废话。戴宗灵活的几个起纵，便来到曹青阳身边，搀扶着他往回赶。
负荆门萧月奴这群四品武者立刻围上来护好曹青阳。盟主，伤势如何？萧月奴一边取出疗伤药丸，一边问道。死不了，许七安的精血保住了我的命。曹青阳接过药丸服下，顺势拉开衣襟，让众人看他的伤势。胸口血肉模糊，有骨刺突出，但血肉在顽强的蠕动，试图自愈，只不过速度很缓慢，给人随时都会后继无力的感觉。我短时间内不能再吸收精血了，否则肉身会崩溃，这伤够我养大半个月了。吞服药丸后，曹青阳脸色渐转红润。盟主，这位术士太强大了，金刚根本进不来，我们或许可以借此立于不败之地，或许都不用许银罗出场呢。负荆门喜色浮动，曹青阳现在已经明白，孙玄机之所以迟迟未到，是在暗中刻画阵法。还有一件事，盟中的教众跑到南峰去了。心细的萧月奴低声道。曹青阳愕然地望向南边，果然看见崖顶站着一大群的人，他们距离很远，渺小如豆，不过曹青阳的目力能清晰看见他们的脸。曹青阳额头青筋跳了跳，怒道：真不怕敌人刻意大开杀戒，现在只是没闲情搭理他们而已，但不能把自身性命建立在敌人的仁慈上。不，气波震荡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抬头看去，丑陋的佛门金刚脑后燃起炽烈火环，暗金色的身躯化为灿灿金色，他立在空中，就如同一轮金色的骄阳，刺得观战众人睁不开眼。修罗金刚握拳，右臂后摆，带动整个身躯往后仰，随着这套动作，健硕的肌肉一块块凸起。啵啵啵，那金色巨人不停挥拳，重重锤在器界上，姿势宛如打铁。每一拳砸下，器界便会剧烈抖动变形，山中的众人只觉得脚下的犬戎山都在震动。这地震般的感觉让他们产生了巨大的恐慌，害怕下一刻犬戎山就坍塌了，把所有人埋葬在山底。修罗金刚要以一己之力撼动山川地脉。孙玄机不疾不徐地从袖中摸出一块黑色铁尺，并指如剑扫过尺身，随着指尖拂过，尺身亮起一枚枚符文，黑色铁尺散发出夜夜青光。定！孙玄机把黑尺插入脚边泥地，笼罩在整座犬戎山的器界一下子变得厚实凝练，修罗金刚的拳头只能带来轻微的震感。又捶了几拳后，杜凡理智的放弃攻击。自修佛以来，他早已磨去修罗骨子里的疯狂，变得冷静而理智，这样会损失疯狂后带来的战力加成，但却能更完美的驾驭自己。他放弃了。盘坐在地上的曹青阳仰望着天空，心里微微松口气，不愧是坚正的二弟子啊。剑客杨崔雪抚须微笑，一群四品笑了起来。南峰顶上的武林盟教众过足了瘾，虽然只是单调的挥拳，可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极强。高品术士在山中刻画阵法，建起笼罩整个犬戎山的屏障。佛门金刚一人之力险些撼动整座山，这些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造成剧烈的心理冲击，让他们看见了超凡境的风光。就在武林盟武夫们欣喜之际，天空忽然乌云滚滚，天色迅速的阴沉，墨色的云层翻滚凝聚，云层之中雷光时闪时灭，似在酝酿。额顷，一道粗壮的雷柱从天而降，轰击在笼罩犬戎山的器界上。这道雷柱是如此的耀眼，让天地骤然染上蓝白色，无数人猝不及防，捂着眼睛惨叫起来，眼球灼痛，热泪滚滚。滋轰！先是器界破碎的声音，然后雷柱似乎轰在了山中，造成爆炸般的巨响。双眼短暂失明的武夫们清晰地察觉到犬戎山为之一震，察觉到自己的头发和汗毛根根竖起，这是空气中忽然浓密无数倍的带电粒子刺激皮肤造成。隔了好久，曹青阳等修为高深的武夫率先恢复视力，迫切地望向场中。看清孙玄机的情况下，他们心里陡然一沉。孙玄机一身白衣遍布焦痕，发冠早已炸裂，乌黑的长发变得发黄胶卷，冒着青烟，脸颊、手臂等裸露在外的皮肤近乎碳化，黑中带着鲜红。他的气息衰弱的宛如风中残烛，让人害怕下一刻就会熄灭。这杨崔雪等人瞳孔剧烈收缩，心神俱震，难以平静。孙玄机的惨败让他们无法接受，同时也从孙玄机的遭遇中明悟了一个让人绝望的真相：还有更强大的敌人。天空中的那艘船上还有更强大敌人，强大到可以招来雷电，可以一招制服连佛门金刚都无可奈何的孙玄机。这还是武林盟能抗衡的吗？盟主，建州商会的乔翁艰难地咽一口唾沫。我们到底招惹了什么样的存在？他问出了众人的心声。曹青阳神色茫然，因为他也不知道孙玄机找到他后只说敌人是佛门和巫神教，有超凡境界的战力。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可怕的猜测：二品。是的，能如此轻描淡写制服孙玄机的只有二品高手，而二品确实也是超凡境。啧，新古师启欢丹香目光扫过远处的曹青阳等人。二品羽师名不虚传，
柳红棉等人脸色平静，一点也不意外。二品羽师是他们最大的依仗，也是信心的来源。二品羽师，巫神教的二品羽师曹清扬等人面面相觑，满脸的苦涩。巫神教的羽师如雷贯耳，其羽文化是东北三国独有的。古时候，九州东北地域的百姓会在旱季向巫神教进贡，祈求羽师降雨。这些不是隐秘，史料中多有记载。羽师的大名与佛门的罗汉一样，是众所周知的信息。刚才那道雷是怎么回事？太可怕了！师父，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南风的观战者还没反应过来，依旧沉浸在刚才的天威里，沉浸在视觉被剥夺的恐慌里，直到听见有人惊呼，那白衣术士被雷劈成焦炭了，他们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局势的变化，旋即升起难以言喻的恐惧。啪嗒，修罗金刚重新降落在场中，审视着孙玄机，满意点头。还活着，死人可换不回渡情罗汉。他迈步走向孙玄机，过程中曹清扬等人噤若寒蝉，眼睁睁地看着他靠向石门和濒临死亡的孙玄机。突然，一道淡金色流光从天边划来，叮，清脆的声音里定在修罗金刚面前。那是一把黄铜剑，大凤镇国剑。这把黄铜剑的出现，让修罗金刚被挡在犬戎山外时依旧平静的脸色终于出现明显的波动。他极为忌惮，凝重地后退了一步。作为500年前参与过攻打京城、围杀皇族的金刚，他对这把剑的印象无比深刻。三品武夫引以为傲的肉身防御，在他面前犹如凡人。而防御力比三品武夫更强大的金刚之躯，也不敢说能抗住这件法宝的无双锋芒。在那场篡位的大动荡里，修罗金刚曾经见过一位同门，被当年大凤王朝的一位亲王连斩数十剑，浑身剑痕，剑气侵蚀脏腑，最后陨落。那位同门正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金刚。一把剑横空出现，破退修罗金刚的一幕，在三方围观者眼里有各自不同的解读。这是什么剑？竟然吓退了金刚？这是剑的事儿吗？这是许银罗来了呀？是啊，剑只是寻常的剑，但剑背后的主人是许银罗，肯定是他。副盟主说过，许银罗会支援我们武林盟的。终于来了啊！南风的围观者不认得镇国剑，更不觉得一把剑能吓退修罗金刚，真正逼对方后退的是这把剑背后的主人。而这个主人显而易见就是副盟主说过的许银罗。许银罗终于来了，柳公子心里微松，刚才被那道雷柱造成的心理阴影缓解了许多。他忍不住看一眼蓉蓉姑娘，发现她眼睛闪闪发亮，脸蛋酡红，少女怀春的模样是如此的明显。而他身边的万花楼女弟子与他表情相似，一个个豁然间就兴奋起来了。师父！柳公子看见自家师父脸色凝重，目光死死盯着黄铜剑。中年剑客恍然回神，有些疑惑地说道：那把剑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具体如何，为师说不上来。这是一个剑客的自我修养。我怎么没感觉？柳公子恍然大悟，难怪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中年剑客欣慰道：很好，看来你这段时间修行很努力。这小兔崽子，跟我装什么装？我刚才只是觉得那把剑有些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中年剑客心里嘀咕。柳红棉、白虎、启欢丹香以及静心、静元师兄弟自然也不认得这把名扬九州的神兵，他们的注意力完全不在黄铜剑上，警惕的左顾右盼，脸色谨慎凝重，因为他们知道姓许的来了。他终于来了，伴随着他的出现，会有哪些帮手，怎样的底牌，接下来都会粉墨登场。御风州上的羽师渡南金刚也会全力出手，真正的战斗开始了。之前的交手不过是前戏罢了。在雍州城郊出过苦头的他们，对许七安怀着极其复杂的心理，既渴望他出现，然后报复他，又害怕他出现，害怕再次翻船。一把剑，曹清扬为代表的武林盟众人不认得镇国剑，但看见这把黄铜剑能迫使修罗金刚后退，又惊又奇。许银罗到了，萧月奴一字一句道。曹清扬嗯了一声，紧绷的神色略有松弛，低声感慨道：即使是佛门金刚也如此忌惮许银罗。他把修罗金刚的忌惮和后退动作理解成了对方在防备许七安，认为对方怕的是黄铜剑身后的主人。傅金门等人也是这样的想法，欣喜于许七安的强大，这让他们心里有了底气，谁都没特别在意那把剑。莫阁的阁主杨崔雪盯着黄铜剑看了一阵，他的瞳孔里映照出无数道细针般的锐光，突然捂着眼闷哼出声，鲜血从他指缝间溢出。杨阁主！同伴们吃了一惊，连忙查看他的情况。杨崔雪捂着眼睛，对众人的关切毫不理睬，他以略显尖锐的声音叫道：镇国剑是镇国剑，这是镇国剑啊！他声音高亢，语气癫狂，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整个人像是魔怔了。莫阁是剑修门派，历代门人喜欢搜罗天下名剑，记载于书中。从初代祖师开始，至今共有天地人3本名剑谱，
但凡能载于3本剑谱里的剑，都具备3个要素：一、本身强大，属于法器；二、有着非同一般的故事或历史意义；三、第一条和第二条两者兼备。明剑谱排第1的300年来从未变过，它就是大奉开国皇帝的佩剑镇国剑。明剑谱记载，镇国剑，大奉高祖皇帝佩剑。据史记载，此剑采崖山黄铜所造，剑身花纹犹如龟甲，故而有传说此剑是桑坡神龟赠予高祖皇帝。莫格的祖师也没见过镇国剑，因为他常年封于京城的永镇山河庙。但作为大奉镇国神器，史料上对他会有颇为详细的记载。莫格的明剑谱便是摘抄了史册上的描述。杨崔雪能断定此剑是镇国剑，首先身为4品剑修，他对剑器非常敏感，知道这是一把神兵。其次，黄铜剑身的纹路宛如龟甲。最后，这把剑的锻造工艺与当下不同。杨崔雪爱剑如命，依稀能分辨出这是开国初大奉最盛行的铸剑风格，而这种风格和工艺正是模仿了镇国剑。镇国剑，不知是谁惊呼了一声，围拢在杨崔雪身边的武夫们瞠目结舌，这把剑就是高祖皇帝的佩剑。山海关战役时，镇北王用过它。傅金门等人吞了吞唾沫，心里竟有朝圣般的感觉。杨崔雪激动道：镇国剑现世，武林盟何惧外敌？此剑锋芒所向，神鬼辟易。许银罗他把镇国剑都请来了，他真的能驾驭镇国剑，传闻是真的。许银罗为了支援武林盟，竟然把这件传说中的法宝请了出来。镇国剑，白虎、启欢、丹香、静心、静元几个无声的用眼神交流，又惊愕又沉重。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把剑被率先投入战场的黄铜剑就是传说中的镇国剑。镇国剑的赫赫威名，他们岂会不知？这就是许七安的底牌吗？他果然有备而来。咦，盟主他们似乎很激动，怎么都在看那把剑？此剑莫非有什么特殊之处？刚才杨阁主突然掩面而泣，南风这边听不到声音，只能通过曹清扬等人的举动做着模糊的猜测。孙玄机脚下的阴影忽然蠕动，钻出一道身影，搀扶住他的肩膀。他没有回头，无力回头，嘴唇轻轻动了一下。还有1刻钟，我知道，接下来交给我。你的丹药放在那里。许七安一边开口，一边摸向孙玄机的腰，失望地发现他的储物法器已经在刚才的雷击中损坏，打不开了。幸好林安之前给我准备了很多疗伤药，都是国师炼制的极品药丸子。许七安取出自己储备的丹药，捏碎后塞入孙玄机嘴里。丹药效力立竿见影，孙玄机的伤情初步稳定。许七安用契机拖着他送到曹清扬等人面前，道：照看好他。傅金门大步上前，抱住平平无奇的孙玄机，目光炽热地望着许七安。许银罗，有劳了。萧月奴盯着许七安看了几眼，很矜持地笑了一下。他终于出现了。南峰顶上爆发出高亢的欢呼。许七安。白虎咬牙切齿，想起了断臂之痛。启欢、丹香等人则恐惧和愤恨交杂，其中情绪最激烈的是静元和静心。从雷州以来，他们在许七安手里吃尽苦头，屡战屡败，这让2个佛门杰出的年轻天才差点丧失自信。1刻钟啊，只能拿命扛了。许七安心里嘀咕一声，他早已暗中来过武林盟，按照约定把9色莲藕交给老盟主。老盟主的情况极为糟糕，肉身处在分裂崩溃的边缘，需要沉睡来遏制崩溃。若无9色莲藕的帮助，他最多再撑1个月就会身死道消。老盟主需要时间来消化9色莲藕，突破修为，成为2品河道境武夫。按照许七安和孙玄机商量的计划，先由他赠曹清扬1滴精血，助其短暂突破3品，牵制敌人。因为许七安知道，忌惮于他的机旋和佛门金刚会步步为营，慢慢试探。过程中，孙玄机布置阵法，作为第2回合的主力。如果这一回合支撑得够久，拖延到老盟主出关，那么许七安就能和老盟主联手御敌2品河道和3品武夫联手，此战稳如老狗。奈何纳兰天禄不讲武德，直接一发天雷破了孙玄机的护山大阵。许七安伸出右手，镇国剑自动飞回，把自己送入掌心。他接着伸出左手，胸口的地书碎片里，太平刀应声而出，把自己送入主人的左掌。左刀右剑傲然立于场中，嘲讽道：星星，敢不敢与我捉对厮杀？星星修罗金刚深深看他一眼，高声道：杜难，纳兰雨师，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话音落下，天空中再一次降下金色流光，轰隆一声砸在山头。来人身高魁梧，肤色暗金，无须无发无眉，像是一尊黄铜雕像。又是一尊金刚。还有一位。武林盟众人惊呆了，齐齐看向曹清扬，发现盟主的表情与他们如出一辙。四世也没预料到会有2位金刚，2名金刚以及巫神教育师。乔恩苦涩道：曹盟主，你……他说不出话来，
其他人亦是满脸苦涩。要是知道敌人是这种规模，他们多半没有勇气来后山。三品已是江湖百年不可见的无敌者，一下子来3个，后面还有一个2品与世撑腰。曹青阳确实不知道孙玄机对他是有隐瞒的，只说有佛门金刚和巫神教敌人。孙玄机也怕曹盟主吓尿，然后带着小姨子逃跑，丢下一堆烂摊子不管不顾。傅金门嘴角抽搐，这让许银罗怎么打？一人斗2位金刚，尚有希望，可与师呢？戴宗脸色发白，丧失了斗志和自信，低声道：我们先撤吧，保留武林盟火种最重要。萧月奴斜了他一眼，你要怕死就走吧。戴宗张了张嘴，噎住了。说话间，一位身穿罗裙、鬓发高挽、娇艳妩媚的女子踏着虚空一步步走来。她头顶笼罩着一层墨云，翻滚不息，厚厚云层中时而有雷电闪烁，蓄势待发。她仿佛这片天地的主宰，风雨雷电尽受其使唤。这就是巫神教的羽师。曹青阳等人看了一眼，便觉肾上腺素飙升，心跳加快，呼吸困难。不能直视这个境界的强者。你这武僧怎么不吃鸡将法？武僧和武夫不应该一样粗鄙吗？果然挑衅人的事，还得杨千唤来做。许七安握紧了手里的刀剑，喝道：你们再退，退得越远越好，后山保不住了。后山保不住了。曹青阳等人心头狂跳，二话不说，迅速退走。盟主，我们去南风吧，那边距离很远，不刻意针对的话，不会被波及。戴宗把孙玄机扛在肩上，提议道。曹青阳略作沉吟，嗯了一声，拖着重伤之躯，速度却不比其他人慢多少。东方婉容完全放开对身体的控制，由老师掌控主动权，成为身体的主人。他单手捏诀，蓦地指向天空，轰！蓄势待发的云层当即劈下一道水缸粗的雷柱，将许七安淹没蓝白色的雷柱声势浩大，远在数十里外都能清晰看见。嗡！许七安头顶升起一道金光，浮屠宝塔撑起淡金色的气罩，将雷电之力屏蔽在外。噔噔噔，肚南金刚发足狂奔，撞入浮屠宝塔的气罩中，一拳锤在许七安胸口。当！金刚神功与金刚神功碰撞，声浪如洪钟大吕。许七安宛如一颗炮弹，倒飞出去，撞断无数树木，撞塌一部分山体，造成落石滚滚。他翻滚着卸力，已经被打出了山头，于空中稳住身形。突然，他脑海里浮现修罗金刚出现在头顶，双拳合握，垂向他脑袋的画面。许七安的身体以不符合力学原理的变速，朝侧面闪避，并拧腰回身，带动右臂斩出镇国剑。这时，天空中的东方婉容伸出右臂，对准许七安。咒杀术！挥剑中的许七安动作一致，像是受到了看不见的伤害，七窍中溢出鲜血。修罗金刚的打拳砸了下来，许七安再次化身炮弹，被锤了回去。在轰的巨响里，整个身体嵌入山中，犬戎山主峰猛地一震。伴随着这一声巨响，南峰顶上的围观者心里一震，有人脸色苍白的喃喃：2名金刚，还有天上那个更强大的高手，许银罗此战危矣。众人旋即沉默，即使对许七安有着盲目崇拜的这些江湖人，也能看清眼下的形势。会有其他帮手的吧？又有人安慰一声。荣荣深吸一口气，握紧拳头，抿着嘴唇，脸上写满紧张。柳公子心里默默叹息，一边为许银罗担忧，一边侧头看向师傅，想说：看吧，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追求他的原因。荣荣和他一样心有所属，惦记着不该惦记的人，区别在于荣荣惦记的那个人更加可望不可及。但中年剑客紧紧握着心爱的佩剑，一瞬不瞬地盯着远处的战场，没有注意到徒儿的内心变化。这个时候，曹青阳等人御空飞行，来到了南峰顶部。盟主！一群武者连忙迎了上去。盟主，还有帮手吗？老盟主能出关吗？我们不能让许银罗孤军奋战，他打不过这么多高手的。天上那个女子是何方神圣？一连串的问题抛出来，众人七嘴八舌的开口。曹青阳皱了皱眉，默不作声的在崖边盘坐。萧月奴沉声道：肃静。许银罗何时拜过？简单的一句话，仿佛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让四周的嘈杂声瞬间平息。他们默默地在脑海里回忆起许银罗的传闻事迹，发现他确实没有拜过。不管是佛门斗法、云州叛乱、独守玉阳关、斩昏君等等，他竟从未拜过，仿佛是天地的宠爱，气运加深一般。蓉蓉姑娘吐出一口气，松开了紧握的拳头。万花楼的女子们纷纷围上自家楼主，簇拥着她在崖边观战。哗啦啦，土块和碎石翻滚中，许七安把自己拔了出来，他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不管是杜凡金刚、杜南金刚，还有羽狮纳兰天路，都要强于现在的他。若是修为恢复，他或许能力压其中一位金刚，但现在让他同时1对3，还是太勉强。他们不知道我拖延时间的目的，这是我最大的优势。
1刻钟，只要拖住1刻钟，老盟主出关后就能配合我反杀他们。我也不是单打独斗，我还有镇国剑和太平刀。他的念头到这里立刻停止，因为上空乌云滚滚，水缸粗的雷柱再次降临。与此同时，东方婉容又一次探出手，对他发动咒杀术。轰！赤亮的蓝白色雷电将他吞没。许七安出现在数十丈外，没有被雷柱击中。他刚才凭借运气规避了咒杀术的影响。这种没有任何媒介施展的咒杀术，不但威力会降低，还容易被屏蔽。但纳兰天禄之前凭借高位格的压制，让许七安中招。这一次，许七安则凭借气运加身，让纳兰天禄打出了一个 miss， 然后利用阴影跳跃脱身。他刚站稳，肚南金刚已经完成狂奔，奋力一跃，在地面坍塌的推力下扑击许七安，掌刀斩向他的脖颈。佛子，你既不愿皈依佛门，那便轮回去吧。掌刃凝聚气机，宛如最锋利的绝世神兵。事实上，以金刚肉身的体魄，这一刀与绝世神兵的劈砍没有分别，哪怕三平五夫被斩中，也得破防。肚南金刚的目标很明确，杀下他的头颅。三平五夫号称不灭之躯，但在初入这个境界时，斩下头颅便意味着身亡。到了中期，生命力得到沉淀，变得愈发浑厚，才能弥补这个缺点。但被斩下头颅并施加封印的话，五夫会在不断重生无果中慢慢耗尽生命力，彻底陨落。杜凡金刚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许七安身后，同样并掌如刀，刺向许七安的后心，目标是心脏。控制着东方婉容的纳兰天禄再次张开手掌，施展咒杀术。这一次他成功了。许七安的身体眼见就要被阴影覆盖，遭遇打断，阴影如潮水般退去。三位超凡联手，要一击必杀，速战速决。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脚踏飞剑，呼啸如风，埋伏在周围的李灵素抓住机会，把手里握着的混天镜对准许七安两位金刚。杜凡和杜南身躯陡然僵硬，眼神出现刹那迷茫，他们的天魂被强行拽出一半，那股力量似是后继无力，没能成功。但这给了许七安一线喘息之机，他冷静地侧身，从两把掌刀中闪出，同时旋转，化作风车。镇国剑和太平刀横扫，当当当当，刀刃风暴在两名金刚脖颈斩出刺目的火星。终于，噗的一声，杜南和杜凡的脖颈割裂，暗金色的鲜血喷涌而出。暗金色的血液洒下，但凡触及到金刚之血的草木迅速枯萎。天魂离体的效果转瞬而过，两位金刚见失了先机，便捂着脖颈便后撤。这个时候，李灵素已经逃远了，他聪明地逃出了乌云笼罩的范围，避免被纳兰天禄雷霆一击打死。不要认出我，不要认出我！李灵素踩着飞剑在密林中穿梭，借助树木遮蔽身形。我还没来得及易容，该死的许七安，我就不应该救你。人渣死于天劫，难道不是正义的表现吗？李灵素一边嘀咕，一边往远处逃。许银罗破了金刚的肉身，这一幕在南风一众观战者看来，可谓峰回路转，纷纷眼睛一亮。曹清扬等人脸色不再紧绷，至少他们知道许银罗是有胜算的，并不是只能挨揍。蓉蓉心里喜悦，忽然发现身边的师傅身躯僵硬，怔怔地望着远处，表情似喜似悲似怒。蓉蓉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正是刚才那位御剑飞行男子消失的山头。刚才那人似乎有些眼熟，蓉蓉微微蹙眉，距离太远，她看不清那人的目光。师傅，蓉蓉低声问了一句。早已年过40的美妇人恍然醒悟，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事，但似乎不想说话。启欢丹香，你操纵附近的兽类寻找李灵素的踪迹。白虎，你能御风，速度最快，一旦启欢丹香找到那臭道士的踪迹，立刻现出真身带我们去追杀。看到李灵素宛如神兵天降，险些改变战局的柳红棉连忙下达命令。白虎等人没有意见，柳红棉的建议正合他们心意。哧溜，许七安舔了一口镇国剑上岸金色的血液，眼睛一亮，露出喜色。好浓郁的金刚之力，若是能饮干你们其中一人的鲜血，我的金刚神功就能大成。金刚神功修行到大成境界，肤色和血液会转为暗金色，精血中蕴含金刚神力。曹清扬吸收他的精血，拥有金刚神功便是例子。狂妄！肚南金刚喝道。金刚不具备五夫血肉重生的能力，尽管他们生命力极其强悍，许七安正要乘胜追击，抓住这个优势。天空中的东方婉容再次张开双臂，这一次不是对准许七安，而是对准两名金刚。只见杜南和杜凡金刚身上腾起阵阵血光，那被太平刀和镇国剑斩出的恐怖伤口上血肉蠕动，快速愈合。血灵术，这是9品血灵师的能力，激发目标或自身的潜能，通常用来制造悍不畏死、不知疼痛的死士。纳兰天禄激发了两位金刚的生命力，让他们的自愈能力在短时间内提升，堪比三品武夫。真够难缠的，巫师手段花里胡哨。还有10分钟，
许七安深深吸气，平复一下情绪，帮助杜南杜凡恢复伤势后，纳兰天禄不再只是辅助，他双手结印，从天地间召唤来一道虚影。这道虚影面目模糊，额头隐约有一道竖眼，上身为人，下半身为蛇躯，是一位妖族。从血缘关系上说，这道虚影是大妖主九的祖父，一位有神魔血统的蛇妖。他在400年前被羽师纳兰天禄斩于东北荒原。召唤出虚影后，东方婉容扬起手，云层中劈下一道道闪电，在他掌心交织出一根雷毛。许七安，委员先斩我肉身，后杀我独子。东方婉容俯瞰着他，缓缓道：他死在禁山城是因果循环，但我的仇还没报，你是他最倚重的晚辈，今日斩你。他持着雷矛俯冲而下，携带着无数细碎电弧。同一时间，杜南和杜凡金刚化身金色残影，左右夹击。老子迟早有一天要踏平禁山城，把巫神斩了，断绝你们巫师的传承，镇压。许七安大喝一声，浮屠宝塔一震，绽放出刺目金光，一股至大至强、透着无上威严的气息降临，施加在东方婉容身上，打断了他气势汹汹的俯冲。当当当，这个间隙里，许七安挥舞刀剑，与2名金刚展开肉搏。化尽武夫的神意，让他能轻松的一心二用，抵御2名金刚的攻击。而不死之躯的超强耐力、生命力，则让他只要避免头颅被斩下，即使挨了金刚的重拳，也能于瞬间恢复，续航能力比佛门金刚强大数倍。反观2名金刚，身上很快出现细密的剑痕，就如同正常人被小刀划破皮肤，虽是皮肉伤，却鲜血淋漓。这是镇国剑能做到最大的程度了。金刚的肉身防御比同境界的3品武夫更强。东方婉容身后，那道虚影眉心的树眼连连颤动，额顷一道乌光骤然激射，打在浮屠宝塔上。威严的气息出现凝滞，紧接着东方婉容探出手，对浮屠宝塔施展了咒杀术。当，浮屠宝塔内部发出巨震，响起撞钟般的声音。咒杀术同样能对器灵施加。咒杀术起效后，纳兰天禄没有和这件法宝死磕，挥舞雷矛狠狠抽打在塔身。当的巨响里，金光溃散成光屑，浮屠宝塔翻转着飞了出去，撞他远处的一座山峰，数百万吨的石块和泥土飞溅，声势浩大。这就是超凡战。山塌了，南风的众人看得呆若木鸡，清晰地体会到自身的渺小。浮屠宝塔只能牵制，无法迎战一位2品。许七安心里一凛，尽管从未小觑过纳兰天禄这位羽师，可对方表现出的战力依旧让人心惊胆战。这是真正能杀他的强者。巅峰状态下的纳兰天禄是2品巅峰的羽师，失去肉身后修为稍降，但巫师的主要力量来自元神，因此下滑不多。但许七安反而庆幸他是巫师，不是武夫或者骆玉衡那样的剑修，因为后两者是以杀伐之力著称，而巫师则以诡异和统帅闻名，战场才是他们的主场，搏杀之术弱了一些。滋滋，雷矛从头顶斩下来，许七安的身体在雷电中迅速融化，于数十丈外的树木阴影里浮现。许七安刚一落地，纳兰天禄似是预知了他的落脚点，头顶的虚影猛地侧头望来，额头竖眼肌射出乌光，结结实实地打中他，消融他胸口的血肉，打得他浑身僵凝在挂树面前。你的阴影跳跃早已被我掌控，纳兰天禄淡淡道。这个时候，杜南金刚摊开掌心，那里有一抹鲜血，许七安的鲜血，这是刚才交手中杜南金刚刻意收集的。纳兰天禄指尖轻轻一抹，沾染鲜血，展开掌心对准了许七安。这次是以鲜血为媒介的咒杀术，一名2品羽师施展的咒杀术。以2品羽师的位格，借助血肉对一名3品武夫施展咒杀术，不说一击必杀，至少能让他当场重创。最关键的是，有鲜血作为媒介，再以羽师的位格，可以有效杜绝许七安的气运加深，达到100%的命中率。噔噔噔，轻微地震中，2位金刚自然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狂奔而出，一人握拳打向许七安被乌光腐蚀的胸口，一人并掌如刀要切断他的脖子。3位超凡境强者又一次联手制造了杀局，而这一次李灵素没能来得及出现。赤，纸液无声无息的燃烧，无效。一道青光自许七安脚下腾起，浩然正气加深，百邪不侵。赵手赠予的纸液刻录着一位3品巅峰强者的法力，咒杀术没能生效，许七安的身体融化，出现在了远处。他又一次躲避了必死的局面。以3品初期的修为，与2名金刚、1名羽师缠斗到现在，南峰上的观战者为他捏了一把冷汗。杜南金刚眼角一跳，心里难以遏制的涌起嗔意，和3人之力竟被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脱困，迟迟没有拿下，如此难缠。修罗金刚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他以念诵佛号的方式平复心理躁怒。还有5分钟，儒家法术还能持续2分钟，
这段时间里，我不用担心纳兰天禄的咒杀术，可以适当的肉搏。许七安拎着黄铜剑和太平刀，主动迎向三人。这场战斗里，原本不存在你来我往、厮杀正酣的情况，因为有纳兰天禄这个二品羽师的存在，只要被他抓住加以控制，许七安当场就去世了。他就像是在悬崖上走钢丝，随时都会死。这就是以一己之力抗衡三名超凡的代价。而现在有了儒家浩然正气护身，他能屏蔽虚影的乌光、咒杀术，那么此时的纳兰天禄就相当于一名三品武夫阴魂召唤。他面对的只是三名三品武夫。众所周知，武夫粗鄙，不用怕。四人的混战由此展开。许七安凭借太平刀和镇国剑的锋芒，以一敌三，尽管打得无比狼狈，但让三位敌人一样付出血的代价。他们的战斗让山体滑坡，毁了半个主峰。这还是许七安时不时腾空，把战场转移到空中的缘故。2分钟很快过去，缭绕在许七安身上的青光消散。见状，纳兰天禄果断退出战场，掌心抹上收集来的许七安鲜血，对他施展了咒杀术。赤，纸液燃烧，消散的青光再次腾起，咒杀术失效。许七安摸出一叠纸，咬在嘴里，笑道：“你继续。”2位金刚勃然大怒：“你太小看我了。”纳兰天禄淡淡道：“你以为羽师只能呼风唤雨？难道不是？”许七安反问，他乐得用交谈来拖延时间。那是你不知道羽师的本质，羽师的下一品级是大巫师，而大巫师能利用天地法则，让自身融入天地，让天地之位为己所用，甚至能抽干这一片天地内的力量，让千里沃土化为荒漠。羽师能降雨，便是初步掌控了天地之力。纳兰天禄叹了口气：“我失了肉身，本不想强行调用这方天地的力量，这会让我遭受反噬。”他张开双臂，沉声道：“风来！”犬戎山方圆100里刮起飓风，飞沙走石。雨来！犬戎山境内乌云盖顶，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在这场可怕的风暴中，许七安看见树木迅速枯萎，看见肥沃的泥土出现沙化，看见岩石腐朽，五行之力被剥夺出来，化作纯粹的力量汇入纳兰天禄体内。他宛如这方世界的主宰。同样的手段，当初大巫师对付魏渊时施展过一次。神仙一般的手段，曹清阳等人置身风雨中，瑟瑟发抖。扑通，有人没能撑住，在风雨中跪了下来，低埋着头，像是忏悔，又像是求饶。品级较低的武者一个个全跪了下来，不是他们想跪，而是在天威面前再也直不起膝盖。曹清阳等4品武者没跪，但浑身不停颤抖，苦苦支撑。不可能赢的，众人心里闪过这个念头。许银罗的不败神话，在这样的力量面前根本没有任何威信。绝望，绝望的情绪从许七安心里涌起。大雨浇在头顶，像是无休止的冷水，浇灭他的斗志。风刮在身上，像是在催促着他赶紧逃跑。武者对危机的预感启动，每一个细胞都在疯狂咆哮着快跑。许七安只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整个天地。这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玉阳关，回到了城头枯坐的那一晚。城下是8万敌军，身后是真德地，看不见未来，看不见出路，绝境之人退无可退。他在那样的环境中领悟了玉碎。嗡，镇国剑剧烈震动起来，太平刀自动脱离主人的手，静静地漂浮在一侧。浩然正气，他轻声道：“吃！”所有纸液燃烧，化作浩然正气，层层加护。风雨交加，天色晦暗，许七安立于半空，俯视着宛如神灵的羽狮。纳兰天禄，你敢与我赌命吗？陈雄的咆哮声宛如惊雷，在天地间回荡。义便是武道，自领悟玉碎以来，他的武道就已经定下来。要凭当世最霸道的义，魏渊的破阵算一个，但要论世间谁的武道最纯粹、最极端，许七安的玉碎绝对排在前列。其他武夫领悟的义是为战斗，为杀敌，许七安的义不为瓦全，只为玉碎，是奔着同归于尽去的，为的就是赌命。乍一看，他是因为魏渊战死，被局势一步步逼得领悟了极端的义。可是如果没有天地一刀斩做铺垫呢？如果没有这部一刀之后你死我活的极端绝学打基础，他当日在玉阳关面临绝境，真的能领悟玉碎？如今想来，从他当初选择天地一刀斩这部极端绝学开始，他的武道之路就已经定下来了。如今想来，他能迅速领悟义，踏入4品，也是因为他一直修炼这个义。从8品炼气境开始，他就在修炼玉碎的雏形。许七安喊出赌命，不是意气用事，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有原因的。自斩杀真德入江湖以来，许七安的处境始终是如履薄冰，一边要防备许屏风的谋划，一边要防备佛门的追杀。在这种逆境之中挣扎，他对玉碎的感悟越来越深刻。直到犬戎山这一战，
游走于3位超凡境强者的围攻，随时殒命的真正绝境中，玉碎终于迎来了突破。赌命！这声咆哮响彻天地，连犬戎山下的军阵里面低氏族骑兵都听得一清二楚。尽管相隔遥远，可犬戎山发生的战斗动静这么大，军阵这边也能清晰感受到，深知武林盟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许七安和3名超凡境强者的战斗，时不时的从山里打到天空，军阵这边看到一清二楚。纳兰天禄招来暴风雨的手段，赌命！许银罗被逼着赌命了吗？暴雨里，一名武夫抹了一把脸，嘴皮子颤抖。都说许银罗义薄云天，以前只听说没见过，今日才知传言非虚。他为了我出战，已将生死置之不顾。一名底层士族握紧佩刀，热血沸腾，恨不得上天去助阵。许银罗他被逼到穷途末路了。一名万花楼女子捂着脸，眼里含泪。众人脸色悲戚，愤慨担忧，显而易见，面对如此强大敌人，面对神灵般的力量，许银罗孤注一掷，要与对方搏命。这番喊话更像是绝境之人在发出愤怒的嘶吼。蓉蓉脸色煞白，袖拳紧握，一颗心悠悠地沉了下去。何至于此？柳公子听见了师傅的喃声，侧头看去，师傅握剑的手微微发抖。出于师徒间的默契，柳公子明白了师傅的意思，何必为了武林盟拼到这一步？何必要死守犬戎山？不远处的曹青阳转过头来，看着中年剑客，低声道：“是为了老祖宗，老祖宗在里面闭关。”迎着众人困惑的目光，曹青阳解释道：“因为京城那一战，老祖宗帮了他，所以他会坚守武林盟，绝不退让。京城那一战中，老祖宗也出手了，所以许银罗今日为武林盟而战，不惜搏命，只为报答当日的援助之恩。”众人沉默了。萧月奴往前走了几步，深吸一口气，扬声道：“少年侠气，交结五斗雄，肝胆动，毛发耸，立坛中，死生同，一诺千斤重。”他望着风雨中而立的年轻人，轻声呢喃：“一诺千斤重。”众人恍然想起，这是许银罗的佳作之一，据说是在云州独挡2万叛军时所作，后来在京城广为传唱，被说书人传遍中原。许银罗，一诺千斤重。御风州，许元怀浑身被大雨淋湿，俯瞰着下方的那道身影，神色复杂。要搏命了，他终于也被逼到穷途末路了。许元双蹙眉不语。姬玄站在船舷边，微微俯身，似是想看得更清楚些。纳兰羽是调动了这方天地之力，我不敢说威力有没有达到1品，但绝对在2品巅峰的层次。姬玄深吸一口气，这比许七安足足高了一整个大境界，如果他没有同境界的帮手或底牌，必死无疑。赌命！东方婉容眸子五色流转，这是五行之力盈满身体的征兆。他语气平淡，甚至有些不屑，反问道：“区区3品武夫也配与我赌命？”说话间，他高高扬起右手，掌心对准天空。轰！雷霆接二连三的劈下，在他掌心慢慢劈出一根长矛。长矛由纯粹的雷电组成，炽烈的蓝白色，表面跳动着电蛇，发出滋滋的声音。东方婉容将汲取来的无形之力汇入雷电长矛，炽烈的蓝白色顿时五色流转。他的手开始颤抖，似是掌控不住这股力量。我只要轻轻投出这根雷矛，你必死无疑，赌命！你姓许的配吗？尽管说着极具嘲讽的话，但东方婉容的语气和表情却没有丝毫嘲讽，平静的仿佛在说着大道至理。肚南金刚和修罗金刚默默后退，在远处双手合十。这根五行流转的雷矛给了他们无比强烈的威胁，引以为傲的金刚体魄在他面前竟没有半点底气和信心。纳兰天禄手里的这根雷矛凝聚了此方天地与雷电之力，可杀任何一位3品武夫。危险危险危险！许七安只觉得身体在疯狂预警，求生的本能催促他赶紧逃离。这根雷矛凝聚的力量足够杀死他。许七安，你这次若是不死，必定名扬天下，我的杨兄又得羡慕的捶胸顿足，嫉妒的恨不得夺舍你。李灵素脚踏飞剑，在极远处围观。原本追杀他的白虎静心等人，此时已经罢手，关注远处战况。谁都知道决胜的关键时刻到了。南风顶的曹青阳一群人屏住了呼吸，一张张脸色发白，一双双目光凝望。他们仿佛在这一瞬间化作了雕塑。魏渊，纳兰天禄低声自语，跨前一步，猛地投出了雷矛。这一刻，他脑海里浮现的是那袭大青衣暴雨中的那个年轻人，渐渐与记忆中的那个男人融合。纳兰天禄并不在乎武林盟的存亡，甚至不是纯粹的为了龙气而来。他之所以选择和乾隆城、佛门合作，是因为知道迟早要和许七安遇上。武林盟也好，老匹夫也罢，纳兰天禄根本不在乎。他甚至不在乎许七安这个人。他这根矛刺穿的是20年来的心结，刺穿的是与大青衣的恩怨纠葛。
轰隆隆，可怕的音爆声里，雷毛化作绚丽的流光，刺穿雨幕，在场所有人的瞳孔里映出了这道绚丽斑斓的流光。许七安沉淀了所有情绪，坍塌了所有契机，身躯化作黑洞，吞噬体内的力量。面对这道流光，他冷静地斩出镇国剑，斩出了天地一刀斩。黄铜剑爆发出璀璨的光华，随着许七安的挥剑，炽烈汹涌的光华收敛，凝成一道金色的细线，呈弧形，掠过雨幕，掠过虚空，斩向五色流光。这道凝聚了许七安所有力量的剑光，宛如脆弱的丝线，先是断裂，继而溃散，然后才是轰的爆炸声。而这个时候，众人听见爆炸声的时候，雷毛已经势如破竹地刺向许七安。天地一刀斩，只是削弱了雷毛的力量，没有阻挡他的步伐。风雨仿佛凝固了，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一道道目光望着即将遭遇厄运的许七安，他们的脸上缓慢地浮现出或悲伤，或怅然，或狂喜，或担忧的神色。缓慢是因为雷毛的速度比他们的面部表情要快。噗噗噗，一层层浩然正气溃散。浮屠宝塔，许七安张开双臂迎接了雷毛。滋滋，雷毛击中许七安的瞬间，没有像寻常武器一样贯穿而去，它直接消融在许七安体内。下一刻，他的体表跳跃起刺目的电弧，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喷吐出绚烂的五行之力。雷毛的力量在他体内炸开了，摧骨拉朽地毁灭着他的生机，毁灭着三品武夫旺盛的生机。这样的杀伤力远比贯穿身体要可怕很多很多。许七安的眼睛里光芒熄灭，陷入死寂。他焦黑的身体从空中跌落，无力地跌落。许银罗，南峰顶上突然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不知是谁在哭喊。御风舟上，许元双身子一晃，脸颊有两行滚烫的液体划过，他的望气术告诉他，那人的气息湮灭了。直到此刻，他仍不知自己是该欢喜还是悲伤。死了。姬玄眯着眼，目光穿透雨幕，一眨不眨地望着下坠的焦黑身影。李灵素御剑而出，脸庞僵硬，飞向许七安，想要在他坠落前接住他。另一边的密林里，苗有芳也在林子里狂奔，奔向下坠的许七安，粗鄙的江湖游侠，满脸发狠和悲伤。云州，今日天清气朗，东北方冷冽刮骨。位于九州大陆南端，靠近沿海的云州，湿冷阴寒，但气温比其他地区要高不少，也是寒灾最不严重的地方。习惯站在瞭望台远眺的伽罗树菩萨，今日坐在茶几边盘坐饮茶，品尝云州的特色美食。而总是独自煮茶饮茶的许屏风则在瞭望台站了一天。哎，你说武林盟这一战，要是能杀了许七安，杀了老匹夫，那该有多好。许屏风忽然感慨道，听你这么说，就是此事不成了。伽罗树菩萨语气平静，还是有希望的，只不过成与不成，讲的是天命。我等谋士，成事看天。许屏风负手而立。许七安若是战死建州，那半数国运便还于大凤，对你我之事不利。伽罗树默默看着他。许屏风点了点头，答非所问的感慨道，若是没有武林盟老匹夫从中作梗，今日便是收回半数国运的最佳时机。如今重新复盘以前走过的棋，当日流花神转世一命，是我的一个疏漏。伽罗树菩萨放下茶杯，似乎明白了什么，侧头看向白衣术士的背影。你还有其他谋划？许屏风笑了起来。与监正老师对弈，永远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永远不能只奔着一个目标去，不然会输得很惨很惨。你知道我是怎么在云州谋士，建立乾隆城，瞒住监正20年的？阿弥陀佛。肚南金刚双手合十，念诵法号。阿兰陀对许七安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以广贤菩萨和度恶罗汉为首的僧侣倾向于将许七安渡入空门，他们支持的是大乘佛法。伽罗树菩萨为首的一派则推崇小乘佛法，因此对许七安态度并不友善。护法金刚毫无疑问是伽罗树菩萨一派的，因为这位佛门战力第一人的菩萨执掌着9大法相之一的金刚法相。在这个背景下，杜南和杜凡2位金刚对许七安的态度是可渡可杀。从雷州到雍州，这一路上的矛盾和冲突消磨了2位金刚的耐心，既不肯皈依，又屡屡与佛门为敌，那便杀了。如此一来，阿兰陀也不用为此事争得头破血流，大小乘佛法的冲突会温和许多。修罗金刚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突然，东方婉容高亢的尖叫，叫声痛苦凄厉，他的体表跳跃起刺目的电弧，白皙的皮肤瞬间碳化。他张大的嘴巴里、眼睛里、鼻孔里、耳朵里喷射出七彩的炫光，一股可怕的力量在他体内爆发，瞬间带走了他绝大部分的生机。玉碎！还不等2位金刚反应过来，远处又是轰隆巨响，浮屠宝塔冲破土块的掩埋，浮空而起，飞向下坠的许七安。塔顶凝聚出一尊金身法相，一手拈花，一手托着玉瓶，身形略胖，慈眉善目。玉瓶洒下斑驳的碎光，
宛如春雨，汇入许七安体内。药师法香，久旱逢甘霖，大概就是许七安此刻状态最好的诠释。严格来说，他刚才其实已经死了。雷矛在他体内炸开的瞬间，雷电和五行之力肆虐，生机断绝，天地两魂离体。纳兰天禄强行爆肝，付出一定代价，短暂恢复2品巅峰。那根雷矛的力量直接超出3品武夫能承受的极限。好在浮屠宝塔里的药师法相能生死人肉白骨，这也是许七安敢和纳兰天禄赌命的底气。我现在的水平差不多是3品初期，爆肝的纳兰天禄则是2品巅峰，差距甚至超过1个品级。幸好我用天地一刀斩和儒家的浩然正气，对雷矛做了削弱。许七安心有余悸，察觉到玉碎突破后，许七安保留了最大的底牌，改用玉碎来和纳兰天禄赌命。他一边沟通塔灵，确认塔灵老和尚没有大碍能及时救援，于是为保证存活率，给自己添了2道防护，一道是天地一刀斩，一道是儒家的浩然正气，用来削弱雷矛的力量。他赌赢了，最后活了下来，不，准确的说被成功救活，这就是气运加深。可惜我的玉碎刚有突破，无法100%的把伤害返还给对方，要不然纳兰天禄可能当场灰飞烟灭。许七安望着凄厉惨叫的东方婉容，一阵可惜。玉碎的伤害返还会有一定的流失，他现在能返还的伤害大概是60%，完全是赌谁的命更硬。东方婉容其实是受了波及而已，玉碎返还伤害的对象是纳兰天禄，而不是东方婉容。他之所以如此凄惨，是因为纳兰天禄寄宿在他体内，因此遭受牵连。若是直接返还给他，就他区4品的水准早就化作灰灰。李灵素在不远处滞空，没有靠近，也没离开，防止有人趁机补刀。不过他的目光没在许七安身上，密切关注着东方婉容的情况。圣子眉头紧锁，心里担忧老情人的情况。苗有芳也停下脚步，攀上一根枯萎的大树，只恨自己无法飞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药师法香，杜凡和夺南2位金刚同时出生，又惊又怒。惊的是完全没明白为何东方婉容会受到反噬，与许七安遭受同样的攻击，这般手段简直闻所未闻。怒的是药师法相一出，许七安的命多半是保下来了。佛门9大法相乃佛陀所创，是至高绝学，每一尊法相都有神鬼莫测的能力。药师法相不具备攻击力，却能让人起死回生，逆天改命。当年甲子当妖中，法纪菩萨施展药师法相，救了无数佛门弟子金刚，除了某些特殊手段或当场魂飞魄散，药师法相都能救活。如今药师法相显形，那许七安即使刚才已经死亡，多半也能挽救回来。反观纳兰雨师，从刚才的元神波动来看，似是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重创。东方婉容身上的衣裙焦黑，被电弧炸出不少破洞，她艰难地支撑起身体，盘腿而坐。微弱的血光从她体内升起，如风中残烛般闪烁。此时笼罩在犬戎山的乌云开始消散，暴雨转为小雨，失去雨师力量支撑的这场暴风雨终于退去了。纳兰雨师，你的情况如何？杜南金刚大步上前。东方婉容默然不语，似是连说话的余力都没有。纳兰天禄以血灵术激发徒弟的身体潜能，修复伤势，但这具身体已是强弩之末，血灵术也不能无中生有，因此修复效果有限。姐姐，破空声传来，东方婉清御空而回。他看着东方婉容惨烈模样，脸色苍白，眼里又慌又急。丹药。纳兰天禄疲倦的声音从东方婉容体内传出。东方婉清手忙脚乱地取出所有疗伤丹药，撬开东方婉容的嘴，塞了进来额颈，升腾的血光稍稍浓郁了些。不够。纳兰天禄声音嘶哑且疲惫。巫师的肉身太脆弱，没有武夫的韧性和旺盛气血，自愈能力不行。没了。东方婉清带着哭腔说道。他又不是术士和道士，哪来的那么多丹药？2位大师，你们可有丹药？东方婉清抿着唇，求助杜南和杜凡。阿弥陀佛，贫僧没有携带丹药。2位金刚摇头。虽然金刚的自愈能力远不如3品武夫，但也绝对比世上大部分疗伤丹药要强，除非了坚正炼制的极品丹药，不然所谓疗伤丹药对金刚来说就是鸡肋。东方婉清抬头看向玉丰州，他知道姬玄身上不缺丹药，但玉丰州太高了，他飞不上去。玉丰州上静悄悄的，姬玄似乎并不想救东方婉容。呼啸声从身后传来，一柄小剑拖着一只香囊飞了过来，钉在东方婉清脚边。他看一眼香囊，又扭头看向远处浮空而立的李灵素。东方婉清打开香囊，从里面取出几枚瓷瓶，凑到鼻端嗅了一下，分辨丹药的属性，挑了一些疗伤滋气的丹药喂给东方婉容，这才稳住姐姐的伤势。纳兰天禄松了口气，缓缓道：我已无力再战，2位大师自便吧。强行提升境界本就有损根基，
接着又被雷毛的力量反噬，他已是极度虚弱。峰回路转，对于武林盟来说，局势在跌落谷底时突然一个折转，然后冲破天际，扶摇直上，转变之大之快，让他们大脑处在一个懵的状态。几秒后，尖叫声和欢呼声炸开了，夹杂着女子喜极而泣的声音。柳公子深吸一口气，环手四顾，发现大部分人脸上还残留着惊恐和哀伤，但他们口中却又发出欢呼声或尖锐的无意义的叫声。前一刻，所有人都认为许银罗必死无疑，下一刻，局势逆转，那位宛如神灵的女子忽然重伤不起，而许银罗此时盘于空中，头顶的佛塔洒下金光，护住了他。许银罗竟然赢了，吓死我了！太强了，不愧是我中原年轻一代最杰出的天才。他刚才使的是什么手段？为何那羽狮突然受了重创？宣泄完情绪后，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他竟然拼掉了一位二品羽狮。柳公子已经从曹盟主等长辈口中知晓了那位女子的身份，巫神教的二品羽狮。二品啊，在他眼里，这是神仙般的存在。楼主说的对，许银罗从未败过，从未败过。柳公子听见了蓉蓉的叫声，循声看去，他正抓着师傅的手，情绪激动地说话，脸上尚有泪痕。柳公子移动视线，看向了那道仙子般完美无缺的背影，他背对着万花楼的门人，站在崖边，目光自始至终都没有从许银罗身上挪开。柳公子皱了皱眉，道：可是，不是还有2位佛门金刚吗？而许银罗似乎不能再战了。这句话就像一桶冷水，哗啦地浇在众人头顶，浇灭了他们的喜悦和激动，场面瞬间一静。所有人都看着他。贫僧明白。修罗金刚看了杜南一眼，示意他稍安勿躁，道：不到万不得已，莫要用他。杜南颔首。伽罗树菩萨赐予过他们一滴精血，这滴蕴含金刚法相之力的精血是作为最后兜底用的。所谓精血，可不是寻常的鲜血，而是将金刚之力炼化入血液里。许七安给曹清扬的也是类似的精血。金刚法相的力量过于霸道，哪怕是3品金刚也无法很好的驾驭它。贸然使用，也许会被金刚法相之力撑爆肉身，或留下很难根除的暗伤。再就是，如果能不使用菩萨精血就解决掉佛子和武灵盟，那么这滴精血他们便可以留下来自用，缓慢消化，参悟其中的金刚法相。伽罗树菩萨把精血交给他们，就不会再索要回去。于是尽管疗伤，他就交给贫僧了。修罗金刚迈动步子朝着许七安走去，他很快走到了崖边，一脚踏入空中，如履平地。许七安，佛门的耐心是有限的，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与佛门为敌。联手骆玉衡俘虏杜秦罗汉，贫僧既然是护教金刚，理当为佛门杀贼。他看似走得缓慢，其实蓄势待发，死死地锁定许七安。佛门的目标也是许七安，不管是杀他也好，渡他也罢。相比起来，除了乾隆城的众人心心念念要除去武灵盟，纳兰天禄和2位金刚心里的主次顺序是许七安、龙气、武灵盟。许七安不来，他们便收龙气，灭武灵盟。一旦许七安支援武灵盟，他就会成为2方的头号目标。此时的许七安伤势已初步稳定，碳化的皮肤下长出新的稚嫩肌肤，体内生机缓缓复苏。他平静地望着步步杀机的修罗金刚，笑道：1刻钟已经过去了。什么？修罗金刚皱了皱眉，没听懂他话里的意思。轰！突然，被滚石掩埋的石门毫无征兆地炸开，无数石块飞舞，一道充满肃杀之意的雪亮刀光从石门内掠出，斩向修罗金刚。武灵盟的老匹夫，修罗金刚的危机预感让他提前做出闪避，避开了宣赫的刀光。这道刀光落空后，迅速遁入虚空。修罗金刚突然一个侧身，下一刻，头顶虚空中展出一道刀光，与他擦身而过，然后又一次遁入虚空。不命中敌人，不会消失。修罗金刚浓眉一挑，预感到左侧的危机，他没有再避让，拳头绽放灿灿金光，猛地轰出，恰好与那道从左侧袭来的刀光碰撞。闷雷似的爆炸声里，修罗金刚翻滚着倒飞出去，他惊愕地低头看着血肉模糊的右拳，这刀意竟破了他的金刚之躯。忽然间，几乎所有人都看向了洞窟，幽暗的石窟里走出来一道身影。他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头白发，毯子一样的白发披在身后，拖曳在地，双眉垂挂在脸颊两侧，胡须垂到胸口。他赤着身体，没有任何遮挡的布料，常年不见阳光让他的身体像是娇娇白玉，肌肉虬结，魁梧高大。他的外表如同五旬老人，脸上有一些皱纹，又不显得垂垂老矣，面部五官宛如雕刻，想来年轻时是极为英武的男子。老祖宗，曹清扬喃喃道。身后的一众武灵盟武者同样是茫然惊喜，外加忧虑。这就是我们武灵盟的老祖宗。对，就是老祖宗，和画像上有几分相似。短暂的迷茫后，
渐渐认出了这位自封数百年的老人与挂在祖师堂里的画像颇为吻合。老祖宗怎么这个时候破关了？他状态不是很糟糕吗？傅金门说着说着，脸色微变，不会是见许银罗有难，强行破关吧？他没有再说下去，众人脸色也跟着大变。如果是这样，老祖宗强行破关的代价可想而知。此战之后，武林盟的擎天之柱就塌了，这是武林盟无法承受的损失。这，有人颤抖着说不出话。九色莲藕的事，只有盟主曹清扬一人知晓。他刚要解释，便听许七安大笑道：“老前辈，你可算出来了！你要再不破关，我扭头就走了，躲进浮屠宝塔里走。”老匹夫哈哈大笑：“多谢许银罗的九色莲藕助我破关，老夫已晋升2品，否极泰来。”声音滚滚，洪亮爽朗，两人的隔空对话回荡在天地间，对在场的众人造成极大的冲击。修罗金刚第一时间撤退，与肚南金刚并肩而立，凝神迎敌，同时明白了为何武夫的刀意能破了他的金刚体魄，因为这是2品武夫和道境的刀意。合道意味着道钟馗手。纳兰天禄中指打作疗伤，果断暴退，让自己脱离战场，免得被2品武夫盯上。武林盟的老匹夫晋级了。远处山头，柳红棉等人面面相觑。先回玉丰州吧，这样随时能退走。柳红棉低声道：“不，回了玉丰州，我们就成靶子了。”启欢丹香摇头，否决了他的提议。静心微微摇头，双手合十：“诸位无妨，2位金刚还有御敌后手。”柳红棉等人唰地看过去，静心脸色镇定，成竹在胸。2品，老祖宗晋升2品了，因为许银罗送来的九色莲藕，巨大的幸福感几乎要把武林盟众人砸晕。2品武夫是什么概念？九州之大，有几个2品？仁宗道手落玉衡，也才只是2品。换而言之，拥有一位2品武夫的武林盟可以跻身超级大派行列，而这一切都是许银罗带来的。老祖宗晋升2品了，哈哈哈哈哈！许银罗真是我武林盟的福星。当初夺莲子时，曹盟主没有与他交恶，实在英明神武。对，曹盟主英明神武。傅金门、杨崔雪一众武夫欣喜若狂，只觉得武林盟将迎来最辉煌、最巅峰的时刻。听着身边人对许银罗的赞誉，柳公子不由得望向萧月奴，他眼角眉梢带着笑意，也不知道是因为老祖宗破关高兴，还是因为许银罗危机解除而欢喜。萧楼主会不会也仰慕着许银罗呢？他们万花楼女子喜欢青年俊艳，而像许银罗这样的天纵奇才，对他们的诱惑可想而知。只有萧楼主这样的绝色美人才配得上许银罗吧。柳公子这么一想，就觉得心态崩了。玉丰州上，姬玄缓缓收回目光，感慨道：“明白了，他一直在拖延时间，等待老匹夫晋升2品。哎，如果纳兰天禄和佛门金刚能听我们的意见，直接捣毁老匹夫的闭关地，这场战役我们便赢了。”许元双淡淡道：“在他们眼里，武林盟并不重要，老匹夫是死是活也不重要。况且，一个自封几百年的超凡武夫，算得了什么？”此时的他完全看不出半点悲痛，仿佛刚才流泪的不是自己。许元双道：“以父亲的智谋，不会没算到许七安身上有九色莲藕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九色莲藕，但父亲肯定知道。基于这个前提，想必你这里还有后手，或者你和父亲另有谋划。”姬玄笑道：“元爽妹子冰雪聪明，不妨猜猜。”许元双蹙眉不语。老匹夫身后的头发像触手一般缠绕在身上，遮住关键位置，还算不错。他满意的环顾自身，接着看向2位金刚，笑道：“佛门金刚进到了我剑州，什么时候西域的手伸得这么长了？”修罗金刚双手合十，声音威严厚重：“佛光普照众生，又有什么地方去不得？”老匹夫眯了眯眼，一字一句道：“收集大凤龙气，意图染指中原，佛门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猖狂，真当我大凤无人了。”话音落下，他出现在修罗金刚身前，并掌如刀，危机预警让修罗金刚提前做出应对，双臂交叉于胸前，翁金刚神力鼓荡，化作圆形气罩。这是金刚神功练到高深境界时才能施展的能力。咔嚓，老匹夫掌刀轻描淡写的一戳，便将圆形气罩戳破，溃散的金光扩散成一道直径数十米的涟漪。突然，他侧了侧脑袋，一只金色的拳头擦着他的脖颈打出来，原本这一拳打的是老匹夫的后脑。肚南金刚不知何时栖身，从身后袭击。老匹夫手腕翻转，掌刀一挑，恰好挑在肚南金刚的手腕上，掌刃上凝聚的刀意划开暗金色的皮肤，金色鲜血涌出，皮糙肉厚。原本想一刀斩下金刚手掌的老匹夫冷哼一声，护法金刚的肉身比3品武夫强太多。肚南金刚手腕一阵剧痛，他当机立断，果断后撤，但他没能成功退走，手腕被
被老匹夫反手扣住，一拉一拽，一个过肩摔。轰！铁塔般的金刚重重砸在地上，可怕的劲力透过他的身体贯穿山体，撕裂内部的岩石，裂缝一直蔓延至山体内部。就这一下，让犬戎山的主峰宛如瓷器一般，遍布裂缝。肚南金刚眼前一黑，意识受到震荡，喉咙里倒呛出大量暗金色的鲜血。浪费了呀！远处的许七安吞了一口唾沫。肚南金刚瞳孔发散，陷入短暂的晕厥。另一边，修罗金刚杜凡举起一块数十吨重的巨石，沉沉低喝一声，奋力朝老匹夫投掷。呼！大片大片的阴影笼罩了老匹夫。老人扬起掌刀，画出一个十字，咔嚓声里，巨石精准地分裂成4块，朝着4个方向飞散，恰恰与中心的老匹夫擦身而过。老人眼里映出修罗金刚的身影，他高高腾跃，以膝盖为矛头，气势汹汹地撞向老匹夫。相比起别的体系，武者之间的搏杀显得朴实无华，而不修义的佛门金刚制敌手段就靠一双拳脚，抓住机会近身，一套连招带走。老匹夫跨前一步，同时甩出一掌，恰好打在修罗金刚大腿内侧，打得他往左侧倾斜。老匹夫跨出第二步，只听当的一声，修罗金刚身上炸开绵密的金光，宛如金色的烟花绽放。好强！许七安看得清清楚楚，刚才那一瞬间，老匹夫的拳掌、肘膝等部位如暴雨般的击打在修罗金刚身上，打得他护体金光溃散，宛如包漆的雕像。围观者只听见一声当的巨响，那是因为所有的攻击几乎在一瞬间完成。修罗金刚的力量在3品中也不是弱者，至少比现在的许七安强，但完全没有还手能力。武夫引以为傲的近战能力遭遇了更强大的武夫后，彻底被压制。膝撞被拍开的瞬间，修罗金刚试图凭借化境能力反扑，但被老匹夫以更强的暴力强行打断。当！老匹夫一掌拍在修罗金刚额头，拍得他双膝跪地，鲜血狂喷。我让你起来了吗？老匹夫旋转抬脚，用力一踏，又把肚南金刚重新踩在脚下。噗！夺南金刚再次呕血，两名金刚一躺一跪，满身鲜血。咔哗啦，坚硬的岩石开裂，山体坍塌，肚南金刚随着成千上万吨的滚石坠下山崖。强得可怕，这就是2品武夫。围观的武林盟众人微微张大嘴巴。2位金刚不久前的凶威，众人有目共睹，只觉得不可战胜，就连许银罗都对他们忌惮不已。而现在，他们就像2个初入武道的新手，被老前辈按在地上摩擦，畅快。几百年没有活动筋骨了。老匹夫大声狂笑，声音震得远处林子飞起鸟群。老前辈，别玩了，速战速决，免得夜长梦多。许七安笼罩在药师法香洒下的碎光中，高声提醒。反派死于话多的原因不是因为反派，而是话多。许银罗过于稳健了。老匹夫在洞窟里闭关几百年，刚才忍不住小试身手，2名金刚皮糙肉厚，就算是他砍起来也费劲。但费劲不代表杀不死，充其量就是耐打的沙包。不过确实不宜久战，不然老夫的山头就要夷为平地了。老匹夫腾空而起，半立虚空，这一刹那，他仿佛化身了一柄绝世狂刀，锋芒毕露。曹清扬等人仅是看一眼，便立刻闭上眼睛，双眼刺目，流下滚烫的热泪。天空云层撕裂，天地间盈满了裂面如割的刀气。强大如许七安的体魄受无形刀气的刺激，体表汗毛也竖了起来。御风舟上，许元双猛地闭上眼睛，耳边传来嗤嗤声，胳膊、大腿、肩膀等地方的衣裳被细微的刀气割裂，皮肤出现细细的伤口，火辣辣的疼痛。姐姐！许元怀反应过来，忙挡在他身后，替他抵御刀气。能杀金刚，这样的力量绝对能杀金刚。许七安眼睛一亮，驾驭着浮屠宝塔朝主峰靠拢。只要老匹夫斩杀其中1位金刚，他就立刻去吞吸金刚精血，把金刚神功推到更高境界。修罗金刚感觉自己被锁定了，他是在场唯一直面刀意的人。肚南金刚则被老匹夫打下了悬崖。源自武者的危机预警在疯狂释放危险信号，催促主人赶紧逃离。时隔多年，修罗金刚终于又一次体验到了死亡的威胁。上一次有这样的感受，还是随佛门菩萨罗汉灭南妖时。可他逃不掉，半空中那道刀意已经锁定了他。阿弥陀佛！修罗金刚双手合十，索性盘坐。看来你有觉悟。老匹夫身躯倒转，把自己化作一把蓄势待发的刀。下一刻，长刀出鞘。就在此时，一道道金光从崖底升起，金光是如此的炽烈，仿佛有一轮烈日要从崖底升上来。一尊黄金铸造的金身现世，他比犬戎山主峰还高，有12双手臂，眉心一道金红色火焰纹路，脑后悬着一轮烈日。12双手臂各自握着不同的法器，刀、剑、杵、塔、幡、棍、钟等等。他的气息如山般厚重，如海般浩瀚。见到这尊法像的所有人
几乎同时控制不住自己的膝盖，跪趴下来，匍匐颤抖。神书！许七安浑身颤抖，感受到了来自高位格的压制。他瞳孔微微睁大，这尊法像的外观与神书在楚州城沙镇北王时现出的法相极为相似。12双手臂，脑后有火环，眉心烈火般的纹路。不同的是，神书的法相是漆黑色的，手里也没有抓着法器。正反两面。当！老匹夫化身的绝世狂刀斩中修罗金刚，但没能杀他，因为那尊12臂法相，其中一只手里托着的黄金钟罩住了修罗金刚。金刚法相。许元双听见了身后的轻笑声，嗓音如此熟悉。他娇躯一颤，豁然回眸，看见一道白衣身影负手而立，面带微笑。爹！许元双失声惊呼。前方为姐姐抵挡刀气的许元怀豁然回首，看见父亲降临，又惊又喜。爹，你怎么来了？冷峻少年连忙迎上去，只有姬玄笑了笑，喊了一声国师，一点都不奇怪，似是早知道他会来。许屏风审视着次子，笑道：不错，修为又有长进，踏入4品指日可待得到父亲的夸张。许元怀冷峻的脸庞露出笑容，满足的像个孩子。许元双眼里青光闪烁，观测白衣身影，愕然道：爹，你不是真身啊？眼前的父亲气数古怪，不是正常人该有的气数，一具傀儡分身而已。监正在云州之外盯着，我的真身来不了。借着天谷老人留下的半身法器，以斗转星移手段瞒过了监正老师的望气术。许屏风简单解释一句，目光掠过许元双，望向姬玄，道：准备好了吗？原来如此，许元双恍然，到了父亲和监正那个层次，术士体系里屏蔽天机的法器和手段对他们已经无效，想瞒过监正，必须使用其他体系的手段。但爹真身没有前来，是不是意味着监正已经锁定了父亲？就算天谷老人的手段也无法瞒天过海。姬玄没有立刻回答，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似乎是借此平复情绪。时刻准备着，国师。许元双姐弟俩好奇地打量父亲和姬玄。许屏风满意颔首，手指在空中急画，一个个蕴含天地法则的阵纹浮现，它们有序地落在御风舟各处，依附在甲板、桅杆、船舷各处。眨眼间，整个御风舟便覆盖了阵纹。许元双睁大美眸，努力地记忆着那些看不懂的符文。对术士来说，这些鬼画符般的符文是最大的瑰宝。等到许屏风完成布阵，许元双忍不住问道：爹，这是什么阵法？竟然需要他亲自动手刻画。术士晋升4品之前，会经历一个漫长的祭阵过程。所谓祭阵，便是将所有能掌控的阵法记在心里，等到晋升4品后，那些烙印在脑海里的阵法就会变成本能。施展时，心念一动，阵法自成。4天间有天罡和地煞2本阵法大典，总共108座大阵，每一座大阵又分10几或数十个小阵。许元双17岁的年纪，能记2座大阵，已经让他差点发际线上移。但他知道，父亲这样品级的术士，早就将天罡和地煞烂熟于心，施展阵法时随心所欲。能让他亲手刻画的阵法，必定是极深奥的那一类。什么阵法？许屏风望着女儿，笑道：这就是为父当年窃取大凤国运的阵法。当然，与那座金氏大阵相比，这座阵法是简化再简化的产物。它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聚拢气运。老匹夫化身的刀击撞在黄金钟的表面，尖锐的声音响彻天际。许七安距离战场不远，首当其冲，瞬间失去听觉，耳鸣阵阵。南峰顶上的人同样陷入耳鸣困扰中，这让他们痛苦地捂着耳朵，没有精力思考战斗接下来的走向、局势变化。咔嚓，短暂地僵持了10几秒，黄金钟表面崩裂出一道裂纹。与此同时，老匹夫的一刀之力耗尽，威严且巍峨的金身不给他劈出第2刀的机会，握着黄金神剑的那只手臂摆动，带动着神剑劈下来。武者的危机预感给出了闪避的提示，老匹夫化作残影，朝一侧避开，哗啦啦，山体坍塌的声音里，神剑斩落大片大片的滚石。这一剑没有气机波动，但犬戎山的主峰在他面前就如同沙堆，轻易就能推翻。此时，修罗金刚抓住机会，退到金刚法相的肩膀上。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安全。一剑斩空，尚未收剑，黄金棍子当头抽了下来，轰，爆起无数的碎石，犬戎山主峰的山头彻底打爆，矮了一截。轰，轰，轰！老匹夫凭借着武者的危机预感，像一只灵活的蟑螂，时而在左，时而在右，忽闪忽现。金刚法像24条手臂齐开弓，刀剑棍棒不停地砸下来，打得乱石穿空，犬戎山的主峰一次次皲裂，崩飞出成千上万吨的泥土和岩石。轰！黄金长棍砸下，老匹夫身影破碎，真身出现在粗壮如巨树的棍子上。噔噔噔，他沿着棍子狂奔向了比山峰更高大的法相。
他越跑越快，如同一把呼啸而出的刀，周遭的空气出现扭曲。刀锋直指金刚法相的眉心，啪！金刚法相两只巨掌相互一拍，宛如拍苍蝇似的，把老匹夫拍在空中。下一刻，双掌剧烈颤抖起来，难以合拢。僵持几秒后，沉闷的巨响声里，双掌被震开，老匹夫破掌而出，浑身浴血，手脚呈诡异的扭曲，胸口塌陷。二品武夫的体魄被法相一击打破，金刚法相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知道这样的攻击很难杀死拥有顽强生命力的超凡武夫，猛烈的攻击接踵而来。身高数百丈的金身，佛光万道，将犬戎山方圆数10里染成金色。他的气息比深渊还恐怖，令佛光普照范围内的生灵战战兢兢，匍匐在地。曹盟主，这是怎么回事？傅金门双膝跪地，浑身瑟瑟发抖，低伏脑袋。曹清扬额头滚落汗珠，同样以不雅的姿态伏地，作膜拜状。原本以他半步超凡的修为，不该如此不济，但重伤在身，且一番大战后状态极其糟糕，这会儿没比傅金门等人好多少。是传说中的罗汉菩萨。建州商会会长乔翁肥厚的嘴唇发抖，断断续续地从嘴里挤出猜测。老祖宗已是2品武夫，能将他压制在下风，这尊法相定是某位罗汉或菩萨。金刚是3品，3品不可能压制2品武夫，这是很简单的推理。他不说还好，他这么一说，点燃了武林盟众人心里的恐慌。为什么罗汉或菩萨要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佛门对付武林盟要下这么大的血本？许银罗重伤，不能再战，老祖宗独木难支，能赢吗？一个个问题在众人心里浮现，带来忐忑和紧张，惶恐和不安。曹清扬沉默不言，脸色凝重，眼神里隐隐有些焦躁。从2位金刚登场开始，他就知道孙玄机对自己有所隐瞒，模糊了敌人的情报。但因为许银罗以1敌3拼掉巫神教育师，展现出超强的战力，后续老祖宗破关晋升2品，完美的驾驭住局面，他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当是自己资格不够，孙玄机没有耐心详细告知。直到现在，看到这尊恐怖无双的法相降临，曹清扬不由得开始怀疑，孙玄机之所以刻意隐瞒，不是不屑，而是这位监正2弟子也没必胜的信心。吐露真实情报，只是在唱衰而已。这场攻山战打到现在，双方底牌层出不穷，你来我往，已经完全脱离了曹清扬能想象的极限。他甚至害怕接下来敌人还会有更强的后手。怕什么来什么，耳边忽然响起萧月奴的惊叫声，那是何人？曹清扬等人勉强抬头看去，远处老祖宗依旧在和法相缠斗，没有异常。隔了1秒，众人才反应过来，萧月奴指的是许七安那边。从白姬那里得到过佛门情报，对现存1品菩萨掌控的法相了如指掌的许七安，心里隐约有了猜测，但没人验证，无法确定。这是金刚法相。身后不远处传来一道温和的熟悉的声音，一瞬间许七安有种炸毛般的应激反应，回手掏，全力爆发平 A， 但他强行克制住了这股冲动，因为没有从对方身上感应到敌意和杀意，因此武者危机预感没有反馈。许七安不疾不徐地回过神，看见一道白衣身影脚踏虚空，负手而立，目光温和地凝视着自己。此人五官与自己与二叔都有几分相似。许屏风。看清不当人子状态后，许七安心里松了口气，嗤笑道：区区一具分身也敢在我面前叫嚣？不慌不慌，他的本体有监正盯着，过不来。许七安凝神感应遭受，没有任何松懈大意。正是因为分身，所以方才压制住了对你的敌意，过来是想和你说几句话。许屏风背着手，笑容温和，说话的语气也很温和平静，仿佛2人之间不是父慈子孝的关系，而是父慈子孝的关系。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许七安左手握太平刀，右手握镇国剑。许屏风侧头遥远节节败退的老匹夫，笑道：金刚法相攻防无双，1滴精血里蕴含伽罗树菩萨的力量，蕴含他对金刚法相的感悟。要知道，伽罗树之所以能成为佛门战力第1的菩萨，依仗的就是这具金刚法相。神树为什么这么强大，也是因为金刚法相。这不是老家伙一个初入2品的人能击溃，他这是变相的在告诉我，神树的展露的法相就是金刚法相，只不过产生了些许变异。许七安默不作声，脑子快速转动，思忖着许屏风现身的目的。简单评价一句后，许屏风收回目光，不再关注战斗，说道：明夜父子一场，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我愿意接纳你，你随我回云州，过去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我会想办法替你解开封魔钉。至于皇族那边，你不用担心，只要立下不称帝的天道誓言，他们会很欣喜你的加入。你知道的，去回国运不是非抽取出来不可，招揽你入麾下，同样能壮大乾隆城的气运。许七安盯着他看了几秒，笑了。既然招揽我一样有效，当日为何要置我于死地？
许屏风叹息一声：“你的成长太快了，从你崛起至今也就1年多的时间，招揽你风险太大，尤其是你的性子，命折不弯，让你背叛大凤，你愿意？”许七安傻子似的看着他：“现在我就愿意了。”许屏风道：“大凤社稷风雨飘摇，百姓民不聊生，这些你都看到了。我今日来找你，同样是因为你的性子。再过不久我就要起事，有佛门相助，监正老师这座大山再也不是不可撼动。加入乾隆城，一起推翻腐朽王朝，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宁烨，这也是想看到的，是你一直为此努力的目标。你与大凤命运共同的关系，同样很好解决。与骆玉衡双修后，你已是3品中期，3品巅峰指日可待。届时，你再夺了木南枝的灵韵，便可踏入2品。还记得当日京城时我与你说的话吗？你若能合道，便不会因为国运被抽离而死。”许七安没有任何回应，沉默以对。许屏风继续道：“你娘为了保你性命，背弃了家族，偷偷到京城生下你。这20年来，她被软禁在乾隆城，一步都不能离开。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知道她很想念你，暗中通过元霜打探你的消息。看着你一步一步成长，扬名立万，这1年多来，脸上笑容越来越多。元霜和袁怀是你的手足，因为我的关系，他们对你抱着些许敌意，但就算是袁怀，也只是不服气你罢了，对你没有真正的仇恨。你肯放弃与我之间的矛盾，归顺乾隆城，现在你拥有的一切不会变，你还会多一个母亲，一个妹妹，一个弟弟，还有云州。制霸中原的大业完成后，云州会改为许州，你是我的嫡长子，许州将来是你的，是你这一脉的。然后生一个躺在祖辈功劳簿上，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后代。”许七安淡淡道：“我若是不同意呢？”许屏风缓缓收起笑容，居高临下的睥睨：“你怕我怕的夜不能寐。”他不屑冷嘲热讽，但这句话却是世上最具嘲讽意味的话。“你怕我怕的吃不好睡不香，我以强者的姿态向你递出橄榄枝，身为弱者的你，不应该感到荣幸，感到庆幸，感到如释重负吗？”回应许屏风的是刀光和剑芒，撕裂了他的身体。许屏风的身影随即出现在另一边，负手而立，云淡风轻，轻笑道：“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倔强，明明心里对为父忌惮无比，偏要装的嚣张桀骜，这样就能在父亲面前表示自己长大了。”许七安冷笑道：“你的攻心术很强，我已经开始生气了。”许屏风笑了笑，不屑做口舌之争，道：“罢了，机会已经给你，既然你执迷不悟，我也不强求他始终是这副云淡风轻、置诸在握的姿态。好像眼前这个被大凤庙堂惧怕、被江湖敬畏的许银罗，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当然，许屏风的自信是有底气的。尽管上次在京城出手回收气运失败，与嫡长子明面上的第一次交锋失败了，但其实回收龙气只是计划之一，他的另一个计划杀真德、碎龙气进行得非常顺利，他永远不会空手而归。许屏风越是这般姿态，许七安心里怒火越盛。虎毒还不嗣子，而许屏风生下嫡长子的目的，只是为了做承载国运的容器。若非生母是毒之情强烈，保下了他，许七安早就作为工具被用完丢弃。即使是这样，许屏风仍然没有放过他，以睡银案为由将他发配边疆，途中收获。为了这个目的，他连胞弟一家都可以舍弃，毫无感情，冷血的让人害怕。畜生！如今见他修为日渐精进，居高临下的打亲情牌，仿佛是强者对弱者的施舍。许七安知道，即使到现在，许屏风也没真正重视过他。别把自己想得太独一无二，在真正巅峰强者眼里，气运加深者只是杀了会遭反噬，比较麻烦而已。事实上，能成为一品的强者，哪个不是有独到的气数？许屏风淡淡道：“气运对术士的反噬尤为严重，但其他体系的巅峰强者杀你，顶多是支付一定的代价。”他不再多言，以传送手段消失，在出现时站在了金刚法相的头顶。许七安没有阻止，他和纳兰天禄一样，都是半废状态。不过他有药师法相救治，最多半刻钟他就能初步恢复战力。他还有一张底牌没用。此时战斗已经停歇，老匹夫傲立空中，与金刚法相遥遥对峙，两者距弥悬殊，但老匹夫的气势半点不弱于金刚法相，五夫气焰惯常如此。寇扬州，你闭关400年，可曾想过破关之日便是你的死期？许屏风语气平淡，声音却能响彻天际，清晰地传入曹清扬等人耳里，传入远处军阵士卒耳里。老匹夫审视着许屏风，高声回应：“你就是监正的大弟子。”他从许七安那里大致了解到监正和大弟子的恩恩怨怨。当然，许七安隐瞒了不当人子是他生父的事，隐瞒没有什么理由，只是不想说而已。许屏风不予回应，脚下青光亮起，一座座阵法诞生，覆盖在金刚法相身上，传送阵符于双脚，强化阵符于体魄，
五行大阵融入金刚法相体内，代替五脏六腑。黄金长棍爆发出刺目的光芒，厚重的仿佛要压塌虚空。黑色粘稠的光滑水流般的流淌在黄金神剑上，白色的碎光星星点点溢散，依附在黄金戒刀。炽烈的火焰则从金刚圈燃起，青色的藤蔓从黄金宝塔外壳生长出来，黄金神中荡漾出土黄色的厚重光晕。轰！天空一道惊雷劈下，直直打中金刚杵，让这根锥子的尖端跳跃出电弧阵法，是术士最核心的能力。以阵法撬动天地之力，用途广泛，可主攻，可辅助。许屏风这一手便是用阵法作为辅助，提升金刚法相各方面的属性。眨眼间，金刚法相的气息暴涨，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真正的一品境战力。布置完这些阵法，许屏风分身的气息衰弱到极点，随时都会消散。但许屏风仍不满足，于怀里摸出一串手环，手环挂着兽牙、五色石、铜片等物，充满异族风格的饰品。沐浴在药师法相光辉中的许七安，从这串手环里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天古的气息。许屏风的这具分身就是靠着移星换斗瞒过监正，来到建州。他心里暗想。这时他看见许屏风松开手，任由手环下坠，融入金刚法相中。他这是要许七安一领已经猜到许屏风的想法。送出手环后，许屏风脚下青光升腾，消失不见。他返回了御风舟，站在船舷边，负手俯瞰。轰轰轰！身高堪比山岳的金刚法相半转身子，舍弃了老匹夫，挥舞着各式各样的兵刃，朝着许七安奔来。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大地剧烈震动，震感传出10几里。目标：许七安。许屏风也好，佛门也好，首要目标永远是许七安。难怪他说给我最后机会。许七安急声喝道：前辈，快逃！这一声是冲着塔林老和上喊的。还用你说？浮屠宝塔驾着金光逃窜，金光尾焰裹着许七安。金刚法相脚底腾起青光，巍峨巨大的身躯突兀消失。许七安突然感觉一大片阴影将自己覆盖，扭头看去，那尊24臂缭绕五行之力的金身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身后。当！点缀白色碎光的戒刀斩在塔身，赤白亮金的光线朝着四面八方崩散，炸起涟漪，宛如盛放的烟花。猛烈爆炸的力量让他尚未恢复的身体雪上加霜，耳膜瞬间震破，意识也在冲击力的余波中短暂的丧失。这一刻，许七安脑海里唯一的念头是：幸好我把木南枝留在了外面，没有收进浮屠宝塔里。因为知道这一战涉及超凡，涉及许屏风，他稳妥起见，把木南枝和柴杏儿提前转移出浮屠宝塔，不然就这一下，花神转世就要轮回去了。浮屠宝塔像是一块陨石，翻转着飞了出去，连带着许七安一起。噔噔噔，金刚法相狂奔追击，刀剑棍棒杵等兵器同时砸下来。嗡！似乎是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浮屠宝塔终于打破不对佛门僧人出手的规矩，塔身一震，森严的力量如潮水般奔涌，镇压周遭一切敌人。与此同时，另一尊法相虚影在塔顶凝聚，身披袈裟，眉目模糊，脑后有一道象征着智慧的光辉。这道象征智慧的光轮逆转。金刚法相狂奔的步伐在浮屠宝塔的镇压下出现凝滞，而随着智慧光轮逆转，金刚法相陷入茫然，像是失去了智慧，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什么。趁着这个机会，浮屠宝塔带着许七安逃跑，这种程度的反击已经是塔林能做到的极致。他不擅长战斗。隔了2秒，金刚法相找回了自己的智商，脚下青光升腾，欲施展传送法术追击。咻！当！老匹夫把自己变成一把刀，在破空声里刺向金刚法相的后脑，但被提前横挡过来的金钟挡住。金钟外壳土黄色光滑缓慢流淌，宛如粘稠的沉重的液体。老匹夫的这一刀没能撼动金钟。金刚法相旋身挥剑，斩出一道弧形的剑光，半空中隐隐有海浪的声音。噗！老匹夫脑袋应声飞起，他被一剑斩首，而武者的危机预感没有起到作用。移星换斗。许七安看到这一幕，便知自己没有猜错。许屏风把天古法器借给肚南金刚，为的就是克制武夫的危机预感。前辈，过来！许七安大吼。老匹夫的脑袋和身体暴退，朝浮屠宝塔靠拢。过程中，塔林老和尚再次具现出大智慧法相，光轮逆转，降低了金刚法相的智商，让他无法追击老匹夫。许七安趁机张开掌心，对准老匹夫，用力一抓，像是抓走了他身上的某件东西。移星换斗，他也给老匹夫施加了这个 buff。你屏蔽了我的气息。老匹夫审视自身，立刻发现端倪。老前辈，麻烦你替我撑半刻钟，半刻钟后我斩了他。许七安沉声道。有把握？老匹夫皱眉。不等许七安回答，他豪爽笑道。好，
半刻钟就半刻钟，老夫替你扛下来。说话间，金刚法相借助传送，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们后方。御风州，姬玄对下方的战斗视若无睹，取出青铜小鼎，鼎口朝下倾倒。10几道人影从鼎内摔出，有男有女，有江湖客，有读书人，有穿布衣的平民。这些人昏迷不醒。姬玄手掌轻轻一压，噗噗声里，10几个龙气宿主胸口炸起血雾，顷刻间殒命。一条条金龙虚影脱离宿主，腾云驾雾，试图逃脱，但他们都被困在了阵法形成的屏障里，不管怎么冲撞，都无法离开御风州。七哥，许元双见状愣了一下，茫然不解：“你杀龙气宿主作甚？”龙气一旦脱离宿主，术士便再难将他们收录，像这般困住龙气，都得父亲亲自出手。但就算是父亲，也只能困住，无法将他们聚拢收服，除非他们有地书碎片。姬玄看了一眼许屏风的背影，见他没有阻拦，也没开口，便笑道：“妹子，这就是国师的第2个计划，助我成为3品，让乾隆城拥有一位嫡系超凡。”许元怀难掩羡慕的神色。许元双身为术士，闻言秀眉就是一皱，就凭这点龙气。姬玄眯着眼，笑盈盈道：“这不还有下面的人吗？许七安不过是强弩之末，不出半刻钟，他和武林盟的老匹夫就会饮恨在金刚法相手里。实话与你说吧，此次江湖之行，国师真正的目的是让我借助龙气突破超凡境。如今许七安已是瓮中之鳖，我也该提前准备晋升。”他手里托着一枚盒子，打开，浓郁的气血之力扑面而来。即使从未见过血丹，姐弟俩也一眼就认了出来。许元怀低声道：“你要夺了他的机缘，踩着他晋升3品。”姬玄扬起一个温和的笑容，看着表弟调侃道：“怎么不舍得看亲大哥死？他在云州打你时可没见留手啊。他出生的意义就是承载气运的工具，既是工具，该用就用，该弃就弃。元怀，他死了，你就是国师的嫡长子，你将继承国师的一切，包括许州。”许元怀不屑道：“除了武道，名利对我来说都是浮云。”顿了顿道：“雍州时他要是不手下留情，我早死了。”这句话说完，他连忙岔开话题：“父亲说过，万事都要有2手准备，直奔着一个目标的话，容易让自己陷入绝境。如果此事不成，你又待如何？”姬玄正要回答，许元怀却一声巨响惊了一下，没有再听，豁然扭头俯瞰战斗。当浮屠宝塔再次遭遇借刀的劈砍，发出刺耳的呻吟，塔身出现了一道浅浅的刀痕。借刀砍中的同时，黑光缭绕的神剑随之递出，叮声音尖锐，剑尖刺在浮屠宝塔的塔门，让塔门裂开一道细细的裂缝。棍棒、金刚杵等武器旋即落下，打得浮屠宝塔当当声不断。武林盟老匹夫以皮符撼大树之姿插入2者之间，驾驭着刀气撞向金刚法相眉心。砰！金刚法相猛地后仰，踉跄退了几步，眉心金气斑驳。他同样不能提前老匹夫的攻击。浮屠宝塔得以喘息，塔身旋转，震荡出第2层的力量，一边镇压金刚法相，一边显化大智慧法相，逆转光轮。金刚法相再次出现凝滞，老匹夫趁机绕着金刚法相飞舞，掌刀翻飞横扫，一道道扭曲空气的刀芒当当当的劈砍在金刚法相身上，溅起金光碎屑，能轻易破开3品金刚肉身的刀气，完全无法奈何这尊可怕的法相。老前辈的刮痧技术炉火纯青，许七安苦中作乐，以吐槽的方式来缓解心里的压力。大智慧法相的降智手段最多只能影响片刻，2秒不到，金刚法相从茫然状态挣脱，24条手臂齐齐发动攻击，看起来就像是有12双手臂的人在拍打苍蝇，苍蝇凭借灵活的身法在刀枪剑雨里辗转腾挪，时而高飞，时而低掠。趁着老匹夫纠缠住金刚法相，沐浴在药师法相中的许七安沟通塔灵：“前辈，你没事吧？有事，再这样下去，我会和那面浑天神镜一样。”塔灵老和尚给回复：“我要是精通佛法就好了，就能驾驭浮屠宝塔。”许七安的焦虑情绪暴增。浮屠塔虽是菩萨的法宝，但法宝也是需要人来使用。就像镇国剑，许七安能用它斩金刚，可让镇国剑自行杀敌，别说斩金刚，说不定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浮屠宝塔也是同样的道理。许七安不修佛法，没有菩萨位格，根本无法使用浮屠宝塔，全靠塔灵老和尚为爱发电。请前辈专心为我疗伤，修复我的经脉气海。他现在要争的是时间。纳兰天禄的雷矛摧毁了他的生机，当然也摧毁了经脉和气海。气海和经脉不能完全修复，他根本使不出底牌。滋滋，雷电缠绕的金刚杵爆发出无数道电弧，它们交织成一张笼罩周围空间的电网。老匹夫被这张遍布每一寸空间的电网一触，灵活飞舞的身躯顿时一僵，而后气机爆发，驱除电流。
这微不可察的凝滞，在这个层次的高手眼里，便是天大的破绽。长棍裹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当头砸下，音爆声震耳欲聋。老匹夫于空中翻转身体，硬生生朝前扑出一段距离。噗！铜棍擦着他双腿扫过，下半身瞬间血肉模糊，露出森森白骨。可怕的力量打击下，老匹夫像是坠毁的飞机，斜斜下坠。戒刀和神剑迅速补位，给予打击。当当！老匹夫左右各挥出一记掌刀，勉强打偏戒刀和神剑的轨迹。这一刹那的机会，他的下半身伤势已经复原，身法恢复灵动，躲避开了后续的其他武器的攻击。及远处围观的曹清扬等人齐齐捏了一把冷汗。别说他们，老匹夫自己也脊背沁出一层汗。金刚法相对战他，就如同他之前对战2位护法金刚，一旦抓住机会，是能一套连死的。当然，已经晋升2品的他没有那么容易生机断绝，即使这尊金刚法相的战力堪比1品，也没法瞬间斩杀以生机旺盛著称的2品武夫。可一旦被分尸封印，那么下场最后只有死。这时，金刚法相脚下腾起青光，巍峨高大的身影消失。对此，早就有经验的老匹夫立刻一个俯冲，这样能有效地防备金刚法相的袭击。他出现的方向无非是东南西北4个方向，降低高度，可以有效地防备对方的12双手臂持握的法器。飞得太高，反而容易成靶子。就在这时，老匹夫的危机预感给出反馈，敌人来自南边。金刚法相果然在南边出现。危机预感。当！突然，俯冲中的老匹夫撞到了一个人，是相貌丑陋的修罗金刚。下一刻，老匹夫便被对方死死缠抱住。他完全没察觉到修罗金刚的靠近，对方像是屏蔽了自身的气息。这一刹那，老匹夫明白了。噗！金刚法相现身，精准一剑斩飞老匹夫头颅，又不伤及修罗金刚。对于化境武夫来说，这是最基本的操作。头颅飞起的瞬间，修罗金刚任务完成，松开了手脚，任由自己下坠。即在同时，金刚杵的尖端喷吐出雷柱，打在头颅和躯干上，打得老匹夫身子骤然直挺。接着，金钟罩住脑袋，金塔镇压躯干。御风舟上，姬玄豁然起身，与许家姐弟死死盯着金钟和金塔。金钟和金塔剧烈震动，但随着金刚法像把戒刀和神剑插入中，塔内一切都平静了下来。成了！姬玄脸色狂喜，他很少有这么激烈的表情变化。厉害！借着传送做演示，将天古部的法器暗中转交给修罗金刚。不愧是战斗经验丰富的佛门金刚，此前我还觉得他们喜欢蛮力更胜过用脑，想来是世上绝大部分敌人都不值得他们用脑。结束了，许元双看向弟弟，发现后者也在看他，姐弟俩相顾无言。接下来只要让金刚法相用剩余的力量封印老匹夫，带回云州，这老家伙就必死无疑。许屏风脸色平静，似乎并不意外，一切尽在掌控。武林盟那边以曹清扬为首，则一个个面如土色，宛如面临末日。林子里，李灵素抓起苗有方，脚踏飞剑，两人都是脸色发白，随时准备逃走。而在他们不远处，一只断了又前肢的白虎乘着风，随时准备追杀。之所以都没动，是因为还有一个关键性人物，他的结局还未确定。逃啊！快驾驭浮屠宝塔逃啊！李灵素在心里狂呼。许银罗！武林盟人群里有人颤巍巍地叫出这个名字。浮屠宝塔静静漂浮，既没逃也没救人。这一刻，不管是法宝还是沐浴在药师法香里的人都无比平静。许七安改盘作为站立，然后一脚跨出了浮屠塔的保护圈。他踏空而行，目光不是金刚法香，而是御风舟上的许屏风。父子俩隔空对视。你错了。许七安伸出手，镇国剑呼啸而来，把自己送入他手中。你我之间不是你愿不愿意接纳我，放我一条生路。许七安摸出地书碎片，他仰望着极高处的许屏风，一字一句道：是我不愿意放过你。叮！屈指一弹的书碎片，玉石小径翻转着飞起，一道张牙舞爪，宛如实质的金色巨龙破镜而出。接着，他摸出一张准备已久的纸页，抖手点燃，纸页燃烧的余烬中，金色巨龙冲入他体内。许七安的双眼里射出灿灿金光，身负半数国运，容纳龙气，手握镇国剑的他高喊出：请高祖皇帝！天地间，一双眼睛骤然睁开，蓝天之下，一双不掺杂任何感情的双眼浮现于高空，俯瞰大地，宛如天道意志的具现化，又仿佛是远古的巨人苏醒，睁开了眼睛。这双眼睛起初如同宣纸上的淡墨，不太清晰，随后缓缓凝实。巨现出双眼后，面目线条开始勾勒，就像有一杆看不见的笔在作画，线条游走间，刚毅俊朗的面容勾勒完成。笔锋一转，身躯继而浮现。这尊身影高达100丈，头戴平天冠，
身披龙袍，脚踏金靴，手里握着一把黄铜剑影。天地间五行之力骤然混乱，罡风化作他的长袍，土灵为他助身，玄水化作他的血液，木灵唤醒了他的生机，金灵为他铸剑。两道雷电划过，劈入他的双眼。大奉开国皇帝，许七安召来了高祖皇帝的阴魂。御风舟上，许屏风的脸色陡然僵硬，姬玄喃喃道：“高祖皇帝。”他脸色忽然有些扭曲，不知是愤怒还是嫉妒，咬牙切齿道：“他凭什么召唤出高祖皇帝？凭什么？凭什么？这是我姬氏的祖先。”许元双和许元怀瞠目结舌，他们没敢说话，因为看见了父亲背在身后的手握成了拳头。这一刻，他们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怪异的感觉，父亲在后悔，未必是后悔与嫡长子为敌，但他确实在后悔某些事。永镇山河庙，整个桑坡突然陷入剧烈的震动，湖面波纹荡漾，乒乒乓乓，供奉着皇族列祖列宗的大案上，灵牌一面面的翻倒，摔落在地。大奉高祖皇帝的雕塑咔嚓一声裂开，裂缝从眉心蔓延到胸口。司天监八卦台，神游中的监正依旧闭着双眼，但他拿起了酒盏，朝着东南方遥遥举杯。砰！手里的酒盏忽然炸开，监正胸口跟着炸裂，鲜血染红白衣。请神容易送神难啊！监正低声道。他胸口的鲜血止住，伤势缓缓愈合，但脸色苍白的仿佛没有血色。御书房，埋头处理政务的永兴帝听见了急促的脚步声，一名宦官不经通传，大逆不道的闯进御书房，脸色苍白的跪趴在地，高呼道：“陛下，祖宗们的牌位掉了！”永兴帝推着大案，豁然起身，脸色大变。青云山，赵守站在崖顶，默默地望着东南方向。召唤人道帝王降临，天道反噬，可不比魏渊召唤如圣付出的代价小。说句话的时候，赵守看向了京城，低声道：“监正，你竟愿意为他承受天道反噬，你选的果然是他。”高祖皇帝一道道目光愣愣地看着那尊帝王法相，所有人经过短暂愕然后，脑海里同时回荡许七安刚才的呼唤。头戴平天冠，身披龙袍，脚踏金靴，五行之力环绕，这样一尊法相，即使没有许七安刚才的话，也能直观地给人帝王的印象。南边崖顶，曹清扬等人呆若木鸡，有一种因为信息过于重大，因此无法消化的木然。这是高祖皇帝。许银罗，他召唤出了高祖皇帝许银罗，是高祖皇帝转世。这三个疑惑充斥着他们大脑，每一个问题都让人难以置信，难以消化。同样无法接受消化眼前的信息的，还有启欢丹香等人。无法接受是因为明明局势一片大好，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擒拿或杀死许七安，谁想行事瞬息万变，许七安竟召唤出大奉高祖皇帝的法相。高祖皇帝，与老祖宗打天下的那个高祖皇帝。柳红棉娇躯微微站立，这句话说的断断续续。新古诗启欢丹香尖叫道：“大奉开国皇帝不是死了吗？他凭什么召唤出高祖皇帝？他只是一个粗鄙的武夫啊！”没人回答他。刚才许七安的一番举动，众人看在眼里，都是阅历丰富的人，怎么会不明白他是如何召唤出高祖皇帝？启欢丹香只是在发泄心里的沮丧和愤怒的情绪。咕噜白虎吞了一口唾沫，低声道：“走，先撤退，一切容后再说。”他已然有了相当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先逃走是最好的选择。若结局是己方赢了，事后自会联络；若输了，现在撤退就能保住性命，实在被许七安打怕了。驾驭着高祖皇帝法相的许七安并不好受，脸色呈现出诡异的潮红，浑身皮肤像是煮熟的虾。不，准确的说是法相在驾驭许七安。他陡然发现自己的手脚不受控制，持着刀的姿态改为主剑而立。佛门鼠辈，敢犯我大奉疆域！他口中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威严的声音，如口含天线。犬戎山乌云盖顶，似是天地震怒。金刚法相宝相庄严，默然不语地望着帝王法相，12双手臂展开，如同开屏的孔雀，摆出攻击架势。帝王法相依旧主剑而立，霸气孤傲。青光自金刚法相脚下升起，百丈金身突兀消失，只留下一中一塔，镇压老匹夫。下一刻，金身法相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帝王法相身后，12双手臂在同一时间落下，释放电弧的金刚杵，覆盖金形力量的戒刀，流淌着黑色水灵的神剑，仿佛能压塌虚空的伏魔棍。这些法器彼此呼应，力量交互，出现一条条粗大的光痕裂缝。嗡！空气中传来巨大的震波，一股无形之力挡住了12双手臂的攻击，如同一道看不见的气罩。24道波纹相互碰撞，相互震荡。帝王威严不可侵犯，整片天地都在排斥金刚法相，抗拒这个触怒帝王的贼子。这个时候，高祖皇帝才徐徐回身，他举起了手里的黄铜剑虚影。许七安做出一模一样的动作。
轰！翻涌的云层里劈下一道雷柱，打在剑尖。犬戎山方圆数百里地界出现前所未有的动荡，河流倒卷，冻土开裂，山峦摇颤。玉峰州上的许屏风忽然抬头看向了天空，许元双与父亲一样抬头望天。在术士的视线里，一道道或粗壮或细小的气数像流光一般划过天空，汇入高高举起的黄铜剑众生之力。自古帝王受命于天，主宰苍生。斩！许七安口中发出威严浑厚的声音，他不由自主地展出了镇国剑，与身后的帝王法相一致。世上再无如此煊赫的剑光，那一双双观战者的眼睛里，世间一切景物淡化，只余下这道彗星般一闪即逝的剑光。金刚法相的头颅率先崩溃，而后是脖颈、胸膛一寸寸瓦解，溃散成最纯粹的光线。以防御著称于世的金刚法相失去了他傲视一切的资本，厚重的土行之力也没能抵抗助阵国剑的锋锐，阵法一座座崩溃瓦解。轰！法相彻底崩溃，化作席卷一切的能量，朝四面八方肆虐。犬戎山脉落石滚滚，无数树木连根拔起，曹清扬等人或惊慌逃窜，或卧倒在地，躲避着这股席卷一切的余波。远处的军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屋顶被掀飞，楼舍成片成片的坍塌，宛如天灾。伴随着金刚法相湮灭的还有肚南金刚，他与绝境中双手合十，迎来自己的结局。永兴历出，佛门肚南金刚陨落于建州犬戎山。不管是大凤还是佛门，都会在各自的史书或年代记里添上这一笔。待一切风平浪静后，蓝天白云之下，只有帝王法相傲立的身影。斩灭强敌后，帝王法相没有停止，拄剑而立，轻轻一杵，噗！10几里外，已经悄悄逃离的修罗金刚直接被钉在地上，暗金色的鲜血在身下晕染开。贫僧不甘！修罗金刚杜凡眼神里的光芒不可逆转的暗淡，魂魄与生机一同断绝，魂飞魄散。这时许屏风探出手，虚抓了2下，像是薅了2把羊毛。走！许屏风的声音如同腊月里寒风，抬脚一踏，传送阵扩散，覆盖玉峰州。玉峰州消失不见。而这个时候，纳兰天禄早已不见踪影。老匹夫的无头身体站起来，俯身捞起自己的脑袋，按在脖颈处，血肉蠕动中，头颅接续，除了气息略有衰弱，没有任何大碍。再轻轻一个吐纳，气息便恢复至巅峰。老匹夫仰头望着帝王法相，目光恍惚，记忆的匣子打开，那段早已被他遗忘的岁月在此刻翻涌不息。寇扬州第一次见到那家伙，是在一次26路义军的会师中，彼时的他身边只有一支老弱残兵，装备稀烂。参加这次聚会是为了借银子招兵买马，脸皮很厚，逢人就敬酒，叫老大哥。寇扬州也借了他200两银子，委实是那家伙脸皮太厚，当时刚从建州出来不久，自诩正义之师，不干打家劫舍的事，所以钱袋子也虚得很，当然是不借啊。于是寇扬州就说：“给老子滚，瘪犊子！”结果那家伙当场就喊了一声爹。那声爹让寇扬州损失200两，后来他才知道，那家伙用自己给的200两买了18个貌美如花的瘦马，献给了当时一位好女色的义军首领，从那位首领处借到了更多的银子和200精锐不足。这件事还是寇扬州亲口听他说的，那是很多年后了。他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头目混成了麾下雄兵20万的大反贼，身边也多了一个始终隐形不离的俊美少年。那位少年就是后来的初代监正。600年匆匆而过，故人已是一捧黄土，元神也化作天地间的一缕战魂。高祖皇帝的阴魂好像不走了，许七安此时已经变成了血人，皮肤下的毛细血管破裂，让他看起来比煮熟的虾还要红。他现在就如同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到了要坏掉的边缘，可是关机键被扣掉了，以至于无法停下来。怎么送走高祖皇帝？他皱了皱眉，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就在这时，帝王法相做出举杯的动作，仿佛手里握着酒盏。许七安同样做举杯状，然后把看不见的酒水一饮而尽。一杯酒入肚，帝王法相缓缓消散。结束了，许七安吐出一口气，冷静地环顾四周。纳兰天禄早已不见踪影，许七安甚至不知道他是何时撤的。先前一直竭力对抗金刚法相，无暇他顾。或许是在他召唤出高祖皇帝的阴魂时溜的，或许是许屏风出现后，为防止黑吃黑，当时就撤了。可惜了，玉峰州的消失他也看在眼里，许屏风溜得非常快，而且高祖皇帝的阴魂有自己的想法，不受他控制，所以没能追杀。南风的崖边陆续的出现武林盟武者的身影，他们如同惊弓之鸟，也在观察情况。许七安扫了一眼，暂时没找到李灵素和苗有芳的身影，他强忍着疲惫和虚弱，驾驭浮屠宝塔朝着修罗金刚尸体方向飞去。他要趁这个机会把金刚神功推到更高层次。许七安御空飞行片刻，
在一处山坳里找到了修罗金刚的尸体。他倒在暗金色的血泊里，没有了声息，双眼空洞死寂。许七安轻飘飘落地，不浪费时间，大步奔到修罗金刚尸体边，用镇国剑割破修罗金刚的颈动脉，张口一吸，咕噜咕噜，喉结滚动，金刚神血化作细流入嘴，滚烫炽热，像是岩浆一般烧灼着许七安的胃袋。修罗金刚的尸体迅速干瘪，随着吞吸的金刚神血越来越多，许七安的瞳孔转为赤金色，脸颊凸起一根根金色的血管，继而皮肤也染上了金色。他笼罩在浓郁的金光中，金光时涨时落，宛如呼吸。这个过程持续了半刻钟，金光徐徐收敛。此时的许七安皮肤呈现暗金色，虬结的肌肉一块块纹起，嗤的一声，脑后燃起一道火环，周围的温度开始上升，充斥着至刚至阳的气息。他变得威严深沉，宛如一尊佛门护法金刚。气机没有变化，但肉身力量暴涨。现在的我，就算没有镇国剑，也能单挑打赢杜南或杜凡金刚。现在的我，相当于一位三品武夫和三品金刚的结合体，感受着自身的变化。许七安欣喜地发现，金刚神功终于跟上步伐，踏入三品金刚领域，拥有三品金刚的体魄以及三品武夫的自愈能力。在三品这个领域里，他绝对是拔尖的人物。若是能解开封魔定恢复修为，那么在这个境界做到无敌也不是不可能。收集了武灵盟的2道龙气，获得了金刚的位格，赚大了。我记得赵守说过，越级召唤阴灵要支付巨大代价，甚至是生命。魏公当初召唤如圣阴魂，就是抱着死志的。我以三品之躯召唤高祖皇帝的阴魂，除了负荷极大，似乎没受到反噬啊。莫非是我身负国运的原因？没有得到答案的许七安把这个疑惑抛之脑后，注意力被修罗金刚套在手腕上的手环吸引。这只手环有天古的气息，是一件拥有斗转星移能力的高级法器。它由蚕丝编织而成，挂着兽牙、铜片、色彩斑斓的玉石等物。天古族的法器位格极高，显而易见，这是南疆合伙人天古老人遗留的法器。我将来肯定要去南疆一趟，这件法器先留着，到时候作为见面礼送给那位天古婆婆。亡夫的遗物，她应该会很在意。许七安取出地书碎片，把体内的龙气射出，接着把手环和修罗金刚的尸体收入其中。金刚的肉身也是炼制法器或丹药的极品材料，他打算送给孙玄机当作回报。杜南和杜凡陨落在建州，佛门彻底没有三品了，也不知道阿兰陀那边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菩萨齐出联手杀我？想到这里，许七安呲了呲牙。杜秦罗汉被封在司天剑，杜凡杜南2位金刚陨落，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虽然佛门和我本来就有矛盾，但这下子恐怕不死不休了。走投无路的我，只能彻底投靠九尾天狐。哎，杜南杜凡的命就当是投名状吧。直到许七安御空离开，以曹清扬为代表的武林盟众人才慢慢找到真实感，找回自我。结束了吗？不会再有敌人了吧？佛门还会有菩萨降临吗？巫神交汇不会还有一品高手没来？许银罗去哪儿了？莫非还有强敌要对付？人群里不停地有人提出质疑，怀疑战斗还没结束，双方还有底牌没出。从佛门4品小和尚突袭后来，到4品之间的混战，再到8名斗篷人与曹盟主交手，紧接着金刚从天而降，监正2弟子将金刚拒之门外。随后巫神教育师出手，招来雷霆轰击。许银罗登场，重创巫神教育师，老祖宗破关，12双手臂的金身降临。白衣人登场，许银罗召来高祖皇帝法相。这仿佛无止休般的见招拆招，对武林盟众人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神仙打架，让他们这群凡人如履薄冰。啪嗒，老匹夫降临在南峰顶上，扫了一眼众人，继而看向曹清扬，道：善后吧。至此，曹清扬等人才确认战斗结束了。所有人都如释重负。是，老祖宗。曹清扬隐晦地打量老匹夫几眼，率领着一众下属离开。老祖宗，许银罗去了何处？萧月奴没走，盈盈施礼。众人顿时看向了老祖宗。不必担心他。老匹夫摆摆手。武林盟众人这才安心。距离武林盟极为遥远的荒山，东方婉容降落在山涧边。他捂着胸口闷哼一声，跌坐在地，急道：老师，为何要逃？刚才那位白衣术士是不是你口中的监正大弟子？纳兰天禄嗯了一声，道：他就是策划了山海关战役的幕后元凶之一。真的是他？东方婉容吸了一口气，困惑道：那就更没必要逃了。您说的，他虽然不能信任，可至少是临时盟友。纳兰天禄沉默一下，缓缓道：我在那小子身上感应到了血丹的气息。谁？东方婉容没听懂。纳兰天禄道：姬玄那小子，他身上有血丹的气息。我猜许屏风想借龙气之力助姬玄晋升3品。他知道东方婉容没听懂，耐心解释道：自古以来，武夫晋升3品只有2条路，
第一条是靠自身底蕴温养肉身，褪去凡人躯壳，开启超凡之门；第二条是采集生命精华，形成血丹，炼化这股庞大的生机，晋升三品。这条路很危险，几乎没人能成功，但符合天地法则，因此有一线的可能。气运加深者得天庇佑，吞噬血丹有一线希望。东方婉容皱眉道：符合天地法则。纳兰天禄道：花鸟鱼虫人兽妖，世间万物都在掠夺着周围可以掠夺的一切，生命基于掠夺，或许这种掠夺的形式会变，但本质不变。因此屠杀生灵，炼制血丹，晋升超凡，绝非死路。东方婉容点了点头，他突然想到了许七安，此人从金茶之年崛起，一路晋升，短短1年内便力压同辈，晋升超凡。他显然也是走了这条路。纳兰天禄继续道：人皆有气数，如为师这样的2品羽师，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巫神教的整体战力，自然也是有气运的。那2位金刚同样如此，超凡境的强者都是有大气运的人，区别只在于气运的多寡。东方婉容脸色微变，老师的意思是，监正那位大弟子想杀了您，掠夺您的气运。纳兰天禄笑道：他出现时为师补了一卦，卦象显示上上大吉，但超凡境的术士能屏蔽天机，克制卦术，防人之心不可无。若是许七安不死，那么我们就危险了。以我们师徒的状态，留在那里，不管哪方胜利都有风险。既然如此，为何不早早撤退？至于最终的结果，事后打听一下便是了。老师还是很稳健的。东方婉容心里服气。高空中，御风舟在云海之上飞行，狂风被挡在阵法之外，船上一片寂静。许屏风和姬玄都不说话，许元双和许元怀也就不敢开口了。又输了，就算是父亲这般算尽天下事的人物，也屡屡在许七安那里吃瘪。我还是第一次见父亲如此失态。许元双抿了抿薄薄的红唇，再一次感受到了胞兄的可怕和强大。在他眼里，父亲智谋无双，是与天对弈都能胜半子的人物。世上没有父亲算不到的事，他的敌人是监正，是九州大陆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可是那个被父亲视作工具和弃子的胞兄，如今已经成长起来，变成了九州大陆为数不多可以与父亲对弈的绝顶人物。父亲他有没有后悔舍弃许七安呢？许元双心里暗暗想到。七哥似乎很愤怒很嫉妒，许元怀时而沉思，时而看一眼姬玄。他倒是能理解姬玄的心情，身为姬氏子孙，眼睁睁看着一个外人使用镇国剑召唤先祖阴魂，挫败自己的谋划。但凡有宗族归属感和骄傲的人，都会为此勃然大怒，羡慕嫉妒。这时许屏风淡淡道：困住容器的阵法还能维持7天，7天之内返回云州，记得把御风舟收入青铜鼎里，这样能避免被监正发现。不用担心，监正虽然堵在云州之外，但他的目标是我，你们这些蝼蚁的进出他不会在意，也顾不过来。姬玄是叹道：2位金刚的气运是否足够？不够。许屏风摇头，忽然轻笑一声：我自有办法，此次江湖之行不算白费。姬玄松了口气，国师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安心。我想先召回白虎他们。姬玄道：这是他将来的班底，白虎等人在刚才的决斗中逃走，没能返回御风舟。许屏风颔首，交给天机宫的密探负责联络。狂风卷过山头，体长1丈多的白虎载着柳红棉等人降落。白虎抖落背上众人，化成人形，心有余悸地说道：此处距离犬戎山有100多里，应该安全了。他旋即一掌震断身边的一株大树，仰天咆哮，虎啸声惊起林中飞鸟无数。他凭什么召唤高祖皇帝？他到底还有多少底牌？如此难缠的敌人，让人寝食难安。白虎怒容满面，将来主人请拿住他，我要喝他的血，吃他的肉，玩他的女人，报断臂之仇。作为许屏风麾下28星宿中白虎星宿的首领，他无比敌视许七安。雍州城外一战，许七安斩了他的右臂，这让白虎对许七安愈发的仇恨。原以为建州之行能报仇雪恨，岂料那小子召出高祖皇帝阴魂，这是一张让他们猝不及防的底牌。白虎甚至不敢看结局，驮着众人仓皇逃窜，这让他愈发觉得羞耻。启欢丹香嘿了一声：这倒好办，咱们不是他的对手，对付他身边的人还不是手到擒来。姓许的风流成性在京城相好的一大把，回头找天机宫要一份详细情报便是。东方晚清并不合群，撩起裙摆，在一块大石上盘坐，面无表情地听着白虎和启欢丹香发泄情绪。他很快就没了旁听的兴致，雄性都是一个样，气急败坏了，就喜欢问候人家祖宗18代的女性，污言秽语不断。柳红棉望着脸色严肃盘坐不语的2个年轻僧人道：2位可有办法联络肚南金刚？静元不理他，静心微微摇头，只能事后再想办法联络，现在也不敢回去。柳红棉自嘲道：若也有弱的好处，我们能屡次逃脱，
还不是因为人家没把我们放在眼里。白虎冷笑道，他会为他的狂妄付出代价。柳红棉感慨道，除了焦叶老道死在雍州城，我们这一行人倒也算幸运，都安然无恙。四品的高手在任何势力里都是中流砥柱。启欢丹香摘下一片叶子放在嘴里咀嚼，淡淡道，因为焦叶道长的死，姬玄少主对许七安视如仇寇，他将来要是崛起，第一个杀的就是许七安。他忽然呆住，双眼失去焦距，然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柳红棉等人大惊失色，弹身而起，然后一起看向了东边。呼啸声旋即而至，一位俊美如画的年轻人脚踏飞剑，手里握着一把残缺的青铜镜，笑盈盈地俯瞰林子里的六人。李灵素，他怎么追上来的？白虎等人瞬间进入作战状态。李郎，东方晚清语气复杂地叫道。李灵素笑道，青姐，你且退去，我要清理这几个家伙。就凭你？众人看白痴似的看着他。白虎舔了舔嘴唇，狞笑道，许七安我们对付不了，杀你一个臭道士轻而易举，老子就先拿你打打牙祭。东方晚清冷声道，你试试看。白虎等人立刻看向他，眼神锐利，已经是审视敌人的姿态。李灵素丝毫不怵，黑道，就你们有帮手，本圣子手底下也是有几个喽啰的。话音落下，呼啸声再次传来，两道剑光飞来，分别是身穿道袍英姿飒爽的妙龄女子，额前一缕白发，气质沉稳内敛的青山剑客。剑客身后是一位穿江洗发白纳衣，体格健硕的中年和尚，他双手合十，眉心有深深的川字纹，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妙龄女子盯着人渣师兄手里的镜子看了半天，脆声道，这破镜子真好用，竟能百里追踪。飞燕女侠李妙珍，状元郎楚元贞，京城德兴院。怀庆穿着素色长裙，带着2名宫女，疾步来到御书房。他被守在门口的宦官带去了偏殿，没能进入御书房里。偏殿里坐着皇族出身的金枝玉叶们，包括灵安在内的3位公主以及郡主们。怀庆一进来，叽叽喳喳议论的声音顿时停歇。怀庆姐姐，听说永镇山河庙里的祖宗牌位都摔坏了。3公主迎了上来，其他金枝玉叶们纷纷看过来。怀庆淡淡道，本宫刚听说此事。他看了眼3公主，淡淡道，你既已经出嫁，便不好再来过问此事，莫要惹陛下不喜。3公主闻言有些尴尬。不久前永镇山河庙震动，皇族列祖列宗牌位尽数摔坏，动静闹得极大。永兴帝第一时间封锁消息，没让消息传出宫外，但皇族和宗室的人通过各自在宫中的渠道听说了此事。此刻永兴帝正在御书房与叔叔伯伯以及一众兄弟们商议。3公主今日恰好回宫里，得知此事，便与姐姐妹妹们一起过来了。未出阁的公主郡主还是家里人，对这种大事表达一定的关注，合情合理。出嫁的公主就是半个外人了，皇帝哥哥现在哪有心情管她啊？嗲声嗲气的声音，一准是临安了。他皱着精致的秀眉道，皇叔们说此事一定要查明白弄清楚，不然外头会说是皇帝哥哥治国不力，惹祖宗震怒。闻言，几位公主郡主们配合地露出忧虑神色，他们中有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是觉得自己父辈兄弟或许能在其中得到利益而窃喜，有的则是害怕自己锦衣玉食的生活受到影响。只有临安是真心实意的替胞兄担忧发愁。怀庆也是真心实意的担忧和发愁，但不是为了永兴帝，而是从更高层次的大局观出发。如果此事传扬出去，诸公会不会逼陛下发罪己诏，也有人会趁机指责是陛下号召捐款惹来祖宗们震怒。那些不满陛下的文武官员有了攻击陛下的理由。陛下刚登基不久，出了这样的事，对他的威望来说是重大打击。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怀庆看见临安的脸迅速垮了下去，眉头紧皱，忧心忡忡。自从永兴帝上位以来，临安对政事愈发上心，大事小事都要关注。他当然不是突发事业心，开始渴求权力。以前元景帝在位，他只需要做一个无忧无虑的金丝雀，对于政事既没必要也没资格参与。如今永兴帝登基，天灾人祸宛如疾病，折腾着垂垂老矣的王朝。身为皇帝的胞兄首当其冲，直面这股压力，如履薄冰。初登基时尚有一腔热血励精图治，如今一鼓作气再而衰散而竭，新君已露疲态。尤其是王首辅身染疾病，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彻夜埋头暗读，皇帝的压力更大了。作为永兴帝的胞妹，临安当然没法像以前那样没心没肺，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公主。其实说白了，就是永兴帝不能给她安全感，她会时刻为胞兄烦恼担忧。元景帝时期虽然王朝情况也不好，国力日渐下滑，但元景帝是个能压住群臣的帝王。这时
宦官给长公主奉上一杯热茶，怀庆随手接过，随意抿了一口，然后敏锐地察觉到宦官眼里闪过疑惑和诧异。他微微眯了眯眼，没有任何反应地放下茶盏，淡淡道：“烫了。”宦官俯首：“奴婢该死。”怀庆嗯了一声，没有责罚的打算，双手交叉放在小腹，凝神思考其永镇山河庙的问题。赌赌，他敲击一下茶几，金枝玉叶们的叽喳声立刻停止。会不会是地洞？他问道。林安摇头，根据禁军汇报，他们没有察觉到地洞，而宫中同样没有地洞发生，只有桑博。桑博离皇宫很近，离禁军营也很近，如果是地洞的话，不可能两边都没丝毫察觉。林安略作犹豫，附耳怀庆，低声道：“我听赵玄振说，高祖皇帝的雕像裂了，镇国剑不见了。”怀庆瞳孔微微收缩，脸色严肃地盯着他。林安的鹅蛋脸也很严肃，用力啄一下脑袋。这样的话，此事多半与监正有关。除监正外，世上没人能随意支配镇国剑。监正带走了镇国剑，然后永镇山河庙里祖宗们牌位全衰了，高祖皇帝雕像均裂。当下有什么事需要让监正动用镇国剑？不，未必是给他自己用。以监正的位格，应该不需要镇国剑。是许七安。怀庆脑海里浮现一张风流好色的脸，深吸一口气，他把那张脸驱逐出脑海。接着，他以出宫为借口上厕所，离开偏厅，在宽敞安静垂下黄绸帘子的净房里，摘下腰上的香囊，从香囊里取出的书碎片。镇国剑丢失，诸位可知详情？等了片刻，无人回应。怀庆皱了皱眉，再次传书。此事事关重大，还是没人回应，这不合常理。镇国剑丢了，那赶紧找呀。终于有人回应了，可惜是一只丽娜。1号，皇宫发生什么大事了？大凤镇国剑不是封在桑坡吗？说丢就丢，那里是桑伯爷。镇国剑也能丢，那你们大凤的皇帝要小心了，贼人能偷走镇国剑，也能偷走他的脑袋。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不值得和他浪费时间，说不清楚。怀庆无奈地打出：“此事容后再说。”重新把地书碎片收好。御书房里，皇族成员齐聚一堂，这里汇集了祖孙3代，有永兴帝的叔公厉王，有叔父誉王，也有他的兄弟们。堂内气氛严肃，一位位穿着长服的王爷眉头紧锁。司天监可有回信？监正没有回复。众亲王有些失望、愤怒，又无可奈何。即使是元景帝在位之时，监正也对皇族爱答不理。镇国剑呢？镇国剑早在半月前便被监正取走，此事他知会过阵。问答声持续了片刻，亲王郡王们不再说话。若不是地洞，又是什么原因惹得祖宗震怒？早说了不用召唤捐款，会失人心，陛下偏不听本王劝谏，如今祖宗震怒。另一位亲王沉声道。闻言，众亲王、郡王看一眼永兴帝，默然不语。祖宗牌位全部摔坏，这是性质非常恶劣的事件。若是一些世家大族里发生这样的事，家族可能就要被逼着退位让贤了。一国之君的性质决定了他无法轻易换人，但即使这样，众皇族看向永兴帝的目光也充满了责备和埋怨，认为他不是一个明君。短暂的沉默后，头发花白的誉王说道：“此事会不会与云州那一脉有关？”众亲王悚然一惊。自许七安斩先帝风波后，许屏风县事与他有关的一切都已暴露在阳光之下。朝中重要人物、王朝权力核心的一小撮人，如内阁大学士们，又如这群亲王，知道500年前那一脉蛰伏在云州，意图谋反。誉王的意思是，此事涉及到国运之争。那许屏风是监正大弟子，术士与国运息息相关啊。对高祖皇帝来说，500年前那一脉亦是姬氏子孙。永兴帝越听，脸色越难看。四皇子目光一闪，沉声道：“诸位叔伯，此事该如何是好啊？”他现在的封号是延亲王。大凤的宗室王爵一般只有亲王和郡王2种封号，郡王是亲王除世子之外的嫡子的封号。誉王沉吟一下，道：“首先，此事务必瞒住，传令下去，散播者杀无赦。号召捐款之事，让朝野上下怨声载道，不能给诸公一个攻讦陛下的借口。此事对陛下的威望也是重大打击。”赌赌赌，手杖在地面几点的声音吸引了众人的注意，亲王郡王们不由得看向了坐在永兴帝左侧一把檀木大椅上的老人，一位穿着长服、白发稀疏、脸上布满褶子以及老年般的老人。厉王，先帝元景的叔叔，八旬老人，如今皇族辈分最高的人。当初镇北王事件里，这位老亲王还曾配合元景的演了一出戏。这绝不仅仅是陛下声望的事，甚至不是那群吃皇粮的笔杆子的事。厉王的声音嘶哑，但异常洪亮的回荡在御书房。老人颤巍巍的起身，
环顾一圈，沉声道：“500年前那一脉，蛰伏云州蓄势待发，这个节骨眼上，祖宗牌位倒了，高祖皇帝法身裂了。永兴，这是老祖宗对你不满意，高祖皇帝对你不满意啊。”永兴帝脸色大变：“叔公，你厉王的话换了别的场合，别的时候那是大逆不道之言，可在这样的场合，这样事件里，他的这番话没有任何问题，皇族亲王们只会认为他说的对。”厉王继续道：“此事乃我皇族家事，要瞒，但你得下罪己诏，并停止向百官募捐。此外，陛下还该在祖庙思过3日，祈求祖宗原谅。”永兴帝脸色难看：“叔公，朕初登大宝，岂可下罪己诏？他登基以来，寒灾席卷中原，以致百姓食不果腹，冻死饿死无数，流民遍野。好不容易因为捐款赈灾，挽回了些声望。此时下罪己诏，对于一个新君来说，可不只是打脸而已。这几乎是在说，我不配当皇帝，这让他如何腹中？为臣，本王不该说陛下不是，但作为叔公，作为姬氏子孙，本王说不得。就算是先帝在位，本王一样要让他给祖宗们磕头请罪，厉王用力一顿手杖。永兴，你既坐了这位置，该是你的责任就要承担。倚老卖老，父皇修道时，你怎么不敢劝谏？还不是欺负我根基不稳，逼我承担下祖宗震怒的罪名。”永兴帝额头青筋跳动，一位亲王出列，高声道：“陛下，祖宗态度涉及国运，您切不可轻视，不能让云州那一脉得了便宜。”永兴帝颓然而坐：“朕知道了，若能让祖宗们满意，朕下罪己诏又如何？思过3日又如何？”密林里，静心扫了一圈，目光在李妙真、楚元稹、恒远3人身上掠过，重新看向李灵素，道：“他手里的镜子有古怪。”话音落下，一阵狂风卷起，白虎乘着风掠向李灵素，速度之快，就连在场的4品武夫都没有反应过来。不得杀生！静心双手合十，施展戒律。不得杀生，禁锢的是李灵素的杀意，打消他反击的念头，以确保白虎能一击毙命，解决掉最大的威胁。启欢丹香好歹是4品新古尸，无声无息的昏迷不醒，这样的手段同样也能对付他们。李灵素嗤笑一声，丹田内绽放金光，将戒律之力消弭于无形。一颗金丹破万法。与此同时，李妙真探出手臂，对准白虎，他的瞳孔变成透明、空洞，不含感情。刹那间，白虎身上的衣物缩紧，腰带试图勒死他，鞋子自动脱离，飞起来打他脸颊，头发一根根的缠住他的脖颈，挡住他的眼睛。体内的气机逆流，不受控制，这让他对李灵素的袭击没能生效。趁着师妹助攻，李灵素驾驭飞剑后退，同时眉心跃出一个袖珍版的渣男，小手拍向白虎眉心。噔噔噔，柳红棉在树干上急踩，凭借武者的爆发力追上李灵素肉身。他高高飞起，腰间软剑化作犀利的光华，围魏救赵。咻！斜地里射来一道剑光。柳红棉仗着4品武夫的肉身，巍然不惧，打算硬抗剑气，斩李灵素肉身。当！铁剑果然没破开柳红棉的肉身，但他双眼骤然呆滞，身体像是一架失控的马车，直挺挺地撞向李灵素，手里的软剑无法挥出。人宗星剑，斩的是元神。醒来！静心低喝一声，如洪钟大吕，让柳红棉如梦初醒。他灵活运用7品法师洗脑的能力，助柳红棉摆脱了失神状态。此时，柳红棉距离李灵素肉身不到1丈，软剑喷吐剑气，便能轻易将他斩杀。柳红棉毫不犹豫地挥出软剑，当！就在这时，一只金灿灿的大手伸过来，捏碎了剑气。阿弥陀佛，女施主，勿动干戈，以和为贵。恒远满脸慈悲，然后反手一巴掌抽飞柳红棉。他已修成金刚神功，战力正式踏入4品领域。此时，李灵素的元婴小手顺利拍中白虎眉心，无声无息，没有气机波动。白虎后脑猛地震出一道虚幻的身影，那是他的元神。这道元神上身离开肉身，下身还固执地留在体内。武夫的元神坚韧不拔，即使是道门元婴也无法轻易将元神震出体内。浑天神镜光华一闪，抢在白虎元神回归肉身前，将其射入镜中。白虎魁梧高大的身躯轰然落下，昏迷不醒。而正要赶来相助的静元则被东方晚清谦制住。在盟友和秦王面前，他毫不犹豫选择后者。瞬息间，2名4品高手变成了待宰的羔羊。这就是法宝的强大之处，即使它有所残缺，也不是凡人能抗拒。超凡境以下，面对法宝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柳红棉、静心和静元不时的浑天宝镜，但经历了白虎和启欢丹香的离奇昏迷，以及对方4位高手，还有一个叛变的东方晚清这样的阵容，该怎么选择，不言而喻。没有任何招呼，柳红棉交叉展出10字形剑气，佯装攻击，
而后头也不回，像一只矫健的雌豹狂奔而去。他很聪明地选择了跑路，没有御空。粗鄙的武夫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发挥最快速度，施展轻功或御空，在能遇见的道门高手眼里简直自投罗网。静心和静元同样分散逃走，法器只有一件，分头跑路才有一线生机。楚元稹见状，当即发号施令，高声道：“李灵素，你去追静元，妙真去追静心，恒远和我追柳红棉。”虽然是第一次与这群人打交道，不过他早已私底下从李灵素那里得到了柳红棉等人的情报。楚元稹这番安排是有讲究的，三人中武僧静元拥有金刚神功，最难对付，所以让李灵素手持法宝追击，而他去了，东方晚清必定会跟着。后者作为武者，能牵制武僧，只有李妙真这边不太稳，但缺乏强攻手段的禅师也不可能拿他怎样。柳红棉作为武者，交给他和恒远对付，手到擒来。恒远纵身跃起，跳到楚元稹身后，两人御剑而去，呼啸如风。柳红棉穿山过涧，罗裙被树枝灌木划破，他丝毫没有停下脚步，脑海里只有逃跑念头。刚才他们还庆幸自己是四品修士，是容易被忽视的小喽啰，喜欢丹香和白虎暗暗发誓要潜入暗中报复。谁知许银罗不在意他们，并不代表放过他们，对付他们这群四品的利刃早已在暗中出鞘。咻！头顶传来破空声，柳红棉心里一惊，知道道门高手追来了。山上有高低坡，有树木阻拦，很难跑得过御剑飞行的道士。柳红棉一边加速狂奔，一边探手射来一根树枝。他高高跃起，空中反转身子，朝着后方空中的敌人投掷出树枝。咻！树枝呼啸而去，裹挟着强配气机，比弓弩快数倍。楚元稹探手一捞，便将树枝捏在手里。徒手接我全力一击。他不是道士吗？柳红棉心里一凛，念头闪烁间，他耳边响起簌簌声，周围的绿叶树枝纷纷飞起，接着他们被赋予了剑气，组成一座恢宏剑阵。楚元稹并指如剑，牵动整座下行噗噗噗，漫天的枯枝树叶化作箭雨，地面出现一个个坑洞，林子里的树木咔嚓声不断，被箭雨击倒。柳红棉在瓢泼的箭雨中奔腾，凭借武者对危机的预感躲避，实在躲不过的就用肉身硬抗。当他穿过这片箭雨时，突然顿住脚步，前方是一位浑身金光的中年和尚，双手合十等待着他，身后是傲立剑戟洒脱不羁的青山剑客。一刻钟后，三方在分开的地方聚首。李灵素肩膀上扛着昏迷不醒的静元，御剑带着东方晚清返回。恒远肩膀上也扛着柳红棉，与楚元稹踏着飞剑回来。只有李妙真黑着脸，两手空空。见状，李灵素来劲儿了，叉着腰摆出诗歌的架势，哈哈道：“不是我说你，师妹，这就有损我天宗威名，有损天宗圣女的身份了。区区一个静心，你竟让他给逃了。”李妙真冷笑一声：“无妨，拿你身边的女人充数就好。”李灵素话锋一转：“静心也不弱，四品巅峰的高手，确实有点勉强。师妹你很努力了。”李妙真哼了一声。道门金丹虽然能克制戒律，但李妙真的摄魂以及其他元神领域攻击对禅师同样无限。天宗天人合一的秘法，禅师也能看戒律和禅功化解。不过李妙真的搏杀术仍然要强静心一个层次，不然四品巅峰的静心早就反过来追杀天宗圣女。楚元稹对此并不意外，甚至已经料到，笑着说：“漏网之鱼便不必管了，我们收获已经不小。李道友，劳烦射了柳红棉的元神。”柳红棉的元神遭受人宗星剑攻击，肉身遭受恒远金刚神功以力服人，此时陷入昏迷，但很快就会醒来。等李灵素抽走柳红棉的魂魄，楚元稹环顾一圈，见没有外人，便取出地书碎片。恒远、李妙真和李灵素随之取出地书碎片。刚才交手时，他们不停的心悸，知道有人在用地书碎片传输，只不过无暇他顾，便没有理会。哦，1号说镇国剑丢了。李灵素看完传书，愣了一下。1号是什么人物？李妙真瞧他一眼，淡淡道：“1号是大凤长公主怀庆，一个很讨人厌的女人。现如今，地书碎片持有者的身份早已不需要隐瞒，除了至今挂机的8号，其他人都已经线下面基，成了好友。1号是长公主怀庆。”李灵素脑海里浮现素雅长裙、清丽金贵的绝色美人，顿时伤心的浑身发抖。许七安这狗贼竟吃窝边草。恒远诧异道：“李道友受伤了，何故浑身发抖？”李灵素义正言辞，脸色悲悯：“因为世上总是祸害1000年，而像我这般正义之士，却屡遭迫害，天道不公。”李妙真撇嘴：“不用理他，他只是懊悔自己过去1年的时间里失去了地书碎片，让姓许的捷足先登。”恒远恍然大悟，沉吟一下，道：“即使没有许大人，怀庆殿下
多半也看不上李道友的。李林素面无表情，大师，您知道闭口禅吗？恒远皱眉，摇头道：贫僧是武僧，不修禅。李林素拱了拱手。楚元稹把话题拉回来，说道：此事说是不说。恒远和李妙真不说话，一个是随便，一个是懒得搭理1号的疑问。李林素和1号不熟，便不发表意见了。于是楚元稹以纸代笔写道：4. 镇国剑在许七安手里，他刚召唤出高祖皇帝法相，与佛门菩萨法相打了一场，顺利击退巫神教、佛门以及乾隆城高手，保住犬戎山和龙气。回完信息，楚状元扫视俘虏道：新古尸和虎妖升级快绝了，尽快取出他们的元神吧。这几人身为4品高手，在乾隆城也是中流砥柱，知道的情报不会少。李林素颔首沟通浑天神境，释放出启欢丹香和白虎的元神，将他们收入封存元神的法器里。犹豫一下，李林素转头看向东方晚清道：青姐，你走吧。东方晚清淡淡道：李郎，随我一起回东海龙宫。楚元稹几个原以为李林素会说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之类的话。李林素摇着头：我的红尘历练还没结束，随你回东海龙宫的话，我师尊定会寻他，他要抓我回天宗，那样的话，或许我这辈子都无法离开天宗。他把天宗对自己和李妙真的态度告知东方晚清。东方晚清不信他的话，侧头看向李妙真。李妙真嗯了一声。东方晚清微微蹙眉，清冷的脸庞迟疑一下，道：那我便陪着你。这李林素目光一闪，机智地找了个借口，沉声道：我也不想离开青姐，只是那许贼歹毒无比，心胸狭隘，他要是看到你，一定会辣手摧花，而我却不是他的对手。恒远皱了皱眉，有些不悦，传音给李妙真和楚元稹。李林素道长对许大人似乎有很深的成见，能不深吗？被坑骗得那么惨，不过这只是私底下的牢骚而已，该办事还是积极的办事。楚元稹嘴角一挑，不是成见深，是好色之徒间的相互敌视，就和文人相亲一样。李妙真淡淡道：不会的，东方姑娘放心，姓许的才懒得搭理你，只要你没做丧尽天良的事，和他也没有大仇，那你尽管去犬戎山。李妙真这个天宗之耻，你是非逼死我呀！李林素大怒，师兄妹目光对视，碰撞出无形的火花。楚元稹脚踏飞剑，打破天宗卧龙雏凤案中的较量，道：回犬戎山吧。镇国剑在许七安手里，他刚与佛门、巫神教和乾隆城的逆贼交手，保住了龙气和犬戎山。进房里，怀庆盯着手里的地书碎片，微微发愣。什么叫召唤出高祖皇帝法相？佛门菩萨的法相都现世了，犬戎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个疑问在心里冒出。向来极有静气的长公主，此刻对遥远犬戎山发生的战斗充满好奇，就像一本古本摆在眼前，让他迫切的想要翻阅。怀庆很快恢复平静，没什么表情的离开静房，返回偏殿。此时御书房的皇族内部会议还在进行着，公主郡主们喝着茶，吃着糕点，低头闲聊，等待会议结束。入座后，怀庆端起茶水抿了一口，侧头看着脸色凝重的林安，轻声道：本宫知道永镇山河庙异动的原因了。林安眼睛一亮，狐疑地看着他：你知道？怀庆转回头，目光望向别处，压低声音：镇国剑在许七安手中，他与佛门、巫神教和乾隆城的余孽斗了一场。镇国剑在狗奴才那里。林安呼吸急促几分，脱口而出：结果如何？他有没有受伤？怀庆淡淡反问道：他输过。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林安刚提起来的心稳稳地放了下去。随后而来的是巨大的安全感，所有的担忧、烦恼在这一刻统统消失。他甚至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不知道此事背后的重大意义，但只要知道这件事是他在做，有他撑着，林安心里就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安宁。林安缓缓吐出一口气，把心里的阴霾尽数吐出：我要去告诉皇帝哥哥。林安的眼角眉梢恢复灵动。怀庆斜了他一眼：是你自己有特殊的与许七安联络的方式，与我无关。放心吧。林安拍拍他肩膀，很有义气地说道。怀庆叹口气，换成别的妹妹，他就不把这件事说出来了。他向林安坦白，首先是从大局考虑，如今的大凤，不管民间还是朝政，稳定是第一前提。其次，宫中这么多人知道此事，瞒下来很难，很可能成为诸公反对捐款的理由。永兴帝贵为一国之君，顶多名望受损，许二郎就要完犊子了。林安提着裙子起身，离开偏厅，朝御书房走去。殿下，您不能进去。守在门口的宦官立刻拦住，苦着脸说：陛下和王爷们正在议事，您别为难奴才。林安指着御书房的大门，气势十足道：速去通报。他现在已经成熟，收敛许多，换成以往才不管宦官的心情呢。宦官犹豫一下，屁颠颠地跑向御书房。林安目光追随着他，
看见皇帝哥哥身边的太监赵玄振探出脑袋，看了他几眼，露出讨好笑容，然后缩回去。额请赵玄振亲自跑出来，点头哈腰：“殿下，陛下请您进去。”林安满意点头，他知道皇帝哥哥一定会让自己进去，他的要求永兴帝几乎不会拒绝。林安跟着赵玄振跨过门槛，进入御书房。猩红地毯两侧站着一众叔伯兄弟，他们皱着眉头望着进来的林安，表情不是太高兴。厉王冷哼一声：“长辈议事，你进来作甚？没有规矩。”他既是指责林安，也是不满永兴帝对胞妹的纵容。永兴帝吸了一口气，耐着性子说道：“林安，朕与叔公叔伯们议事，你的事容后再说。”一位亲王摆摆手，吩咐赵玄振送林安殿下回去。赵玄振看向皇宫里历经两朝仍是最受宠的公主。林安丝毫不理众人，问道：“皇帝哥哥可知永镇山河庙异动的原因？”永兴帝脸色一沉，扫了眼厉王和众人，冷冷道：“是朕倒行逆施，惹得百官不满，祖宗降罪。朕已经答应诸位叔公，即刻下罪己诏，并在祖庙思过3日，平息祖宗怒火。与我皇帝哥哥何干？”林安秀眉倒竖，瞪了眼两侧的亲王和郡王：“与皇帝无关。”厉王等人不屑和一个小丫头解释什么叫为君者的责任。永兴帝以为胞妹是给自己鸣不平，但眼下的情况实在不允许他胡闹，板着脸道：“林安，不得无礼，朕和叔伯们还要议事，你先退下吧。”一位亲王微微摇头：“先帝在位时沉迷修道，疏忽了几位公主的婚事，陛下如今也该考虑林安的婚事了。他年岁不小，该出阁了，省得这般冒失无礼，半点长进都没有。不管男女，成婚是迫使人成熟成长最好的催化剂。”林安板着脸，不给叔伯们好脸色，盈盈施礼道：“皇帝哥哥，我知道永镇山河庙异动的缘由，祖宗并非震怒，是另有原因。”永兴帝先是吃了一惊，完全没料到会从他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接着惊喜地推案而起，追问道：“并非祖宗震怒，另有原因。林安，你好好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众亲王也满脸错愕地看了过来。镇国剑如今在许七安手中，他在建州犬戎山与佛门、巫神教和云州那一脉打了一架，保护住了龙气和犬戎山。永镇山河庙的异动与此有关。林安把怀庆告诉他的消息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他没有说清楚犬戎山之战的意义，也没有说明永镇山河庙异动和那场战斗的深切联系，但这就足够了。对于在场的皇族来说，这些信息足够他们拼凑分析出真相。镇国剑在许七安手里，他在犬戎山与多方势力交手，保住了龙气。永兴帝瞳孔放大，心情无比复杂。明白事情真相后，心里涌起的竟是强烈的安全感。那许七安就如史书里的一代良将，镇守边关，让他这个国君高枕无忧。竟然是他。御书房内短暂的安静，众亲王很长时间没说话。原来在许七安手里。半晌，头发花白的誉王沉吟道：“看来监正取走镇国剑是赠予了许七安，没想到佛门、巫神教和云州的逆党竟齐聚犬戎山。”一位亲王眉头紧锁，可这和祖宗牌位摔坏、高祖皇帝雕塑损坏有何联系？苍老的厉王拄着拐杖起身，沉声道：“不管如何，保住龙气便好。即刻让建州布政使调查此事，佛门、巫神教和云州余孽出动了多少高手，战斗经过等等，巨细无遗，都要查清楚。了解情况，我们或许就能明白高祖皇帝雕塑损坏的原因。逼得监正把镇国剑送出京城，此战绝非等闲，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说完，他望着林安，目光柔和了许多，道：“丫头，你怎么知道这事的？”林安抬了抬下巴：“我自然有办法联系许七安。”厉王皱了皱眉，疑惑地看向永兴帝，后者高坐大案，面带微笑：“叔公修身养性，极少出门。你是不知，那许七安还没崛起时，林安对他处处照拂，两人情谊深厚。我这个天子的面儿，在许七安面前不及林安1/12。他们私底下有联络的法子，倒也不奇怪。”情谊深厚，厉王看了一眼林安，目光一闪。永兴帝停顿片刻，微微俯身看着厉王，再环顾众亲王郡王，道：“既然如此，那朕还需要下罪己诏吗？”厉王摆了摆手。誉王说道：“现在要做的是及早查明此事，许因罗莉的功劳越大，对陛下越有利。若是有人利用祖庙异动攻讦陛下，陛下可顺势公布真相，不但对陛下的声望无损，反而会有好处。”永兴帝嘴角笑容扩大，轻飘飘地看一眼四皇子，后者低着头，没有任何表情。议事结束，怀庆带着宫女连步款款，群居飞扬，朝着德兴院返回。怀庆，四皇子与他方向相同，见胞妹就在前方，加快脚步追了过来。怀庆放缓步调，等待他追上，
同时看一眼身边的2位宫女，把他们支开。四皇子跟上步伐，与他并肩而行，咬牙切齿道：“可恨啊！原本这是一个天载难逢的机会，可叫他名誉扫视，威望尽失。你是没看到，他说许七安和林安情谊深厚时，脸上有多得意，分明是说给我们听的。”厉王听了后，对林安的态度立刻转变。说到这里，四皇子上下打量胞妹，道：“我记得那许七安原本是你的人，当日还是你带他来皇城参加宴会，他由此做了一首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如今倒是被林安捷足先登了。”原本面无表情的怀庆脸色一沉，似乎有些动怒，扭头看着四皇子，淡淡道：“皇兄认为眼下这个局面，让你坐上龙椅会比永兴做得更好，我自然会做得比他更漂亮。”四皇子皱眉道：“不过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大凤如今的形势，非一人之力能挽回，谁坐那位置，区别不会太大。既然如此，皇兄何必着急呢？”怀庆淡淡道。四皇子看着他：“你的意思是？”怀庆转身离去。四皇兄多久没读史了？周记第2卷第13章，极有意思，皇兄闲暇时可以翻一翻。建州，许七安驾驭着浮屠宝塔，把安顿在建州城的木南枝、小母马、白姬和柴杏儿接回犬戎山。柴杏儿留在建州期间，一身修为被封。当然，就算是这样，也不是花神转世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能对付。是否手无缚鸡之力，还待确认，毕竟许七安没给他机会。好在还有白姬，这只狐妖幼崽，尽管也是个战五渣，但多亏铜墙衬托的好，成了顶梁柱，对付一个身体虚弱且修为被封的柴杏儿，没有任何问题。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许七安还给柴杏儿为了软筋散打，玩架了吗？赢了还是输了？佛门损失如何？白姬叽叽喳喳地缠着他，打探犬戎山的战况。这不符合他懒散的风格，许七安就问道：“你是不是要给九尾狐通风报信？”白姬黑纽扣般的眸子一下子呆滞，愣了几秒，连忙摇头：“没有，我不会通风报信的。”你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好歹是比林英聪明多了。如果换成小豆丁的话，现在就是害怕的跑开。鸡蛋大哥如此可怕。许七安道：“自然是赢了，不然我还能站在这里。”犬戎山一战后，杜南和杜凡战死，佛门彻底没了护法金刚。佛门再无护法金刚，白姬的黑眼睛又呆滞了。如果再加上雍州城外折损的杜情罗汉，佛门短短1个月里损失了1位2品罗汉，2位3品金刚，这可是娘娘和同族们几百年都没做到的事。虽然娘娘早已下令万妖国众妖潜伏，退出九州这个大戏台，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娘娘，让她开心一下。白姬眼里喜色浮动，忽然察觉许七安在看自己，连忙眨巴一下乌溜溜的清澈双眼，一副纯真无邪的模样。驾驭浮屠宝塔返回犬戎山，遥遥望见老匹夫站在断裂的崖边，负手而立，俯瞰苍茫大地。他穿着布衣，满头银发不羁的飘扬，他的眼神虽有武夫的锐利，更多的是饱经世俗的沧桑。许七安驾驭浮屠宝塔降落在老匹夫身侧，独自离开宝塔。老前辈，他拱手行礼。犬戎山主峰坍塌大半，已经不能再住人，山体内部结构受损，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会间歇性的坍塌，直到彻底稳固。幸运的是，犬戎山脉连绵数百里，不是独立的孤山。对武林盟众人来说，只需要换座山，重新修建总部便成。军阵议事厅，曹清扬坐在首座，听着副盟主温成璧汇报伤亡情况。死在主峰坍塌没能来得及逃离的教众有320人，这群人因种种原因，当时没来得及离开，随着山体坍塌被永远埋葬。军阵这边距离战场颇为遥远，但战斗余波刮过来，造成房屋倒塌，死亡人数初步统计是134人，伤者多达500。伤亡还能承受，幸亏盟主提前转移了老弱妇孺。军阵中受波及而死的也都是一些妇孺和老人，部族和青壮当时大多在屋外。温成璧继续说道：总部需要重建，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武林盟的银库没有来得及转移，如今已经埋葬在山底，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财力。萧月奴、傅金门、杨崔雪等人愁眉不展。经此一役，武林盟损失惨重，虽然人员伤亡不大，尚在承受范围，但经营了几百年的总部，一夕间毁于一旦，财务损失让人心疼到滴血。曹清扬道：找回银子不是问题，大不了到时候请老祖宗帮忙，把山凿开，把乱石挪开5品以上的武者一起帮忙。建州商会的会长乔翁接着说道：实在不行，只能请诸位慷慨解囊，这些门主帮主什么的都是一方大佬，门派里的财物不少。傅金门连连皱眉，有话直说，可我们能给的银子有限，还得安抚我们当地的灾民，大伙知道，就靠官府那边粮食根本填不饱灾民的胃。杨崔雪接过话茬：要在山中重修总部，耗资巨大，
不如折中一下，以军镇为核心，扩建总部。副盟主温成璧连连摇头，这不合组织。总部之所以建在山中，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武林盟成立的宗旨。我们永远不是单纯的江湖组织，是一师，乱世中可攻城拔寨的一师。武林盟总部相当于一座占据天险的要塞。曹青阳敲了敲桌面，打断众人的争论，道：成璧，你去请示老祖宗。我刚才去建州转了一圈，恍然间仿佛回到了大周末年。老匹夫背着手，满脸唏嘘。灾情不加以控制，不出2年，中原就要改朝换代了。许七安默然。老匹夫回过身来，笑容意味深长，知道为何那2道龙气选择了武林盟。武林盟在建州经营数百年，建州秩序稳定，风调雨顺，百姓丰衣足食。如今大凤王朝气数衰竭，龙气则主，自是认为武林盟可取代大凤王朝。许七安坦然道。老匹夫颔首道：从古至今没有不衰的王朝。当年我把军队交给他，返回建州时曾与他有过约定，将来大凤若是走了大周的老路，便由我亲手终结他。不等许七安回应，他苦笑一声。不过我和他都没料到，后来那个娘们开创了术士体系，术士的诞生让曹莽匹夫造反愈发困难。时至今日，若能外力相助，仅靠中原百姓自身很难改朝换代了。许七安沉吟一下，试探道：娘们就是初代监正。老匹夫笑道：长得比女人还漂亮，整天跟着你们大凤的高祖皇帝，要不是知道那个无耻之徒喜欢的是女人，我还以为他们是拜把子的好兄弟。许七安在心里替他说了出来。老前辈和监正，是当代监正，可有什么约定？有。老匹夫颔首。果然武林盟一直是监正的暗棋。许七安连忙问道：什么约定？何时做的约定？第4卷逐鹿中原。约定。老匹夫闻言眯起了眼睛，目光从许七安身上挪开，眺望远景。他身上有一股木气，木气并非贬义词，只是人们向往新生，所以这个词往往不符合人们的喜好。老匹夫身上的木气是岁月沉淀出的，比沧桑更沧桑的气息。他与国统领生在大周末期，见证了2个朝代兴衰更替。他于乱世中揭竿而起，率领一师推翻暴政，经历了太多的事，看过太多的人，木气自然而然地浸透到了骨子里。奇怪的是，许七安没有在监正、夺秦罗汉乃至2名金刚等超凡高手身上看到这样的木气，是因为他一直身在红尘吗？还是因为他是粗鄙的武夫？许七安心想。隔了好一会儿，老匹夫缓缓道：武宗皇帝造反篡位时，我还没有闭关。当时大凤皇帝亲近奸臣，搞得朝野上下一塌糊涂。当然一时的政治浑浊不算什么，与王朝末期的乱象相比不值一提。武宗是高祖的孙子，齐天资不在祖父之下，性格也一样，都是雄才伟略的枭雄。他利用当时朝野上下对昏君奸臣的不满，打着清君侧的名号，招兵买马，发动叛乱。这很聪明，他若是直接揭竿造反，就不会得民心，也不会得到有识之士的相助。当时他不过是个3品武夫，想在初代监正的眼皮子底下造反，难如登天。于是他很聪明地找来3个帮手：儒家、佛门、当代监正。听到这里，许七安不得不打断，诧异道：可我听说500年前武宗皇帝造反，儒家自始至终都是袖手旁观的。老匹夫笑呵呵道：袖手旁观就是最大的帮助，不然以当时儒家的底蕴，再加一个初代监正，武宗能成功，除非佛陀亲自出手。儒家早就不满当时的皇帝，只不过初代监正在其中制衡，让儒家无可奈何。他等了一下，见许七安没有疑问，继续说道：武宗皇帝起事之初，手底下的兵马不够，不足以与整个大凤抗衡，于是把主意打到武林盟。而那位负责游说我出兵的，正是现在的监正。起初我是不同意的，此事成了，我能拿到什么好处？武宗不可能把建州割给我，败了，我苦心经营100多年的武林盟很可能毁于一旦。你不妨猜猜，监正他是如何说服我的？许七安心里一动，是与这个约定有关。老匹夫点头，接着又摇头。准确地说，是一桩交易。返回建州创立武林盟的100多年里，我早已晋升3品巅峰，却始终不能合道。世上最可怕的不是困难和挫折，是看不到希望。姓姬的当初修为与我相仿，称帝后气运加深，修为日进千里，最后踏入1品武夫行列。我心里不太服气，所以一直没有不耻下问，向他请教和道境的经验。好一个不耻下问！你这老匹夫，犬戎山的笋都被你夺完了。许七安心里无声吐槽。我当时并不知道的气运者不可长生的规则，几十年后，在我还没来得及说服自己之前，姓姬的就成了短命鬼，竟然驾崩了。老匹夫摇摇头，嗤笑道：
初代那娘们恐怕哭得稀里哗啦，哈哈哈！我一直怀疑他是个兔，嗨嗨。总之，我止步3品巅峰多年，无法突破，也看不到突破的希望。直到那天，当代监正来找我，他说只要我愿意出兵相助，帮武宗夺来皇位，他就助我晋升2品。许七安哈哈笑了起来。我明白了，老前辈你被监正坑了，没想到监正当年也是个老政客。老匹夫看了他一眼，似笑非笑。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可现在我确实晋升2品了。这句话说完的10几秒内，许七安脸上的笑容先是保持不变，然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笑容一点点僵硬，凝固在脸上，最后慢慢消失。如果此刻有一台摄影机把全过程拍下来，他的演技简直绝了。许七安目光呆滞地看着老匹夫，嘴唇动了动，艰难的吐字：你的意思是9色莲藕？不，我的帮忙就是监正在兑现当初的承诺。老匹夫嗯了一声，除此之外我想不到更好的解释。噔噔噔，许七安连退3步，怔怔地望着老人，他的脸色忽地扭曲，分不清是惊讶还是恐惧，或者两者皆有。外人无从知晓他的内心活动，呆滞的面孔下是翻江倒海的情绪，是爆炸般的信息沸腾。如果事情真像老匹夫说的，那意味着什么？我记得许屏风说过，天命师有窥探天机的能力，可以一定程度的预知未来。正因如此，监正不能干预他预知到的事情，只能暗中布局，侧面影响。窥探天机已是逆天之事，泄露天机会直接遭受天谴。但这仍然不是关键，关键点是500年前监正不是天命师啊，他怎么可能预知到未来？怎么可能？许七安脸色变得极为难看，像是3观坍塌了。你似乎想到了什么？老匹夫见他脸色很不对劲，皱眉问道。许七安没有回复，保持着难看的脸色，用了很久才平复心情。然后他根据这条信息引申出3个猜测，1个疑惑。猜测1，当初预知到500年后情况的不是监正，而是初代监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中涉及到的隐秘就很可怕了。猜测2，当代监正身份有问题，他很可能就是初代监正，当初的弟子可能就是初代的马甲。可是这样的话，初代为什么要煞费苦心的搞一场自杀？目的是什么呢？另外，佛门的菩萨参与了此事，每一位菩萨都有夺天地造化的法力，初代想瞒着他们开马甲，难度很大。猜测3，以上2种都不对，当代监正能预知到500年后的事，是他本身有问题。至于疑惑，如今回想起术士体系，徒弟背刺师傅的这个诅咒，其实存在悖论。当代监正有多可怕，初代就有多可怕。当代监正能预知未来，初代也可以，他完全可以在武宗皇帝造反前想办法将他除掉。哪怕天命师不能干预未来，但许七安相信武宗皇帝戎马一生里肯定有无数次9死1生的境遇。初代监正只要抓住机会，侧面施加影响，武宗皇帝就死翘翘了。不要质疑，初代监正绝对能做到。类似的办法还有很多，初代监正完全有能力让武宗皇帝找不到造反的机会。这个悖论乍一看似乎是验证了猜测1和猜测2，但其实也可以验证猜测3。如果当代监正本身有问题，那确实可以打破悖论。另外一个解释是，初代监正遇见了当代的背刺，但没有阻止，选择与他对弈。正如当代监正对许屏风的态度，我知道你要背刺我，但我不会阻止，我们用术士的方式来决一死战。用许屏风的话说，这是术士体系的诅咒，无法避免，除非想让术士体系就此断绝，只要还想传承下去，就必须收徒，然后接受徒弟的背刺，俗称道上规矩。除以上的3个猜测，1个疑惑，许七安心里还有一个符合现实的推理。这个推理没有那么多的阴谋论，真相就是监正当年的确是个老政客，纯粹在忽悠老匹夫。众所周知，天底下的政客都是事先讲好价，事后全白嫖。反正到时候监正顺利晋升1品，害怕一个粗鄙武夫报复。至于500年后，老匹夫真的依靠9色莲藕晋升2品，可能是多年后监正发现自己可以借助9色莲藕兑现承诺，于是做了安排。本质上其实不存在预知500年这回事。平心而论，许七安觉得这就是真相。理由很简单，精准预知500年后的某件事，这样的能力不可能是一位1品修士能做到，即使是超品也不行。他如今也不是初来乍到的菜鸟，杀过2品真德，打过1品法香，哪怕没有接触过超品，心里也有点概念。收束发散的思绪，许七安问道：前辈如何判断监正说的承诺就是我？老匹夫叹息道：那老家伙当初交代过一句话，好好活下去，你合道之日便是中原百姓需要你之时。当然也许只是托词，术士总是神神叨叨，不过我既然成功晋级，那就当作是他兑现承诺了。许七安头皮发麻。这时
有人御空掠上崖顶，在远处停下，拱手道：“老祖宗，晚辈温成璧。”老匹夫脸色略有困惑。许七安帮着介绍：“这是你们武林盟的副盟主。”老匹夫恍然点头，问道：“何事？”温成璧把武林盟面临的麻烦说了一遍，试探道：“若是以军镇为总部核心扩建，确实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物力。”曹盟主犹豫不决，命我来征求老祖宗您的意见。核心问题就是经费不够。许七安做出总结，在设备不发达的年代，大兴土木是很耗费财力和人力的。许七安熟知的历史中，因为大兴土木而亡国的例子可不在少数。随和秦就是例子。虽然一个王朝的灭亡不可能只有这么一个原因，必然还有其他因素，但能被后世冠上这个理由，足以说明基建工程有多劳民伤财。老匹夫沉吟道：“银子的事无妨，那些埋在山底下的银两，老夫会负责搜寻出来。总部依旧建在山上，这一点不容置疑。”许七安明白他的意思，大乱将至，武林盟的总部就如一座险隘，退可守，进可攻。若是建在地势平坦的军阵，那么敌人骑兵一来，瞬间溃不成军。温成璧沉声道：“但这样一来，盟中多年积蓄恐怕换成平日就罢了，顶多是兄弟们省吃俭用。但如今灾情遍野，没了银子赈灾，建州局势恐怕也要乱。”老匹夫当即道：“那就让盟里的兄弟和士族一起干。”温成璧摇头：“人手还是不够。”老匹夫皱着眉头，想了片刻，转而看向许七安，道：“你怎么看？”许七安没好气道：“多简单的事儿，以工代赈不就得了？召集灾民，修建总部，不给银子，只给饭吃，既能解决灾民温饱，又能节省银子。”温成璧眼睛陡然一亮，惊喜道：“许银罗高见，不愧是许银罗，竟能想出此等妙计。”“这哪里是妙计，这是传统。”许七安矜持的点头。“不合规矩。”老匹夫皱皱眉头。这年头没有以工代赈的先例，灾民们心安理得地喝着朝廷或大户人家施舍的粥，等待着灾情结束，大地回暖。即使偶尔有小范围的以工代赈事件，也很难成为主流。老祖宗，此计甚妙啊！温成璧连忙说道：“非常时期，自当非常行事，请老祖宗首肯。”老匹夫就摆摆手，懒得计较这些小事。“去吧。”目送温成璧离去，许七安道：“老前辈，我如今已是3品，下一步就是河道。但至今未知河道真意。”老匹夫知无不言。河道便是义的蜕变，我把它称为补完自身武道。每一位4品武夫都只能领悟一种义，它便是自身选择的武道。义是道的雏形，完善自己走的道，便是2品河道的真谛。不过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我这一生苦练刀法，集各家刀法所长，融于一炉，可最后仍然卡在3品巅峰，险些河道失败身亡。许七安连忙追问：“前辈是如何河道的？”“刀道万千，体悟真意就能河道，但通往真意的道路有无数条。我闭关期间，身躯化作肉块，每一块肉代表着不同的刀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9色莲藕能助人河道，9色莲子能点化万物，莲藕自然也可以，甚至更强。它在其中的作用，便是点化陷入泥潭的千千万个我，确定出一个作为主导地位的我。莲子功效不够，无法达到这个效果，但9色莲藕可以。这也是当初青阳要替我夺9色莲藕的原因。9色莲藕相当于稳定剂，起到催化和稳定作用。许七安大体明白了。我还有小小一节9色莲藕留着，让南枝继续为我培育莲藕。这样的话，我踏入2品，或许就不用夺他灵玉。许七安交出9色莲藕前，斩了一小节留在身边，就如同当初那节9色莲藕。如此天才地宝，肯定要让它可持续发展。告别老匹夫，回了军镇，许七安寻了一间院子，请出木南枝和柴杏儿。后者是因为长期囚禁在浮屠宝塔内，导致气虚体弱。许七安打算放出来养一阵子，他还有用。柴家先祖守的大木，能被许屏风关注，大木的主人绝不寻常。木南枝穿着梅色棉袄，素色百褶长裙，凸显出一股子女文青和富家太太的气质。即使姿色平庸，也难掩她独特韵味。小白狐趁许七安走开，忙说：“咦，我要尿尿。”二话不说，从木南枝怀里跃出，撒欢似的跑开。他施展本命神通，化作一道白影，在军阵中几个闪烁，便远离了建筑群，而后一头扎进林莽苍苍的犬戎山脉。一盏茶的时间，白姬就潜入深山老林，远离了犬戎山主峰。他四下扫了一眼，挑选一处高高的岩石跃上。娘娘降临的有排面。白姬蜷缩在岩石上，做出沉睡的姿态。几秒后，一股可怕强横的意志从他体内苏醒。这一刻，林中的走兽、飞禽同时噤声，或匍匐在地，或展开双翼包住自己的鸟头。高等生物的威压让附近的生灵瑟瑟发抖，如临末日。
半坍塌的犬戎山主峰，老匹夫寇扬州有所感应，皱着眉头望向远方。好强的妖气！许宁燕身边的那只白狐，他凝神细看一阵，徐徐收回目光，不再理会。另一边，强横意志降临后，白姬睁开双眼，他的一只眼睛溢出青光，另一只眼睛乌溜溜的清澈纯真。娘娘！白姬娇声喊了一声，接着她再次开口，声音变成成熟女性才有的磁性嗓音：“姓许的不在，小慈儿，你有什么事汇报？”白姬的声音无缝切换，变回稚嫩的女童声：“娘娘，我这会儿身在建州武林盟，此地刚有一场龙气争夺战，涉及佛门、巫神教与师，还有云州的术士。”九尾天狐沉默片刻，笑道：“看来这一架打得很激烈，不然你不会主动找我。”白姬用力点头，娇声道：“许璎珞赢了，佛门这次损失惨重呢。”九尾天狐的声音里多了几分郑重。结局如何？白姬道：“杜凡和杜南两位金刚陨落了。”说完，九尾天狐沉默下来，许久没有说话。白姬忍不住开口：“娘娘。”九尾天狐这才开口，把事情经过详细告诉我。白姬就把从许七安那里听来的情报一五一十的转述给娘娘。他说的比较简略，因为许七安说的就很简略，只是告知战斗大致的经过。我能想象到其中的惊心动魄，夺难度凡一死。佛门如今的高品战力只剩伽罗树、广贤和琉璃三位菩萨，还有度恶罗汉。短短1个多月里，佛门损失的超凡高手要比过去500年还多。不愧是身负半载国运的人。白姬听出娘娘声音里蕴含的喜悦，抬起爪子拍一拍石头，娇声道：“是时候反攻10万大山，夺回我们万妖国的领土了。”九尾天狐嗤笑道：“发情期都没到，口气就这么大，出生的虎崽不怕佛。不过你说的对，夺回10万大山的机会不远了。”顿了顿，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感慨道：“没想到监正愿意为他承受天道反噬，我有些怀疑监正的目的了。”他从白姬的反馈里没有看出许七安遭受反噬的迹象。白姬歪了歪脑袋：“天道反噬？巫神教的筑基神通能召唤先祖婴灵，以及与自身因果纠缠的婴灵。通常来说，只能召唤同境界的婴灵，再高就必须依靠外力。魏渊攻打进山城战役里，他借助如圣刻刀和亚圣如冠，召唤出了如圣的婴灵，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里的代价不仅仅是作为载体的他肉身会被高位格的力量摧毁，还有天道的反噬，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规则。魏渊不管有没有成功封印巫神，他都必死无疑。”白姬恍然，猛吃一惊：“那许璎珞？”九尾狐笑道：“高祖皇帝不是如圣，反噬没那么大，身为1品术士的监正能扛下来，若是3品的许七安，就算他气运浑厚，能保住性命，但也会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那承载金刚法相的杜南也会遭天道反噬吗？”白姬想到了同样开挂的杜南金刚，这不属于召唤婴灵，不会被天道反噬，只是作为3品金刚的他承受1品法相的加持，事后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杀敌1000，自损800罢了。另外，他之所以能承受伽罗树菩萨的精血，因为他也是一位金刚，换成罗汉不可能具现出金刚法相。白姬乖顺点头。聊完正事，他娇声问道：“娘娘，你在海外找到同族了吗？”九尾天狐摇头：“海外广袤，汪洋无边无际，想找到同族，宛如大海捞针。不过，我见到了一位神魔后裔，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件有意思的事。”白姬兴趣十足地追问：“神魔后裔？就是云州白帝城出现过的那位？”他与我说了一些神魔时代的秘闻，以及隐晦地暗示了神魔后裔当初逃离九州大陆的真正原因。不等白姬追问，他笑眯眯地说：“天机不可泄露，你现在的修为还不足以支付知晓答案的代价。好了，带我去见他。”温成璧返回议事厅，推门而入，曹清扬等人立刻停止交谈，转而看向他：“老祖宗怎么说？”曹清扬目光在傅盟主脸上一顿，笑道：“看来老祖宗的回复很合你心意。”傅金门等人顿时撇嘴。温成璧是主张把总部修在山上，在平地建城和在山中修建总部，那可不是一回事。温成璧笑道：“老祖宗说了，大乱将至，总部一定要修在山上，占据地势。”建州商会的乔翁捏了捏眉心，苦笑道：“老祖宗是不当家，不知菜米油盐贵，诸位也别奢求什么了，往后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吧。”一众4品的门主帮主愁眉不展，倒不是不愿意掏钱，只是江湖帮派肯定不能像官府一样收税，他们有各自经营的产业，而因为天灾人祸的缘故，门派经营的产业遭受严重打击，生意很不景气。但那群依靠帮派过日子的人，该养还是得养着，另外又要配合官府施州赈灾，财政压力巨大，如今还要承担总部的修建费用，可想而知日子会有多难过。这种时候，道德底线太高，反而成了累赘。若是寻常的江湖门派，谁管普通百姓的死活，那是官府要烦恼的事。
温成璧见众人垮着脸，嘴角一挑：“诸位别急，修建总部最难的无非是人力和银子，咱们只要把这2个问题解决，那不就行了吗？”傅金门斜着眼嗤笑道：“可我们就是解决不了银子问题，你给老子变出来！”众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傅盟主。温成璧不慌，侃侃而谈：“咱们各帮各派都要出钱出粮，配合官府施粥赈灾。既然这样，索性就把灾民聚集起来，让他们为大伙修建总部，用劳力换取救济。这样既解决了人力问题，我们也不需要额外的出钱。这就叫做以工代赈。”议事厅里安静了一下，众帮主们主愣了半天，而后议论声瞬间打开：“好像也可以啊，这样就不需要额外出银子，反正救灾的钱粮是一定要出的。对，那么多灾民不用白不用，还不需要额外给银子，管饱就行。以工代赈，这是老祖宗想出来的主意吗？道理其实很简单，一点就通。他们之所以没想到，不是因为笨，而是思维受了限制。在这个时代，朝廷要搞基础建设，百姓就有义务无偿劳动，这叫做服徭役。也就是说，搞基建本来就不需要花银子，是百姓应该承担的责任。既然可以白嫖，谁还会主动掏钱？不是想不到以工代赈的点子，而是根本不需要。至于灾情期间，为什么没有人想出类似的办法，同样是受了时代限制。理由很简单，朝廷又不是基建狂魔，几十年都不见得会修葺城墙、修路。既然不需要，那就不存在以工代赈的背景。但眼下这个点子完美解决武林盟面临的窘迫，一下子峰回路转。不愧是老祖宗，活得久就是有智慧，比我们聪明。老祖宗是经历过乱世的人，是有大智慧的人。乔翁、杨崔雪等人不吝啬赞美之词，满脸喜色。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被老祖宗轻而易举地解决。温成璧愣了愣，连连摆手：“这可不是老祖宗的主意。”众人狐疑地看他：“你？”温成璧还是摇头：“不是我。”萧月奴眼睛顿时一亮，果然，便听温成璧道：“是许银罗出的主意，他恰好出老祖宗谈话，随口给我出了个主意。啧，不愧是精通兵法、诗词、文韬武略的许银罗，有治国之才啊！”许银罗呀！众人面面相觑，有种原来是他，那我没什么好惊讶了的心理感受。早知道就费脑子了，直接问许银罗多好。傅金门拍桌感慨：“有这么一尊神人在，他们竟然视而不见，在这里争论这么久。”杨崔雪感慨道：“确实有治国之才，许银罗是魏渊的弟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议事厅里气氛一下子轻松欢快起来。荣荣随着万花楼的同门负责熬药，指挥士卒清理残垣断壁，让军阵尽早恢复秩序。“师傅，你为何闷闷不乐？”荣荣侧头看着挑拣药材的美妇人。武林盟遭此大捷，固然令人悲伤，但敌人被成功打退，许银罗大放异彩。武林盟教众有幸目睹这场惊世之战，除了个别痛失亲友之人，大部分人还是振奋居多。尤其是他们这些附属势力的弟子，心态相对更加轻松。毕竟总部不是自家的山门。可美妇人从战斗结束后就一直愁眉不展，明显是有心事。“为师没事，莫要在此多嘴，干你的活去。”美妇人蹙眉教训。荣荣撇撇嘴，一边帮忙挑拣药材，一边嘀咕道：“我在四周转了转，没见到许银罗，他或许不住在这片区域。”美妇人眉头皱得更紧，语重心长道：“荣荣，别抱着不该有的幻想，喜欢许银罗的姑娘多如过江之鲫，但这样的男人你驾驭不住。为奴为妾的话，你愿意？”说到这里，美妇人一脸黯然神伤。荣荣见状猛吃一惊，花容失色：“师傅，我都没伤心，你伤心什么？莫非你也心仪许银罗？他都可以做你儿子了。”美妇人大怒，正要说话，忽见头顶剑光划过，几道人影御剑飞行，落向军阵某处。美妇人怔怔望着天空，表情复杂。军阵南边的某座院落，楚元稹、李妙珍和李灵素按下飞剑，轻飘飘落于院中。院子里，小马扎上坐着一个姿色平平的妇人，将洗衣衫，轻描淡写的斜他们一眼，扭头朝屋子喊：“姓许的，你的狐朋狗友来找你了。”这女人怎么说话的？李妙真满脸不高兴。王妃。楚元稹则反复敲着姿色平庸的妇人，有些拿捏不准她的身份。他知道传说中的镇北王妃跟着许七安浪迹天涯了，但眼前这张平平无奇的脸，让他难以和大凤第一美人联系起来。屋子里更换床单的许七安闻声出来，笑容一如往昔。事情办妥了。他目光在东方晚清身上一顿。李灵素咳嗽一声道：“许兄，卿姐无意与你为敌的，只是各为其主。”许七安摆摆手：“念在你助我的份上，我便不为难他了。”东方晚清松了口气。他的主要敌人是佛门和许屏风，
在这场江湖之旅中，东方姐妹虽也是敌人，但交集不多。而相比起姐姐东方婉容，东方婉清的存在感极低。许七安对她没有太大的仇恨值，其实就是水平不够，不入眼。李灵素负手而立，气态不凡，笑道：“青姐，我说了，你要相信我，我还是有几分薄面的。”许七安瞅他一眼，没什么表情的转头冲屋子里喊：“柴杏儿，出来一下。”李灵素表情瞬间僵住，柴杏儿穿着朴素的布裙，却难掩天生丽质。她有着一张俏丽的瓜子脸，微微发白的病态的脸色让原本就气质柔弱的她显得更加楚楚可怜。她是那种能激发男人保护欲的女子，但在此刻的李灵素眼里，她像是火炮的引线。李灵素笑容勉强：“杏儿怎么出来了？”许七安装模作样的感慨：“知道这次要与强敌打架，所以我提前把柴杏儿放出来了，忘了通知你。她虽然背负罪孽，但毕竟是你的红颜知己，我肯定要对她的性命负责。我谢谢你了呀。”李灵素略有点咬牙切齿的回应。柴杏儿审视着东方婉清，东方婉清打量着柴杏儿：“李郎，他是谁？”他们异口同声：“李郎。”好了，不用问了，称呼已经说明一切。柴杏儿和东方婉清目光交汇，电火花四溅。扑哧，李妙珍险些伸手捂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心说：“李灵素啊，李灵素，你终于有今天了。”东方婉清恨声道：“李郎，这又是你在哪里勾搭的狐妹子？你有我和姐姐还不够，勾搭了雷州商会的小贱人还不知足？你在外面到底有多少情妇？那可就多了。圣子、师哥的姘头遍布中原，说不定武林盟里也有。”许七安和李妙珍在此时达到了心有灵犀的高深境界。狐妹子，柴杏儿挑了挑眉，冷笑道：“谁是狐妹子还不一定呢。我与李郎山盟海誓之时，你这黄毛丫头还没断奶呢。”东方婉清性子冷傲刚烈，踏前一步：“贱人，本公主现在就撕了你。”柴杏儿凄然笑着：“我本就成了阶下囚，没几日可活。”李灵素心里一痛，插入两人之间，沉声道：“杏儿，你不会有事的，许兄答应过我，会给你一线生机。”许七安看了柴杏儿一眼，心说：“厉害啊，懂得如何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来博取李灵素的怜惜。就这茶艺，也就比我家妹子差一点。”柴杏儿默默流泪：“我早知你是个风流薄情的男人，偏就是舍不得你，忘不掉你。在襄州时，你发过誓，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杏儿，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李灵素话没说完，东方婉清柳眉倒竖：“李灵素，同样的话，你还和多少女人说过？”这边争吵激烈，另一边，许七安、李妙珍、恒源、楚元稹还有木南枝坐成一排，寂寞落井下石，也没从中调和，默默围观圣子处理感情问题。我得多学几招，将来哄鱼儿。许七安心说。李妙珍传音道：“我这师兄本事没有，招惹女子的手段高明得很。当初他就是对东方姐妹始乱终弃，才被千里追杀，软禁了大半年。”楚元稹传音道：“风流之人必受情所累，不过比起宁燕那天在司天监遇到的窘境，这些都是小打小闹。看戏就看戏，你他妈说我做什么？”本来幸灾乐祸的许七安脸色一僵。李妙珍看一眼木南枝，故意啧啧两声，说道：“我师哥和姓许的一个德性，都是好色之徒王妃，你说是吧？”果然是王妃。楚元稹心里有数了，与我何干？木南枝皱皱眉头：“我和许七安不过是结伴游历江湖，他好色不好色，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出言试探，是不是也是他的相好？”李妙珍脸色微变，连忙喝一声：“我和许七安相识一场，只是道友罢了，王妃莫要信口雌黄。”许七安慌忙打断他们较劲，道：“妙珍、楚兄、恒远大师，你们难道不好奇柴杏儿是谁吗？此事说来话长，容我细细道来。”“没兴趣，不好奇。”许大人、贫僧也不好奇。另一边，李灵素好不容易安抚好柴杏儿和东方婉清的情绪，如释重负。他其实有更好的办法调和红颜知己们的矛盾，但可恨天地会的一群狗贼在边上看戏，让他有些拉不下脸。我师哥哄女人的手段还是很厉害的，每个女人都怨他，但又爱他爱得死去活来。见状，李妙珍传音感慨一声：“李灵素的女人战斗力太弱了吧，这就偃旗息鼓了。”“也可能是因为我在旁边，他们不敢造次。”许七安暗道。好戏结束，他拍拍屁股起身道：“我还有事，请两位先进塔暂避。”祭出浮屠宝塔，将柴杏儿和东方婉清收入第一层。楚元稹取出地书碎片，倾倒镜面，几道人影滚落，正是柳红棉等人。许七安扫了一眼：“静心呢？”李妙珍鼓了鼓腮：“让他给逃了，我没留住他。”许七安哦了一声：“小角色罢了，无妨。”李妙珍就很满意他的态度，顺手摘下一只阴酿，道：“他们的魂魄我封印在袋子里了，你要如何处置？”
而李灵素则顺势把混天神镜还给许七安。许七安把混天神镜塞进了书碎片，耳边响起神镜的呻吟声：“好爽，好爽！”龙气更浓郁了。别这样诱惑我，我会不愿意回到小主人身边的。声音渐渐消失。收获武灵盟的2道龙气后，地书碎片里的金龙愈发凝实。许七安接过阴难，打开，4道强横的元神袅挪而出，归入各自的肉身。启欢丹香、白虎、柳红棉、静元4人纷纷苏醒，睁开眼睛。噔！许七安抬脚一踏，气机如涟漪般扩散，4人如遭雷击，像是受到了某种压制，下意识要做出的过激举动，胎死腹中。几位，聊聊吧。许七安笑眯眯地搬来小马扎，坐在他们面前。性格偏激的启欢丹香满脸桀骜，不屑一顾。白虎和静元神容凝重，柳红棉则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当然，你们可以不配合，顶多我麻烦一些，把你们杀了，然后招灵问话。许七安的话就像一把刀刺在4人心里，打消了他们宁死不屈的意志。柳红棉弱弱道：“奴家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求许银罗能饶小女子一命。”李灵素在旁拱火：“你若是同意给我们许银罗做暖床丫头，或许可以保住一命，何必互相伤害呢？”许七安默默记下来，回头再找机会报复圣子当真。柳红棉眼睛一亮：“杀了吧！木南之给他判了死刑，我帮你解决他。飞燕女侠助人为乐，侠肝义胆。”许七安用眼神制止了他们的胡闹，回头盯着静园以外的3人道：“告诉我乾隆城的布局、位置、军队等信息，如实交代，我饶你们一命。”白虎沉默一下，此言当真？许七安笑道：“一诺千斤重。”白虎当即点头：“你问吧。识时务者为俊杰，修行到4品不容易，保住命财是最紧要的。只要命还在，事后就能继续报复许七安，只要活着就还有机会。”启欢丹香也是聪明人，心里一动，但依旧保持倨傲神色，并配合着露出异动迹象，把内心的想法埋在心底。委曲求全是目前唯一良策，他们在许七安手里屡屡受挫，但国师和姓许的较量还没结束，有朝一日他们必能报仇雪恨，到时候杀光姓许的亲友。乾隆城在云州南部的深山里，以城池为中心，辐射出72座山寨。这些山寨是练兵、屯兵的地方，负责劫掠人口和商队。具体人数我不太清楚，不过一座山寨少则100人，多则1000人，合计起来不下于5万吧。白虎说完，启欢丹香补充道：“乾隆城人口20万，披甲2万，都是云州各处劫掠来的百姓填充人口，其中也有许多江湖各地流窜到云州的人士。”李妙珍想起了一些往事，扶持山匪的不是巫神教，而是你们乾隆城。许七安摇头：“错了，巫神教也有扶持山匪，暗中积蓄兵力，这应该也是许屏风当初助我的原因。巫神教的扩展影响到了他。至于为何以前对巫神教的行为视为不见，许七安的推测是许屏风或许正是利用巫神教掩人耳目，猥琐发育。”楚元缜皱眉：“满打满算，兵力不超过10万，想造反难了些。接近10万的精锐大军，其实规模相当可怕了。魏渊当初率领差不多数量的军队，一路打到径山城。可是大凤人口多呀，势力盘根错节，结构比巫神教要复杂多了。7、8万的叛军，在楚元缜看来，造反难度还是很大的。”白虎说道：“这是乾隆城的直系军队，但莫要忘了，整个云州还有接近6万的军队。云州都指挥使杨川南，是我们的人。”李妙珍闻言咬牙切齿，他当初在云州组建游骑军剿匪，身为都指挥使的杨川南给了极大的便利和帮助，两人因此成为好友。直到京城事件后，许七安公开情报，他才知道云州涉及的内幕，知道那杨川南当初是在利用他铲除巫神教扶植的山匪，既不暴露自身，又能让他冲锋陷阵当炮灰。枉他待人以诚，视杨川南为知己好友，他飞燕女侠一颗赤诚的心终究是错付了。许屏风对启事有什么详细谋划？许七安问道。柳红棉3人面面相觑，都是摇头。国师的想法没人能看透，除乾隆城外，他在中原乃至朝廷还有多少案子？许七安又问。白虎说道：“这些是天机宫密探负责的，我们不知。”就在这时，院门被敲响，吸引了众人的注意。身为主人的许七安高声道：“请进。”院门推开，2位彩衣飘飘的美人跨过门槛，分别是风华正茂的蓉蓉姑娘以及美艳成熟的妇人。蓉蓉面若桃花，欲说还休，少女怀春的模样任谁都看得出来。她手里提着一包药材，道：“许银罗连番苦战，为我武灵盟身陷险境，蓉蓉无以为谢，便送些疗伤药材，聊表心意。”许七安感觉左右各有刺人的目光射来，面不改色的起身接过药材，笑道：“多谢蓉蓉姑娘，
京城一别，蓉蓉姑娘风采更胜往昔啊！蓉蓉姑娘心花怒放，旋即察觉到天宗圣女和一位姿色平庸的妇人冷漠地盯着自己，满肚子的话又憋了回去。她抿了抿嘴，突然注意到了柳红棉，惊叫道：“柳红棉，是你？”脸色有几分敌意，几分诧异。柳红棉看了师徒俩一眼，并不搭理。你们认识？许七安目光在三个女人之间流转，美妇人颔首，柔声道：“柳红棉是上一任楼主的弟子，萧楼主的师妹。她与萧楼主竞争楼主之位失败后，便离开了万花楼。她没提判出万花楼的事，毕竟是家丑。”许七安恍然大悟，难怪之前在雍州营房里见到柳红棉时，觉得这个妩媚艳丽的女子神态气质有些眼熟，原来是建州万花楼的弟子。这时，蓉蓉又被李灵素的盛世美颜吸引，咦了一声，诧异道：“你是李灵素？”半个身子藏在师妹李妙珍身后的圣子支支吾吾道：“你忘记我了吗？2年前你曾经来万花楼做过客，我们还一起喝过酒呢，当时师傅也在，对吧？”蓉蓉姑娘笑嘻嘻地看一下师傅，接着道：“之前你遇见腾空相助许银罗时，我就觉得眼熟，没想到真是你啊。”李灵素恍然大悟：“哦，原来是你啊！蓉蓉姑娘，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她没和美妇人打招呼。美妇人深深看一眼李灵素，收回目光，柔声道：“许银罗似乎还有事要处理，那就不打扰了。”拉着恋恋不舍的蓉蓉告辞离开。接着，许七安又问了一些乾隆城的详细情报，比如姬家的成员、乾隆城的武力组织等等。最后，他略作犹豫，道：“许屏风的妻子，你们可熟？”柳红棉和启欢丹香摇头，而后看向白虎，前者道：“他是白虎星宿的领袖，是国师的直属势力。”见许七安望来，白虎立刻说道：“我只见过主母2次，她是乾隆城主的妹妹，一直深居简出，从不离开居所。她是被软禁的，不得允许，不能离开乾隆城。乾隆城那一脉的姬氏族人非常憎恶她，说她是家族的罪人。家族给她荣华富贵，她却不知奉献，为了一个弃子背弃家族。”楚元稹等人知道其中内幕，一时沉默。只有李灵素不知许七安的真实身份。软禁20年，失去自由，许七安沉默着，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启欢丹香见他不再说话，催促道：“我们已经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请许银罗履行承诺。”许七安看他一眼，颔首：“好，这就给你自由。”啪！他一掌拍在启欢丹香头顶，拍得新古师双眼翻白，拍得对方元神溃散，当场气绝身亡。你！白虎脸色狂变，刚吐出一个你字，瞳孔里映出许七安的手掌。下一刻，他也被击碎天灵感，当场身亡。我的承诺从不给敌人。许七安屈指弹出2道子骨，黑色蠕虫般的子骨钻入2具尸体的鼻腔。过了片刻，启欢丹香和白虎的重新站起身，双目空洞的并肩立，收获2具4品行尸傀儡。以七绝骨现在的成熟度，尸骨能保留4品修士近90%的修为。这是尸骨。李妙珍和楚元稹一脸羡慕，这相当于一下子有了2名4品死士。至于恒远大师，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该你俩了。许七安看向脸色苍白的柳红棉，活面无表情的静元。这些人不是东方晚清，有李灵素这层关系罩着，也不像东方晚清那样处在矛盾边缘，没有太深的仇恨值。启欢丹香几人是姬玄的团队，是乾隆城的人，是他的死敌。静元也是一样，对于该杀的敌人，许七安从不手软，哪怕对方是个妩媚大美人。咚咚！突然，院门叩响，门外传来萧月奴成熟的女子声线：“许银罗，萧月奴求见。”单是听这声音，楚元稹和李灵素就眼睛微亮。“萧楼主请进。”许七安回应。萧月奴推门而入，她穿着一袭黄裙，梳着时下流行的女子发髻，身段高挑，轻纱蒙面，双眼狭长妩媚，甚是勾人。楚元稹是不好女色的人，但见到这位女子的刹那，他眼神里难掩惊艳。就连王妃这样自视甚高的女子也微微愕然，惊讶于建州江湖竟有此等明珠。然后他和李妙珍心里一沉：“萧楼主，别来无恙。”许七安笑道。萧月奴目光一扫，在柳红棉身上停顿片刻，朝着许七安盈盈施礼：“听梅姨说，万花楼叛徒柳红棉在此，成了许银罗的阶下囚，我便赶来瞧瞧。”“只是瞧瞧。”许七安看着他。萧月奴缓步上前，轻声道：“月奴斗胆一问，许银罗打算如何处置他？”“杀之而后快。”许七安坦然道。萧月奴抿了抿嘴，再次施礼，语气诚恳道：“还请许银罗饶他一命，交由万花楼来处置。”许七安沉吟道：“你打算如何处置？”门派中的叛徒通常是由楼主和长老们提审，是情节轻重裁定处罚方式。不过柳红棉此事参与了袭击总部事件，
此事得由总部和万花楼共同商议。萧月奴嗓音柔媚，字正腔圆，没有建州口音。在时代，官话能说的字正腔圆的，要么是读书人里的学霸，要么是刻意苦练过。许七安听完，直指核心：你想保他一命？不等萧月奴回应，柳红棉大笑起来，眼神和表情满满都是嘲讽。萧月奴，少装模作样，10几年了，你的伪善和做作还是一点都没变。以前是做给师傅看，现在是做给外人弟子看。只有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许七安要杀就杀，姑奶奶死也不受他恩惠。有故事啊。许七安最喜欢看漂亮女人撕逼，自家鱼塘除外，说道：就这么不肯接受萧楼主的善意。李灵素和许七安的想法是一样的，笑盈盈地说：蝼蚁尚且偷生呢，柳姑娘三思呀。其实就是在套话，想八卦一番万花楼2位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柳红棉呸了一口，冷笑道：他明知我恨他入骨，偏要这时候站出来装好人，救我性命，打的什么主意？你们难道看不出来？他在诛心。萧月奴微微摇头，淡淡道：柳红棉，不要一错再错。你若是诚心悔改，我能替师傅做主，让你重归万花楼。重归万花楼？柳红棉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咯咯咯的笑起来。行啊，你把楼主之位还给我，我便重归万花楼，与你冰释前嫌。萧月奴默然不语。柳红棉死死盯着他，长达10几秒，语气嘲讽：看吧，这就是你的伪善和做作。当年你为了楼主之位，伙同外面的男人，说我不知廉耻，与男人私通。师父信以为真，收回了我进逐楼主的资格。我一气之下才判出万花楼。萧月奴，你就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贱人，想再跟我装什么？别人不知道你真面目，我还不清楚。你装给谁看呢？他妙目流转，落在许七安身上，恍然大悟。哦，明白了，我的价值就是让你在许银罗面前刷好感呗。你执掌万花楼多年，未曾嫁人，可见眼光有多高。想来只有许银罗才能入你的眼。啧啧，傍上这么个金龟婿，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小小剑州，都容不下你这尊女菩萨了。啊，这别说还有点小期待呢。许七安自我调侃。木南枝和李妙珍轻飘飘地看一眼萧月奴。李灵素兴致勃勃地插嘴：你有没有私通，可不是萧楼主说了算。你师父难道没有验身吗？柳红棉冷笑道：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谁说私通就一定要破身？他模仿我的笔记，伪造了情书，通过信中内容把我塑造成人尽可夫且愚蠢的浪荡女子。而那所谓的情夫自然也不是什么正派人士，没记错的话是个名声极为狼藉的浪荡子。此事传扬出去，门派中的同门都是女子，会怎么看我？还会继续拥戴我？外人又会怎么看我？万花楼的未来楼主是个伪身浪荡子的荡妇，整个门派形象又会如何？可笑我当时年轻天真，竟还想着与你公平竞争，靠本事赢你。众人齐刷刷地看向萧月奴，看他怎么解释。岂料萧月奴的回应出乎所有人预料。没错，当年的事确实是我叫人做的，你并没有与外面的男人私通，是我抹黑你，诬告你，让师父顾忌门派颜面，取消了你竞争楼主的资格。柳红棉表情有些呆滞，似是没想到他如此坦然地承认。萧月奴淡淡道：你还记得师父当年怎么与我们说的？楼主之位关乎门派传承和兴旺，尔等各凭本事。柳红棉深吸一口气，驱散脸庞的呆滞，针锋相对道：这就是你使下三滥手段的原因。萧月奴目光平静，缓缓道：我所做的一切都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楼主之位关乎门派兴旺和传承，这是师父在提醒我们，手段不够的人是没资格成为楼主的。尔等各凭本事，意思就是没有规则，没有底线，只要能赢。企业及理解。许七安震惊了。柳红棉大怒，尖叫道：不可能，师父常常教导我们，万花楼是女子组成的门派，想要不受欺凌，于外要狠辣果断，于内要团结友爱。你休要颠倒黑白，为自己的黑心肠找借口。萧月奴神态一直很稳，看着他：你当师父不知道我蹩脚的栽赃陷害，他给过你机会的，可你又是怎么做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辩解的语气苍白无力。你完全可以还击，可以用更肮脏的手段反击我，可你除了闹什么都没做。师父才对你失望至极，认为你不适合执掌万花楼。愚蠢不是你的错，但不要毁了祖宗100年基业，不要连累了众多同门。我本打算继承楼主之位后再与你坦白这一切，谁知你偏激自傲，一怒之下判出万花楼。直到今日，我们姐妹俩才重逢。柳红棉呆呆地站在那里，被刀傻了。显然他内心其实认可了萧月奴的话，准确地说，他被说服了。萧月奴不再看他，望向许七安，柔声道：我会把他关押在武林盟，
许银罗不必担忧后患的问题罢了，你把她带走吧。许七安颔首。有些女人看着是妩媚勾人的妖精，其实内心是个傻白甜；有些女人看着端庄矜持一本正经，其实茶艺是王者段位。精彩！他心里嘀咕一声。目送萧月奴封进柳红棉丹田，将她带走，李灵素收回目光，感慨道：我果然还是比较喜欢天真一些的女子。这一次许七安没有嘲讽，感同身受。天真一些的楚元整、恒远和李妙珍三人，脑海里浮现的是丽娜和楚采薇。不过这两姑娘情窦未开，就连许宁燕都搞不定，何况圣子。许七安突然起身道：我出去一趟。他离开军阵，往南御空而行，半刻钟，看见黑色岩石上雄赳赳气昂昂的站着一只毛茸茸的2只巴掌那么大的小白狐，那姿态就像小萌宠在模仿雄狮笑傲山林。但许七安从他体内感应到了一股内敛的强横的意志。娘娘。他在不远处停下来，保持礼貌的距离。白姬吐出悦耳磁性的嗓音：我听白姬说了建州战事一战击杀2名金刚，佛门这次要跳脚了。他语气慵懒中带着惬意和欢快，可以想象心情很不错。娘娘何事找我？许七安问道。他的意志没有散去，在此地等候，明显是有事要与他说。确实有件事。九尾天狐轻笑一声：还记得你的老情人福香吗？他真实的名字叫叶姬。许七安没料到他会突然提及福香，没好气道：娘娘又要给我画大饼。九尾天狐娇笑道：你难道不想知道叶姬现在的状况？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不花银子睡了他那么多次，想来是情比金坚的。你特么还好意思说？老子是大凤打更人，不是大凤赶尸人。许七安心里破口大骂，淡淡道：娘娘有话直说。九尾天狐没有继续调侃，说道：他回我身边复命后，我将他派去了南疆万妖国的旧土，谋划一件事。如今掐指算来，万事俱备，只欠一股东风了。说起来，此事与你有关。不等许七安发问，他直截了当地说：解印神书的残枝。神书残枝？许七安摸了摸下巴。神书的残枝有部分封印在万妖国旧土。娘娘是想让我去当打手？九尾天狐没有正面回答，徐徐说道：神书之所以被分尸封印，是因为他肉身过于强大，世上没有什么封印能困住他，所以只能分尸。可就算这样，想封印他的肉身，也需要特殊的封印之法。一种方法是利用封印型法宝作为基石，配合强大的法阵；另一种方法是利用气运加以封印。前者是浮屠宝塔，后者是桑帛。许七安缓缓点头。500年前，佛门帮助武宗皇帝叛乱，除了传教中原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帮忙封印神书的断臂。本质上，佛门是在借助大凤的气运封印神书。南疆10万大山，生灵无数，是我们这一脉妖族的起源之地，本身就凝聚了气运神书的部分身躯，就封印在那里。南疆原本是琉璃菩萨的地盘，他被坚正打伤后，那边就超凡力量暂时空虚，而金度南和杜凡又陨落在建州。我想趁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夺回神书的残枝。之所以拜托你出手相助，一来是本座身在海外，分身降临，能发挥的实力有限；二来万妖国除我之外，只有一位超凡，但他最近闹脾气，不听我调令。除了九尾天狐外，万妖国果然还有超凡境的高手。我就说嘛，只靠九尾天狐一人，怎么可能推翻佛门，复兴万妖国？许七安对此并不意外。闹脾气。三来，我想试探一番佛门是否还有隐藏不出的高手。九尾天狐自动忽略了他的问题，自说自话道：佛门的罗汉果位终生不变，想要突破成为菩萨，就必须转世重修。历史上涅槃重修的罗汉不在少数，指不定现在就有哪位罗汉归位了。呵呵，以眼下九州大陆的风起云涌，罗汉应运而归的可能性极大。许七安道：我能拿到什么好处？九尾天狐笑道：神书残枝意味着封魔钉的封印之法，再加上我承诺你的2根，如果这样你还不动心，那么业绩还等着你的雨露之恩呢。许七安沉声道：此事我帮定了，雨露之恩什么的无所谓，主要是想知道福香过得好不好。顿了顿，他试探道：娘娘在海外找到同族了？九尾天狐摇头：大海捞针，谈何容易，过阵子我便动身返回大陆。记得要做核酸检测呀。许七安心里吐槽。云州山巅的观星楼里，盘坐不动的许屏风睁开眼。建州市了，杜南和杜凡陨落。他说，站在瞭望台的伽罗树菩萨久久未动。隔了一阵，伽罗树菩萨缓缓道：此时不起事，更待何时？当晚，武林盟举办了一场晚宴，主题有2个：庆祝老祖宗出关，答谢许银罗仗义元首。此时堂内，许七安、楚元稹、天宗卧龙雏凤、恒远大师、木南之、苗有芳坐一排。
曹清扬等武林盟干部以及9位附属帮派的门主、帮主坐一排，中间主位则是银发如霜的老匹夫寇扬州。因为主峰坍塌，百废待兴，所以晚宴没有大办特办，也没有邀请歌姬舞姬助兴，酒菜颇为简单。不过这不代表晚宴枯燥无味，相反，气氛极为热烈。武林盟最不缺的便是三教九流之人，混江湖的都有才艺傍身，说学逗唱，呸，说书唱戏，再有万花楼女子们展示才艺，献歌献舞，节目不断。就连贵为一派之主的萧月奴也亲自下场抚琴，并唱了一段曲儿。许七安那半首一诺千斤重，嗓音宛如天籁，四座叫好声不断。厉害，琴艺不比福相差。许七安府长微笑，不吝啬赞美之词，随着众人一起叫好。傅金门光喝酒不吃菜，眼下就有些飘，拍案道：“这是许银罗的词儿啊！萧楼主对许银罗如此仰慕，不如让老祖宗出面做媒，把你许配给许银罗。”四下顿时一静。萧月奴作为建州明珠，仰慕者不计其数，此刻却没有人站出来反驳傅金门。换成任何一个男人都不能让人服气，唯独许七安，大家只会觉得萧月奴高攀了。寇扬州坐在主位，看一眼天生丽质的萧月奴，颔首道：“小女娃皮相不错。”倘若许七安看得上萧月奴，便顺水推舟，成全好事。一下子，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许七安身上。萧月奴矜持的微笑，眼波柔柔看他一眼。拒绝的话，姑娘家的脸上不好看；不拒绝的话，兰芝又要跟我赌气翻脸了。许七安正犹豫着，便听身边的木南之淡淡道：“萧楼主天生丽质，惹人怜爱，倒也配得上许凝噎。若是不嫌弃，当个妾室倒也可以。”语气神态就像高门大户里的大妇要给男人纳妾。萧月奴眉梢一挑，含笑道：“这位婶子是？”婶子。木南之柳眉倒竖，左手下意识地捏了捏右手腕上的菩提手串。他刚想宣示主权，打压一下这个江湖女子的气焰，眼角余光瞥见李妙真在盯着自己，顿时记起白日里自己信誓旦旦，就差指天为誓的和许七安划清界限。天宗的这个小贱人就等着看我笑话。深吸一口气，木南之笑盈盈道：“我是宁燕的娘。”他一脸慈爱地看着许七安：“官儿，萧楼主进咱们许家当个妾室是极好的，娘说的对不对？”在场众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许银罗出门在外，竟随身带着母亲。他们没有立刻怀疑，因为眼前这个妇人的年纪确实符合。许七安嘴角狠狠抽搐，楚元稹和李灵素努力憋笑，萧月奴目不斜视，语气冷淡：“许银罗是跟着书神长大的。”众人闻言，恍然想起关于许七安的情报，自幼父母双亡，书神养大。那么这个自称是他娘的妇人？傅金门等人看看木南之，又看看许七安，有些茫然。乳娘。李灵素忍不住了，笑哈哈地说道：“这位妇人是许银罗的乳娘，许银罗打小就离不开她，这次离京游历江湖，便把乳娘也带上了。”楚元稹连忙低头喝酒。李妙真扑哧笑出声。木南之脸蛋酡红，恶狠狠瞪眼李灵素。这一连串的打岔下来，就没人再提婚事了。不过傅金门、乔翁等粗鄙武夫，时不时看向木南之和许七安的眼神里，总觉得多了些莫名的深意。尤其是他们觉得这位乳娘虽然姿色平庸，但举手投足间竟颇有魅力，是个极有韵味的妇人。许银罗自幼丧母，缺乏母爱。傅金门把脑子里大胆的念头驱散，高举酒杯道：“现在盟里都说许银罗是高祖皇帝转世，咱们敬高祖皇帝转世一杯。”英雄不问私德，许银罗虽然随身携带乳娘，但他还是大家的好银罗，酒足饭饱。许七安等人告辞离开，返回暂住居所的途中，李灵素挑了个话头说：“我有事要处理一下，几位先请。”李妙真皱眉道：“干什么去啊？身为师妹，干预和关心师兄的私事，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容后再说。”李灵素随口敷衍一句，袖中窜出飞剑，他翩然立于剑脊，呼啸而去。望着李灵素消失的背影，李妙真哼哼道：“鬼鬼祟祟的，他很古怪。晚宴上安静的有些反常，都没撩拨萧月奴和万花楼姑娘们。”许七安摸了摸下巴，道：“说起来，我们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李灵素在武林盟的老相好是谁。妙真，你知道吗？我记得李灵素说过，犬戎山离天宗圣山不远，你们下山后最先游历的就是建州。”飞燕女侠先是肯定的点头，而后说道：“李灵素在建州似乎没有红颜知己，反正我不知道。不过只要是我和他结伴游历，途中他结交的红颜知己，我基本都认得，因为他不会在我面前隐瞒。”许七安和李妙真相视一眼，齐声道：“大有问题。”楚元稹问道：“也许是真的没有呢？”许七安和李妙真又默契地呵了一声，前者看向名义上的跟班，道：“苗有方，还记得来建州前，
你追问他在万花楼是不是有相好，李灵素是怎么回应的？苗有芳模仿许七安摸了摸下巴，道：他当时支支吾吾的，似乎有难言之隐。听到这里，楚元稹也来了兴趣，分析道：以李道有其他2位红颜知己的作风，见到情郎出现在武林盟，恐怕早就跳出来了吧，不可能隐忍到现在。恒远也插了一嘴，除非他有什么顾忌。众人默默看向恒远大师。阿弥陀佛。恒远双手合十，忏悔自己的八卦。这时抱着白姬的木南枝突然说道：李灵素肯定去见相好的了，你的那面镜子不是可以隔着数千里监视吗？用它看看呗。他在报复李灵素酒席上的调侃。众人眼睛一亮。许七安低声道：先回去，先回去。一行人返回落脚的院子，默契地进了屋子，点上蜡烛，然后坐在桌边齐齐许七安。倾倒地书碎片，取出浑天神镜。许七安压低声音，语气透着一股神秘意味：魔镜，魔镜，告诉我，你能定位李灵素吗？浑天神镜抗议道：我是神镜，另外你为什么总喜欢窥探男人？明明我给你标记了好几个美人，你却从未偷看过他们洗澡。你在反向夸我是正人君子吗？许七安催促道。莫废话，快说。自然可以，他的元神曾经被我收入镜中，我已经标记了他。浑天神镜说完，让自己的青铜镜面转化为透明的玻璃色，镜面先是如水波般荡漾，继而平复，出现一幅画面。众人看见了李灵素御剑飞行的身影，他的方向是犬戎山西边山脉，是去见老相好吧？可是见个老相好，需要飞这么远，不会是有妇之夫吧？众人脑海里闪过各种猜测，愈发的来了兴趣。尤其木南枝和李妙真双眼炯炯发亮。不多时，李灵素按下飞剑，在一处山头降落。他四下顾盼，见周遭无人，忙从怀里摸出一柄木梳，刻意把整齐的发髻稍稍打乱，让2缕额发垂下，凸显出浪荡不羁的气质。接着，李灵素摸出地书碎片，从中取出一件黑色为底、绣金银线的长袍，于是浪荡不羁中又有了几分贵公子的气质。他把飞剑归入剑鞘，抱在怀里，靠在一棵树干上，整个人藏入阴影，微微低头，一动不动。你好骚啊，你干嘛穿品如的衣服？许七安目睹李灵素的操作，差点不受控制的崩出这个词。李灵素这个天宗败类，李妙真默默捂脸。过了许久，一道人影踩着树梢翩翩而来，轻功极为了得，是一位穿着素白长裙、秀发高挽、体态丰腴的女子。她在枝头极掠，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素色长裙的女子在山头立定，飞扬的裙裾归于平静。她眼波流转，扫了一眼四周。你来了。低沉的声音从树下的阴影里响起。他循声望去，只见一位浪荡不羁的男子斜靠在树干上，怀里抱着剑，微微低头，半张脸藏在阴影里，半张脸露出。他脸颊的轮廓还是那样的俊美，一身黑袍华贵，风姿依旧。是他。看清楚那名女子后，满屋子的人惊呼出声。许七安惊呆了，怎么都没料到李灵素的红颜知己竟是蓉蓉师傅。他曾经以为是万花楼主萧月奴，柴杏儿也就罢了，毕竟丞相的信徒千千万，可蓉蓉师傅的年纪给圣子当妈都足够了，简直。许七安看了一眼身边的木南枝，圣子没错，圣子爱的奔放，爱的坦荡。李妙真、楚元稹瞠目结舌，恒远大师也微微发愣，有点懵。画面人2人似是起了争执。李妙真惋惜道：可惜听不见声音。楚元稹当即道：我精通唇语，我说过我们之间是露水姻缘，不可能会有结果，甚至不能公开，你何必再来找我？素色长裙的女子正是蓉蓉师傅，丰腴美艳的妇人。她冷着脸，微微侧头，不去看李灵素。可我派小鬼传话，约你到此处见面，你不一样来了吗？李灵素轻叹一声：美儿，年纪不该是我们相爱的阻碍，如果你畏惧流言蜚语，畏惧同门和弟子的看法，那我可以带你走。美妇人微微动容，但还是狠下心肠，淡淡道：李道长，我的年岁当你娘亲绰绰有余，再过10几20年，我衰老不堪，而你依旧风华正茂。你我之间只是彼此人生里一位过客，今日把话说开，你我一刀两断，不要再有任何瓜葛。李灵素笑嘻嘻地缠上去，一手搂腰，一手握柔仪。我自幼无父无母，被师父养大，也想知道被娘心疼爱是什么滋味。你既不愿意我做你情郎，那我就做你儿子。美妇人又羞又气，秀眉紧蹙，似是想要发怒。李灵素忽然抓起她的手，按在自己胸膛，表情和语气诚恳且隽永。美儿，你能感受到吗？一腔热血是为你而沸腾的。美妇人怔怔地望着他，眼里似有泪光闪烁。李灵素称热打铁，捧住他的脸，低头吻住红唇。2人靠着树木，动情的深吻，动作越来越大胆，尺度越来越大。啪！许七安反扣浑天神镜，
摊开手。接下来是付费内容，每人支付我500两银子。呸！李妙真啐了他一口。木南枝一拍白姬的小脑瓜，白姬心领神会。呸呸呸！夜凉如水。睡眠极浅的蓉蓉耳廓一动，听见衣袂翻飞的细微响动，有人施展轻功落在外头的院子里。他下意识地按住床头的短剑，然后从轻盈的脚步声里判断出是自家师傅。师傅，你练功回来了。问话的时候，他看见师傅推门而入，朦胧的月色里看不清模样，但从整体轮廓来看，似是有些狼狈。蓉蓉坐起身，打算点灯，美妇人急忙阻止：“别点灯。”美妇人轻盈地绕开屋子里的障碍物，从屏风后提来木桶，转身出门。半刻钟后，蓉蓉听着脱衣上的窸窣声，还有轻微的水声，知道开始沐浴。真是的，有什么好害羞的？蓉蓉心里嘀咕。她是师傅一手带大的，直到少女时代，还偶尔和师傅一起泡在大浴桶里呢。突然，她抽了抽鼻子，低声道：“什么味儿？”舞者嗅觉敏锐，水声一滞，美妇人略带心虚的声音：“味儿，可能是为师在林子里练功，沾了秽物。”黄花大闺女不识堂味，丝毫没有怀疑，哦了一声：“师傅呀，你说我该怎么做才能让许银罗爱上我？”蓉蓉愁眉苦脸。美妇人冷哼一声：“别想了，老老实实修行，多看看身边的年轻人，许银罗不是你能高攀的。”蓉蓉娇哼道：“我就是喜欢他嘛，喜欢就要去争取，能天天见到他，做些我也愿意的。喜欢就要去争取。”美妇人背靠浴桶，喃喃自语。李林素踏着夜色归来，红光满面，面带微笑，整体状态完美诠释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句话。虽然他依旧无法直面这段感情，害怕他公开后的后果，但也没再坚决的要和自己划清界限。李林素能理解季景梅的顾虑，因为她同样有着类似的畏惧。相差近20岁的两人结为道侣，在超凡境之下，这样的组合不管在天宗还是世俗，都会招来异样目光，甚至招人唾弃。他按下飞剑，靠近居所时提前降落，然后仔细地整理了一下衣冠，确认没有破绽，这才返回四合院。院门没锁，里面住的人根本不在乎锁不锁门。推开门的瞬间，院子里的景象让李林素一愣。石桌边坐着许七安、李妙真、苗有芳、楚元稹和恒远大师，大家正喝着酒，手里端酒杯，笑容诡谲地看着自己。这么有雅兴啊？李林素神色沉稳，不慌不忙。李妙真问道：“去哪儿了？”“随便逛逛。”李林素如此回答。飞燕女侠抽了抽鼻子，女人的脂粉味。圣子丝毫不慌，轻笑道：“我这该死的魅力，师哥最大的烦恼就是太受女子欢迎。”李妙真缓缓点头，突然一副情深意重的模样，演了起来：“美儿，年纪不该是我们相爱的阻碍。”许七安默默起身，深情地看着李妙真，道：“如果你畏惧流言蜚语，畏惧同门和弟子的看法，那我可以带你走。”李林素瞳孔微微放大，人傻了。楚元稹摇摇头，喝一口闷酒：“李道长，你可能不知道，我也是自幼无父无母，不知道被娘亲疼爱是什么滋味。”苗有芳忙说：“楚大侠莫要悲伤，你既不愿意我做你兄弟，那我就做你儿子。”话音落下，屋子里窜出一只小白狐，嗓音如银铃般清脆，娇声道：“感受到了吗？一腔热血是为你而沸腾的。”这一刻，李林素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你们！圣子脸色涨得通红，只觉得体内有烈焰腾起，头顶喷出虚幻的黑烟。天地会成员心满意足的进屋睡觉去了，留下李林素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院子里。啊，对了，自幼父母双亡是吧？回头我和两位长辈唠嗑一下。李妙真笑眯眯地补了一刀。李林素是有父母的，也是天宗门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圣子扪心自问。青州城布政使衙门，堂内面容清癯，蓄着山羊须的紫阳居士杨公，脸色凝重地审阅着蝶子送回来的云州情报。如今已经明白刘明蜂拥云州的原因。任职青州布政使的杨公脸色凝重地环顾堂下的官员，道：“情报上说，云州官府发告示，大开粮仓，吸纳流民入伍。云州要反了。”众官员神色一沉，没有惊讶和意外，也没有愤怒，有的只有坦然和严肃。早在2月前，先帝被许七安斩于京城不久，朝廷向青州连续下达10几条底报，命青州进入备战状态，屯粮、屯铁器、修缮城墙。云州靠海，南边是吴郡汪洋，北边大部分土地与青州接壤。前朝欲孽想要以云州为根基，北上讨伐京城，就必须要拿下青州，以获取足够的战略纵深。青州要是打不下来，叛军就会被死死按在云州一隅。提醒按察使陈应道：“我们得加大赈灾力度，遏制流民南逃的趋势。相比起其他地域，南边无疑更加温暖，食物也更充足，
因此青州的流民规模极其可怕。这些流民若是一股脑儿的去了云州，后果不堪设想。青州知府连连摇头，虽然朝廷给了我们足够的粮草，但那是留着打持久战用的。眼下各地寒灾肆虐，朝廷缺粮，浪费在了流民身上，将来一旦粮草不足，不等敌人攻打，我们内部便自行崩溃了。战时首先考虑的永远是军队的需求。又一名官员说道，灾情汹涌，流民数量远比想象的要多，云州敢大开粮仓，他们的粮草也不是无穷无尽的，不怕拖垮了自己。杨功沉声道，过去的20年里，云州叛军一直在囤积钱粮军需，为的就是这一刻。他们的积累和底蕴绝对超乎我们的想象。布政使大人，那该如何是好？众官愁容满面。流民现在是有奶就是娘，谁给吃的就替谁卖命。杨功沉吟片刻道，封锁通往云州的边境道路，阻拦流民南下，派人散布云州开仓赈灾属于谣言，另胆敢散布云州开仓赈灾消息的杀无赦。青州知府眉头紧皱，布政使大人，这会造成流民哗变的。杨功笑道，我只说封锁通往云州的路，流民要跋山涉水或绕到香林州南下，这就不关我们的事了。在座都是老油条，立即明白杨布政使此计的妙处。天寒地冻，山路难走，想跋山涉水的南下，不是人人能办到，这就大大缩减了南下的流民数量。绕路到相邻的州南下也是同样的道理。而因为好歹有点希望，流民不会鱼死网破。青州都指挥使感慨道，幸好我们青州还算富庶，粮仓储备充足，要是2年前恐怕已经大乱了。经过杨功1年多的治理，青州吏治清明，家家都有余粮，官府粮仓里的粮草同样储备充足。如今回想起来，朝廷是有先见之明的，早早的做出应对。经过2天2夜的赶路，机旋驾御丰州，先抵达青州。为防止在云州外遭遇监政，他们改换陆路，长途跋涉，彻底狂奔，顺利进入云州，然后重新驾驭御丰州，抵达了乾隆城。云海之上，机旋站在船舷边，俯瞰着依山而建的恢宏大城，眼神微微恍惚。离家2月，竟仿佛过了2年之久。离开乾隆城时，他身边有6位高手辅助，而今返回，身边只有许元双和许元怀。柳红棉3人不知所踪，蕉叶道长死于雍州城。这趟江湖之行，在他人生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终于回来了。御丰州在乾隆城上空悬停，许元怀背着姐姐从低空跃下，机旋顺势御空而起，取出小鼎，将散碎龙器和御丰州收入青铜小鼎。沿着鹅卵石铺设的缓坡，3人往山顶走去。路上遇到的百姓士卒都热情地停下脚步，向机旋问好。机旋笑容温和地一一应对着，越往上走，普通百姓越少，直至绝迹。穿过矮矮的城墙，他们进入了皇族生活的区域。机旋往南，往城主府方向走；许家姐弟往西，那是天机楼的方向。通过一个个岗哨，机旋进入城主府，在书房见到了父亲。一袭华贵紫袍，五官周正，气态威严的中年男人站在大案前，双手撑案，低头审视着铺开的中原地图。我与国师以及诸位将军商议过，想挥师北上，必须打下青州。紫袍中年男人没有抬头，看着地图说道，但青州如今铁桶一块，被杨公治理得井井有条，不得不说，儒家读书人治国治军都很有一套。想要打下青州不难，但要以最小伤亡、最快速度拿下难。你觉得呢？机旋走到岸边，低头扫了一眼。青州必须拿下，但没必要正面强攻，可以从南疆界道过禹州直入青州腹地，或者走海路，从巫神教的领地穿过去。紫袍中年人满意点头，这才问道，这趟江湖之行感觉如何？机旋脸色一暗，孩儿惭愧，许其安实在太可怕太强大，孩儿至今也只搜集到一些散碎龙器。龙器溃散，中原处境雪上加霜，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结果。至于龙器能收集到最好，收集不到不必强求。紫袍中年人笑了笑。机旋面色微松，回来的路上见到不少难民进入云州，父亲打算起事了，3日之后我会在云州称帝，你准备一下。紫袍中年人意味深长地说道。机旋的手轻轻颤抖了一下，他竭力按捺住激动的情绪，躬身道，是父皇。西边进入天机楼附属的大宅，许元双和许元怀来不及更换衣物，径直去了母亲居住的小院。僻静幽深，除了几个伺候在此的仆从，几乎没有人会来造访。燃着檀香的幽静小厅里，穿着深青色袄子、百褶长裙、梳着端庄妇人发髻的女子盘坐在蒲团上，闭目冥想。许元双推开小厅的门，轻声道，娘，我们回来了。许元怀没说话，但脸上有了笑容。端庄美丽的女人睁开眼，似是如释重负，笑道，回来就好。
你俩都瘦了很多，眼神里多了些东西，想来经历了不少事吧？他犹豫一下，问：有遇见他吗？建州境内的渭水运河商船甲板上，木南枝披着御寒的大氅，坐在铺设软垫的大椅上，一手抱着白鸡，一手握着竹竿垂钓。左侧摆着一张桌子，2把椅子，桌上小灶炭火熊熊，烧着一锅鱼。许七安和苗有芳坐在桌边，吧唧吧唧地吃着鱼。白鸡从木南枝怀里探出脑袋，乌溜溜的眼睛巴巴地看着。这几天不是鱼就是腊肉，吃的我屎都拉不出来。苗有芳骂咧咧道。许七安反手一巴掌把他拍下椅子，然后朝着白鸡招手。白鸡挣脱王妃的怀抱，迈着欢快的4条短腿，屁颠颠地跑到许七安脚边，昂着脑袋看他。许七安抱起白鸡，夹了一块软嫩的鱼腹肉放在碗上，白鸡把脸埋进碗里，小口小口吃起来。你的进展很快，我估计再有1个月的磨练，你就能踏入5品画境。到时候只要不自己作死，招惹顶尖人物，天大地大，哪里你都去的。许七安喝一口浊酒，有些欣慰。他们此行南下，前往南疆10万大山。小团队里目前只有3个人，1只狐。天地会成员里，李妙珍侠肝义胆，喜欢行侠仗义，适逢灾情汹涌，各地民不聊生，总想着要做点什么，所以很难安分地待在许七安身边。楚元稹是浪荡不羁的剑客，四海为家，居无定所，向往的是随心所欲的自由。游历江湖的途中，能与故人相逢，喝个酒，快意恩仇，便是他最开心的事。等酒喝完了，事情了，他又会踏上旅途，追寻他的剑道。恒远大师和圣女是一样的心态，出家人慈悲为怀，济世救人责无旁贷。至于李陵素为什么没有跟着南下，当日大伙清晨醒来，圣子已经走了，给天地会成员留下一封信，意思是自己近来心境有所突破，要独自一人上路，领悟太上忘情的真谛。其实他走的时候，天地会成员都知道，就大伙的修为，方圆数里的动静一清二楚。许七安躺在温暖的被窝里，还给在心里给圣子唱了一首送别歌。那一晚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我只能让笑容留在心底。圣子走后，许七安便释放了东方晚清，柴杏儿依旧关押在浮屠宝塔里，定期投喂，定期召唤出来洗漱，定期让苗有芳当苦力洗刷马桶。这时商船的负责人朱管事匆匆过来，躬声道：苗大侠，前方就是金水滩，水流平缓，常有水匪拦江抢劫，通常来说只要交点银子就能过去。见苗有芳点头，他继续道：如果不发生意外，您就不用出手了。苗有芳倨傲的嗯一声，保持着自己高人的风范。朱管事躬身退下。这艘商船是建州商会的商船，要去禹州做生意，而苗有芳现在的身份是建州商会新招揽的一位客卿，负责商船南下时的安全。许七安的身份没有暴露，只是平平无奇的跟班。商船航行了半个时辰，水流果然开始平缓，又航行1刻钟，船速变得极慢，只能依靠舱底的船夫摇橹航行。噔噔噔，朱管事带着10几名武人奔出船舱，持刀背弓，神色戒备。许七安朝左岸眺望，看见岸边数十艘小船破浪而来，速度极快。之前他们还好好的停靠在岸边，等商船进入这段平缓流域，岸上的100余名水匪立刻跳上船，滑动双桨，劈波斩浪般的靠拢过来。这是一种2头削尖的小船，它长不盈丈，阔仅3尺，灭踏卷篷，2乳一浆，体轻而行捷。这怎么那么多的水匪？朱管事瞠目结舌，脸色发白。苗有芳看他一眼，以前不是。朱管事定了定神，脸色依旧难看，苦笑道：这条水路我走过几次，以前水匪总共也就20-30人，而今这人数怕是有100余名了。这胃口也就大了呀。许七安突然问道：这些船叫什么？这是枪船，以敏捷著称，是水匪常用的船只。朱管事心情极差，耐着性子解说：在水势平缓的流域里，商船没这些小船快，他们手里的枪是用来捅穿我们船底的，枪不是他们唯一的手段，还有烧船的火油。说话间，枪船群离商船已经不足3丈。朱管事走到船舷边，吸一口气，拱手大声道：各位英雄，在下朱问，四海之内皆兄弟，出来讨生活不容易，朱某为诸位兄弟准备了50两银钱，还望行得方便。50两银子是一笔数额相当大的过路钱了。许七安在京城任职打更人期间，不吃不喝，1年也就50两的俸禄。50两打发叫花子呢。一艘枪船上传来讥笑声，主管事等人循声望去，那是一个穿着黑衣披着大氅的男子，腰间挎着一把刀，稳稳地立在船头。他大概30出头，皮肤粗糙黝黑，目光锐利桀骜。主管事不识的他，印象里这伙水匪的头子是一位叫野鸳鸯的武夫，练气劲的修为，还算讲规矩，给银子就给过去。
阁下不是野鸳鸯，他人在何处？他刚要开口寻声，那匹大氅的男子已纵身跃起，狠狠砸在商船的船头。轰！整艘船的船头猛地一沉，让船上众人东摇西晃，险些摔倒。黑衣男人扫过唯一巍然不动的苗有芳，以及几名背弓挎刀的护船武夫，喝了一声：“还有几个练家子吗？”野鸳鸯，你是说那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他已经被我砍了脑袋沉江了，不过我还算仗义，有替他好好照顾婆娘。主管事沉声道：“阁下想要多少银子，不妨直说。”黑衣男人抬起手掌，五指张开：“这个数，500两。”主管事沉声道：“阁下莫要开玩笑，整艘船的货纯利润都没有500两。”黑衣男人笑眯眯道：“我们不但要钱，还要女人，手底下兄弟这么多，没女人日子可没法过。本大爷给你们一个折中的办法，一个女人抵10两，姿色好的抵20两。”说着，他看了看许七安身边的木南枝，嫌弃的啧一声：“就这种货色，5两银子不能再多，也就够兄弟们消遣几天。”木南枝一脸冷笑：“出来混江湖，莫要把事做绝。”本欲好言相劝的主管事忽然噎住，因为这时候黑衣男子刻意面朝阳光，皮肤上有一层淡淡的神光。6品铜皮铁骨，遇上狠茬子了。主管事脸色微变，他忍不住看向苗有芳。通常来说，遇到这种层次的高手，只能认栽。主管事估摸不准苗有芳的水准，只能把决定权交给他。主管事相信苗有芳会权衡利弊。婆婆妈妈，本大爷耐心有限。黑衣人走到桌边，抓起酒壶灌了一口，吹了个口哨。嘟嘟几声，10几个铁钩子缠上船舷，水匪们顺着绳子爬上来。为缚绳攀爬的水匪则将长枪对准船底，或打开了火油坛子，只等黑衣人一声令下，叫凿船烧船。他们是水匪，可不是生意人，谁还跟你讨价还价？水匪们上船后，黑衣人吩咐道：“去里面搜刮财物，把女人都带出来。”又指着木南枝：“这女人也带走吧，不过不算银子，当个天头。”语气轻松，但并没有松懈，右手始终按在刀柄上。当即就有2名水匪朝木南枝走去，持着刀，做出凶神恶煞姿态。突然，砰砰2声，水匪刚靠近木南枝，就被一股巨力震飞，吐血倒地。许七安在黑衣人巨变的脸色中探出手，箍住他的脖颈，让他们下去，下去，统统下去。黑衣人满脸惊恐，他现在的心情和刚才的主管事一样，遇到硬茬子了。水匪们骚动起来，他们万万没想到，一招就斩杀前任首领的人物，在这个平平无奇的男子面前，竟弱小的像一只鹌鹑。仅仅是一个跟班就如此强大，苗大侠的实力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恐怖。主管事心里暗惊。这一路上，许七安是以苗有芳跟班自居，蜂拥而来的水匪又蜂拥而去。阁下高抬贵手，有话好商量。今日是我有眼不识高人。黑衣人语气诚恳中带着哀求，他相信对方除非不想要整艘船的货物，否则不会和自己鱼死网破。有时候像他们这样的水匪根本不怕高手，因为很多高手会出于伤亡、货物等方面原因选择妥协。能用银子办完的事，没必要用命。许七安果然没杀他，问道：“哪里人士？”禹州。一番问答后，许七安知道这个黑衣人叫孙泰，禹州人士，江湖散人，因为作奸犯科的缘故被禹州官府通缉，这让他失去了在某地创建帮派的可能，因为朝廷的通缉令各州之间是共享的。孙泰开始浪迹天涯，虽说快意恩仇不缺银子，但终归是只独狼。随着今年入冬，寒灾遍地，各州之间秩序隐约崩坏，再没人会搭理他这个通缉犯了。孙泰开始收拢流民和其余江湖散人，在此地占水为王，如今麾下水匪100人，算一股颇为不错的势力。按照局势发展，再这样下去，类似的土匪水匪就会变成推翻朝廷的义师，或者割据一方的诸侯，成为大雪崩里的一份子。许七安轻叹一声：“想活着吗？”许七安问。孙泰立刻点头。许七安指着苗有芳：“杀了他，你就能活，我不会干预。”接着对苗有芳说：“这是你的第一个试炼，2刻钟后提着他的头来见我。失败的话，你我之间师徒情谊就此结束。”当当2声，许七安把孙泰和苗有芳踢出商船，2人朝着岸边坠落。他接着让朱管事抛锚，停在原地，与木南枝并肩观战。朱管事都吓呆了，没想到这个跟班才是正主。木南枝见他神色凝重，问道：“担忧苗有芳？我在想，如果我是魏公，该如何治理这些以武犯禁的武夫？”许七安低声道：“大凤的敌人不只是云州逆党，还有这些趁势作乱的江湖人，还有为了果腹走到哪里抢到哪里的流民。”王府书房里，神色颓废的王首府抱着一只烤手的暖炉，指头点了点桌面，问道：“二郎，这是各地送上来的折子。入冬以来，各地匪患严重，
江湖散人乘势而起，聚拢流民，打家劫舍，内忧外患啊！今日陛下殿内斥问诸公如何解决，你有什么意见？许二郎知道王首府在考笑他，类似的考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时有发生。王首府喝了一口茶，缓缓道：“你资历太浅，在王党内无法服众。我这身子骨不知道何时能好，也有可能好不了。经营了这么多年的班底，拱手让人，委实可惜。”许新年凝眉不语：“不用着急，3天内给我回复便可。”王首府疲惫地挥挥手：“你且去吧。今日休沐。”许二郎原本是来找未婚妻玩的，但两人终归没有成亲，私下里独处不能超过2刻钟，再长就得去厅里说话。独处也不是真的2个人独处，得有丫鬟陪着。毕竟年轻男女之间最怕的就是情难自禁，然后热心的给彼此消肿止痒。成婚后，婆家通常会看新过门媳妇的落红，若是没有，那脸就丢大了。虽然王家对许二郎的品性很放心，但该守的规矩还是要守，不会退让半步。于是2刻钟结束后，王思慕依依不舍地告别未婚夫，目送他去了父亲的书房议事。首府大人，这是为难我呀。许新年苦笑一声，却没有走。换成普通长辈这么说，他肯定起身告辞。不过王首府是未来岳父，许二郎的态度要随意很多。其实要解决匪患，办法很简单，对待流民和占山为王的匪寇，朝廷历来的态度就是剿灭加招安，萝卜配大棒。如今的局面是匪患成灾，剿匪太过困难，朝廷也没有财力和物资继续赈灾，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富贵险中求用在这里不太准确，但道理相同。做到别人做不到事，你才能坐上别人做不了的位置。王首府也没强行赶人，把折子推给他，看看吧。陛下号召捐款后，情况好转了许多，否则情况会更加严重。停顿一下，以一种闲谈的语气说道：“听说最近和长公主走得比较近。”许二郎拿起折子翻阅，顺势道：“偶尔会与长公主殿下讨论学识。”王首府点头，没什么表情的说道：“长公主才华出众，天资聪颖，胜过大多男儿。她若是男儿身，面对这样的难题，定能想出解决之策。”他在暗示我找长公主商议。许新年微笑道：“长公主的才华确实令人敬佩。”既然话题打开了，王首府便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吹一口滚烫的茶水。建州武林盟的事听说了吧？略有耳闻。许二郎点头。详细的情报近日也该传回来了，此事公开与否，得看事件大小。若是一剂猛药，那就往后压一压。王首府的意思是，如果战果丰硕，就先不公之于众，等待需要用猛药的时刻再行使用。许宁燕如日中天，好是好，可就是太好了。王首府看未来女婿一眼，叹息道：“兄长的光辉太夺目，就显得你暗淡无光，别人也不会允许你发光发热。”许二郎是骄傲的，刚想说大哥是大哥，自己的成就和能力从来不需要大哥衬托，更不会因为他而自卑。但许二郎也是聪明的，他立刻意识到王首府不是挑拨，而是另有深意。首府大人的意思是，大哥不能再重返庙堂。许二郎沉吟道：“让他挂一个执掌的打更人的虚名，是陛下和诸公能接受的极限。他要是想重返庙堂，那么你就准备好做一辈子的冷板凳吧。”王首府抿了一口茶，徐徐道：“你们兄弟俩要协调好，帝王心术永远是制衡2字。若是许七安真正掌握打更人衙门，那么许新年就不可能接管王党，皇帝不会允许，诸公也不会允许。”许新年嗯了一声，没发表意见。凭借儒家开窍镜的过目不忘能力，他快速阅读完折子，对重灾区域有了详细了解。学生看完了，先行回去。许二郎起身作揖，他走到门边，忽然回头道：“其实并不冲突，大哥是现在，我是未来。”推门离去。二郎怎么心不在焉的？餐桌上，婶婶给儿子舀了一碗鸡汤，埋怨道：“你倒是喝点啊，娘让厨房给你煲的鸡汤都进了林英和丽娜的肚子，好东西全给饭桶吃了，你不心疼呀？”“娘，饭桶是什么呀？”许林英吨吨吨的喝鸡汤，开口问道。“饭桶就是你！”婶婶扭头骂道。“啊，我不是许林英吗？”小豆丁大吃一惊。又快春季了，过了1年什么长进都没有，书都是白读的吗？你这1年光长肉不长脑子的。婶婶难以置信，并痛心疾首。那也得有书读进去啊。许二叔等人心里吐槽，习惯了，继续吃自己的饭。婶婶骂完闺女，转头对二叔说：“昨儿临安殿下送了不少首饰和布匹，老爷，你说他如此照拂我们家，是不是将来可能会嫁给宁燕？”婶婶以前认为2位殿下照拂许家是瞧上自己美若天仙的儿子，后来经丈夫解释，才知道是看上了自己武艺超群的侄子。许二叔欣慰道：“以宁燕现在的身份地位，
娶公主还不是手到擒来？将来入了徐府，他还得给你敬茶，你可劲儿的调教他吧。许二郎看一眼父亲的酒壶，也没喝多少，深深忧心忡忡道：我虽然不怕宅子里的争斗吧，可对方毕竟是公主，娇贵着，哪能随意调教？深深在徐府的宅斗本事，论第一，没人敢论第二，一直都是无敌状态。许灵月轻声道：娘，大哥性子洒脱不羁，并不适合娶公主，这驸马还是不当的好。那两位公主我都见过，和大哥不般。佩丽娜抬起头来，嚼着米饭，含糊不清道：我觉得许宁燕和公主们挺般配的。许灵月沉默一下，看向小豆丁，细声细气道：娘，林英这样挺好的，每天和丽娜练功，师徒俩开开心心，无忧无虑。丽娜骄傲一笑，然后发现许家主母看自己的目光里多了戒备和敌意。是了，是这个蠢姑娘带坏了我家林英。婶婶磨磨牙。丽娜。许新年放下筷子，捧着鸡汤喝了一口，说道：近来江湖武夫聚拢流民，落草为寇，以致各地匪患严重，部分地域的山匪已经威胁到县城。王首府问我有何良策，我正为此事烦恼呢。婶婶一脸信心十足的姿态：让宁燕搅了他们没？中原这么大，你想让宁燕累死？许二叔没好气道：再说他还在一旁虎视眈眈呢。他指的是大哥许屏风，能否招安？许灵月是个知书达理的，文化水平一直很可以。招安只能用于常识，匪患多是流民组成，招得了一部分，招不了全部。说到底还是钱粮不够，可钱粮够的话，灾情早就得到控制了。许二郎摇摇头，先地缘警示的遗留问题，在这场寒灾里尽数爆发了。二叔是当个兵的，深知行情，看着婶婶说：得，你也别让林英识字念书了，让他从军入伍吧，说不定3-5年后封个万户侯回来见你，光宗耀祖，让你成为诰命夫人。婶婶气得差点要和丈夫拼命，觉得这一家子就自己的育儿观念最正常，就自己对林英不抛弃不放弃。许二叔见妻子不服气，就问小豆丁：林英啊，如果被人要欺负你，你怎么办？打回去。小豆丁理直气壮：打不过呢。许二叔道。许林英想了想：那我和他们做朋友，他们就不会欺负我了。你这娃子思想觉悟不行啊，打败仗的话10有8-9当叛徒。许二叔心说。吃完饭，许二郎心事重重的回书房，点上蜡烛，他靠着椅子开始沉思。作为读书人，但凡遇到难题，首先想到的是参考史书，以史为鉴，从中学习先人的经验。史书中各朝各代对末期的乱象采取的无非是剿灭和招安2种，更多的是采取剿灭态度，因为每一个王朝的末期，朝廷与百姓的矛盾已经到了必须用战争解决的地步。招安的前提是有钱有粮，并且出让一部分利益。朝廷可以用招安的办法解决一部分匪患，但不可能靠招安解决所有匪患。能做到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如今的乱象。许二郎凭借强大的记忆力分析回忆着史书内容，首先得出的结论是，如今的大奉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与大部分王朝末期的腐朽不同，烂的还不够彻底，这是好事。这个时候，云州的逆党若是发动叛乱，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何解决匪患？许新年越想越觉得无解，越想头越疼。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王首府的身体越来越差，以致药石都不见效。归根结底是心力交瘁，是积劳成疾。这时他脑子里突然闪过林英说的话，仿佛有一道光劈入他脑海：成为朋友，成为朋友。许新年睁开眼睛，眼球布满血丝，神态却极为亢奋。他铺开宣纸研磨，提笔书写：现今灾情严重，流寇四起，为祸一方，朝廷可用3策，一为招安，对于规模庞大的山匪采取招安策略，并让归顺的山匪剿其他山匪；二为派军剿灭，对于规模不大的乌合之众坚决清剿，不留后患；三效仿江湖人士，派遣高手深入民间，聚拢流民，占山为王。这一点是林英市话激发了他的灵感，让朝廷和流民成为朋友。当然不可能聚拢所有流民，但至少能减轻朝廷现在的负担，大大减轻匪患对百姓的荼毒。许二郎继续写道：须委派忠心正义之士担当此任，风评不好，名声不佳者勿用，须严密监控其家属，以为人质。写完之后，许二郎开始沉思，觉得还欠缺什么，但那股子劲泄了后，精神开始疲惫，有些力不从心。他扭头看一眼水漏，才发现已经子时2刻，他竟在书桌边坐了足足2个时辰。清晨，许七安早起洗漱，然后在桌面摊开地图，商船此行的目的地是禹州。到了禹州，他们就要更换其他交通工具。到了禹州后，就驾驭浮屠宝塔飞行吧。作为一座空中堡垒，浮屠宝塔的防御是没问题的，
就是续航能力差了些。法宝的能量来源于主人或自身积累，失去主人驾驭的法宝，续航能力通常都不行。就像太平刀，平日里自己有积累刀气，但只能做一时之用，用完就得再次积累。这和五夫契机耗尽无力再战是一个道理。所以许七安平时不会主动祭出浮屠宝塔赶路，遇到危险时才拿出来当庇护所，架着它逃命。突然心悸的感觉传来，他自然而然地摸出地书碎片，查看传书。一，有件事想请教诸位，事关各地匪患之事。二，剿匪，这个我在行，组织军队，逐一攻破，连根拔除就成。多简单的事。李妙贞迅速传书回复。看来朝廷也注意到这个隐患了。每一个朝代的末期都是内忧外患的，有时候内忧远比外患要可怕。正为匪患头疼的许七安回复了天宗圣女。三，妙贞显然是没这么简单的。虽然武力能解决一切，但武力也需要足够的银子做后盾。朝廷要是有这个能力剿灭所有匪患，流民就不会泛滥成灾。二，那你该怎么办？你说啊。圣女带着情绪的传书出现在天地会成员的地书上。一，诸位，我有3条计策，容我说完。过了一阵，怀庆的传书逐一分段传来，总共3条计策，字数大概有200多字。三，这是殿下的计策。妙啊！许七安二话不说，先拍马屁。一，这是许二郎的3条计策，今晨他入宫拜访我，向我求教，查漏补缺。二郎的计策。许七安一愣，二郎什么时候和怀庆走这么近了？他酸溜溜的想。二，此3计甚妙，不敢说一定能解决匪患，但能大大遏制流民成灾的趋势。李妙贞出点子不行，眼光还是可以的。四，第3计不行。这时楚元稹跳出来发表意见。一，楚兄请说。其他人也安静下来，没有插嘴。楚元稹是状元郎，才华横溢，又有丰富的阅历，是天地会智商担当之一。四，聚拢流民靠的是什么？一为武力，二为钱粮，此2者缺一不可。武力不够，无法成事；钱粮不够，则没人愿意附庸跟随。那么钱粮怎么来呢？不过打家劫舍4个字。朝廷派遣高手聚拢流民，自然不可能给钱给粮吧？有这份财力，直接赈灾不是更妥当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就只能打家劫舍了，这只会加剧灾情，让局面更加糟糕。一，楚兄有何高见？许二郎来找他，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没能给出答案，于是才想请教天地会成员。除了丽娜之外，大家都是聪明人。楚元稹也确实没让他失望，立刻看出第3策的破绽。而第3策是解决匪患的重中之重。四，殿下，这可难住我了。短时间内，楚元稹还真想不出对策。二，以战养战如何？李妙贞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对策。七，愚蠢的李妙贞，对流民来说，抢夺百姓的钱粮远比长途跋涉去对付一个同为流民组织的武装势力要轻松简单。没人是傻子，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若是强迫手底下的流民们这么做，不出2次，众叛亲离。李灵素跳出来了，虽然在现实里他已经死去，但在网络上他依旧能重拳出击。李妙贞大怒。二，那你说你有什么法子？圣子潜水去了，他也没辙。一，其实李妙贞的想法有可行之处，可以让朝廷的人以抢夺钱粮为由，围剿另一股山匪势力，但这种事不可常做，无法以此为生。朝廷扶持的势力如何起家？如何维持生计？还是只能抢夺百姓，但这样又会像楚兄说的那般，让局面更加糟糕。许宁燕，你有什么想法？许七安迟迟没有说话，逼怀庆主动艾特他。我能有什么办法？我都把基金的收益捐出去赈灾了，打架破案我在行，治国的事就别找我了呀。许七安一边心里吐槽，一边积极开动脑筋。他最大的优势是上辈子的见识，比如以工代赈，但这条计策不适合用在此时的大凤。小范围的使用还可以，除非大凤朝廷要把路修到农村等等，好像还真有一个办法。许七安心里一动，想到一个大胆的点子，但他没有说话，脸色有些纠结犹豫。一，许宁燕，怀庆又催促了。三，抢劫是唯一的出路，但抢劫的对象不是平头百姓，是地主，是乡绅，是为富不仁的商贾，是士大夫阶层。天地会内部猛地一惊，他疯了。众人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就连劫富济贫的李妙贞也觉得许七安破罐子破摔，出的是馊主意。四，没有了乡绅的维持，这只会让乱象加剧。在这个时代，皇权不下乡，乡绅望族充当着维持底层稳定的重要角色。三，不，楚兄你错了，群体的利益
胜过一个人的利益，大部分人的利益胜过小部分的利益。只要你能满足绝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你就能得到拥戴，你就永远不会败。大凤如今面临的窘境是流民引起的，只要能喂饱百姓的肚子，乱象只会缓和，不会加剧。另外，对于乡绅地主来说，朝廷的存亡与他们无关，大灾之年，他们会愈发的榨取贫苦百姓的价值，手握土地的他们是朝廷的敌人，也是百姓的敌人。关键是，这一切都是流民匪寇做的，与朝廷何干，并不会激化朝廷和士大夫阶层的矛盾，反而会让那些手里握着庞大资源的阶层也参与进剿匪，又或者是捐款，组织民兵来抵抗。不管是哪一种，他们肯出银子、粮食，这就能缓和当下缺粮的窘境。总有人因此受益，因此挣到银子，挣到粮食，把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天地会内部沉默了，许久没人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楚元稹传书道：可你不要忘了，朝廷中大部分人都是你口中士大夫阶层，那些告老还乡的官员就是乡绅阶层。3. 所以这件事得列为机密，即使是朝堂诸公也不能知道。派遣出去的高手必须是平民出身，且对皇室忠心耿耿，或者像李妙贞这样的侠义之士。另外，这些委派出去的高手品性必须得到保证，不能滥杀无辜，最好能做到只抢不杀，挑选为富不仁的名声差的下手。只能尽量。他心里补充了一句，许七安知道，当他这个计策被采用时，哪怕注意再注意，谨慎再谨慎，也依旧会有无辜者遭受波及，这是他刚才犹豫的原因。但上辈子的经验告诉他，一旦把大局观上升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时，处理问题就不能以简单的善恶来评判。如今灾情汹涌，流民成灾，每天都在死人，以后还会死更多的人。掌权者要做的是尽快让社会秩序得到稳定，而不是考虑到可能会有无辜者牺牲就畏首畏尾。慈不掌兵，同理，慈不掌权。地书聊天群再次陷入沉默，尽管隔着千山万水，许七安却仿佛听见了他们粗重的呼吸声，或者还有颤抖的手。4. 许宁燕，你真的疯了？作为传统读书人的楚元稹有些无法接受。众人则没有说话。隔了好一会，楚元稹再次传书，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尽管它存在巨大隐患。李妙贞突然传书，如果非要这样的话，我希望抢劫乡绅的那个人是我，因为这样才能尽量做到不滥杀。4. 我会尝试聚拢一批流民，不过想掠夺乡绅可不容易，他们通常住在城里。1. 诸位有地书碎片，能御剑飞行，这些不是问题。怀庆的心比他们更狠，他已经认同并接纳许七安的建议。6. 阿弥陀佛，贫僧不知道该如何选择。7. 算我一个吧。李灵素发言。2. 你，李灵素，这不符合你的作风啊！你不应该是天大地大，老子睡女人最大吗？李灵素愤怒传书，在你眼里，我就那么糟糕？李妙贞，我们好歹是同门师兄妹，你能判我点好？2. 不能，抱歉。李灵素深吸一口气，传书道：这就是太上忘情啊！不为情所困，不为情所扰，于大局有益，于苍生有益，便不会被一时的怜悯和同情左右，完美驾驭情感。师父想让我们做到的，不就是这个境界吗？这一回，李妙真没有抬杠。到此，再没人说话。当日，永兴帝收到翰林院庶吉士许兴年递进宫的密折。所谓密折，便是无需通过内阁，直接递交给皇帝的折子。永兴帝坐在大案后，望着桌上摊开的密折，久久不语。委派心腹高手聚拢流民，专打劫乡绅商贾，侵占他们的资源来稳住流民。永兴帝脑袋里嗡嗡的，只觉自己过去近30年里培养的认识被这封密折推翻，涌起了荒诞的不真实的感觉。他看完折子，第一念头是胡闹。在永兴帝的认识里，乡绅、士大夫阶层以及名门望族是朝廷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维持王朝统治的一部分。如果与这些阶层为敌，那么朝廷的政令根本难以实行。历史上因为得罪这些阶层而被推翻的王朝皇帝不胜枚举。永兴帝也是读史的，他对政治的领悟可以归结为2句话：不断的妥协，拉拢一批人，打压一批人。所谓拉拢一批人，打压一批人，放在朝堂上就是或者更多党派的支持，放在统治国家上，拉拢的就是门阀、乡绅、贵族、士大夫等，打压的是天底下千千万的平民百姓。可是许二郎密折里的一句话深深震撼到了永兴帝：手握土地者，盛世为盟友，乱世为弃子。围绕这句话，许二郎给出长篇大论的阐述。相比起不计其数的灾民，这些掌控王朝土地资源和财富的阶层，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人乱世之时，牺牲掉这小部分人，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皇权就能屹立不倒。
等到旧的阶层毁灭，自会有新的人进入这个阶层，取代他们。永兴帝觉得这同样是在拉拢一批人，打压一批人，附和他的政治理念。最关键的一点，此事非朝廷所为，是流民匪寇作恶，与皇室与朝廷毫无干系。许兴年有大才，可以重要。永兴帝感慨一声，他反复阅读密折，时而振奋，时而忧虑，时而咬牙，时而摇头，犹豫纠结了很久很久。忽，终于长长吐出一口气，心里已有决定。那火盆来。永兴帝吩咐道。赵玄振立刻端来火盆。永兴帝把密折丢进了火盆，火焰窜起，舔舐纸张，将这风传出去必定引来朝野震荡的折子焚烧。他不打算采纳这个计策，准确地说，不采纳第3条计策。理由很简单，风险太大。此事要是泄露出去，他的皇位绝对保不住。他不是父皇，根基深厚，能稳稳压制朝堂诸公。他只是上位不到2个月的新君，不，即使是父皇这样极为深重的皇帝，也不敢这么做。委派心腹去做这件事，这其实就相当于将把柄送出去了，一个随时能让自己万劫不复的把柄。别说心腹，就算是生母、胞妹，永兴帝也不敢把这样的把柄交给他们。谁能保证心腹永远忠心？浮屠宝塔内，已经抵达禹州，开始驾驭浮屠宝塔前往南疆的许七安，忽然一阵心悸，转头对苗有方说：“过来帮我下一回。”他正坐在小桌边与木南之对弈，黑白子杀得难解难分，局势千变万化，暂时谁都没能奈何谁。塔林老和尚都惊呆了，没想到此2人棋艺如此超凡绝伦。苗有方停下练拳，一边用挂在脖子上的汗巾擦脸，一边为难道：“我不会下棋。”许七安坚持己见：“南之会教你的，下棋没什么难的，要相信自己的智慧。”苗有方屁颠颠的过去，坐在许七安的位置上，看一眼密密麻麻的棋盘，陡然一惊。棋子几乎覆盖了棋盘，下到这等程度，竟还未分出胜负。许七安和夫人的棋艺可想而知。木南之看了他一眼，道：“你执黑，我执白。”苗有方挠挠头：“我不会玩。很简单，把5颗棋子练成1线就算赢。”木南之道：“这是什么棋？”“这就是围棋。”木南之一本正经地说。另一边，许七安走到窗边，取出地书碎片，看见怀庆的传书。永兴帝没有采纳许二郎的计策，今日派人传话给他。爱卿计策甚妙，然朕认为不必如此，就此作罢，不必再提。永兴帝魄力不够啊。许七安失望摇头。什么？我们费了这么大的精力，为他想了妙计，他竟不用？呸！永兴帝跟他老子一个德行，都是废柴皇帝。女愤青大怒。其实他的选择无可厚非，不是人人都有魄力的，一为而处，就能明白他的难处。作为一位新君，他肯定是求稳为主。采纳2郎的计策，有太多不确定性，有太大的风险，又未必能彻底解决流民成灾问题。可一旦暴露，他会遭受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反噬。他不采纳，不妨碍我们自己行动，只是这样效果大打折扣，毕竟天地会人手有限。圣子发表意见：“咦，小老弟你很活跃吗？忘记自己前段时间怎么射死的了？”许七安嘴角挑起。许七安，还有没有其他治理流民的计策？李妙珍其实想问怀庆的，但他和怀庆不熟，只能让许七安充当工具人。还有什么办法？之前的计策是激化阶级矛盾，牺牲一部分阶级，保全大局和皇权。要说还有其他计策，那只有转移矛盾了。对外战争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用对外战争来转移矛盾的方式，只适用于社会矛盾，还没有彻底激化。就大凤现在的情况，再去挑衅别人，展开国战，这是贤王国的不够快。这一招有用的话，崇祯就笑开花了。他心里吐了个槽。其实也有，朝廷可以征兵，用流民当炮灰对付云州的逆党。当然，云州肯定也会用这一招，这也是一个转移矛盾的办法。天地会成员默然，届时生灵涂炭4个字可以完美概括惨状。还是先做好眼前的事吧。除了妙真、楚兄和李灵素，我这里还可以出一个人，聚拢流民，占山为王。传书的同时，许七安扭头看向坐在棋盘前的苗有方。是苗有方吧？李灵素一语中的。他现在的水平还差点，但至多1个月就能进入化境。对了，我发现了一个快速晋升化境的诀窍，那就是练神境之后，坚持不懈地锤炼元神，开发大脑。何解？怀钦立刻传书，他似乎对诀窍很上心。至于其他人，也就楚元稹稍稍感兴趣一点。天宗的卧龙雏凤是道门修士，恒远大师早已4品。丽娜照常潜水，因为天地会成员商量的事情，他总是看不懂，还容易头疼。
锤炼元神能开发大脑，再通过锤炼体魄，能提升对身体的掌控能力，从而更容易达到4品。这个秘诀已经在苗有芳身上实验过了。4. 为何会如此？楚元稹也算半个武夫。3. 因为身体是受元神控制，元神越强，对身体的掌控力越强。他把大脑换成元神，以便于天地会成员理解。其实元神和大脑是不同的，大脑是元神的载体，随着元神壮大，大脑会进一步开发。元神强大之人对身体的掌控力普遍都很强。2. 原来如此，这让我想起了修出元婴后身轻如燕，感觉体术也随之增强，原来本质上是我对肉身的掌控力增强了。李妙真恍然大悟，很多时候随着品级提升，身体各方面能力会有增长，大家习以为常，很少去刨根问底的深究其中缘由，毕竟不是人人都爱做学问的。许宁燕，你真是个天才。天地会内部会议结束，许七安收好的书碎片返回棋盘边，苗有芳脸色兴奋，落子如飞。他和木南之黑白对弈，杀得难解难分。塔林老和尚惊呆了，想不到两人的棋艺竟如此超凡脱俗。原来这就是围棋啊，根本不难嘛！我以为棋盘对弈是读书人才能做的事，是需要高深学问才能玩的游戏。苗有芳一脸窥见了世界本质的模样。不过如此。许七安闻言，看一眼心眼蔫坏的王妃，我这徒弟本来就不聪明，你还使劲的忽悠他。他心里埋怨一句：皇宫德心院。怀庆手里握着一卷书，站在窗边望着院内的风景，坚持不懈地锤炼元神，可更快晋升化境。他咀嚼着这个信息，确实，武者除了练气境大圆满时日复一日的观想之外，一旦顺利晋升炼神境，便会减缓观想力度，将大部分时间用在炼气和泡药浴上，为晋升铜皮铁骨做铺垫。等到了铜皮铁骨境，则开始锤炼肉身，领悟化境。每一个品级都有不同的侧重点，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包括怀庆自己。晋升铜皮铁骨境后，他隔3差5才观想一次，疏忽了元神的锤炼。是的，他已经晋升铜皮铁骨。那天在御书房外的偏厅里，能喝滚烫的茶水，就是因为最好的证明。那次也是怀庆最大的疏忽，无意中暴露自身修为。怀庆返回书桌边，撕下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一连串的名字。开头一个名字陈英。他吹干墨迹，折叠好纸条，起身离开书房，准备马车，本宫要回府一趟。他吩咐完丫鬟，走至外院，招来侍卫长，道：让名单上的人来府上找我。纸条递出，云州都指挥使衙门的大牢内，空气潮湿，夹杂着淡淡的腐臭。谢庐抬头看着墙壁气孔里射进来的阳光，怔怔发呆。他被关押在大牢里已经有半年，作为新任的云州布政使，堂堂正3品大员，朝廷对他的处境不闻不问。半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位意气风发的读书人变成了蓬头垢面的囚犯。地牢潮湿寒冷，手脚长满冻疮，因为长期没有洗澡，浑身恶臭，皮肤轻微溃烂。谢庐原本是漳州知府，管辖着大凤粮仓，颇有功绩，在民间和官场收获不菲的口碑。上任云州布政使宋长甫伏诛后，他走马上任，赴云州接替布政使位置。谢庐料定云州是个烂摊子，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谁想上任后竟顺风顺水，既没遇到结党刁难的下属，也没遭受都指挥使杨川南的打压意外之余，对杨川南这位忠心耿耿的都指挥使好感大增。如此过了3个月，有一天，杨川南忽然设宴相邀，席上这位都指挥使痛斥朝廷腐败、污吏与贪官横行，百姓民不聊生，并向他讲述了500年前皇室一脉的存在，诚挚地邀请他加入乾隆城，推翻腐朽的皇室，拨乱反正，迎回大凤正统。谢庐假装同意，回府后立刻写密信上告朝廷，但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监视，密信还没送出去，人便被关进了大牢。昏暗的走道里响起甲胄铿锵声，一道高大挺拔的身影停在栅栏外，披甲佩刀，神威凛凛，正是云州都指挥使杨川南。谢大人，有段时间没见了。杨川南右手按刀，挺直腰背，立于栅栏外，声音醇厚。今年的冬天格外的难熬啊，我原以为谢大人会死在大牢里，没想到你竟撑过来了。谢庐脑袋动了动，目光透过蓬乱的头发，看着栅栏外的杨川南，声音嘶哑：你来做什么？劝我归顺逆党。杨川南颔首：这是你唯一的出路，别指望朝廷来救你。堂堂部正使被囚牢中半载，无人问津。谢大人是聪明人，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谢庐缓缓道：云州已经脱离了朝廷掌控，没猜错的话，在我上任之间，云州官场就已经在你掌控之中。杨川南笑道：不是在我掌控之中，而是在城主掌控之中。我自成为云州布政使以来，便一直暗中培养党羽，扶植亲信，直到1年前，
以宋长府为首的巫神教势力被拔除，我才彻底掌控云州官场。如今整个云州尽在我们掌控之中，包括你的性命。云州的乡绅、本地望族以及士大夫阶层都已归顺乾隆城，他们有的是自愿归顺，没有选择，有的本身就是乾隆城暗中扶持。整个云州纵横万里，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脱离大奉朝廷掌控，这里头彰显的是乾隆城几百年经营的底蕴。谢大人是两榜进士，素有官声，乾隆城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谢大人，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杨川南苦口婆心地劝道。乾隆城才是你大展拳脚的归宿。谢庐笑道：可惜了，可惜这7尺身躯空读一肚子圣贤书，只能提笔不能杀人。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不愿承认，但眼下的确如此。谢庐惋惜道。杨川南脸色微冷道：10年寒窗不容易啊，谢大人能以寒门之身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真的忍心大半生的心血一朝散尽？不忍心。谢庐靠着冰冷的墙，又一次抬头望向气孔里照射进来的阳光，嘶哑的声音喃喃道：但更怕千百年后遭后人唾弃。姓杨的，你可知我最敬佩的人是谁？杨川南冷冷地看着他。是楚州布政使郑兴怀，他让天底下的读书人明白什么叫舍生取义。谢庐冷笑一声：罢了，与你这种人有何可说？杨川南点点头。既然如此，便不多费口舌了。谢大人是求人得人。他抽出长剑，斩断铁链。哐！牢门被踹开，杨川南迈步向前，手里铁剑往前一递，剑尖刺入谢庐胸口，将他钉在身后的墙壁上。谢庐双手握住剑刃，痛苦地挣扎了几下，他的手沾染了温热的鲜血，生命随着血液快速流失。杨川南沈笑道：忘了给谢大人留写遗书的时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尽管开口吧，不然就永远都没机会了。谢庐没什么想说的，只是想起了年轻时挑灯苦读的岁月。那会儿山海关战役还没有打响，先帝也还没有修道，大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可是自山海关战役后，一切都变了，大奉国力日渐衰弱，每年都有灾情，且逐年加剧。谢庐是经历过太平盛世的人，他亲眼看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衰弱，变得垂垂老矣。他和很多读书人一样，呕心沥血，希冀能挽救这个国家，让他重返巅峰。可他没能做到，因为他要死了。生命的最后，谢庐厉声道：会有人替我报仇的，尔等乱臣贼子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他死死盯着杨川南，肆意嘲笑起来，笑声在最高亢之时戛然而止。云州城都指挥使府。杨川南返回府邸，大踏步往书房而去，推开门，见到翻看折子的姬玄。少主，登基大典就要开始了，您怎么还在这里？杨川南连连皱眉。聚拢的流民不到10000人，数量远远没有达到预期啊。姬玄放下折子，问道：怎么回事？杨川南苦笑道：杨公封锁了青州边界，流民过不来，除非翻山越岭或绕道相邻的州，才有可能抵达咱们云州。这个杨公不好对付的。姬玄点点头。杨川南又催促道：再过半个时辰就是陛下的登基大典，您作为太子不能缺席。姬玄却摇头：登基大典我不会出场，自有去处。乾隆城是作为蛰伏时期的藏身点，如今父亲要登基称帝，自然要公之于众。登基大典在云州城中心区域白帝庙举行。姬玄问道：那个谢庐可愿归顺？杨川南摇头：卑职已经把他杀了。杀了也好。姬玄一副闲聊的语气，淡淡道：读书人最怕晚节不保，倒也是一种成全。白帝庙。今日云州城众官齐聚白帝庙，其中包括乾隆城的官员，黑压压的人影于广场林立，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井然有序的排列。古乐合奏中，穿着明黄龙袍，头戴平天冠的中年男人缓步踏出白帝庙。通常来说，储君登基乃国之大事，仪式繁复，尤其是新老帝王交替，往往伴随丧事，因此知名边不奏乐。新君还得穿校服，在先帝的灵前3跪9叩，在祖庙进行祭告仪式等等。不过这些并不适用于眼下的情况，故而省略这位黄袍天子率文武百官祭天之后，站在白帝庙前的高台上，俯瞰众官员，气态威严。司天监的一位白衣术士站在侧下方位置，面朝百官，展开手里的圣旨，朗声道：自武宗叛乱以来，先祖隐于山野，忍辱负重，代代相承至今，朕一刻不敢忘祖训，是要励精图治，夺回江山。而今大奉朝廷腐朽，新君无能，以致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朕身为姬氏子孙，皇室正统，痛心疾首之余，理当登高一呼，力挽狂澜。今于云州称帝，取国号为光复，望尔等忠心辅佐，共谋霸业。
国家建储，礼从长笛，天下之本在焉。朕之嫡子姬玄，文武兼备，天意所属，立为太子，正为东宫。白衣术士念完，收了圣旨，默默立于一旁。文武百官纷纷下跪，高呼陛下万岁。云州城上空，御风舟静静悬浮。姬玄站在船舷边，听着底下呼声雷动，即使身在高空，也能清晰耳闻。云州城的百姓聚集在白帝庙之外的大街小巷，前来观礼。对于他们来说，谁当皇帝无关紧要，百姓所关心的永远是吃穿两字。父皇只是减免3年赋税，便轻而易举地笼络了云州的百姓。此时不晋升超凡，更待何时？温和的声音突然响起，青光升腾，一身白衣的许屏风出现在御风舟内。就等国师了。姬玄笑道。许屏风微微颔首，抬手朝空中一抓，那一道道散碎的龙气发出无声的咆哮，不甘心地被他射入掌心。再屈指一弹，10几道龙气尽数冲入姬玄体内。他眼里仿佛有金色龙影游走，射出灿灿金光。许屏风接着又弹出2道无形无质的气运，汇入姬玄体内。这是杜南和杜凡2位金刚的气运，他以2品炼气师的手段将这2股气运化为己用。当然，个人气运与国运无法相提并论，仅仅靠着3管齐下，姬玄不可能吸血丹晋升3品，所以才有了刚才的册封。云州的太子自然是气运加深的，尽管这份气运远无法和身负半数大份国运的许七安相比，我只能让龙气在你体内留1刻钟，速速晋升吧。许屏风道。纵使是2品术士的他，也难以揉捏龙气，只能施加影响，且时间有限。姬玄从怀里摸出盒子，啪地打开，一缕纯净的血光映入他的瞳孔，庞大的生命气息充斥御风舟。姬玄的手难以自控的微微颤抖，听见了胸腔里砰砰狂跳的心声。这枚血丹入腹，只会有2个结局，要么成为超凡劲武夫，跻身9州大陆巅峰行列，要么生死道消，化作灰灰。国师说过，即使有龙气，2位金刚的气运以及身为太子的气运，成功炼化血丹的概率依旧不足5成。赌命的时候到了，姬玄握着血丹，闭上眼睛。他脑海里闪过的是忍辱负重的20年，是私底下挥汗如雨修行的隐忍，是蕉叶道长临死前对他抱着的期望咕噜。血丹化作滚烫的热流，冲涌入胃袋。姬玄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他痛苦地抱着肚子，蜷缩在甲板上。痛，撕心裂肺的痛，超越人类所能极限的痛苦将他淹没，仅仅一个瞬间就让他意识丧失大半。姬玄口中流出血水，眼眶、鼻子、耳朵也沁出鲜血，皮肤大面积开裂，血肉从内到外被撕裂。再这样下去，肉身崩溃将势不可挡。许屏风漠然地看着，要死了吗？这就是死亡。我的肉身已经崩溃，5脏6受损，生机在迅速湮灭，国师为何还不救我？迷迷糊糊中，姬玄残留的意志还在思考，他想求救却发不出声音，因为声带也被摧毁了。血丹的力量太过霸道，凡人的肉身根本无法承受。难以想象许七安是如何撑过来的。是啊，他都能撑过来，我凭什么不行？这个念头浮现的刹那，姬玄的执念便在难平息。许七安可以，我为什么不行？你甘心就这样逝去吗？甘心看着他光芒万丈吗？甘心未来的王图霸业一场空吗？哼！他嘴里发出无意义的嘶吼，仿佛是愤怒和不甘的咆哮。他的眼睛里流出大量的血水，眼球已经融化。姬玄没有看到一条条金色的龙影将他身体缠绕，也没看到他崩溃的肉身出现愈合倾向。血肉崩溃，愈合，崩溃，愈合，循环往复。不知过了多久，姬玄濒临崩溃的意识渐渐恢复，神智变得清明，耳边传来国师含笑声：“恭喜踏入超凡领域。”姬玄睁开眼，重新看见了光，新生的曙光。南疆天谷部，天谷婆婆走出有天井的宅子，一步登上屋顶，眺望天空。紫薇帝心动，中原的正统之争开始了。老头子，你预言的一切都已成真，古神离复苏不远了。天谷婆婆叹息一声，沉默片刻，喃喃自语：大乱将至，看门人会是谁呢？径山城荒芜的山脊上，萨伦阿古抱着一只羊羔，目光眺望西南方。径山城周边的山脉因为当初那一战被他抽干了灵气，化作一片废土。尽管径山城已经重建，但此地却不再适合住人。魏渊，你为中元续的这口气快要到头了。萨伦阿古抽出腰间挂着的一根新的赶羊鞭，轻轻敲击脚边。下一刻，一道人影映照而来，正是伊尔布。2件事，把玄冥晶石给许七安送去，到大凤居冗留民，带回来填补靖康延3国的人口。阿伦阿古吩咐道：
是。伊尔布躬身应诺，御风而去。永兴1年11月底，姬氏后裔于云州称帝，国号复兴，云州正式脱离大凤，进一步把王朝推向覆灭的深渊。许七安收到怀庆的传书，了解此事时，已经在南疆与大凤的边境。该来的还是来了，监正说的一点都没错，一切的变数都在这个冬天。许七安心里叹息一声，对于这个结果，他是一点都不意外，毕竟早有心理准备，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云州迟早要反，且就在这个冬天，所以这个消息对许七安来说，简直如日月交替般的顺其自然。赶紧完成与九尾狐的约定，尽可能的拔除封魔钉，我才能恢复实力，应对更多的变化。不知道福相的真身是什么样子，美不美？许七安从地书碎片里取出一份计划书，上面清晰地规划着他的目标。复活魏公的事要往后放一放了，先解封神书吧。反正明晶石我现在也找不到，而没有明晶石，招魂幡的主感就无法炼制。他把计划做了适当的调整，接着朝木南之招招手。把大凤地理志给我看看。大凤地理志是木南之自己买的，就像一个要外出旅游的女人，兴致勃勃地买了一份地理志，走到哪里就放开看一眼相关的民俗、特产等。南疆又在大凤版图内。木南之不解地嘀咕一声，从自己的小包裹里翻出皱巴巴的书丢了过去。一点都不爱惜书本，许七安伸手接住，翻开大凤地理志。他之所以要看这本书，是因为上面绘制了非常简略的中原地图，简略到大凤13州成了一个个不规则的方块。云州临海，往北的地域大部分与青州接壤。许屏风想要以云州做根基，北伐京城就一定要吃下青州，而朝廷想要争取喘息的时间，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把逆党死死按在云州。所以接下来风云聚会于青州。御书房，永兴帝挺直腰背，听着堂内群臣的争吵。500年前那一脉的皇族在云州称帝的消息传回京城后，朝野上下震荡。诸公的情绪倒是很稳定，毕竟早有心理准备，若非寒灾汹涌，朝廷自顾不暇，早就主动南下出击了。但对整个官场乃至民间来说，却是当头棒喝。自京察之年结束，大凤经历了一件件让人啧舌的大事，其中包括征讨巫神教大军的覆灭、先帝的驾崩、寒灾，现在云州又叛乱了。哪怕是市井百姓也意识到世道很不太平，大乱将至，因而产生了极大的恐慌。至于读书人以及职位不高的京官，他们的恐慌和愤慨情绪更加高涨。连日来，京中学子举办文会的次数频繁，广邀有人讨论云州逆党之事，讨论中原局势。陛下，云州逆党称帝，震动朝野。然对佛门扶持逆党之事，知者甚少，但纸包不住火，此乃极大隐患。兵部都给侍中陈升道。诸公脸色凝重，昔日的盟友倒戈相向，变成敌人，这无疑会加剧恐慌情绪。佛门的强大是普通百姓也能深刻认识到的事实。一支自称500年前皇室一脉的叛军在云州称帝，并获得了佛门的支持，此事传扬出去，会让天下人对朝廷和大凤皇室产生质疑。尽管这样的质疑暂时不会带来什么问题，顶多是市井乡野间出现非议，可一旦局势不利，这些非议和质疑就会发酵，百姓投敌起来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毕竟他们仍旧是大凤的子民，甚至投的是正统。将来逆党真的推翻了现在的朝廷，民间可能连光复大凤的旗帜都打不出来。自古以来，凡起事者、挑起战争者都非常注重师出有名，原因就在此。刑部尚书陈升道：唯有遏制流言扩散，凡制造恐慌、散布流言、谈论此事者，入狱问罪。这样的办法治标不治本，流言是必须要压制的。史上无数例子证明，谣言是最好的攻心利器，放任不管，就是把刀子主动递给敌人。诸公虽然觉得刑部尚书的办法属于下策，但也是目前最好的办法。永兴帝闻言笑了笑，道：倒也不必如此，赌不如输，既然纸包不住火，那便主动将此事公之于众，这样能彰显朝廷的底气，让朕的子民知道，朕不怕佛门，朝廷不怕西域。诸公面面相觑，心说这不符合陛下稳健保守的行事风格。刑部尚书眉头紧皱，忍不住看一眼神色平静的王首辅，心里一动，陛下可是有良策应对。永兴帝扫了一眼诸公，见他们微微低头，摆出聆听的姿态，偶尔抬头看他一眼，虽迅速低头，但眼中的可切不加掩饰。他嘴角笑容扩大，产生些许掌控朝堂的快感。不错。永兴帝缓缓道：不久前，许七安在建州与巫神教、云州逆党以及佛门斗了一场，连斩2名金刚，而今佛门再无护法金刚，这是许银罗的大捷，也是我朝大捷。御书房内一静，诸公动容。陛下，此言当真？左都御史刘弘骇然道。他问出了所有人的疑惑。虽说在场的都是读书人，手只能我笔杆，
但同时也作为大凤权力巅峰的他们，对于佛门的护法金刚并不陌生。护法金刚三品，三品是什么概念？大凤现在就许七安一位三品武夫撑场子了。永兴帝颔首，此事很快就会在建州传开，做不得假。能让皇帝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的情报，肯定是确凿无疑。诸公仿佛听见了胸腔里砰砰狂跳的心声，他们脸上的惊喜和震撼难以抑制。这个消息给他们带来的惊喜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场大战的告捷，甚至更重。请陛下公示情报。壮哉，如此便可安心将佛门扶持叛军的消息公之于众。许银罗已是我大凤镇国之柱，民心可定。诸公议论纷纷，许久没有停息。永兴帝没有阻止，一来御书房的小朝会不比早朝没那么严肃，二来他知道诸公也需要一个树立信心、发泄情绪的空间。佛门扶植云州逆党传出去会让百姓惶恐，诸公难道心里不慌，表面稳如山川，内心慌得如海潮翻涌？许七安在建州的战绩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壮举。这群手握权力的小群体一旦拥有信心，将带动整个王朝的凝聚力。许久后，永兴帝见交谈声渐渐平息，看向兵部尚书说道：许爱卿的折子朕已经看过，青州将成为朝廷与云州逆党的必争之地。青州若是失守，逆党就有了北征的基本盘，更有了调兵遣将的缓冲地带。只是一味的固守，朝廷是不是太被动了？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若是主动南征，是否可行？兵部尚书出列作议道：南下讨伐逆党倒也可行，只是眼下绝非最好时机。云州逆党蓄谋已久，又有佛门相助，主动深入敌腹，恐怕自投罗网。再者，魏公死后，大凤既没超凡进武夫，又无统律之才，因而稳打稳扎才是首选之策。朝廷没有帅才，几名勋贵武将冷冰冰地看一眼刘宏，读书人埋汰起人来，还真是入木三分。虽说魏渊这样的绝世帅才罕见，但大凤并不缺领军经验丰富的将军。到了姓刘的嘴里，朝廷军方好像已经人才凋零似的。这时兵部给侍中出列道：可召许七安回京，授以兵权，让他去守青州。许七安是魏渊弟子，曾著兵书，连大儒张慎都自叹不如，且是超凡武夫，再无人比他更适合镇守青州。除了许七安，大凤再没有三品武夫。司天监的存在，大多数时候是被诸公们直接忽略。王首辅当即出列反驳道：许七安没有沙场经验，让他领兵镇守青州过于儿戏。青州不可失，朝廷输不起。顿了顿，他扫一眼不太服气的几位官员，沉声道：许七安不是无敌的，一旦逆党有超凡进武夫牵制，甚至杀死他，那么朝廷将失去青州。再者，青州已尽在杨公掌控之下，临阵换将，不怕他生出异心。御书房内一阵沉默，无人反驳。在不涉及党争和利益争斗的问题上，诸公们的脑子还是很管用的，很清晰准确地看清利害。永兴帝颔首，朗声道：即日起调兵遣将，增援青州。说完，看向王首辅。翰林院庶吉士许兴年，乃大儒张慎弟子，精通兵法，在驰援北境妖蛮的战事中立过功劳，此次增援青州的名单里得有他一个。王首辅表情微微一顿，继而道：是。永兴帝这是要拿许兴年来捆绑许七安，让那位不听朝廷调令的许银罗为青州的存亡卖命，同时也是暗示王首辅，他要提拔许兴年，给庶吉士一个立战功的机会。阎王府，前四皇子现阎亲王坐在炭火熊熊的书房里，他穿着白色锦衣，环佩叮当，贵气逼人，左手握着一卷书，右手边是香茗和糕点。蓝色的封皮上写着书名《周记》，阎亲王看的正是第2卷第13章，上面记载着发生在大周前中期一位帝王的年少经历。那位帝王原本是位庶子，上面还有3位嫡皇子压着，本来皇冠怎么都不可能落到他头上。但事情就是这妖巧，3位嫡皇子因为一系列的争斗中，或意外身死，或被皇帝厌恶，最后反而便宜了他这个庶出的皇子。怀钦啊，你真是本王的好妹妹。阎亲王笑了一声：是我心急了，嫡子间的争斗才刚刚拉开序幕，我这个庶子怎么能如此没有耐心呢？南疆10万大山，夜色凄迷，连绵无尽的崇山峻岭里，时而传来夜宵苍凉的啼叫。一只体长2丈的赤色巨鸟展翅滑翔，掠过重重山脉，抵达某处山谷时，忽地收拢巨翅，它的身体在空中急剧变化，羽毛缩回体内，双翼化作人类手臂，肩会变扁变平，成了嘴唇，脑袋膨胀如球，化作人类头颅。但它降落山谷时，已然化作一位双眸狭长的英武男子。山谷中有一座石窟，石窟外守着2名裹着兽皮、露出紧致大腿和平坦小腹的美貌女子。见过红缨护法，2名妖媚女子躬身行礼。叶姬长老情况如何？
鸟妖红英目光望向洞窟深处，仍未醒来，我们已经派人去请青木护法。左边的妖媚女子回应道。红英眉头紧皱，沉声道：叶姬长老被谁打伤的？右边的妖媚女子回复道：叶姬长老昨夜去南法寺刺探情报，做最后的确认，谁知重伤而回，昏迷后便再没醒来。左边的艳丽女子补充道：叶姬长老受的伤很古怪，体内一股力量持续磨灭生机，无法拔除，我们也不知道他能否撑到明日，只能等青木护法过来了。叫做红英的鸟妖眉头紧锁，忽然高亢的猿啼声震动四野，循声望去，南边的山峰上立着一只白猿，仰头笑曰：这只惹人厌的猴子怎么也来了？红英厌恶地啐了一声，脸上迅速扬起笑容，看着猿猴在树梢间腾跃，最后轰一声砸在山谷里。猿护法，可算把你盼来了。红英露出热情的笑容。身为叶姬长老麾下的3大护法，他向来很重视同僚之间的和谐。白猿落地后迅速化作一名高瘦男人，额头高阔，嘴唇厚实，乍一看外貌介于人族和猴子之间。相比起丑陋的外表，白猿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澄澈的仿佛能映照出世间的一切。白猿看了满脸堆笑的红英一眼，蔚蓝的眸子似是看穿内心，语气平淡：你的心告诉我，真是倒霉，这只惹人厌的死猴子怎么还没死？红英表情一僵，尴尬的哈哈2声，正不知该如何回应，山谷里的树木突然剧烈摇晃起来，茂密的树林摇曳，像一个个复活过来的巨人，张牙舞爪。树林摇曳中抛洒出一道倒银绿色的光点，它们在天空中凝聚，犹如萤火虫组成的星河，最后凝聚成一株参天大树的虚影。这株大树的枝叶往外延伸，层层叠叠，宛如云盖，整座山谷就被它的枝叶盖住。巨树虚影投下一道绿色光束，凝聚成一位绿发、绿须、绿眉的老者，手里拄着一根藤蔓缠绕而成的拐杖。青木护法、猿猴、红鸟以及2名妖媚女子同时行礼。浑身绿光的老者微微颔首，声音沧桑温和：叶姬长老在里面。红英忙说：就等您了。叶姬长老探查南法寺时发生了些意外，情况危急，当即把2个女妖的话转述了一遍。无法拔出的力量，青木护法心里一沉，道：带本护法进去看看。左边的女妖盈盈施礼：几位护法，里边请。3位护法随着他进入洞窟，甬道宽敞，石壁上插着火把，每隔20步便有一名貌美女子施礼。不愧是狐族，个个都是顶尖的大美人。红英欣赏着女妖们艳丽的外表，不愧是狐族，个个都是顶尖的大美人。白猿护法沉声道。红英脸色一僵，笑道：猿护法倒是性情中人。白猿看他一眼：我说的是你的心声。穿过10几丈深的甬道，前方是一座巨大的石窟，地面铺设兽皮，摆有圆桌、圆凳、屏风、盆栽等物品，宛如人类女子的闺房。最醒目的是一张帷幔垂下的大床，做工精致，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狐狸。侍立在床边的女妖立刻掀开床幔，焦虑道：青木护法，您快看看吧。青木护法是万妖国的医道圣手，擅长炼丹、种植草药。他潜心研究医道时，术士体系还没出现呢。床上躺着一位身姿曼妙的女子，沉睡不醒。她脸蛋尖翘，秀眉又长又直，五官精致妖媚。此时这张妖娆勾人的俏脸失血苍白，昏睡中微微皱眉，似是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青木护法走到床边，从青球中抓出女子雪白皓腕，扣住，度送银绿色能量。不，叶姬身上弹起一道金光，把青木护法震飞，他身躯迅速崩解，化作绿色光点。额请绿色光点重新凝聚成老者。杀贼果位。青木护法脸色凝重。什么？鸟妖红英脸色大变，惊呼出声。他终于明白无法拔除、持续磨灭生机的原因。作为万妖国新生代的护法，没有经历过当年的佛妖大战，但20年前的山海关战役他是参加了过的。杀贼果位是罗汉3大果位中最具攻击力的果位，号称菩萨之下，佛门最强杀法手段。杀贼果位的最大特点不死不休，本护法也无能为力。青木护法摇摇头，只能请国主出手了。杀贼果位的力量非要10能1，必须用相等位格的力量才能对付。可国主出海了，不在九州大陆，佛门如今拥有杀贼果位的罗汉只有渡恶一人，他怎么来南疆了？佛门大小城之争已经结束了。红英脸色难看，国主若是赶不回来，叶姬长老该怎么办？一时间没人回应。白猿护法和青木护法神色凝重。青木护法低声道：他只能2天时间了，2天之后杀贼果位的力量会摧毁他的肉身和元神。就在这时，那男声响起，床上的家人被刚才的动静惊醒，缓缓睁开眸子，一双勾人的狐媚眼。叶姬长老。红英等人围上去。叶姬目光转动，
扫过众人，声音平淡中透着虚弱：“你们来了。”青木长老点头，沉声道：“叶姬长老，伤你的人可是渡恶罗汉？”叶姬轻轻摇头：“是阿苏罗。”阿苏罗。白猿和红英两位新生代护法相视一眼，从彼此眼里看到了疑惑。这个名字闻所未闻。活了无数岁月的青木长老脸色陡然大变：“阿苏罗，修罗王幼子，他不是早就陨落了吗？”叶姬一时困惑茫然，无法回答。红英问道：“青木护法，阿苏罗是谁？”青木长老脸色变幻，隔了一阵才缓缓道：“阿苏罗是阿修罗的另一种叫法，它是一个称号，只有修罗族中最强大的战士才能拥有。上一代的阿苏罗是修罗王，自从修罗王被佛陀以封魔钉镇在阿兰陀山底，生死道消后，修罗王的幼子变成了新一代的阿苏罗。他目睹了父亲和兄长的惨死，为了族群的延续，带头皈依了佛门，最后修成罗汉果位。他非常强大，在当时被誉为菩萨之下，佛门战力第一人。阿苏罗本身就是极其强大的战士，皈依佛门后苦修金刚神功，凝练金刚体魄，而后因修行金刚法相失败，专修禅师体系，得正杀贼果位。罗汉果位加金刚体魄，仅是听其描述，红英护法就能想象那位阿苏罗的强大和可怕。白猿护法道：“他后来陨落了。”青木长老点头：“当年的佛妖之战中，他被我们的国主亲手斩杀。”说到这里，浑身绿色的老者看一下叶姬，道：“岂料他竟没死，这可比渡恶罗汉要棘手多了。国主谋划的事恐怕难以继续。”前一个国主指的是当年万妖国的国主，后一个国主指的是如今的国主，当年的公主。叶姬望着红英道：“红英护法见到熊王了吗？可有请他出山？”见众人看来，红英苦笑摇头：“熊王要睡觉，不愿意跋山涉水，我没能请动他，不，我甚至不敢靠近他。雪上加霜的情报。”青木护法叹息一声：“为今之计是想办法拔除叶姬长老体内的力量，保命要紧。”叶姬撑起身子道：“尔等先出去，我要联络娘娘。”红英护法等人如释重负，退出了石窟。叶姬掀开青裘，从床底拉出一只木箱子，取出一尊巴掌大小的胡头青铜香炉，一根黑色的香。他搓亮黑色的香，插入香炉，青烟袅袅。叶姬深吸一口气，将青烟吸入鼻中。额顷，一股强大的意志从他体内苏醒，左眼的青光溢出，右眼如常。杀贼果位，娇媚性感的声线从他红唇里飘出。“你遇到了谁？”叶姬低声道：“娘娘，我在南法寺遭遇了阿苏罗，他竟没有陨落。昨夜我潜入南法寺，探查阵法位置，做最后的确认，看见了守在阵法之外的阿苏罗。当时我与他相隔甚远，他仅是一声冷哼，便将我击伤。若非我遁术高超，怕是回不来了。”九尾天狐默然片刻，啧了一声：“娘当年没有杀死他，我明白了，是掌控大轮回法相的广贤菩萨保住了他，送他转世重修。只有这样，他当时才有一线生机。500年后归位。”叶姬愁眉不展：“请娘娘救我。解印神书的计划恐怕难以执行了，除非娘娘回归。”九尾天狐笑道：“我可救不了你，我的意志可以压制杀贼果位，但你无法一直承受我的意志附身，2日之后必死无疑。至于我们的计划，云州逆党已经称帝，中原的正统之争蓄势待发，迦罗树菩萨必定出山，而佛门损失了杜南和杜凡以及杜秦罗汉，琉璃菩萨被监正打伤，广贤和杜秦坐镇阿兰陀，南疆佛国正是空虚之时。现在不解开封印，更待何时？”叶姬苦涩道：“奴婢死不足惜，只是熊王并未如约而来，以我等微末道行，纵使粉身碎骨，也无法完成娘娘交代的任务。”九尾天狐笑盈盈道：“你可不想死？你现在惜命着呢。”叶姬脸色微变。九尾天狐继续道：“那只懒熊不来便不来罢，本座给你找了一位帮手，即日就到，耐心等待着吧。伺候好他，或许可以救你一命。”叶姬警惕道：“谁？”九尾天狐促狭笑道：“到时便知。啧，如此花容月貌，本座早就准备好待价而沽，安心等待吧。”叶姬左眼的青光收敛，黑色的香熄灭。他盘坐在桌边，沉默许久，脸色略显沉重地把香炉和香收好，随后吩咐侍立在石窟外的妖女去请3位护法。等红英等人返回，叶姬盘坐在床榻，语气冷淡：“娘娘说近期会有人来相助，等耐心等待。”3位护法神色一喜。红英追问道：“是何方神圣？”叶姬脸色更冷，淡淡道：“不知。”咦，叶姬长老似乎很不开心。红英敏锐察觉到他的态度变化，白猿看他一眼，道：“叶姬长老，红英问您为何不太开心？”叶姬蹙眉望着红英，不悦道：“多事。”鸟妖张了张嘴，无言以对。
浮屠宝塔内，白姬趴在第3层的窗户边，两只小爪子死死抓住窗框，半个身子垂挂。他兴奋地扭头，下面就是10万大山边缘区域了。说话间，两只后肢在墙上剐蹭几脚，哀求道：“许七安，你抱抱我，我好累。”许七安是个善解人意的，捏住他的后颈，把他提在半空。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很难受的。白姬四肢胡乱扑腾。许七安没搭理小狐狸的抗议，俯瞰着下方的地貌。他一度怀疑自己来到了原始森林，下方群山连绵，茂密的树林几乎遮盖了地表，发达的水系宛如经络，遍布山林。这应该算是山地吧，只不过面积太大了，到处都是山，到处都是原始森林。气候很舒服，不冷不热。如果大凤的百姓能逃到这里，就能免受寒灾之苦。可惜南疆10万大山离大凤疆域太远了，这个年代交通并不发达，不可能有灾民能徒步走到这里。许七安思绪万千，感慨道：“这就是你们南妖历代生活的10万大山，真是宝地啊，资源充沛的难以想象。如果大凤能打下这片领地，光是木材资源就取之不尽。”服。许七安回头看一眼向塔林老和尚请教佛法的木南枝，压低声音：“快说，你叶姬姐姐在哪里？”京城。婶婶听闻了一个噩耗，宝贝儿子又要参军出征了。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目光短视、自认为小仙女的婶婶来说，战争就是死亡的代名词，象征着家破人亡，象征着白发人送黑发人。今年秋，许二郎随军北征援助妖蛮，婶婶连着1个月吃不好睡不着，半夜突然惊醒，梦到二郎死于晋国铁蹄之下。许平志一开始细心呵护，温言软语的安慰妻子，时间久了心里就吐槽：二郎每天都在你梦里死一次，您能别诅咒他吗？温暖的厅里烛光璀璨，一家人围在桌边享用晚餐。许二郎自信满满的说道：“娘，你放心，我现在是7品忍者。”婶婶一听问道：“7品忍者有多厉害？”许二郎沉吟沉吟道：“儒家7品体会仁义，树立道德，但没有战力加成。非要说的成长的话，就是我能愈发的坚守本心，不被财色酒气诱惑。”婶婶啐了一口：“那还不是个文弱书生，我倒宁愿你被酒色财气诱惑。大郎以前老实巴交，就很没出息，天天去教坊伺候，就成了名誉天下的许银罗。”许二郎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这时丽娜咽下嘴里的食物道：“二郎兄弟，你何时出征？我随你一同南下。”许二郎审视着他：“你是我家的米饭不香了吗？”丽娜精致的脸庞露出无奈之色：“许宁燕昨日联络我说去南疆办事，可能要去一趟古族，希望我能带路引荐。唉，我舍不得离开京城，离开大家。你是舍不得我家的白米饭吧？”许二郎心里腹诽，哦了一声，考虑到丽娜的饭量，道：“随行可以，但钱粮自备，军粮不能被他白白浪费。”婶婶美眸一亮，拍着丰满的胸脯：“丽娜是林英的师傅，路上的盘缠都该由我们负担。这个南疆来的饭桶终于要走了，他一个人的伙食抵得上徐府10个人。而且一旦丽娜回南疆，林英就不用习武，就能送进宫里读书。前阵子太傅不停地派人送帖子，想收林英做关门弟子，但都被许二郎以顾及太傅性命安危给推了回去。在婶婶看来，太傅这样的文坛执牛耳者，是林英通往知书达理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良师。丽娜话锋一转道：“我想带林英回南疆，他体内的力骨已经进入第1阶段的成熟期，我想在他进入第2阶段前，让他吸收古神的力量，这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林英未来的潜力。另外，我收了一个超级天才做徒弟，阿爹合族人知道了一定很开心，他想带徒弟回力古部炫耀一番。”“不行！”婶婶筷子往桌上一拍，大声反对：“确实不行。”许二叔以中肯的语气给出评价。可是许宁也已经答应了，他说林英潜力这么大，就该在儿时打下基础。以林英的天资，将来一定会成为力拔山西气盖世的霸主，就像我爹那样。用你们中原人的话说，将来是要名垂青史的。丽娜说：“力拔山西气盖世。”婶婶一听，脸都绿了。不，到时候史书上只会写许林英有霸主之姿，然创业为伴随师远行，中途夭折。许二郎摇摇头。丽娜拍着小胸脯，用自己质朴的语言劝说：“放心，我会照顾好林英，带着她顺利抵达南疆的。我们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带着她，傻姑娘带蠢孩子，能长途跋涉回南疆才怪。”许二叔心里嘀咕，沉声道：“如今世道大乱，你一个小姑娘带着林英去南疆，途中必定遭遇不测。”丽娜立刻拍胸脯：“我已经4品了。”许二叔猛了一下，顿时露出犹豫之色。如果丽娜拥有4品战力，那确实没什么问题，而且我还能和许宁燕实时联系，她如今也在南疆，真要遇到麻烦会来帮忙的。丽娜道：“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丽娜忽略了金莲道长的嘱咐，众目睽睽之下取出地书碎片，联络许七安。她把家人的反对传输给许七安，但丽娜忘记了私聊，直接在地书群里说了此事。啥？丽娜要带林英南下？他们不会一路向西吧？4. 根据丽娜来京城时的凄惨遭遇，不排除这个可能。是啊，以林英和丽娜的智慧，我的建议是不要冲动，好好待在京城。许慈就给不识字的母亲翻译着上面的信息，丽娜则解说2号、4号、3号分别是谁。3. 无妨，他们先随二郎抵达青州，随后往西南方向去禹州，这样只要徒步走1000里左右就能到南疆。我们只要保证他们在禹州时的安全。其实以丽娜的实力，根本不用担心那么多，适当的磨练对他们都有好处。我会让孙师兄暗中照拂。丽娜，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二叔和二郎。丽娜刚想说他们也在看，又见许七安传书。3. 不过还是要叮嘱一声，不要相信任何人，千万不要被骗。2. 一定不要被骗。4. 小心不要被骗。6. 注意不要被骗。1. 警惕不要被骗。我的天啊，5号是有多蠢？李林素惊呆了。丽娜脸色涨红，又羞又气，刚要结束传输，立刻就看到许七安的下一条传输。3. 林英的天资伪是不错，不修行立骨就是暴殄天物。我家婶婶是蠢货，怀抱不切实际的梦想，认为林英能知书达理，一家人都笑话她，就是不说出来。李妙珍看到后立刻搭茬。2. 许家婶婶确实傻得可爱，常让你妹妹耍得团团转。4. 许家婶婶爱女心切罢了。许二郎本着翻译之后，大哥要比我更惨的心态给母亲翻译。丽娜看了一眼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婶婶，小心翼翼的传输。5. 许家婶婶在边上看着的。地书聊天群陡然一静，然后再没声息了。婶婶把卡姿兰大眼睛瞪得滚圆，先刮一眼丽娜和地书碎片，再狠狠刮过许二郎和许二叔，咬牙切齿道：笑话我？最后锁定许灵月，耍我？许二叔和许二郎连忙摇头。许灵月细声细气，带着点委屈道：都不知道李道长在说什么，明明借宿家里时女儿和他处得还不错。婶婶轻易信了女儿，毕竟是自己生的，知女莫若母，就这好欺负的模样，能耍自己他哼道：下次不让他住家里。但许宁燕那个兔崽子有一点是说对了，转头对儿子和丈夫开炮。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在笑话我，你们姓许的没一个好东西，这让我怎么做人啊？李妙珍捧着地书碎片，脸颊火烧火燎，背后说人是非，非君子所为。楚元稹则满意自己恪守君子品性，没有在背后说人坏话，尽管他对许灵英的朽木难雕充满了槽点。李灵素则在某间客栈里笑出猪叫声，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高兴，就是觉得无道不孤。丽娜这个蠢货，回头问问金莲道长，地书碎片有没有拉黑功能啊？浮屠宝塔里，许七安狠狠吐槽。收好的书碎片，他接续刚才的话题，带我去找你的叶姬姐姐。白姬啄一下脑袋，连忙小声说：我们已经进了10万大山地界，你快别用浮屠宝塔，会让佛门的人发现的。不至于吧？许七安低头看了一眼苍茫的群山，没有半点人烟。白姬却坚持己见，说道：佛门当年把我们赶出10万大山后，便大规模的迁徙的西域人，在妖族幅员辽阔的领地里建了27座城，每座城都有一座佛寺，而每座佛寺里有一口金钟，遇到危机时敲响金钟，其他26座佛寺内的金钟就会有感应，能迅速增援。500年的繁衍生息里，佛门以27座大城为核心，又建了许多小城小镇。佛门僧人时常往返这些城镇，诵经讲法。浮屠宝塔的气息太恢宏，佛门僧人在极远之处就能感应到。你不要打草惊蛇啊！许七安哦了一声，评价道：你家娘娘的义务教育普及的不错呀。白姬平时傻乎乎的，完全是心智初开的孩子，也就比自家的灵英聪明一些，但涉及佛门的知识，她的底蕴和基础非常扎实，是完全吃透嚼烂那种，而非照本宣科的背诵。仅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万妖国极为重视对后代妖族的思想建设，谨记仇恨，勿忘国耻的思想深入妖心。我打算御风赶路，南枝你在塔里歇歇。他要私会老情人，木南枝当然不能在场，于堂主要懂得规避风险。木南枝只知道许七安来是为履行和妖族娘娘的约定，解开封魔钉，并不知道符香的存在。不要，我从未来过南疆，正好游玩一番。好吧。当即让浮屠宝塔降落，许七安背着木南枝，脑袋上趴着白姬，在树梢间蜻蜓点水。苗有芳还没到画境，无法施展这般举重若轻的轻功，在林子里狂奔跟随。夜色凄迷，头顶洒下清冷的月辉。木南枝双臂搂住许七安的脖子，凉风迎面而来，
他眯起眸子，眺望着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的森林和高山。都是山呀。木南之喃喃道：“我喜欢这里，你呢？”花神转世，对植被覆盖的大地充满了归宿感。见许七安不说话，他心里不高兴，哼哼一下。将来我不想游历江湖了，就来这里定居，咱们从此分道扬镳。他常常说类似的话，以此来施加危机感，但许七安每次都不理他。木南之气的咬牙切齿，傲娇的性格又不容许他服软，所以时常打冷战。我现在就想在这里定居了。木南之赌气道：“哦，你爱住不住，关我什么事？”许七安冷酷无情。木南之扬起巴掌打了他脑壳一下，忘记了趴在他头上的小白狐。滋滋，小白狐受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发出尖锐的叫声，冷静下来后委屈道：“咦，你干嘛又打我？我都没说话。”木南之有些愧疚，便揉了揉他脑袋，冷冰冰地说道：“我不想走了，我要回浮屠宝塔。”就等你这句话，许七安连忙祭出浮屠宝塔，将他收入其中。搞定。许七安心满意足地收起宝塔，除了骆玉衡那条大鲨鱼，其他鱼儿他都有办法应对。接着他按照白姬的指路，在10万大山边缘地带御空飞行。10万大山核心地区是当年万妖国的国都万妖山，如今万妖山更名为南国，归于南法寺统治。27座大城以南国城为中心，朝四周辐射。10万大山的边缘区域没有城镇，因为这片山地幅员辽阔，佛门没有那么庞大的人口来占领所有区域。同时因为地形的缘故，很多地方根本不适合人族居住和生存，这也就给了万妖国余孽潜入的空间。时至今日，有许多妖族偷偷潜回了10万大山，在边缘地带活动。佛门对此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理会。并非仁慈，实是不能。自古以来，战争中最艰难的不是攻城拔寨，而是后续的游击战。当南妖们失去领土之后，他们就成了光脚的，可以肆无忌惮。白姬还说，10万大山边缘地带共有12座妖族组织的集镇，有的在天然的溶洞里，有的在险峻的深山里，有的在湍急的河流边。这些集镇最大的特点就是简陋，随时可以抛弃。他们的优点则是具备一定的号召力，相当于标志性建筑，可以短时间内聚集起万妖国的族人，属于军事基地。一旦发生战争，这些集镇能迅速组织起兵力。许七安恍然大悟，这一路行来，他没有看到任何人烟。10万大山应该是九州大陆规模最大的山地地形，这里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充斥着毒虫猛兽、瘴气，难怪会成为一方妖国。10万大山其实不适合人类大规模群居，缺乏耕种土地，只适合打猎为生，这样会让人类文明倒退回狩猎时代。当年佛门不惜倾巢而出，也要灭南妖，其实违背了战争的核心目的。所以这其中必然有另一个真正的目的，是气运。九尾狐说过，10万大山凝聚了九州大陆妖族的气运，能封印神书。大胆推测一下，佛门不顾一切灭亡万妖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掠夺气运。如果是这样的话，气运这东西比我想象的更加重要。巫神教和佛门试图染指中原，为的应该也是气运，而儒圣却封印了他们。术士体系与气运息息相关。许七安回忆着自己熟知的信息和隐秘，冥冥中只觉得有灵感即将迸发，似乎触摸到了某个极其可怕的真相，但那过于模糊，一时间又无法准确的捕捉和归纳。这时白姬抬起爪子，指着遥远处的一座山谷，欢呼道：“就在那里了！”叶姬长老又昏迷了。黎明时分，红英站在山谷南侧的崖顶，琥珀色的树丛俯视着远山。他拥有极强的夜视能力，即使是在没有月光的黑夜，也能在高空中捕捉到苍茫密林中的目标。叶姬长老在南法寺遭遇了阿苏罗，难保对方不会顺藤摸瓜地找过来，保持警惕是必要的原则。雷公嘴的白猿站在树下，澄澈的蔚蓝眼睛看他一眼，道：“你的心告诉我。”停！红英连忙打断，露出和善笑容。窥探别人内心想法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他强行收束念头，不让自己在心里破口大骂。白猿缓缓道：“你越来越像人族的官僚，喜欢左右逢迎，谁都不得罪。但你忘记自己是骄傲的赤鸟一族，是天空中的王者。”红英从善如流：“你说的对，这是我的毛病，我一定改。”白猿看他一眼：“可你的心告诉我，人类官僚那一套能迅速积累妖脉，攀附关系，从而得到好处。即使得不到好处，也不会有坏处。愚蠢的猴子只能在山中称大王，粗鄙。”红英嘴角狠狠抽搐，他不喜欢猿护法，就是因为这只臭猴子能看穿人心。好在红英也不是脸皮薄的，妖生经历丰富，不动声色地岔开话题。青木护法说，叶姬长老只有2天可活，也不知道国主说的帮手是谁。白猿沉吟片刻，回复说：“20年前山海关战役，
与我们万妖国结盟的是巫神教、北方妖族、蛮族、古族。北方妖族与我们虽不同支，但同为妖族，可能性极大。巫神教和古族的高手也有可能。国主说那人可以救叶姬长老，那么巫神教高手的可能性最大了。巫师的血灵术或许可以消弭杀贼果位的力量。叶姬长老和许七安的关系，以及九尾狐的谋划，他们这些护法没有资格知道。他们甚至不太了解大凤许银罗这号人物。南疆10万大山和大凤相隔遥远，且不相往来，消息闭塞。突然，红英声音一沉，有人接近。他死死盯着远处夜空。过了几秒，他又突然咦了一声。白姬长老。气息节节攀升的白猿忽然卡壳了一般，疑惑地扭头看他。红英解释道：白姬长老带着一个男人回来了。男人？似乎不是巫师，而是个武夫。红英凝视着远方。武夫？白猿愈发困惑。红英没再回答，因为那人御风的速度极快，离两人所在的山头不足100丈。这个距离，白猿自己就能看得清楚。啪嗒，许七安降落在山头，扫了一眼前方的2名妖族，没有说话。红英护法，猿护法。白姬趴在许七安脑袋上，开心地挥舞2只前爪，用软如的童声喊道：白姬长老，你怎么在这里？红英护法诧异道：我奉娘娘之命，返回南疆来助叶姬姐姐。白姬娇声道：这位是？红英和白猿同时看向许七安，只要有点脑子都知道，国主口中的援兵肯定不会是白姬长老，他还是一只狐狸幼崽。许七安负手而立，神色平静，既不冷漠也不热切，凸显一个云淡风轻，以显示高手风范。白姬娇声介绍：这位是许银罗，大凤许银罗，可听过？红英和白猿相视一眼，前者恍然道：阁下便是崛起于金茶之年的大凤风云人物，号称铁口直断的破案奇才。白猿则说：身陷牢笼却能勘破奇案，在云州独挡数万叛军的许银罗。许七安心说：这都什么老黄历了，你俩是村子里刚通网吗？白姬趴在他耳边小声嘀咕。2位护法只负责南疆事务，从不出10万大山，对大凤的事并不关注。这时雷公嘴的白猿皱眉道：许银罗勘破奇案，在云州独挡叛军，是去年年末之事，不算老黄历吧？另外，何为村通网？许七安吃了一惊。你能看穿我的想法？白猿点点头。看穿人心是我族的天赋神通，另外我年幼时作为妖奴在两禅寺服役，偷学了佛门的他心通。佛门他心通外加知晓人心的天赋神通。许七安审视着白猿，默默收敛了念头。许银罗是 LSP 这种事绝对要对外保密，以他3品境的精神力，收束念头不让外人窥探，还是能做到的。叶姬姐姐呢？小白狐问道。红英满脸发愁。叶姬长老前夜暗探南法寺，被修罗王幼子阿苏罗打伤。那阿苏罗正的杀贼果位，力量极其霸道，无法拔除。如今叶姬长老只剩1天可活，娘娘说近日会有高手前来相助。说罢，看一眼许七安，一脸崇敬地说道：莫非就是许银罗？边上的白猿淡淡道：红英的心告诉我，不会就是这小子吧？撑死了是个4品，别说救叶姬长老，给阿苏罗塞牙缝都不够。红英脸色微变，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原护法什么都好，就是在佛寺里待了太多年，染上了耿直的毛病。一个很擅长交际的鸟妖，一个能看穿他人内心想法但耿直的过分的猿猴。许七安在心里给2名护法打了标签。我与叶姬长老是故交，领我去见他。另外，我的跟班还在后头，劳烦红英护法去接一下，他叫苗有芳。有白姬背书，2位护法相信了他。白猿领着许七安进山谷，红英则化成一只赤色巨鸟飞掠而去。2位护法认为国主口中的帮手与眼前这位大凤银罗有关，或许是这位银罗背后的人，他只是那位高手派来探路的马前卒。一人一妖轻飘飘落在谷内，白猿带着他进入洞窟，穿过不算幽深的甬道，抵达了石窟口。许七安把石窟内的摆设过了一遍，愣了愣，这里的布局与教坊司尹梅小阁的卧房一模一样。恍惚间，他仿佛又回到了京城教坊司，那是他最惬意最开心的日子。原来我的一部分时光留在了福乡这里。叶姬姐姐。白姬从许七安头顶跃下，四肢如飞，跑到床边，用力一跃，小肚子不出意外地撞在床沿，后肢用力扑腾几下，终于上了床。他似乎嗅到了危险，没有鲁莽地去触碰床上的美人。许七安的目光追逐着他，然后落在床边一名浑身都是绿的老者身上。他握着一根藤蔓缠绕的手杖，杵在妙龄女子额头，银绿色的光辉如流水般汇入。见到有外人进来，绿发绿眉绿须的老者收了拐杖，目光温和地望来。白猿介绍道：这位是大凤的打更人许银罗。接着又介绍青木护法。青木护法是我们妖族里的老寿星，活了几千年，
据说是看着上一任国主长大的。咱们现在的国主见了他，都得称一声爷爷。修为不算高，但辈分高的吓人，不是本体，由木灵凝聚而成的法身。许七安心里做出判断，作揖道：“见过青木护法。”青木护法连连摆手，诚惶诚恐：“不敢不敢，阁下乃超凡武夫，唤老朽一声青木便可。”超凡武夫，他就是国主找来的帮手，而不是替背后之人探路的马前卒。白猿瞬间睁大了蔚蓝色的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许七安。情报没出错的话，许七安确实是经察之年崛起，而且情报上说此人乃断案奇才，没说是修行奇才啊。不，再怎么样的奇才，也不可能在短短1年多里，从一个小人物晋升超凡。白猿心里一动，有了猜测，眼前之人并非许银罗，而是冒用了他的名号。以我如今对气机的掌控程度，一般人可发现不了我的真实境界，妖族里个个都是人才啊。许七安微微颔首，不承认不否认，老朽只是对生命极为敏感，阁下气血宛如汪洋，只有超凡境才有此等磅礴的生机。青木护法无比恭谦。许七安点点头，没再闲聊，让我看看他。青木护法当即退后，让出位置。许七安顺势坐在床边，打量着昏迷的美人，眼里有着惊艳。相比齐影梅小阁那位大家闺秀韵味的美人，眼前的福香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脸颊弧线在下颌交汇，勾勒出一张妖媚的瓜子脸，红唇小巧，唇瓣却丰盈，天生就是勾引人的。鼻子挺秀，睫毛如扇，眉毛修得又长又直，眼角一抹绯红。许七安的鱼塘里没人比她更妖媚，妖女就是妖女。许七安心里嘿嘿一声，目光随之下移，扫一眼高高撑起薄背的胸脯，然后抓起福香的手腕部，金色的波纹应激震荡，推撞在许七安胸口，如同海浪撞击礁石，无法撼动分毫。看到这一幕，袁护法彻底相信眼前这个许银罗是3品无疑，杀贼果位的力量绝非4品境界能扛住。如何？旁边的青木护法问道。不等许七安回答，白猿护法说道：“他的心告诉我，这具身体我很满意，今晚就圆房。”说完，白猿护法一脸震惊，与青木护法站在一起，戒备地盯着许七安。我特么的！许七安连忙收束念头，咳嗽一声：“我能拔出他体内的杀贼之力，你们先退避。”青木护法和白猿护法默默看着他，脸上写着想都别想4个字。也罢，许七安祭出浮屠宝塔，巴掌大的暗金色宝塔悬浮在床榻上空。浮屠宝塔，青木护法声音忽然尖锐起来。白猿不认识这件法宝，但能感受到它蕴含的佛法之力。他们看许七安的眼神里戒备之色愈浓，已经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国主口中的帮手。青木护法默默地握紧手里的藤蔓拐杖，白猿护法脸颊长出白色毛发。洞窟里的女妖们也如临大敌。白姬站在床边，抬起一只前爪，用力挥动一下，娇声道：“别怕，浮屠宝塔是我们的妖，不是我们的法宝。”石窟里的众妖脸色稍稍缓和，按捺住困惑和好奇，没有多问。这个时候，许七安已经沟通塔灵，请他施展药师法相的力量，帮忙拔除杀贼之力。袖珍版的浮屠宝塔缓缓转动，洒下柔和的金光。夜姬沐浴在金光中，妖媚勾人的模样里多了几分神圣，杂糅出奇异的魅力。药师法相，青木护法轻声说道。他对此并不意外，身为寿命悠久的树妖，他对浮屠宝塔有着很深刻的了解。夜姬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润，气息变得平缓，折磨着他的杀贼之力宛如春雪消融。他毕竟没有遭到阿苏罗的正面攻击，至多是受了些余波，以浮屠宝塔的位格驱除不难。好了，许七安收好浮屠宝塔。白猿护法立刻看向青木护法，后者微微点头，给予确认。两人再无任何怀疑，超凡境就好了。夜姬长老又有白姬长老背书，此人便是国主说的帮手。白猿护法为蓝澄澈的双眼盯着许七安瞧了一阵，没能听到他的内心顿时有些失望。英宁。这时夜姬呻吟一声，眉头微皱，睫毛动了动，接着睁开眼睛。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模糊的人影，再一细辨，似是男人。想到娘娘昨日说的话，心里一凛，油然而生焦虑、戒备和抗拒等情绪。醒了。那人影笑道。霎时间，夜姬仿佛被雷电击中，浑身僵了一下。他怔怔地望着坐在床边的男人，如寒秋水的眸子里泛起了水雾。许郎，他喃喃道，语气宛如梦呓。朝思夜想的人居然如此轻易地出现在眼前，这让他怀疑自己此刻所见只是大梦一场。真的是你吗？大概是确认了不是梦，夜姬从床上坐起来，激动地拽住许七安的手，容光焕发，连声道：“许郎，许郎，当然是我，尺寸没变，要不你量一量。”许七安用更符合以前人设的话回应。他们以前在影梅小阁的卧房里嬉戏时，常说荤话，互相调侃。夜姬白皙的脸颊浮现2抹红晕，啐了他一口。
他撑起略显虚弱的身子，半依偎在许七安怀里，语气里带着久别重逢的喜悦以及满肚子困惑。许郎怎么来了？如何找到这里的？在叶姬的认识里，许七安还是那个五品化劲武者，深陷巨大阴谋中，前途渺茫。他死后回到娘娘麾下，两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相见之日遥遥无期。袁护法张了张嘴，脑子微微错乱。这位大奉的银罗真的是叶姬长老的男人？万妖国主座前侍奉的叶姬长老竟然找了一个人族的男人，这件事传出去，不知多少熊妖要震怒。他知道这是真的，因为叶姬长老的心告诉他，他想发情了。青木护法摇头失笑，我算明白了，你们南疆这边根本没通往啊。许七安道，你半点都不知大奉之事。转念一想，他斩杀元景帝，满打满算也就2个月左右，更别说后来游历江湖途中的事迹，比如夺取浮屠宝塔，斩杀杜、樊杜南2名金刚，这些事就发生在最近几日，没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根本不可能知道。叶姬摇摇头，万妖国的妖众有各自负责的区域，我回到娘娘身边后，便被派来治理南疆的妖族，替他监视南国的一举一动，探查神书残肢的封印位置。中原非我管辖之地，消息不通。我想打探许郎的情报，都没有相应的人手和渠道。分工很明确嘛，这既能提供效率，也是九尾天狐对各地妖众的一种控制手段。许七安点点头，回答他的问题。我如今已是3品超凡，不死之躯。叶姬懵住了，目光呆滞地看着他。许七安笑而不语。过了许久，叶姬叹息般地吐出一口气，我早知许郎非池中之物，只是没想到修为精进得如此可怕。我能想象中现在是何等风光。白姬见缝插针，顺着叶姬的身子往上爬。叶姬姐姐，抱抱我，抱抱我。叶姬闻言，微笑地抱起小白狐，搂在胸口，道：白姬和你在一起。许七安点头，随我游历一段时间了。白姬脑袋枕着叶姬的胸，不安分地扭动几下，似乎有些不太适应，回头看一眼叶姬的胸脯，表情不太满意。你怎么了？叶姬问道。不舒服，白姬小声道。叶姬一脸困惑，你以前最喜欢姐姐这样搂着你。他找到了一个更好的靠枕。许七安心说。叶姬揉了揉小白狐的脑袋，继续说道：许郎就是娘娘请来的援兵，也是你治好我的。尽管这么问，但他心里已经非常笃定，难怪娘娘叮嘱他好好伺候对方。如果是许七安的话，那一切都合理了。许郎是娘娘很重视的人物，他不会轻易得罪。说一说神书残肢的情况，我的事容后再与你细说。许七安没再寒暄，直入主题。我们动用了许多被佛门控制的妖奴，买通了部分往返南疆和西域的商人，耗费极大时间打探到封印神书残肢的具体位置。叶姬延展话题，解释了一下妖奴。佛门喜欢驯服我妖族，把他们当作坐骑，劳力。修为高的族人定期听经洗脑，修为低微的族人则没人愿意耗费精力去度化，通常靠武力震慑。后者是我们可以暗中联络策反的对象。许七安认真听着，没有插嘴。神书被封印在南法四戏院的古塔里，那座塔本身没什么奇特，但塔内有68名禅师常年坐禅诵经，以佛法驱除神书魔性，加持封印。此外，琉璃菩萨亲自为佛塔刻铭永镇，此塔因而凝聚10万大山气运。许七安啧了一声，68名禅师组成的禅阵，非超凡境不可破。叶姬点头，是的，原本我们打算请熊王出山，趁着佛门守备空虚，一举破阵，不料阿苏罗归位了。阿苏罗归位2个字让许七安心里一沉，因为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转世罗汉复苏。阿苏罗是修罗王幼子，既是得正杀贼果位的罗汉，也是具备金刚体魄的3品武者。叶姬神色凝重地看了他一下，没敢说阿苏罗的强大远超一位3品武者，哪怕已经恢复真身，在他面前仍然不自觉地低头做小，像个好欺负的妾室。2+3啊！许七安咧咧嘴，不管是杀贼果位还是金刚体魄的武者，都是以功法著称。熊王是？许七安转而问道。叶姬知无不言，毫不隐瞒。熊王是我们妖族目前除娘娘外唯一的超凡妖王。他顺带解说了一下妖族的阶级划分。万妖国的最高领袖是我狐族的族长九尾天狐，他同时是南妖共主。国主身边最少会有9位长老，巅峰时有14位长老，其中超凡境3人。长老之下则是护法。长老在外时便是国主的意志的传达者。长老通常由狐族中选拔而出。狐族之外有12位妖王，万妖国巅峰时有20位妖王，当然不是每一位妖王都是超凡境。熊王是唯一在500年前的佛妖之战中存活下来的妖王，大战爆发时他正躲在地底睡觉，因而避过一劫。睡觉？许七安怀疑自己听错了。叶姬无奈道，熊王实在太懒了，他常常好几年都不会动弹一下，
一睡就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还不行，每次他睡觉就会拉着方圆数里内的所有生灵一起沉睡，这是他的天赋神通。这特么是什么见鬼的天赋神通？许七安无力吐槽。他算是明白九尾天狐为什么要找自己来帮忙。那位妖王国破家亡的时候都在睡觉，何况区区神书许银罗打算如何行动？边上的白猿护法问了一句：“不急，等我先刺探一下情报。”说着，他伸手入怀中，轻扣一下地书碎片背面，抓住一面雕刻繁复花纹的青铜镜，镜面缺损了半边。混账东西，把我取出来做甚？快放我回去！浑天神镜骂骂咧咧道：“该做事了，不然我养你干嘛？”许七安没好气道：“为什么做事的总是我？你的那把破刀从来不用，到底谁才是你的本命法器？”浑天神镜怒斥：“这……”青木护法盯着镜子端详了许久，忽然激动的老泪纵横。这是当年国主的浑天神镜。浑天神镜停止了谩骂，沉默一下，道：“哦，是你啊，老树精。500年过去了，你还是没有一点长进，何时能踏入超凡啊？”青木护法颤巍巍的下跪，痛哭流涕，拜见神镜大人，想不到老朽有生之年竟能见到神镜重现天日。白猿护法澄澈的蓝眸凝视着浑天神镜，对他的身份无比好奇。更好奇的是，这明显在妖族有着崇高地位的铜镜，为何在大凤的银罗手中？叶姬睫毛颤了颤，压低声音：“这是当年国主摆在梳妆台上的镜子，法宝浑天。我偶然间得到了此物，与你们国主做了一桩交易。等他出海返回，我把镜子归还万妖国，他助我解开2枚封魔钉。”许七安边说着边吩咐道：“浑天能定为万妖山吗？”封魔钉什么意思？什么叫解开封魔钉？这个疑问在叶姬、青木护法和袁护法心里浮现。青铜镜面如水波荡漾，额请画面凝固，映出一座古刹。许七安眯了眯眼，看见古刹西院有一座高塔，塔顶隐约立着一道人影。往西定位那座高塔。话音落下，画面向西院拉伸放大，那倒立于塔顶的人影被清晰地映照出来。他身高约9尺，钢铁般浇铸的体魄，仅披了一件袈裟，露出大片大片的健硕肌肉，皮肤是暗金色的。他双手合十，微微低头，看不清五官。脑后一轮炽烈的火环，火环核心则是一道道毫针般往外放射的金光。脑后火环是金刚法相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同样出现在修行金刚神功的3品金刚身上。而脑后光轮则是罗汉的象征。画面中的人物同时拥有火环和光轮，意味着他既是金刚又是罗汉，与叶姬所说吻合。这时画面中映照出的人影缓缓抬起头，他五官丑则丑矣，却有着一股难以言喻的阴雾。眉毛部位光秃秃的，眉骨高高纹起，以至于隐于眉骨之下的双眼异常锐利。脸颊消瘦，面部轮廓冷硬，比例极好，偏偏五官奇丑，组合起来的感觉非常怪异。许七安正感慨一个人竟能长得如此丑帅，画面突然崩溃，浑天神镜惨叫道：“我瞎了，我瞎了，我瞎了！”叫了一会儿，他又平静，赶紧说：“好了，快让我回去吧，累死我了。眼瞎程度比起上次窥视小医要轻，这说明阿苏罗的修为比他差远了。但也要比寻常的2品强大很多。”许七安满足了浑天神镜的诉求。时隔500年，神镜的性格变了呀。青木护法一时间难以适应现在的神镜，他被广贤菩萨斩成2半后，气灵也跟着残缺，因此神神叨叨的，直到近来才恢复正常，但性格或多或少发生了些许变化。许七安解释道：“我明白，我明白。”青木护法连连点头，蕴含沧桑的双眼出现一刹那的迷离，叹息道：“500年匆匆而过，当年万妖国的盛况仿佛还在眼前。当年那一战太惨烈了，死了很多超凡强者，佛门和妖族都杀红了眼，鲜血染红整座山，族人的尸体堆满山谷。我们有20位妖王，有14位长老，还有数十万的妖众。当时九州大陆能与我们南妖争锋的势力屈指可数，可是佛陀太强大了。”许七安本着探究历史的心态附和道：“超品究竟有多可怕？就连半部武神的9尾天狐都败给了佛陀。”叶姬、白猿护法、小白狐都望着青木护法。青木护法几乎从不谈当年的亡国之战，要不是今天见到浑天神镜，大家根本没机会听那一段半尘封的历史。青木护法一愣，神色古怪地看着他，沉默几秒，老者缓缓摇头：“国主不是半部武神。”许七安悚然一惊：“什么意思？”这一刻，许七安有种固有的知识被推翻的茫然感。万妖国主的位格是半部武神，这在他的认识里，即使算不上根深蒂固，但也是一件比较笃定的事。500年前的佛门有一位超品佛陀，有4位1品菩萨，还有数量众多的罗汉和金刚。能在这样一个庞大势力的围剿中竭力反抗，
打得近乎两败俱伤，万妖国主必须是半步武神，只有这样才合理。如果万妖国主不是半步武神，那么整个甲子荡妖的历史可能都是假的，整段历史都要推翻了。至于万妖国主是超频武神的可能性，许七安认为是零。理由很简单，以武夫的攻伐力和耐操性，如果万妖国主真的是超频武神，那么即使佛陀联手巫神、古神一起围攻，可能换来的是万妖国主意犹未尽的舔一舔红唇，不屑地说：“就这。”当然，这个猜测纯粹是许七安个人臆想，超品之间的差距应该没那么大。可有一点是能断定的，那就是佛陀根本不可能杀死一位武神，绝对不可能。万妖国主不是半步武神的话，那就只能是一品了。许七安正要表达疑惑，就听袁护法耿直地说道：“许银罗的心告诉我，上一任国主如果是超频武神，他会舔着。”袁护法没能把这句话说出完，因为他被许七安一巴掌拍翻在地，四肢一阵抽搐。抱歉，你头上刚才有蚊子，我已经给你打掉了。许七安朝袁护法点头，表示举手之劳，不用感谢，刚才受到的冲击有点大，下意识地展开各种脑洞推理，无法收束念头。修他心通不修闭口禅，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呀，猴哥？许七安无声地嘀咕一句。多谢许银罗帮忙驱赶蚊虫。袁护法爬起来，蔚蓝澄澈的双眼凝视，诚恳道谢，并试图继续聆听许七安的心声。青木护法追忆往昔，道：“万妖国从未说过国主是半步武神，阁下是听谁说的？”这问题难到许七安了，就仿佛有人问你：“谁告诉你1+1等于2的？”好在他来到这个世界，满打满算也才1年半，时间尺度就这么点。很快想起自己第一次听说万妖国3个字，是出任打更人时，京城富郭县太康县发生妖物食人案件。那妖物赶走附近的灰户，与同伙一起挖掘消石，秘密炼制火药。他和朱广孝、宋廷峰查明真相，上报李玉春时，春哥推测妖物极有可能是万妖国余孽。查案心切的许七安便记下来了。没多久，暴躁武僧恒远大师爷闯平远伯府，杀了平远伯，走投无路之下，在地书聊天群里寻求帮助。恰好当晚巡逻的许七安便救下了对方。随后他提出等价交换原则，开始从天地会成员那里打探万妖国的信息。对，是丽娜说的。丽娜说甲子荡妖中佛陀出手了，因为那万妖国主是半步武神。我真傻，真的，当初不知道丽娜的为人，被她暗算了。许七安一口老血，同时他想起了更多的事情，比如当时金莲道长隐晦的纠正说万妖国主是一品，而非半步武神。可那会儿大家都觉得金莲道长只是地宗的一条败狗，他懂什么万妖国？肯定是同样出生在南疆的5号更值得相信啊！谁能想到败狗其实是地宗大佬，值得信任的5号其实是个不大聪明的吃货。万妖国主是一品？许七安语气略有急促的追问。是。青木护法点头。那半步武神是？许七安问完，屏住呼吸。青木护法缓缓道：神书大师，也就是我们这次要救的人物。果然，许七安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既有果然如此的恍然，也有居然是他的愕然。推翻半步武神是万妖国主的结论后，真相立刻从许七安心里浮现，3条线索前所未有的清晰。1. 神书是500年前被送去京城封印的，万妖国是500年前灭国的，时间点是如此的吻合，但许七安以前不能确定神书是死于500年前，也许早就被分尸了。2. 万妖国对神书残肢极为重视，九尾天狐不但把断臂送到他这里，还屡次出手相助。可是重视神书不代表和神书有渊源，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九尾天狐也许是想扶植一位敌人对付佛门。3. 神书的不死特性，断臂被封印在桑坡，弹尽粮绝500年，没有外来力量补充，他竟然还没死。连超品的佛陀都无法彻底杀死他，如此可怕的生命力，显然不可能是一品武夫能具备的。虽然许七安没见过一品武夫的实力，但万妖国主是一品妖族，妖族与武夫的路子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妖族4品时修的是天赋神通，武夫修的是意。历史证明万妖国主已经陨落，说明佛陀能杀死一品武夫。儒圣把各大体系分为9品，唯独佛陀、巫神等存在超脱于品级之外，这一点就能看出超品对付一品绝对碾压级优势。那神书大师和万妖国的关系？许七安深吸一口气。青木护法摇头，我层次太低，如何知道？不过国主和神书大师必然是相识的，关系不错的道友。佛门的灭妖之战中，神书也不会站在万妖国这一边。许七安点点头，思考着各自细节时，忽听白猿护法沉声道：青木护法的心告诉我，老朽怀疑国主和神书是老姘头了。石窟内陡然一静，白猿护法大吃一惊，被这条信息震到了，忙说：这是青木护法说的，与我无关。青木护法脸色涨红，墨绿色的头发一张张竖起，
每一根头发都充盈绿色能量。他握住藤蔓拐杖的手紧了又松，松了又紧，挣扎了片刻，青木护法吐出一口气：“老朽不与你一般见识。”“哼，没错，当时我们一群小妖确实腹诽过国主和神书大师的关系，只是小国主是最好的证明，小国主是血脉纯正的九尾天狐。”白猿护法蔚蓝色的眸子清澈不含尘埃地看着青木护法，淡淡道：“你的心告诉我，所以老朽怀疑他们是老姘头。老姘头本来就没有名分，见不得人。”石窟内再次安静下来，青木护法默默握紧藤蔓拐杖，开启了猎杀时刻。一白一绿两道流光追逐着冲出石窟，消失在天际。猿护法的天赋神通本身就能看穿人心，偷学了佛门的他心通后，便超出了四品境的范畴，这让他有些难以驾驭，所以时常不顾场合的乱说话。福香不，叶姬低声解释：“他这是时常乱说话吗？他这是放飞自我了。”许七安嗯了一声，没多做评价。叶姬吩咐石窟内的妖女道：“你们都出去守着，不经允许，不得入内。”待妖女离开，他见情郎思虑慎重的模样，柔声道：“怎么了？”许七安搂着叶姬紧致的小腰，却没有心情感受她美好的娇躯，脸色凝重地说：“你可能不知道，佛陀早就被儒圣封印了。”“什么？”叶姬脸色一滞，瞳孔微微放大。许七安能听见他心脏在这一刻骤然加快。儒圣为什么要封印佛陀？如果佛陀已经被儒圣封印，那么当年出手的是谁？叶姬心里一寒，莫名的冷意从脊背升起，让他打了个哆嗦。那就不能是儒圣后来封印的吗？努力适应靠枕的白姬闻言后插了一嘴。虽然他还是只幼崽，但智商好歹过关了，能听出这个秘辛中蕴含的恐怖。叶姬微微摇头。儒圣的寿命只有82，已经故去1000多年，而佛妖之战是500年前。许郎，这方面你擅长，你怎么看？情郎在身边，让他觉得有了靠山，下意识的求助。许七安分析道：“我有3个猜测，但都存在悖论，缺乏足够的线索。”顿了顿，见叶姬一双明眸柔柔凝视，他缓缓说道：“要么是佛陀已经挣脱封印，要么当年出手的另有其人，要么是神书一手主导了万妖国的毁灭。佛陀和巫神是一起被封印的，巫神近来才渐渐挣脱封印，同为超品。佛陀应该不可能在500年前就挣脱了封印吧？如果是另有其人的话，那就有点细思极恐了。但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10万大山被纳入西域版图，成了佛门的地盘，气运加护于佛门。如果当年出手的是某位存在，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总不是单纯的给佛门做嫁衣吧？至于神书主导的万妖国毁灭，如果这样，那神书又是被谁分尸的？佛陀都被封印了，还有哪位存在能分尸半部武神？叶姬点点头，忧心忡忡道：“娘娘知道佛陀被儒圣封印这件事吗？”许七安沉吟道：“不好说，你们娘娘深不可测，我对她并不了解。但儒圣封印佛陀之事，九州之者寥寥无几，若非儒家扛把子告诉我，我也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内幕。500年前的甲子荡妖战役，迷雾重重，隐藏着更深层的秘密。白姬，联络一下你们娘娘。”许七安道。白姬懒洋洋的不愿动弹，稚嫩童音说道：“叶姬姐姐也能联络娘娘，你让她去干活吗？一个家庭里，活儿当然是年纪大的做，她作为最小的妹妹，就要负责可爱就好了。姐姐们就会挖小宝贝的叫着，对她爱不释手，各种投食。福香也能联络九尾狐。”许七安眉头一挑，审视着老相好。朝阳升起，苗有方盘坐在山谷，面对熊熊篝火，嘴里咬着草根。红英手里烤着2只大鸟，他去接苗有方时顺手捕猎来的。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苗有方享受着贵宾级的待遇，有些不好意思。应该的，应该的。苗兄是许云罗的弟子，那也是贵客，招待贵宾，让贵宾吃好喝好，是我方责无旁贷的义务。红英一点都没有4品高手的风范，像是一个擅长应酬的官场老油条。说话间，他见苗有方目光不停审视洞窟口的2名女妖，当即招招手：“你俩过来。”2名女妖犹豫一下，迈不过来。红英护法有何吩咐？红英一脸责怪道：“榆木脑袋，当然是招待我们的贵客用膳了。苗兄随着许银罗南征北战，是人族中的大人物，你们一定要好好招待，要是有不周之处，看我怎么罚你们。”这只鸟妖竟然这么会来事，苗有方顿时有些飘了，摆摆手：“过奖了，过奖了，也就随着许银罗杀过几个金刚而已，我主要打下手，是许银罗太强大了。”红英眼睛一亮：“苗兄，这可要和我们好好说说。”原本不太乐意的2个妖女也快速的坐下来，一左一右伺候苗有方。同样的清晨，许灵英背上行囊，跟着二哥和老师沿着战船伸出来的木板走上了甲板。3艘战船同搭载士卒将领共3000人。大凤的军事制度是卫所制，卫所制脱胎于前朝大周的府兵制，
卫所制的优点在于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且保证兵力分散在各州，既能迅速聚拢人马，平息叛乱，又能遏制某位将领手掌兵权、拥兵自重的情况。所以朝廷本次调兵遣将，京城地界的军队只派3000人，其余兵员从其他州抽调。林英，注意安全。婶婶在码头扯着嗓子大喊，遇到麻烦要。本来想说要多听师傅的话，陡然想起师傅未必比徒弟靠谱。许二叔忙说，要想办法联系大哥。许林英背着比他人还要大的行囊，用力点头。娘，我去打战了。周边的士族、码头的行人纷纷愕然看来，战船里混进去一个小屁孩，本身就惹人注目。一听是去打战，许二叔大惊，怒道：你打什么战？你这趟是随师傅回乡，莫要乱说话。小豆丁一直以为自己是去打战的，一道道质疑的目光远远地审视着许灵英。蒙着面纱的许灵月高声道：灵英，身为许银罗的妹妹，你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霎时间，质疑和不满的目光变成了热情和友善。一番纠缠后，师徒俩被许二郎领回了船舱。时辰一到，战船扬帆远航。许新年把幼妹和丽娜安排在隔壁的房间，叮嘱道：好好在房间里待着，莫要乱跑，不要惹事。丽娜，别人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接受军官的善意。虽然丽娜是4品高手，但贪吃和天真的性格，面对一些下三滥的手段，肯定无法抵御。丽娜用力点头。她其实不怕毒，作为一个在南疆长大的姑娘，即使不是毒蛊部的人，但见毒和毒抗力仍然出类拔萃。再说，能迷晕或毒死4品的毒药过于珍贵，不是一般人能拿出来。丽娜觉得许二郎是个没什么见识的一介书生，没必要跟他解释这些。安置好2个女眷后，许二郎回书房研读兵书，分析青州战局。另一边，丽娜扭头就带许灵英出门溜达，一路来到甲板。迎着寒风，师徒俩眼里冒出小星星。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扬帆远航。姑娘是许银罗什么人？身后传来问话声。丽娜回头看见一个披甲方脸的中年人，矮小粗壮，目光灼灼地盯着丽娜和许灵英。你是谁？丽娜一口不标准的中原官话。禁军营步兵百夫长陈潇。中年军官抱拳道：下时曾随许银罗北上调查写图3000里一案。刚才听闻这位小姑娘是许银罗妹妹，是大哥的朋友呀。叔叔好，叔叔你姓什么？小豆丁一听是大哥的朋友，憨憨的脸上露出纯真笑容。你可以叫我陈叔叔。陈潇也露出憨厚的笑容。早听说许银罗有2个妹妹。他下意识的摸兜，结果发现自己一身戎装，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给小孩。有什么事吗？丽娜单手按住徒弟的脑袋，微微摇头。小孩子就是小孩子，没什么心眼。像这种主动搭讪的男人最是危险，普遍都怀着不良目的。这一点他从南疆到大凤的旅途中已经深有体会了，但他暂时没能想明白这个叫陈潇的人接近他们有什么目的。2位本次随行要去何方？陈潇问道。丽娜大声道：不关你的事。突然拔刀的分贝把陈潇吓了一跳，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怎么着人家呢。环顾一圈后无奈道：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当然许大人自己就能解决大部分麻烦。他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南疆姑娘的警惕和不待见，朝小豆丁热情一笑，转身返回船舱。什么？红英声音一变，几乎是尖叫出声。许银罗真的斩杀2位金刚？说实话，他刚才听苗有芳说斩杀2位金刚，以为对方是自吹自擂，但直接拆穿对方是愚蠢的人或妖才干的事，不符合他为人处事的风格，所以表现出很好奇很敬佩的姿态。他完全没想到这事听起来似乎是真的。说谎可说不出那么详细的细节，超凡之间的战斗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没亲眼见过根本不可能描述出来。2位女妖捂住了嘴巴。是啊，可即使是许银罗面对金刚和巫神教育师的攻击也狼狈不堪，幸好他身边有我。苗有芳手里的烤鸟都快凉了，也没顾上次一口，还是吹牛皮更重要。说时迟那时快，我御剑而起，掏出浑天神镜，就是那么一照，震慑住了敌人。许银罗抓住机会大发神威，打得敌人节节败退。左边的妖女突然说道：可你是武夫，怎么御剑飞行？这苗有芳顿时尴尬，短暂想不出解释之词，但红英及时出身，不悦地训斥女妖：你懂什么？以苗兄的本事，自然会有相应的法器飞剑，你区区一个小妖，莫要插嘴。女妖连忙低头，为自己的见识浅薄至仪苗大人而羞愧。太会来事了。苗有芳忙说：对，就是这样。红英兄，你留在这穷山恶水的南疆实在屈才，不如跟兄弟我去中原闯荡吧。红英护法顺势说道：那就有劳中原大侠苗兄提携了。大侠，中原大侠，
苗有芳被挠到心窝了，浑身飘飘然。红英兄，相逢恨晚啊！两人哈哈大笑，气氛融洽。洞窟里，叶姬取出浇铸成狐狸形状的青铜香炉，插上黑香，搓亮，檀香袅袅浮起。伴随着叶姬的用力吸气，檀香进入鼻腔，下一刻，他的左眼出现烟雾状的青光，袅袅挪挪的溢出眼眶，一股强大的意志降临。啧，老情人相聚，不抓紧时间亲热，喊我作甚？九尾狐不太正经的娇笑声响起，叶姬掩嘴轻笑，莫非是想让我在旁围观？这可不行，本座还是黄花大闺女呢。你说话的口吻可不像是黄花大闺女，简直不要太老司机。许七安无声的在心底吐槽。叶姬恭敬道：娘娘，奴婢从许银罗处得知一个天大的隐秘，事关重大，不知您是否已经知晓，只能唐突联络，请勿见怪。说完，叶姬扭头看一眼许七安，媚笑道：机密情报？你小子修行不过1年半载，哪来的这么多机密情报？许七安没说话，看一眼叶姬的右眼。叶姬当即道：佛陀早在1000多年前就被如圣封印。叶姬左眼的青光剧烈抖动，隔了几秒，九尾天狐的声音从他口中响起，前所未有的凝重。不可能，500年前佛陀出手，我亲眼见证了那一战，不会错。许七安眉头一皱，笃定的语气说道：云麓书院的院长赵守亲口告诉我的，如圣封印了当时在世的所有超品，除了早就消失的道尊。如圣封印了天尊之外的所有超品。叶姬心如肋骨，砰砰跳动，有些难以消化这个隐秘。两条信息矛盾了。许七安把自己刚才的3个推测说了一遍。九尾天狐沉声道：你知道如何成就佛陀果位吗？他的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往常烟视媚行的口吻荡然无存。许七安摇头。九尾天狐一字一句道：9大法相合一，便是佛陀果位。我当年亲眼见到9大法相现世，必是佛陀无疑，世上不可能有第2位佛陀。神书走的是禅师、金刚和五夫路子，但他最多只掌控了金刚法相。这样的话，当年出手的人就不可能是其他超品，也不是神书，直接把我后面2个猜测推翻，出手的人是佛陀。许七安嘶了一声，佛陀500年前就彻底挣脱封印了。先别急着下定论，想要清楚这一切，解开神书所有封印便可。神书的每一部分残肢都蕴含他的残魂，浮屠宝塔内的神书有多少记忆？九尾天狐说道。你倒是提醒我了。许七安摸了摸下巴，他曾经无意间说过一句话：佛陀，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这叶姬心里一动，隐约把握住了什么。他体内的九尾天狐同样半晌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九尾天狐缓缓道：很明显，神书曾经和佛陀做过一桩交易，只有他们之间知道的交易，线索太少，我们无法推测出真相。许七安总结了一句，然后说道：缺乏线索，商议不出什么东西。娘娘告诉你这个秘密，不是无常的。九尾天狐立刻恢复不正经的姿态，控制着叶姬，舔了舔舌头，配合勾人表情。许郎，今晚你说几次就几次，今晚不睡觉了。许七安一本正经。娘娘，本银罗是正经人，不受你女色诱惑的。报酬后续一起清算。我先说正事，修罗王幼子阿苏罗归位了，如今就在南法寺，以我的战力打不过他。2+1相当于1位罗汉联手1位金刚。许七安心里还是有逼数的，所以我需要你提前履行承诺，拔除2根封魔钉，这样我更有胜算。九尾天狐沉吟一下，拔除封魔钉就能赢了。许七安笑道：我会找帮手。好，我会让叶姬带你去见神书的那部分躯体。九尾狐爽快答应，问道：还有吗？许七安看着叶姬的右眼，福香，不，叶姬以后就是我的人了，我不会强行带她走，但今后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她不再是你的奴婢，你可以命令她，但不能支配她。九尾天狐笑道：其实你带走她我也不反对，我还可以把白姬送给你哦。白姬一听，哭唧唧道：我不要，我不要。许七安看了一眼狐狸幼崽，想，心说我那么讨人嫌。最后一个要求，混天神镜对我来说还有大用，我希望能多执掌他一段时间，最多不会超过3个月，如果要延期，我会额外支付你报酬，或帮你做些事。混天神镜事关他后续的某个计划，暂时不能归还九尾狐。过分。九尾狐嗔道：他是我娘的遗物，也是我从小把玩的物件，承载着我部分回忆，这个要求不能答应你。许七安意外的强势：不，我需要他，这一点谈不拢，我们的合作取消。叶姬的左眼眯了一下，淡淡道：取消便取消，本座不受威胁。两人面无表情的对视，谁都不肯退让。叶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即使不拔除封魔钉，我一样是3品，能做的事很多，大不了继续狩猎罗汉，时间久了总能把封印解开，但你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许七安深谙谈判技巧，
绝不妥协，努力争取。中原大乱将至，佛门必定派兵增援，这是阿兰陀最空虚的时候。九尾狐笑盈盈道：解不开封印，你非但无法恢复实力，更不能冲击二品。你在这场正统之争中能做的事有限，合作是共赢，不合作则两败俱伤，自己想清楚。浑天神境的功能对他同样无比重要，他是不可能轻易让给许七安的。许七安笑了笑，既然如此，为何大家不一起退一步？九尾狐淡淡道：怎么退？浑天神境有独立的意识，不是物品，让他自己选择。许七安道：没问题。九尾狐语气十分自信。许七安当场取出地书碎片，在九尾狐面前，他没必要掩饰天地会成员的身份，不是有多信任他，而是他早就知晓此事。屈指轻扣镜面，哐当一声，半面浑天神镜倒了出来，摔在桌上。我瞎了，我瞎了，我瞎了，我伤势未愈，不能再干活了。浑天神镜立刻大喊。业绩不，九尾狐明显愣了一下，似乎对这面镜子有些陌生，但很快平复情绪，娇声道：臭镜子，500年没见，想不想我？他的声音从性感妩媚切换成偏向少女的清脆。浑天神镜立刻安静下来，镜面凸显出一只没有睫毛的眼睛，眼珠子转动，看向叶姬。他微微愕然，然后整只镜剧烈颤抖起来，声音高亢尖锐：公主殿下，公主殿下，真的是你吗？当日在城隍庙里，许七安把他交给九尾狐时，他刚被塔林老和尚封印，不知外界之事，事后才从许七安口中得知那桩交易。九尾狐顺手拿起镜子，哼道：当年我总是问你，世上谁是最漂亮的狐，你每次都回答是娘。现在我再问你，谁是世上最美的狐？浑天神镜大声道：是你是你。他用激动的带着哭腔的声音：我终于见到你了，流落在外500年，没想到还能和公主殿下重逢，我就算现在灰飞烟灭，也心甘情愿了。好一场催人泪下的主仆相逢。许七安翻了个白眼。九尾狐瞧他一眼，嫣然道：这小子希望你能多留在他身边一段时间，但我不愿意，毕竟我与你多年未见了，实在舍不得。许七安不给他带节奏的机会，补充道：所以我们决定让你自己来决定是否多留在我身边一段时间。啊，这浑天神镜声音猛地一变，内心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沉声道：能见到公主殿下是老臣的造化，死而无憾的造化，但是我选择留在姓许的身边。九尾天狐脸上刚泛起的笑容忽然僵住，他盯着浑天神镜，用一种确认般的语气：你说什么？这能见到公主殿下是老臣的造化，死而无憾的造化。浑天神镜说道：但他选择留在我身边。许七安笑眯眯地说。浑天神镜弱弱道：是的。叶姬嘴角轻轻抽搐一下，哀声道：镜子，你知道本公主为了寻你，踏遍了9州的山河大地，找你找得多辛苦吗？你竟为了一个刚认识的男人弃我而去，公主辛苦了，感谢公主惦记老臣。浑天神镜立刻高呼：但他选择留在我身边。许七安笑眯眯又重复一遍：是的。浑天神镜弱弱道，然后立刻表忠心：但公主殿下放心，老臣的心是在你这里的，我是留在姓许的身边做卧底的。啪！九尾狐用力反扣浑天神镜，光洁的额头青筋直跳。他冷冰冰地看一眼许七安，左眼的青光缓缓消散。叶姬恢复了对身体的掌控，小心翼翼道：娘娘生气了，几百年来我从未见她生气。主仆之情在爽面前一文不值啊！许七安嘿了一声，对这样的结局一点都不意外。浑天神镜灵智残缺，急需龙气温养补完自身，这是一个生灵最基本的欲求，还不快把本座收回去！呸！竟给我找麻烦！浑天神镜迁怒许七安，飞起来要扇他的脸。许七安抬手抓住他，到回头有件事要你去办，可能时间会久一点，麻烦会多一点，想都别想。他一口拒绝。等你的灵智修补完毕，我让监正替你补完缺失的半边身体。许七安道：补的相当于肉身，而非气灵，这一点炼气专家出身的监正肯定能办到。许银罗有事尽管吩咐。浑天神镜诚恳道。事情初步办完，许七安舔了舔嘴唇，笑道：该办正事了。有过无数次交流的福香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脸蛋微红。云州边界6万披甲持锐的大军集结，他们井然有序地拍成6块方阵，1万人一座方阵，每一座方阵有1000重骑，1000火铳手，2000轻骑，5000步兵，500火炮营，500神弩营。而在6万大军后方，还有3万流民组成的民兵。在大凤援兵还没赶到的时候，云州叛军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北上进攻青州。这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停在云州和青州的边界，前方官道边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青州2字。姬玄一家马腹从阵列中冲出，
马蹄哒哒声中，他来到中央方阵前方，侧头望着帅旗下马背上巍然而坐的主帅，笑道：“七帅，你觉得我们6万精锐加上3万民兵够不够歼郑沙？”云州叛军主帅戚广博抬头望向天空，淡淡道：“我们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奸诈。”他五官清俊，眉心有着深深的川字纹。姬玄也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收回目光，微笑道：“先生乾隆在渊10 5年，满腹经纶不显，犹如锦衣夜行，素袖藏经。但是再过不久，整个中原乃至九州都将知晓您的大名。”戚广博是姬玄的启蒙老师，此人在九州名声不显，却拥有惊天伟地的才华。戚广博出身云州显赫大族，年幼时习武，天资绝佳，到了17岁修到铜皮铁骨境，不知为何突然失望至极的评价武道粗鄙，便弃武念书。23岁靠中举人功名，又摇摇头评价读书非我所好。然后是长达7年的纵情享乐，吃喝玩乐，青楼买醉，人干的事他干过，人不干的事他也干过。家人也看不过去了，想着打磨一下性格，让他好好做人，便将他送入军队。谁知戚广博参军第1天便爱上了军武生涯，评价是2个字：有趣。随后在数次剿匪中屡立战功，被云州都指挥使司提拔，1年内连升2级。彼时的许屏风刚完成人生中的一个小目标，窃取大份国运，进行着第2个小目标，挖掘人才，培养亲信。他很快就被许屏风注意到，许屏风找上门，没有立刻表达招揽之意，而是与他来了一场沙盘推演。推演的正是5年前那场轰动九州，必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山海关战役。许屏风统帅大凤和佛国2大势力，戚广博则率领巫神教、南北妖族、北方蛮族以及古族。第一次，戚广博只坚持了半个时辰，便被逼到弹尽粮绝的死境，2人约好半个月后再战。第2次，戚广博坚持了2个时辰，2人再次约定3个月后再战。1年后，戚广博一直坚持到山海关战役中的大决战，最后战败，他没能打败许屏风。许屏风这才说：“胜你之人非我，而是魏渊。随我去乾隆城，20年内，我让你和他对一沙场。”戚广博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乾隆城，开始了长达15年的潜心修行。他几乎一手组建了乾隆城如今的军队，发明了10几种战术。在他的革新之下，乾隆城的军队一扫陈疴，变成了一支真正虎狼之师。戚广博勒住马将，昂首北望，喃喃道：“国师骗我，魏渊已死，这3军统帅的权力即使给了他，又有何用？先生此言何意？”姬玄并不知道戚广博和许屏风当年的约定。戚广博微微摇头，看一眼学生，道：“子素如今已是超凡境，九州之大，这般年纪的超凡屈指可数。今朝举事，何尝不是你扬名立万之时？那先生觉得我与许宁燕相比，如何？”姬玄沉声问道。戚广博淡淡道：“勤能捕捉。”姬玄被噎了一下，苦笑道：“先生真是快人快语，不留情面。”戚广博反问道：“你觉得我与魏渊比，如何？”姬玄没有回答，戚广博也不在意，语气始终平静。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子素正是自己才能洞悉局势。许其安比你强，不管天资、战力还是手段，各方面都要胜过你。若单对单的遇上他，必死无疑。但世上从来不会有绝对公平的情况，你仍有机会。你已经踏入超凡领域，即使有所不如，但只要站在同一境界，就意味着有可能性。姬玄缓缓点头，学生明白。戚广博没再回应，看向身侧的副将，道：“全军前进。”副官已令其传指令给鼓手，瞬间鼓声咚咚，9万大军整齐有序的前进，踏入青州地界。就在这时，天空风起云涌，云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聚成一只巨大的手掌，朝着叛军拍下来。随着这只手掌拍下，整个天地的力量似乎都被调动了。战马受惊，士卒惶恐，大军阵型立刻出现骚乱。尤其后方的民兵，一群乌合之众，见到这等异象，吓得双腿发软。当是时，9万大军上空凝聚出一座又一座阵法，一层又一层，大阵覆盖小阵，小阵组成大阵。砰砰砰，在云雾凝成的巨掌之下，阵法一座座崩溃，青光宛如烟火，在大军头顶炸开。层层阵法破碎的刹那，一道金光从大军中升起，化作一尊12双手臂，手持各种法器，后脑燃烧炽烈火环，眉心有着红色火焰印记的金身。这道金身仿佛扛起天青的远古巨人，12双手臂撑起缓缓落下的巨掌。双方僵持片刻，云雾组成的巨手似是后继无力，又似在决力中被金身不敌金身轰然溃散。云海之上，一白一金2道身影御空而来，在某处停下，
正是许屏风和披着袈裟、裸露半个胸膛的伽罗树菩萨。许屏风风姿飘逸，一身白衣翻飞，立于云海之上，宛如谪仙。伽罗树菩萨脸色肃然，纹起的肌肉彰显着傲人的力量。他脑后火环燃烧，带来炙热的高温。仅仅站在那里，气息便如山般高大，如海般广阔，象征着力量。而两人对面是白发白须的监正，手里托着一块八角铜盘，此盘背面铭刻日月山川，正面刻着天干地支。相比起500年前的初代，你的实力差得太远。伽罗树审视着监正，语气平淡地做出评价：这是自然。许屏风笑容温和，初代时期虽有昏君和奸臣祸乱超纲，但大凤根基还在，仍处在巅峰。而现在的大凤，先是国运流失一半，又先后经历了魏渊的东征以及席卷中原的寒灾。监正老师现在的实力恐怕不及巅峰期一半。监正面无表情地拨动天机盘，缓缓道：500年没动真格了，陪你们玩玩。陈潇又一次在甲板上看到了许银罗的幼妹，她正扎着马步，小脸无比严肃，看起来竟有几分可爱。陈潇闲来无事，便靠着船舱，双臂抱胸，在边上旁观，一看就是半刻钟。可以啊，陈潇吃了一惊，他来时这孩子就在扎马步，时间肯定超过1刻钟了。能在这么小的年纪扎马步超过1刻钟，都是基础极为扎实的习武种子。陈潇心说，不愧是许银罗的妹妹，于是开口说道：这孩子练精进了。他问的是边上啃着窝窝头的南疆姑娘。丽娜回头看他一眼：练气劲吧。他指的是战力，力骨前期是没有气机的，只有蛮力。吹牛不打草稿。陈潇性格耿直，沉声道：6、7岁的练气劲我还没见过呢。许银罗也是在练精进，稳打稳扎，到19岁才突破练气劲。丽娜边啃着窝窝头边说：就是练气劲，不信你和他练练。陈潇当即找来一名大头兵，这大头兵是初入练精进的实力，因为早飞童子身，所以这辈子练精巅峰就到头了。你去和这孩子搭把手，注意分寸，莫要伤了人家。陈潇嘱咐道。是。大头兵一脸无奈，不愿意陪小孩子玩耍，但长官吩咐他也能拒绝。大踏步走到小豆丁面前，拍了拍自己的肚皮，道：小娃子，往这里打。小豆丁看一眼师傅，丽娜点头，打赢有窝窝头吃。小豆丁眼睛一亮，果断出拳。砰！大头兵飞了出去，重重撞在陈潇身侧的舱壁上，捂着肚子蜷缩在地，吐出一肚子酸水。陈潇瞠目结舌，嘴巴张开，半天没合拢。厉害，我来试试。陈潇大步走向许灵英，打算不用气机，和这娃子比一比蛮力。许二郎正坐在书桌边，一边捧着兵书研读，一边低头研究青州地图。砰砰！房门敲响，一名士卒在门外喊道：许大人，您妹妹和同僚们打起来了什么？许二郎大惊失色，仓皇丢下兵书，飞奔着打开门，怒道：怎么回事？谁敢欺负我妹妹？那士卒小心翼翼地说：是您妹妹在欺负人。许二郎大步流星地奔出船舱，来到甲板。甲板上东倒西歪地躺着几十名士卒，许灵英茕茕孑立，宛如沙场上不败的女将军。哦！一名粗矮的中年将领吐着酸水，挣扎着爬起来，叫道：扶我起来，我还能打。士卒们一边捂肚子，一边拉扯他，苦口婆心地劝道：头儿，别打了，再打你把隔夜饭也吐出来了。这孩子是许银罗的妹妹，犯不着跟他拼命。那中年将领显然是上头了，用力一推士卒，叫道：我还能打，我还能打。哦！许慈就站在舱门口，默默无脸。远离官道的寨子里，朝阳染红了山头，李妙珍站在矮墙上，手里拎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俯视着下方200多名流民组成的山匪。你们的首领已经被我杀了，现在给尔等2条路，一条是跟着我混，以后有饭吃，有酒喝，第2条是给这家伙陪葬。他提起头颅示意一下，另一只手摸出的书碎片倾倒出一袋袋的谷物。一位穿着布衣的土匪大胆地走过去，用钝刀划开麻袋，吃还未剥壳的谷物从裂口倾泻而出。是大米，是大米啊！欢呼声响起。女侠，我们愿意跟着你，以后您就是我们的大当家。落草为寇的流民们七嘴八舌地说道。对流民来说，只要能填饱肚子，谁当首领都可以。同样的，只要能填饱肚子，杀不杀人都无所谓。他们杀人抢劫的目的只是为了填饱肚子。那些趁势而起割据一方的枭雄并不属于乱世中的基层。李妙珍满意点头道：做我的下属就要守我的规矩，自今日起不得打劫百姓，不得残害无辜，我们只抢为富不仁的商贾和鱼肉百姓的贪官，谁要是不守规矩，杀无赦。南疆石窟里啊！伴随着一阵尖叫，叶姬浑身紧绷，妖媚的面孔呈现轻微扭曲，长达1个时辰的动静停止，
一切风平浪静。久别重逢的一对老情人并排躺在床上，一个享受着余韵，一个进入贤者时间。多日不见，福香姑娘的手段一如既往的高超。许七安赞叹道。叶姬啐了一口，嗔道：多日不见，许银罗怎么不给奴家表演沾枕3秒便睡的绝技了？他竟还记得初识时的小事，女人果然都是小心眼的，妖也不例外。许七安挤眉弄眼道：那会儿不知道福香姑娘是水做的，不是春雨。叶姬眨了眨眼，这是什么说法？许七安搂着美人侃侃而谈，这是典故，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躺了一会儿，叶姬心满意足地说道：奴家服侍许郎沐浴吧。不急，容我在浴穴奋战几个回合。床幔开始晃动，薄被起起伏伏。洞窟外，小白狐蹲在篝火边，白姬长老怎么出来了？红缨护法诧异道。白姬娇声道：叶姬姐姐说和许银罗有要事商谈，把我赶出来了。其实他们在交配，不准我看。苗有芳目瞪口呆，忽然就明白李灵素和许七安为何两看相厌，两个人的相好都遍布九州各地啊。红缨的声音陡然拔高：交配？叶姬长老和许银罗？他痛心疾首，认为叶姬长老是以身相诱，换取许七安的帮助。白姬用最稚嫩的童声说出最下流的话：叶姬姐姐在京城时就天天和许银罗交配的，原来是老姘头了。红缨恍然大悟，侧头看向苗有芳：苗兄，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那时候我还没跟着他混。苗有芳就说：这是许银罗的私事，我不好多说。浴桶里浸泡在冰凉的水里，许七安手里捏着护身符，以元神传音：国师，我是许七安，我是你的一生挚爱的许郎啊。发出这段传信后，许七安心情颇为复杂，想起了给他造成极大心理阴影的几个人格，比如色即是空的玉人格，比如柴刀时刻准备着的病娇爱人格。传信出去后很久没有回应。国师，我是许七安啊，我在南疆遇到了生死危机，急需您的帮助。许七安连忙卖惨。护身符安静地躺在他掌心，没有任何异常。骆玉衡仿佛失联了。不，这种情况对骆玉衡来说应该是我在南疆嫖到失联。许七安自我调侃了一句：国师，我是你的许郎啊。骆玉衡还是没有回应，看来是真的无法联络到他。许七安终于确认自己和小姨失联了。首先，可能是我和国师之间的距离超出了护身符能传达的距离，通俗的解释就是没信号。毕竟护身符严格来说只是道门的一个传音法术，与司天监出品的专业传音法器肯定存在差距。其次，骆玉衡还处在闭关阶段，他距离天劫越来越近了，积蓄力量应对天劫是重中之重。如果是在闭关，那我联系不上他也是正常的，只能等他业火濒临极限，自己出关来找我。想到这里，许七安有些愧疚，天劫是关骆玉衡生死，他必须竭尽全力面对，这个时候不好把他当工具人使用。最后，骆玉衡还处在社死后无脸见人的窘迫中，不想搭理他，这点可能性不大，以小姨的心性和手腕，区区社死还是能忍的吧。李灵素都还有脸活着，小姨这点社死算什么？他有些心虚的想。披着轻纱的叶姬从后面抱住许七安，尖翘的下颌抵在他肩膀，柔声道：许郎，握着一枚符作甚？联系你的姐姐。许七安道：我想请国师来帮忙对付阿苏罗，但他似乎在闭关，或者南疆距离京城太过遥远，无法把信息传达出去。叶姬皱了皱眉，那该怎么办？许七安有些诧异，他没问自己为何能请动骆玉衡，旋即明白这是福香的善解人意。他从不过问自己和其他女人的私事，从不过度打探她的秘密，放心，我还有一个人。许七安朝着屏风招手，地书碎片从衣兜里飞出，落入掌心。他把护身符送回的书碎片内，接着取出传音海螺。监正说过，这枚海螺可以在九州大陆任何地方联络孙玄机，是司天剑极其珍贵的传音法器。握住海螺的同时，许七安犹豫了一下，想了想，又把海螺收回去，然后回过身，把符香按在浴桶边缘，让他扶着浴桶翘起臀儿。咱们再亲热一下，完了我再找他。许七安已经被孙师兄搞出心理阴影了，可别发完传书，这边还在洗澡，孙师兄就出现了。掐住符香小腰，这具身体还是初尝云雨的娇花，加之他重伤初愈，身子有些虚弱，许七安没有折腾他太久，浅尝即止。孙师兄，我在南疆10万大山边缘区域，把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好，孙玄机言简意赅的回应。许郎，我先去取来神术大师的残肢，你在此等候，天黑前我会返回。叶姬穿戴整齐，素色的抹胸襦裙搭配浅绿色罩衫，这套偏向知书达理气质的衣衫，原本穿在福香身上会有种大家闺秀的气质，但现在穿在叶姬身上，反而穿出些许制服诱惑。她的真身太妖媚了，虽说狐族本身就是以妖媚勾人闻名，但身上那股燕氏媚行，
无时无刻都在勾引男人的韵味，让他穿得越正经，越像制服诱惑。林安的妩媚多情和福香的妖媚艳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质，前者内媚，后者则是妖精。等许七安颔首，福香翩然而去。直到黄昏，盘坐在洞窟吐纳的许七安心有所感，离开洞窟，来到山谷。他先是被一阵高歌声吸引，看见苗有芳拎着酒壶，与鸟妖红英载歌载舞，两人手腕缠着手腕，转着圈。苗有芳口中高唱勾栏里的婚曲儿，红英则唱着南疆特色的山歌。几名妖女围绕两人翩翩起舞。青木护法和白猿护法坐在一旁欣赏，后者鼻青脸肿，明显经历了一顿毒打。而在众人身后站着一位白衣术士，身高普通，五官普通，气质普通，他实在太普通，以至于谁都没有发现他的到来。察觉到许七安出来，众人立刻看过来，歌舞停止。孙师兄，许七安喊道。众人唰的扭头，神色古怪，竟不知身后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孙玄机点点头，脚下青光腾起，闪现到许七安面前。师兄怎么不进来？许七安露出热切的笑容。孙师兄是极好的工具人，实力强劲，话还不多。白猿下意识地审视着这位陌生人，蔚蓝澄澈的双眼看穿内心，缓缓道：这位高人的心告诉我，我刚好南下青州，打算助阵老师，便折道过来了。路途太远，累死我了，刚才是在休息。许七安清晰地看见孙师兄脸色一僵。这位是袁护法，拥有看穿人心的天赋神通，并修行佛门他心通，极为了得。许七安立刻给孙玄机介绍，说着说着，心里一动，道：袁护法，劳烦你随我入内，替我做翻译。孙玄机回头深深看一眼袁护法，而后随着许七安进入石窟。青木护法提醒道：那是未超凡境的术士，别乱说话，明白吗？袁护法回望青木护法，可是青木前辈的心告诉我，这死猴子最好继续口不择言，等着你被剥皮拆骨。青木护法脸色陡然涨红，握着藤蔓拐杖的手紧了又松，松了又紧。红英护法当作没听见，催促道：快进去吧，别让许云罗等久了。袁护法点点头，进入石窟。这位护法有点意思啊。苗有芳目睹了刚才的一切，看向红英护法，因为刚才载歌载舞，脑子里没有其他念头，苗有芳反而躲过了社死，没有体会到袁护法的可怕和鬼畜。红英护法叹口气，袁护法自幼在佛寺里为奴，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天赋神通渐渐觉醒，又无意中偷学了佛门他心通，从此再也无法驾驭能力。苗有芳恍然大悟，那他怎么成了咱们的人？短短一个时辰，他已经和南疆妖族成了一家人。红英护法撇撇嘴，后来佛寺的僧人也忍不了他了，就把他逐出佛门，自生自灭。好家伙！苗有芳暗暗发誓，面对袁护法时要心如明镜，不染尘埃。红英护法看他一眼，袁护法是四品境界，天赋神通则要更强，超凡境的高手不刻意收束念头，也会被他看穿内心。四品境除了道门和巫师，几乎没有哪个体系能屏蔽袁护法的能力。石窟内，许七安把情况详细告诉孙玄机，而后问道：孙师兄怎么看？孙玄机没说话，许七安看一眼袁护法，后者心领神会，澄澈蔚蓝的眸子注视着孙玄机，道：这位孙师兄的心告诉我，你负责对付阿苏罗，我来破坏阵法，送死的事我可不干。孙玄机一下急了，连声道：后。许七安吐出一口气，替他说完，后面那句话不用说。白猿护法颔首。许七安接着道：没问题，阿苏罗交给我对付，我会尽量牵制他。孙师兄，你负责破解禅师大阵。在他看来，这样的安排最合理，由术士去破阵，算是专业对口；由武夫对付金刚，同样是专业对口拼刺刀，看谁更硬。迅速敲定正事，许七安问道：孙师兄刚才说要去青州助监正？孙玄机负手而立，一言不发。袁护法道：云州叛党已经全面攻打青州，老师和大师兄还有伽罗树菩萨斗法，大凤缺超凡高手，我本欲前去助阵。许七安心里一沉，这样会不会耽误战机？孙玄机摇头。袁护法道：刀藏得越深，敌人越忌惮，短期内不会有意外。另外，云州叛军在等待西域佛国的军队出击，我们在这边闹出动静越大越好，这样能牵制敌人。也是，云州逆党拉佛门下水，肯定不只是伽罗树菩萨一人，西域的军队也是助力。如果我能牵制住西域的军队，朝廷的压力就会小很多。许七安缓缓点头，这时他看见袁护法蔚蓝的双眼望着自己，连忙摆手：我的想法就不用说出来了。袁护法点点头，毕竟他也不想再被许银罗拍蚊子。这时脚步声从甬道里传来，叶姬背着一只巨大的箱子返回。哐当，他把箱子放在地上，发出沉重的闷响。众人的目光一下子被箱子吸引，它橙漆黑色，透着金属光泽，
外层刻着密密麻麻的佛文，似是某种封印阵法。这是娘娘亲手刻画的佛门封印法阵，用来压制神书大师的残肢，每隔10年就得献祭数量庞大的生灵，不然他会破开封印。叶姬带着些许忧虑，此时若是解开封印，娘娘不在的话，就很难再将它重新封印。袁护法看一眼孙玄机，道：“这位孙师兄的心告诉我。”哼，佛门的阵法粗陋又垃圾，待会儿等我小试身手，让你们大吃一惊。孙玄机嘴角猛地抽搐一下，原来孙师兄一脸老实的外表下，也有一颗风骚的心，果然装逼和白嫖是人类的天性。许七安憋住没笑，嗨嗨，他用力咳嗽一声，道：“打开吧。”叶姬颔首取出一枚碧绿色的钥匙，俯身插入锁孔，咔嚓，锁舌摊开的声音里，可怕又强悍的气息盈满整个石窟。袁护法当场瘫软在地，抖个不停。叶姬连连后退，俏脸发白。孙玄机和许七安不为所动，同时看向箱子内部。这位神书大师有多少技艺，又是什么性格？如果可以的话，让他和浮屠宝塔里的断手见见面也未尝不可。许七安心想。随着箱子打开，里面的东西展现在众人眼中。这是一副躯干，没有双腿、双臂和头颅，但却是许七安见过的神书最完整的躯体了。值得一提，这具躯体的裆部裹着一件兽皮超短裙，让许七安没来由地想起当年电视上那个雷公嘴的猴子。10年之期未到，为何唤醒我？躯干苏醒了，他缓缓站起身，悬浮在众人面前，随后收敛气息。神书大师，奴婢奉娘娘之命打开封印，有事相求。叶姬压力一轻，如释重负地行了一礼。神书的躯干缓缓转了半圈，似是在扫视洞窟内的众人，直到他看见许七安，胸口的2粒黑洞猛地裂开，化作一双眼睛，恐怖的气息再次溢散。叶姬和白猿连连后退，脸色发白。你身上有我的气息，我的部分躯体寄生在你体内。躯干双乳灼灼地盯着他，胸腔里发出雷鸣般的声音。那是一条右臂。许七安冷静地回答，他没有从这副躯干里感受到强烈的敌意和恶意，这意味着对方的性格是温和的，与寄宿在他体内的右臂一样。封魔钉。神书躯干审视着他，道：“你是佛门的敌人？”“那也就是我的朋友，修为不错，根基扎实，是一位好战士，有空一起喝酒，一起喝酒。”许七安看一眼他脖子上碗口大的疤，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复。不过性格还行，有些豪迈，不像塔里那条神经病，天天嚷嚷着杀杀杀。大师，他是娘娘请来的帮手。叶姬把双方的交易告知神书的躯干，道：“阿苏罗镇守南法寺，他实力可怕，我们无法应对，因此想请您提前帮他拔除封魔钉。”神书躯干爽快答应：“没有问题，不过拔除封魔钉会让我力量大损，事后我需要一批精血补充耗损。”叶姬颔首。奴婢明白，10万大山里最不缺的就是兽类，甚至可以奇袭小城小镇，掠夺那些西域人的精血。许七安心里一动，问道：“大师，您能寄宿在我身上吗？就像断臂一样，这样的话，他就能白嫖神书这副躯干的神力。”“不行，你体内有封魔钉，我无法寄宿。”神书的躯体给出否定答案。“这样啊，果然没法钻漏洞。”许七安失望的摇头，看来还得亲自去刚阿苏罗。前辈能拔除哪2根封魔钉？双乳盯着他看了片刻，胸腔里嗡嗡笑道：“那2根还在你身上。很好，我果然是气运之子。如果这次又重复，我就得怀疑体内的气运是假货了。”许七安转头吩咐众人：“你们退出石窟。”接着看向神书躯干，请前辈帮忙拔除封魔钉。等孙玄机和叶姬、袁护法带着女妖们撤出石窟，神书躯干胸口坍塌出一道气旋，气旋滚滚，让石窟刮起大风，吹得许七安长发狂舞。噼啪，气旋跳跃起金色的电弧，照得石窟内忽亮忽暗。滋，金色电弧从气旋中心射出，溅射在许七安小腹位置，那里对应的是任脉的封魔钉。从旁观者角度来，金色的电弧化作场所，将神书躯干和许七安连接在一起。气旋越转越快，吸扯之力越来越强，带动金色电弧形成的场所收紧，拉扯着封魔钉。许七安耳畔回荡着梵音，知道这是解开封魔钉时的口诀。前2次拔除封魔钉，杜秦罗汉和神书左臂都有念咒辅助，许七安暗中记了下来。可惜尝试后发现，光念咒并不能解开封魔钉。封魔钉的一点点拔出，他脸皮剧烈抽搐，豆大的汗珠如雨滚落，再次品尝到了肉身被撕裂的痛苦。噗！伴随着封魔钉脱离血肉的声音，丹田内的气机宛如涨潮，不受控制的汹涌而出，不吐不快。许七安双臂猛地往外一震，轰！气机肆虐在石窟中，整座山剧烈震动。洞窟外的叶姬、孙玄机等人清晰地察觉到脚下的大地在震颤。呼！可怕的狂风顺着甬道冲出，把火把、
碎石统统喷出甬道。孙玄机伸出右掌，轻轻外前一推，一道青光组成的龟甲状阵法力在众人身前挡住了这道可以吹死6品以下武夫的强风。浩强、红缨护法、青木护法等妖族暗暗心惊。石窟内，经过这一轮发泄，许七安平复了丹田内的气机，紧随而来的是复苏的力量。砰！他用力握拳，像是抓爆了空气，气机的浑厚程度以及肉身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增强，和小姨双修而来的气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以我现在的力量，配合大成的金刚神功，能吊打杜南和杜凡中的任何一个。二达义也能立于不败之地。吞噬修罗金刚杜凡的鲜血后，他的金刚神功大成，能单挑金刚，如今则能吊打金刚。单论肉身之力，我不输阿苏罗了吧？即使略有不如，但差距也不会太大。等解开另一根封魔钉，我实力还能再进一步。不过阿苏罗同时还是一位罗汉，我也不是没有其他手段，缠住他不在话下。收敛思绪，许七安朝着气息衰弱许多的神书躯干抱拳道：“请前辈继续。”神书躯干如法炮制的为他解开第2根封魔钉。等许七安平复紊乱的气机后，他赞赏道：“你的底蕴比我想象中的更强，若是拔除全部封魔钉，实力接近大成，想来你原本便是这个境界。”他的意思是，许七安本身是3品大成，但被封魔钉封印。佛门很少有用到封魔钉的时候，你的身份不一般，小后生习武有几百年了吧？练习时长1半年。许七安抱拳，满打满算1年半。神书沉默片刻，缓缓道：“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晚辈没必要和您开这种玩笑。”许七安说道。神书躯干语气变得困惑：“你没说谎，但这是不可能的。”许七安如实相告：“晚辈身负中原王朝半数国运。”神书躯干反问道：“然后？这还用我说吗？”许七安心里嘀咕一声道：“大气运者得天独厚，能在短时间内超凡入圣，虽然夸张，但也不算什么吧。他有如今的成就，除了自身天资、努力以及一些长辈的关照，离不开关系。”许七安把一切奇遇归结为气运的缘故。我只知道气运者不得长生，准确的说是国运缠身，所以人间没有长生久世的帝王。神书停顿了一下，如眼盯着他。未闻的气运者可在1年半内晋升超凡。许七安皱了皱眉，说道：“或许是国运与个人气运有所不同。”神书又一次反问：“如此，历代帝王皆可1年半入超凡，为何别人不行，偏你可以？”许七安愣住了。这，他下意识的想说，大凤高祖和武宗皇帝也是这样，可后来发现不对劲，因为2位皇帝虽然后来晋升1品，但那是很多很多年后，而且他们是从3品起步。他定了定神，抱拳道：“晚辈不知，晚辈有一事请教。”说：“中原大凤王朝开国皇帝称帝前3品进，称帝后成就1品之身，100年后其孙造反篡位，同样如此。”许七安语速极快：“其中有何不对？”“没什么不对，但你为何会认为他们成就1品是气运加深的缘故？”神书说道：“你对气运加深的理解有问题，过于片面。气运加深者处处与常人不同，它表现在方方面面。可在你眼里，似乎气运加深就一定能踏入超凡领域，修为就一定日进千里。确实，气运加深者在修行方面会得到增益，好运连连，但它永远只起到辅助作用，让你在修行之路上少走弯路。可你若是认为气运加深便能成就超凡，甚至1品，那你把气运想得太重，把1品看得太轻。”许七安瞳孔微微放大：“你身上仍有秘密，有待挖掘。可惜我的记忆并不完整，无法给出太多的意见。但有2个问题不妨去思考：一，身上的国运怎么来的？二，与那些同样气运缠身的帝王相比，你身上的气运有何不同？我身上的气运是许屏风灌入，与普通帝王不同的是，他经过炼化。”对，神书说的是对的。一直以来，许屏风都对我修为晋升速度耿耿于怀。试想，如果他知道的气运者注定能超凡入圣，成就1品，以许屏风的智谋，他扶持500年前那一脉做什么？直接扶持我不是更好？1品武夫足够横推大凤副本。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知道气运能增幅修为，奇遇不断，但还没到那么夸张的地步。所以相比起一个武学奇才，乾隆城的千军万马更适合合作。那也就是说，气运确实有助于我修为提，但我有今时今日的修为，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应该还是气运问题，但又不只是气运问题了。许七安沉默了许久，缓缓吐出一口气：“前辈可知500年前那场佛妖之战的内幕？”“忘了。”神书躯干沉声道：“我只记得与国主花前月下的时光很美妙。”老树精猜的没错，
神叔真的是万妖国女皇的姘头。许七安惊了一下，除了这些呢？您还记得什么？回答他的是长久的沉默。过了好一会儿，神叔躯干缓缓道：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一只很可爱的小狐狸，他就是现在的男妖领袖。卧槽！许七安很久没有爆粗口了，实在是这个消息太过惊世骇俗。九尾狐是神叔的女儿，居然是神叔的女儿。可是不对啊，青木护法说过娘娘是血脉纯真的九尾天狐，怎么可能是神叔的女儿？不，当年青木护法只是一个小妖，辈分再高他都是小妖，他未必知道太多内幕。但神叔没必要骗我，神叔和万妖国主是老姘头，并生了一个女儿。佛门灭了万妖国，而神叔是佛门中人，神叔和佛陀有过一桩无人知晓的交易。卧槽，细思极恐啊！许七安心脏砰砰狂跳。前辈，您还记得自己的身份吗？他试探道。我指的是您在佛门的身份。我不记得了。神叔躯干喃喃道。我只记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只记得当年是佛陀杀了他，其他的我都记不起来了。这或许就是他能性情相对温和，没有那么多负能量的原因。许七安没再多问。运河之上，三桅战船。许二郎用过午膳，坐在书桌边，握着笔，认真地写着第一封家书。婶婶生怕儿子有意外，规定他每隔2天写一封家书。娘，漂泊在运河上的生活让我有些不适，写这种白话家书也让许二郎有些不适。只是考虑到父母的文化水平，这样的家书对他们来说通俗易懂。反而是林英非常喜欢坐船，他除了脑子不够聪明，似乎没有弱点了。我听同僚们说，青州的局势一片大好，朝廷的军队打得叛军节节败退，所以你不用担心，孩儿很快就能凯旋。您在京城好好照顾自己，不要挂念我。林英有大哥照拂，同样不会有事。家里若是遇到麻烦，记得多和林月商量。林月的智慧不及您10之1、2，但多个人多条主意。林英在船上没有受委屈，士卒们很喜欢她，夸她不愧是大哥的妹妹，神勇盖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许二郎想了想，把这一行划掉，重新写，夸她不愧是大哥的妹妹，冰雪聪明，将来必定是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写完家书，吹干墨迹，他把信纸塞入信封。这时房间内腾起2道青光，身穿儒袍，头戴方巾的张慎和李慕白突兀出现。老师，慕白先生。许新年愣了愣，又惊又喜。你们怎么来了？张慎抚须道。青州局势不妙，杨公写信向院长求助，院长让我和慕白前往青州给杨公当幕僚。重逢的喜悦顿时消散。许新年沉声道：子阳居士信上怎么说？李慕白道：青州边界的第1道防线已经破了，子谦下令坚壁清野，聚拢流民，采取坚守不出的策略，等待援兵。许新年立刻展开青州地图，审视片刻，道：此计甚妙。青州纵横万里，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死守边界意义不大。而占据地利的大奉守军坚壁清野，守城不出的策略同样是正确选择。张慎摇头叹息，辞旧莫要忘了，西域僧兵还没入场，如果不出预料，近期内佛门会派遣大军进攻雷州等地，以此来牵制朝廷，逼朝廷双线作战。那时青州会面临孤掌难鸣的处境。李慕白补充道，加之流民匪寇四起，内部不稳，局势堪忧。子谦早已料到这一步，苦思对策无果，这才写信向院长求援。许新年神色一沉。黄昏，落日西沉。万妖山是南疆10万大山的核心区域，山势不高，却格外雄奇，宛如一个侧卧的巨人，连绵数10里。而这只是主峰的。作为南疆洞天福地之一，万妖山钟灵敏秀，灵气充沛，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妖族。而今山中妖族数量依旧庞大，但随着岁月变迁，他们从主人变成了奴隶。佛门统治了这里。南法寺建在山巅，是南国最高建筑。佛门占领万妖山后，大兴土木，伐木开道，在这里建起了一座雄城。披着斗篷的许七安行走在南国城的街道上，身边是叶姬、孙玄机和苗有芳，他们都披着同样的斗篷。滋滋，尖细的吼叫声吸引了许七安的目光。街边有人在耍猴戏，一只黄毛小猴子逢人就作揖，讨要钱财，路人若是不给，他就翻跟头、扮鬼脸或下跪磕头。全是未化形的小妖。许七安掏出一粒碎银丢了过来，黄毛小猴捡起碎银，磕头下跪，额头撞得咚咚作响。叶姬眼里流露出悲哀，因为未化形的小妖最好控制。妖族分2种，一种是兽类开窍，通过自身修行一步步成为大妖，而他们繁衍出的子嗣天生便是妖族，就如人类一般，随着年岁增加，自然而然就会开窍。这便是另一种妖族。万妖山的妖族基本都是当年大妖的子嗣，他们虽形体为兽，却拥有极高的智慧。白姬就是例子。
应该有化形的妖族吧？苗有方问道。自然有，不过数量稀少，大多都佛寺为奴，或为坐骑，要么就是被城中达官显贵掌控着。叶姬说道。西域的达官显贵豢养化形妖族，通常是用来当战奴的，也有极少数例外。极少数例外？苗有方追问。叶姬冷笑道，比如貌美的妖族女子会成为他们的玩物，这还是待遇好的，待遇差的会送到军队里。他没有说下去，但苗有方能猜到了。他一阵沉默。南法寺的宝塔上，魁梧高大的阿苏罗立在塔尖，俯瞰着夜幕下的恢宏雄城。某一刻，他收回目光，望向塔下的阴影。披着斗篷戴着兜帽的人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那里。暗谷，你是南疆古族的人。阿苏罗突出的眉骨下，天生锐利的双眼落在斗篷人身上，他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俯视之时既轻蔑倨傲又淡泊温和，两种相反的气质在他身上得到恰到好处的融合。许七安不予理会，扫了一眼灯火通明的佛塔，门户紧闭，看不清里面的景象，但他知道塔内有68位禅师结成禅阵，借助南疆10万大山的气运镇压神书残枝。佛门禅功是整个体系的基础，佛门将顿悟，而想要顿悟就必须坐禅入定，足见禅功的重要性。禅功高深的大师可以一坐数年、数十年，乃至一甲子，不吃不喝，与外界隔绝。塔内的68位禅师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不吃不喝，宛如雕塑，对外界的动静也毫无察觉。按照福香所说，每一甲子塔内的禅师会更换一批，轮流坐禅结阵。此外，许七安还感受到了强大的阵法之力在庇护这座封印神书的佛塔。他收回目光，嘶哑的声音从兜帽里传出，我不是古族的人。停顿一下，缓缓道，我是佛门弃徒吴天。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斗篷人掀开了兜帽，昂起脸，一张年轻俊朗的脸，眉心亮起金漆，迅速覆盖全身，接着转而暗金色。赤，脑后火焰窜起，形成一道灼热的驱散黑暗的火环。这是一尊金刚，佛门护教金刚。阿苏罗锐利且淡薄的目光里终于有了愕然。吴天，他的声音年轻又醇厚。500年里发生了不少的事情，我发现了佛陀的秘密，发现了当年灭妖之战的真相，所以佛门容不下我了。斗篷人嗤笑一声，用嘲讽的口吻说道，阿兰陀的菩萨和罗汉们竟无人告诉你我的存在。他在诈唬阿苏罗，试图从这位修罗王幼子身上套取情报。阿苏罗刚归位不久，即使知道佛子的存在，也不可能洞悉自己金刚神功大成。从外观上，他已经是货真价实的金刚。捏造一个佛门弃徒的身份，诈一诈这位参与过灭妖之战的强者，或许能套出一些机密情报。面对这位自称吴天的弃徒的发言，阿苏罗脸色平静，几乎没有感情波动。许七安并不气馁，高声道，佛陀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他没有资格统御佛门。当年他利用神书灭了万妖国。话音未落，阿苏罗双眼骤然爆射金芒，半空中传来震耳欲聋的音爆，他消失在了塔顶，以苍鹰搏兔的姿态扑击而来。好快，许七安的危机预感立刻示警，催促他做出闪避动作，但他双腿仿佛扎根在地面，无法挪动。这并非他不愿意动，而是佛门戒律的力量禁锢了他。没有念诵佛号，戒律的力量瞬间降临，禅师体系修到罗汉果位后，念头一动便可规范敌人的言行举止，要求对方遵守佛门各种戒律。反应这么大，他果然知道灭妖之战的内幕。而我刚才的话似乎已经很接近真相了。突然，许七安头顶冲起一道金光，化作一座玲珑袖珍的小塔。第二层镇压之力展开，轰的一声，以它为圆心，方圆100米坍塌出一个圆形深坑。阿苏罗的身影被硬生生地打了下来，宛如受到成百上千倍的引力。浮屠宝塔的牵制打乱了阿苏罗的节奏，施加在许七安身上的戒律只维持了1秒左右。浮屠宝塔，阿苏罗的语气里有着明显的惊讶。自从在建州出手抵御金刚法相后，塔林老和尚就再没提过不对佛门弟子出手的承诺，仿佛忘了自己定的规矩。当然，上次完全是迫于无奈，塔林选择了与局势妥协。至于这一次，许七安亲自进塔拜托老和尚出手相助，而塔林老和尚之所以愿意再次打破规矩，是因为许七安把近日来收获的秘辛告诉了他。佛陀被如圣封印，神书与万妖国主的关系，神书与佛陀可能存在的交易等等，并由这些线索出发，许七安以专业的角度猜测法纪菩萨的消失或许与佛陀的秘密有关，然后拍着胸脯保证帮忙塔林找到消失300多年的法纪菩萨，代价是从今以后浮屠宝塔要对他有求必应。许七安无声无息地窜出，化境对身体的完美掌控让他没有造成任何声响，脚下的砖石不曾炸裂。呼，他以左腿为轴，腰背发力，带动右腿像鞭子般抽出，抽的空气发出尖笑声。
阿苏罗张开右手，握住了凶悍的鞭腿，砰的一声，他手臂的肌肉猛地一颤，疯狂抖动，泄去可怕的力道。许七安的另一只脚腾空而起，不留间隙地展开攻击，先是一记膝撞顶在阿苏罗脸庞，接着双拳左右开弓，如炮似锤，一拳重过一拳，打得气波接连炸开。寂静的南法寺上空响起一声声的爆竹声，而这个过程中，浮屠宝塔第二层的镇压之力始终发挥作用，死死压制阿苏罗。对于武夫来说，一旦抓住先机，抢先进攻，就可以打出成吨的伤害。换成其他体系的三品高手，现在已经被锤爆肉身，但阿苏罗只是不停地踉跄后退，每次绷紧肌肉，试图强扑，都会被许七安暴力打断。咔嚓咔嚓咔嚓，阿苏罗每退后一步，都会在地面留下深深脚印。又一次被强行打开架势后，阿苏罗脖梗处的肌肉猛地膨胀一圈，浑身肌肉凝成一股，似要强行反扑。叮！这时，许七安胸口冲起一道刀光，在阿苏罗咽喉斩出一串火星，虽然没有破防，却斩得皮肤刺痛，后背一凉。蓄力中的肌肉群受到刺激，出现凝滞。连死他，连死他，一套连死他。许七安越斗越勇，嘴里咬着太平刀。每当阿苏罗想打断节奏，他便用太平刀的锐气击溃他的蓄力。西院的战斗引来了寺内武僧和禅师们的注意，一道道人影从禅房中奔出，或驾驭法器腾空，或在附近的塔楼顶上观战。当他们看见封印着魔僧的高塔外两尊金灿灿的、脑后燃烧火环的金刚死斗时，一个个茫然不已。第一反应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护法金刚们要在寺内战斗？第二个念头是：那位金刚是谁？第三念头是：那位金刚竟能打得阿苏罗节节败退。他不是护法金刚，是外贼。一位白眉老和尚沉声道。其余僧人也迅速辨认出那位与阿苏罗交手的金刚非同门中人。如今的佛门只有两位金刚，分别是杜凡和杜南。如果有新的金刚诞生，佛门会昭告天下佛徒，而那人连3000烦恼丝都没除尽，召集南法寺的同门一起结阵对付他。辈分高的老和尚们开始组织人手应战敌人。作为传承数千年的大教，他们自然掌控着凝聚微薄之力对付或牵制超凡强者的阵法，代价是那样会死很多人。不过在己方也有一位超凡在场的情况下，这样的牵制死多少人都是值得的。轰！突然，一枚炮弹划破夜幕，轰击在南法寺中，冲击波推平墙院，掀起屋顶。更多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南国城各处燃起硝烟，火光冲天。潜入在南国城的苗有方、叶基以及妖族部众开始行动了，他们引爆了事先藏在城内各处的火药，制造混乱。轰轰轰！越来越多的火炮从天而降，在南法寺炸起一团团火球。一座无人驾驶的炮台从高空掠过，数十架火炮喷吐烈焰，倾泻炮弹。集结中的僧人被火炮的攻势打断，陷入短暂的慌乱失措。不过他们很快就组织起了有效的反击。武僧们弯弓怒射，一根根裹挟强配气机的箭矢呼啸破空。禅师们驾驭法器追击空中炮台。此时，大部分人的注意力已经离开封印之塔时，塔尖腾起一道青光，身穿白衣、头戴帷帽的孙玄机以传送阵法抵达塔顶。嗡！略显刺耳的气波声里，孙玄机脚下亮起一道圆形阵法，紧接着一道倒圆形阵法相继浮现，层层叠叠往下，总共12道，将封印之塔分成均匀的12份。整座封印之塔剧烈震动起来，塔身绽放出柔和的金光，浮现扭曲的佛纹，以此来对抗12道阵法的绞杀。佛纹逐步被磨灭，金光渐渐暗淡。确实如孙玄机所说，在他这样的三品术士面前，佛门的阵法显得粗陋不堪。而这个时候，阿苏罗陷入许七安的连招中，无力回天。阿苏罗尚且如此，更别说那些脸色大变的僧人。不好，封魔之塔要毁了！有人惊叫道。便在此时，孙玄机身后忽然窜起炽烈的火焰，一道火环燃起，照亮了他的主人，是一尊身高9尺、披着袈裟、裸露半个胸膛的金刚。阿苏罗，阿苏罗！许七安瞳孔微微收缩。那和我交手的是谁？阿苏罗并掌如刀，猛地挥出，噗！一颗人头飞起，从塔顶坠落，12道圆形阵法轰然溃散。用实际行动告诉在场所有人，各大体系高手被超凡武者贴身后的代价。哐当，人头落地，发出清脆响声，翻滚途中，帷帽脱落，露出一只玄铁锻造、镶嵌乌木的头颅。高空中的炮台悬停不动，青光腾起，出现一位白衣男子，容貌普通，身高普通，气质普通，是司天剑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二师兄。孙玄机负手而立，俯瞰着塔顶的阿苏罗。阿苏罗则随手一挥，让那具造价昂贵的法器傀儡化作齑粉。作为不擅长肉搏的术士，孙玄机和其他体系的三品一样，面对武夫时有着超强的警惕性。
而和其他体系的高手不同，精通炼器和阵法的术士深谙氪金之道，能操作的空间更大，更加花里胡哨。这具法器傀儡是孙玄机的得意作品之一，他的身躯比四平五夫还要坚硬，躯干上刻着99座小阵，兼具了传送、守护、五行阵法等能力。双臂是小口径的火炮，四品高手硬吃一炮都得身受重伤。此外，他最核心的能力是刻在头颅上的巨神阵，孙玄机可以分出一缕元神依附其中。傀儡能在短时间内爆发出3品术士的实力。不过在元神依附傀儡时，孙玄机的本体不能行动，而傀儡的力量比起本体会稍有不如，因此法器傀儡的实战性不强，但在当诱饵方面它简直完美。倘若阿苏罗没有后手，那么孙玄机就顺势破开封印之塔，释放神书残肢，反之则能试探出阿苏罗的底牌。显然这位修罗王幼子也不是简单人物，他同样有提前布置。大凤的术士，阿苏罗缓缓道，他陨落于甲子荡妖战役，而那时术士体系已经出现100年。应供，孙玄机则吐出这2个字。随着他话音落下，与许七安交手的阿苏罗化作金光消散。3大罗汉果位之一，阴功果位。应供顾名思义，应受天上人间的供养，为佛门最玄奥果位。能证得应供果位的罗汉，皆是世上屈指可数的大慈悲者。应供果位有2大能力：许愿和受供。许愿，香客献上贡品，许下愿望，执掌应供果位的罗汉便能实现香客的愿望。当然，这肯定存在限制，不可能实现任何愿望。受供，执掌该果位的罗汉可主动索取贡品。封印之塔内有一颗阴功果位的舍利子，开战之前，早有防备的阿苏罗献上贡品，向舍利子许愿，愿望是能得到一位与自身一模一样的帮手。舍利子回应了他的愿望，以阴功果位的力量召来一位与阿苏罗一模一样的帮手。随后，阿苏罗本地隐匿在周围，从头到尾与许七安交手的一直都是舍利子召唤而来的帮手，并非阿苏罗本体。这个帮手受限于舍利子的位格，虽然完美复刻了阿苏罗的能力，但修为顶多3品初期，且维持时间极短，只能用于一时，无法长久。阿苏罗在引诱许七安背后的同党，他当然也可以选择与复制体一起攻击，但那样只会打草惊蛇，吓走许七安。双方还未交手，便已经各自布局，设下陷阱，结果是5-5开。是我不久前的窥视引起了你的警惕。许七安右手握紧太平刀，缓步走向封印之塔。广贤菩萨早已料到南妖会趁佛门插手中原正统之争时伺机出手，收服10万大山。阿苏罗的声音年轻而醇厚，故委托我镇守南疆，我讨厌有脑子的敌人。许七安双膝一沉，利箭般的射向阿苏罗，手里的太平刀斩出刺目的刀光，扭曲空气。叮！太平刀被2根手指夹住，任凭刀气喷吐，无法伤及阿苏罗的金刚神体。许七安陀螺般的旋转起来，带动太平刀旋转，让他得以从敌人的手指间挣脱。收回手指的阿苏罗淡淡道：“不得杀生。”戒律力量降临，让他生不出战斗和抵抗的念头。斗志消磨殆尽。紧接着，阿苏罗脑后的火环熄灭，威严的金色光轮取而代之，他的气质随之大变，霸道、凌厉、肃杀，宛如一柄出鞘的绝世神兵。浮屠宝塔应激旋转，同样震荡出森严霸道的镇压之力，试图影响阿苏罗，削弱他的力量。砰！阿苏罗握拳，无视浮屠宝塔的力量，击中许七安胸口，打得他暗金色的皮肤寸寸皲裂，胸口瞬间凹陷。以强攻著称的杀贼之力，直接撕裂了金刚神功。若是打不破金刚神功，阿苏罗又怎有资格被称为菩萨之下，战力第一？许七安化身炮弹飞了出去，撞塌一座又一座房屋。殿宇在南法寺离出一条飘起尘烟的废物。失去主人加持的浮屠宝塔，想影响一位正的杀贼果位的罗汉，委实有些勉强。这时，阿苏罗忽然侧身，一道暗金色的刀光擦着他扫过，消失在南法寺的建筑群中。几秒后，一座座楼房、殿宇裂开，像是被刀刃划开的豆腐。许七安借助阴影跳跃，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阿苏罗身后发动袭击。因为有天古移星换斗的能力掩盖气息，阿苏罗的武者危机并未预警。刚才那一闪纯粹是凭借自身的临场反应，但这也让阿苏罗失了先机。侧身避开刀光的同时，许七安欺身而来，左手握拳，右手持刀，协调作战。当当当，他的拳头就像一枚枚火炮，密集如雨的在阿苏罗身上炸开。阿苏罗脑后的光轮收敛，炽烈的火环轰的一炸，照亮漆黑夜幕。罗汉与金刚之间无缝切换，本就高大魁梧的他，肌肉炸开，又膨胀了一圈。当，这位修罗金刚一个头锤砸在许七安额头，他以更强更霸道的力量强行打断许七安的连招。眼前一黑，短暂失去意识的瞬间，许七安想起了福香的话：阿苏罗修行金刚法相失败，转修禅师体系。
一个有资格修行金刚法相的人，他的力量，他的气机，至少也是3品大圆满。能打断五夫连招的，只有更强大的五夫。下一刻，攻守互换，阿苏罗后恼火环熄灭，光轮亮起，拳头裹挟着杀贼之力，在许七安身上打出一个个凹陷的深坑。这下子换成许七安陷入了被五夫连招的绝境。而以阿苏罗的实力，以杀贼果位的不死不休的伤害，即使一套连招杀不死生命力强悍的五夫，也能让他状态下滑，实力大跌，胜利的天平因此倾斜。见到这一幕，南法寺的僧人欢呼起来，真正的如是重负阿苏罗尊者是无敌的，一品不出，无人能胜他。尊者是对佛陀弟子的尊称，佛陀成道数千年，他的弟子大部分已经湮灭在时光长河中。当今佛门能称为尊者的，只有迦罗树菩萨、广贤菩萨，再就是眼前这位修罗王幼子。而像琉璃菩萨、度情度恶罗汉这些高层，在佛门算是后起之秀。诸位速速结阵，封锁西院，别让外贼和同伙逃走。武僧出寺协助城防军灭火，捉拿纵火贼人。一位白须白眉的老和尚高声道：“是，盘法长老。”众僧人斗志昂扬，方才的惊恐和慌乱一扫而空。在许七安牵制住阿苏罗的时候，孙玄机也没闲着，他站在炮台边缘，缓缓展开双臂，一道圆形阵法从他头顶浮现，阵纹状若扭曲的火焰。12架炮台浮空而起，把自己投入到阵法中，方斧接触，金铁浇铸的炮身迅速融化，去除杂质，变成赤亮的铁水。这些铁水悬浮在孙玄机头顶，在白衣染上一层橘色。第二道阵法成型，覆盖成吨的铁水迟迟升里，铁水迅速冷却。铁水在冷却过程中，一架口径超大的炮管凝练而成，接着炮身也成型，一架超大型火炮雏形诞生。掌控阵法的术士炼气基本已经告别火炉，告别凡火。接着孙玄机手指飞舞，虚空化阵，一枚枚形状各不相同，象征着不同领域力量的阵纹诞生，它们有条不紊地烙印在超大口径火炮上，或用于加固炮身，或用于凝聚灵力。十几息间，数十座阵法刻画完毕，一架超大口径法器火炮炼制而成。啪！孙玄机打了个响指，炮管上的阵纹逐一亮起，并引发连锁效果，亮起了整个炮身的阵纹。强大的灵力开始汇聚，炮口内亮起拳头大小的光团，随着灵力的凝聚，光团还在增大。这个过程持续10秒左右，孙玄机突然吼道：“好！”话音落下，正对许七安穷追猛打、肆意宣泄暴力的阿苏罗，胸口忽然凹陷，接着小腹、两肋、后背、肩膀、身体各处出现不同程度的坍塌，暗金色的皮肤宛如瓷器皲裂。一刹那间，他的金刚神功崩溃，五脏六腑遭受重创，气息迅速衰弱。玉碎，许七安发动了玉碎，把受到的所有伤害返还 60%， 这是玉碎能做到的极限。趁着阿苏罗遭受重创，许七安融入阴影中，出现在远处。啪！孙玄机打了一个响指，轰！炮管喷吐出炽烈的光芒，直径1米的光柱笼罩了阿苏罗，整个南法寺被这道光柱照得亮如白昼。众僧怔怔地望着这道光柱，宛如直视太阳，刺激的眼球流淌出滚滚热泪。他们看不懂眼前突然反转的剧情。好强！许七安眯着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光柱。浮屠宝塔的塔顶浮现药师法相的虚影，玉瓶中洒下柔和的金辉，治愈着他的伤势，配合3品5夫强大的自愈能力，缓慢地拔除杀贼果位的力量，不愧是佛门2品中以战力著称的杀贼果位。虽比不上镇国剑的特性，但积少成多的情况下，也能克制超凡5夫的自愈力。单打独斗的话，我赢不了阿苏罗，玉碎也只能返还 60% 的伤害，杀敌800自损1000，幸好我有药师法相。许七安心有余悸地想着，2+3的佛门高手简直强大到可怕。孙师兄的全力一击，配合我的玉碎造成的伤害，阿苏罗即使不死，也构不成威胁了。大局已定，光柱维持了20息左右，力量耗尽，缓缓消散。阿苏罗盘腿而坐的身影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光柱击打出一道深坑，他双手合十，坐在坑中，身上的袈裟已经烧毁，这位修罗王幼子的皮肤几乎被烧毁殆尽，露出嫩红色的如蜡般融化的血肉。最触目惊心的是他的脑袋，血肉烧毁，露出焦黑的头骨，脸部五官如同融化的蜡人，扭曲在了一起，眼眶只剩2个焦黑的孔洞，眼球不见了。许七安的玉碎直接破了阿苏罗的金身，并重创了他脏腑。哪怕他及时施展禅功抵御炮击，但状态不佳的情况下，面对3品术士的全力一击，仍然难以幸免。趁他病要他命，许七安身躯融入阴影，又从阿苏罗的背影中冒出来。太平刀斩落，没有了金刚神功的加持，以阿苏罗现在的状态，肉身挡不住太平刀的锋芒。只要斩下头颅，再交给孙玄机封印，阿苏罗面临的只有生机耗尽，彻底陨落这条路。
咚咚咚。这时候许七安听见了鼓声，密集的沉闷的鼓声。尽管心里诧异，但这并不妨碍太平刀的斩下。叮，锐利的金属碰撞声响起，太平刀斩出一片火星。他没能斩下阿苏罗的脑袋，被对方伸出的手掌挡住，一只漆黑如墨的手掌。阿苏罗烧毁的皮肤迅速再生，颅骨先是被嫩红的血肉覆盖，继而被一层漆黑的皮肤包裹。几息之内，阿苏罗伤势尽复，同时也形貌大变。他整个人漆黑如墨，宛如深渊里的恶魔。很久没有释放血脉之力了，久到我快忘记自己是修罗族最强的战士。叹息声里，阿苏罗屈指一弹，太平刀险些脱离许七安的手。直到此时，许七安才意识到，那密集的鼓声是阿苏罗的心跳声。看到这副模样的阿苏罗，许七安瞳孔微微放大，露出极为震惊、极为愕然的表情。他如此失态，不是因为恐惧阿苏罗的强大，而是他见过另一个拥有这种非酋皮肤的人。神书的漆黑法相，血脉之力，这是修罗族的血脉之力。那神书是修罗族，是修罗王。这是许七安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如果神书是修罗族人，那么符合他身份的大概只有那位传说中被佛陀以封魔定封印镇压在阿兰陀圣山之下的修罗王。不过传说中那位修罗王早已身死道消。至于会不会是其他阿修罗族人，许七安认为不可能。理由很简单，修罗王死后继承阿苏罗称号的是修罗王的幼子，这说明阿苏罗是修罗族最强战士。以此推测，神书如果是修罗族人，那半部武神的他只能是修罗王。神书是修罗王，修罗王和万妖国主是姘头，九尾狐是修罗王的女儿，与阿苏罗是兄妹。许七安于心里嘀咕一声，有意思了呀。不过其中仍然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疑惑，最主要一点就是时间线的问题。根据许七安的了解，修罗族归顺佛门至少是1000年前的事，甚至更久，而甲子荡妖发生在500年前。换句话说，修罗王应该在1000年前就已经陨落。那神书是修罗王这件事就有点蹊跷了。试想，修罗王若是皈依了佛门，佛门肯定大肆宣扬，载入佛经，昭告天下信徒，以此树立佛门威信，而不会宣扬修罗王被大慈大悲的佛陀消灭。对了，交易，神书和佛陀有一桩不为人知的交易。许七安心里一动，隐约把握住了什么，但时间不允许他多想。阿苏罗散发出的气息愈发恐怖，让整个南法寺笼罩在一层阴影里。身高9尺，皮肤漆黑，虬结的肌肉一块块纹起，再加上凸起的眉骨，丑陋的相貌，此时的阿苏罗便如同地狱中走出来的战神。凸起的眉骨下，那双锐利的眸子亮起猩红的光。许七安从这双眼睛里看到了嗜血、残暴、战斗。修罗族是天生的战士。阿弥陀佛！别说许七安，就连南法寺的僧人也有些不适应阿苏罗此时的状态。他们停止了结阵，一边念诵佛号，一边后退。陷入狂暴状态的阿苏罗最大的特征就是六亲不认。许七安持着太平刀，凝神戒备，同时抬头看一眼高空。孙玄机的第2发炮击开始凝聚。如果神书就是修罗王，那么阿苏罗是否知晓此事？如果他不知道的话，我或许能趁机策反他。许七安心里一动，传音道：“你可知塔内封印的是谁？”魔僧。阿苏罗回应他，声音不再年轻醇厚，透着俯视一切的冷漠。如果我告诉你，他是你父亲，修罗王，上一代阿苏罗呢？许七安传音道：“是又如何？一入佛门，4大皆空。”阿苏罗淡淡道：“区区杀父之仇。”看到这样的阿苏罗，许七安想起了当日风华绝代的女子菩萨琉璃，从西域抵达京城，协助许屏风擒拿他时说过的话：“一入佛门，4大皆空。”他心里一寒，倘若当初真给琉璃菩萨得手，他的情况不会比阿苏罗好多少。铮铮，阿苏罗手指弹出漆黑的利爪，冒着乌光，他身影随之消失，宛如传送一般突破到许七安面前。好快！许七安瞳孔里映出阿苏罗丑陋的面孔，战斗的本能快过思考，斩出太平刀。噗！暗金色的鲜血飞溅，断臂连同太平刀一起坠落。杀贼果位的力量配合他的修罗体魄，金刚神功完全抵御不住。许七安往右侧跃出，单臂一撑，翻了一个漂亮的筋斗。过程中，他边拾起断臂，边发动玉碎，将伤势返还给阿苏罗，并打断他进攻的节奏。阿苏罗漆黑的右臂出现一道入骨的爪痕，但没能撕裂手臂。他用力握拳，让右臂肌肉炸起，伤势瞬间复原。玉碎的返还比例下跌了不到50%，许七安心里一沉，随后融入阴影。他原本站立的位置，阿苏罗高大的身影突兀出现，右拳击打而出，目标正是许七安的脑袋。许七安出现在10几丈外，朝右侧斩出太平刀。叮！火星溅起，恰好斩中突然出现的阿苏罗胸膛。同时，斩出一刀的许七安再次融入阴影，消失不见。他出现在了封印之塔下方。叮！
火星渐起，许七安又一次施展阴影跳跃消失。偌大的戏院，两人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战斗着，时而出现在东，时而出现在南，有时只听见叮的声音，看见溅起的火星，而看不见人。许七安也不是粗鄙的武夫了，只会埋头苦干，掌握七绝骨的他，拥有足够花哨的技能。先利用移星换斗的法术掩盖气息，然后凭借阴影跳跃纠缠。阿苏罗无法判断他会出现在何处，哪怕凭借可怕的速度追击，也始终不能料敌先机，始终慢上一拍。但这样有个缺点，就是他必须不停地跳跃，不停地跳跃。一旦慢下来，比如趁机破坏封印之塔，就会被阿苏罗带住。而封印之塔笼罩着68名禅师结成的阵法，即使是他也无法轻易破坏。轰！刺目的光柱再次降临，照亮南法寺。孙玄机的第二次炮击到来，不过目标不再是阿苏罗，而是封印之塔。砰砰，咔嚓，笼罩在封印之塔表层的金光又稀薄了几分，瓦片破碎，墙体开裂，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光柱旋即消失，孙玄机驾驭浮屠宝塔升空，积蓄力量，准备下一次打击。此时体系间的相克属性就展现出来了，换成巫神教育师或者道门超凡在场，孙玄机绝对不敢飞这么高。此两者皆有召唤雷霆的能力，但佛门体系的手段诡谲莫测，却极少有操纵天地之力的法术。再有2次就能轰开封印之塔了。许七安暗暗振奋，本来若是孙师兄亲自出马破开阵法手到擒来，但孙师兄显然是忌惮阿苏罗，不敢下来。追逐战继续，直到第3次炮击准备就绪，炮口喷吐出直径1米的光柱，再次轰击封印之塔。南法寺又一次被白昼笼罩。这时许七安发现阿苏罗不见了，他没有追击许七安。与此同时，阿苏罗出现在了炮台上，他避开了孙玄机的布置在周围的感应阵法，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炮台上。以炮台的高度，超凡武夫无法做到无声无息的降临，高空不比陆地，有着力点，武夫可以凭借可怕的爆发力，短距离内堪比传送。高空没有着力点，武夫御空速度慢，动静大，瞒不过一位3品术士，更别提炮台辐射出的感应阵法。但有一个地方是感应阵法无法覆盖的，是孙玄机无法察觉的，那就是炮口射出的光柱。阿苏罗逆着光柱杀上了炮台，此时他漆黑的皮肤遍布灼痕，冒着青烟，散发出肉烤焦的气味。此时他距离孙玄机只有3丈不到，而现在的孙玄机是本体，不是傀儡替身。死境！啪！阿苏罗一拳导出，犹如炮弹出膛，撕裂空气。炮台上亮起青光阵法，幻化出龟甲状的防御大阵，但在阿苏罗霸道绝伦的一拳中，犹如崩溃成光线。许七安的金刚神功尚且挡不住，何况区区守护阵法。就在此时，一道人影突兀地出现在孙玄机面前，他张开双臂迎上阿苏罗的拳头。许七安，漆黑的拳头在下一刻贯穿许七安的胸膛，把他的心脏瞬间震成肉末。这个时候孙玄机终于做出了应对，他袖子里划出一柄改装过的火铳，横跨一步从许七安身后掠出，对准阿苏罗的胸口扣动扳机。火铳上铭刻的阵纹瞬间亮起，推动一枚暗金色的钉子击射而去。在孙玄机扣动扳机的刹那，许七安发动了玉碎，让阿苏罗胸口坍塌出血肉模糊的伤口，破开他坚不可摧的肉身。噗！封魔定贯穿阿苏罗的胸口，他锐利的目光微微涣散，愕然低头看着嵌入心脏处的暗金色钉子。漆黑的皮肤如潮水般褪去，恢复正常肤色。阿苏罗踉跄后退，捂着胸口，气息断崖式下跌。成了！许七安和孙玄机同时吐出一口气，这是他们事先就商量好的计策。面对一位2品修罗加3品金刚，许七安和孙玄机还没自大到能轻易解决对方。热血的战斗肯定不行，还得配合一定的计谋。封魔钉就是他们的杀手锏，只有这东西能重创武夫，削弱对方战力，好用程度甚至超过镇国剑。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如果许七安再次借来镇国剑，能不能制敌先不说，这把大奉的镇国神兵可能要永远留在南疆了。阿苏罗的强大不是3品武夫能应对，被夺走兵器的可能性极大。在许七安和孙玄机的计划中，阿苏罗肯定会想尽办法解决能轻易破阵的3品术士，而术士的体弱会让武夫产生一定的松懈，所以封魔钉要由孙玄机来亲手打出。唯一的风险就是孙师兄也得承担陨落的危机，但术士体系的传送阵法大大减轻了风险。许七安在发现阿苏罗消失后，当机立断，捏碎了传送玉符传送点，早就事先布置好，就在炮台上，就在孙玄机站立的前方。许七安忍着胸口的疼痛，掐住阿苏罗的脖颈，带着跃下炮台，翻滚着坠落。孙师兄，解开封印！许七安大吼道。下坠的过程中，阿苏罗低吼着展开拳脚，疯狂攻击许七安。噗噗噗，拳头、手肘、膝盖等部位化作最犀利的武器，打得失去金刚神功的许七安多处骨折，血肉飞溅。但很快，
阿苏罗的力量开始衰退，气息运转如常，但每一次运气攻击都会让他心口剧痛、四肢无力、头晕眼花。那些原本在经脉里畅通流转的气机，此时竟对身体造成了极大的负荷。如何？封魔钉的滋味不错吧？许七安啐出一口血沫，狞笑道：“心乃五脏之首，没了它，你这一身修罗精血该如何运转？”他猖狂大笑，一记头锤重撞在阿苏罗额头，撞得他眼冒金星，双眼翻白。五夫战斗时，一身精血运转全靠心脏，当他停止输送血液，大脑就会缺氧，体内血液阻滞，四肢无力。其中的苦头，许七安心知肚明。超凡五夫强大的生命力让他不会死亡，但痛苦是时时刻刻的。幸而他当初练神境时，把元神磨练得极其强大，意志力坚定，没有被痛苦折腾的崩溃。每一位超凡武夫都有可怕的韧性。深吸一口气，胸口的贯穿伤，周身各处伤势迅速复原。许七安展开反击，拳脚肘膝，身体坚硬部位化作武器。刚才阿苏罗怎么打他的，他就怎么还击。砰砰砰，爆竹般的清脆炸响声里，鲜血从阿苏罗身上不停飞溅。修罗王柚子双目赤红，喉中发出野兽般的咆哮，竭力抵抗，却难以挽回颓势。另一边，孙玄机轻飘飘落在塔顶，脚下亮起一道圆形阵法，层层下拉，12道圆形阵法将佛塔分成均匀的12等分。紧接着，上6道阵法顺时针转动，下6道阵法逆时针转动。砰砰砰，覆盖在封印之塔外层的金色佛纹逐一炸裂。这并非暴力破坏，而是更高明的破阵手段，从根本上瓦解了形成封印大阵的佛纹。远处观战的僧人看着这一幕，脸色俱是呆滞茫然，与刚才一样，他们没看懂这场变幻莫测的超凡之战。这两个外贼能逼阿苏罗尊者开启血脉之力，已是虽死犹荣的战绩。事实确实如此，面对开启血脉之力的阿苏罗尊者，那位不知底细的金刚节节败退，仓皇逃避。高空中的术士只敢龟缩放冷枪。然而在阿苏罗尊者杀上炮台后，情况急转而下，那不知是何方神圣的外贼金刚反客为主，打得阿苏罗尊者毫无还手之力。而且这并非一时侥幸占得上风，他们能明显察觉到阿苏罗尊者气息快速下跌。结阵！老和尚嘴皮子颤抖，用西域语言嘶吼道：“速速结阵，助阿苏罗尊者斩杀外敌人，守护佛塔！”找死！许七安双脚在阿苏罗胸口一蹬，同时甩出了太平刀。咻！太平刀呼啸而去，化作一抹由于斑暗金色的光芒，灵活地在众僧之间穿插纵横。他所过之处，禅师们纷纷倒下，或头颅飞起，或上半身与下半身分离，或双膝处被斩断。只有少数的四品禅师关键时刻施展禅功，佛光护体，挡住刀光的切割。在过去的超凡战力，太平刀表现和他的名字一样平，甚至有些拉胯，但不代表他不强。主要是主人面对的敌人位格太高，他一把刚诞生灵智不久的小破刀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过这段时间在龙气中温养，他的锋芒愈发犀利，已经渐渐成长，能在超凡境中发挥极大作用。而眼下对付这群禅师，不能说砍瓜切菜，只能说切豆腐。原地结阵！一位老和尚咆哮道。禅师们立刻做出应对，数人或者10数人原地盘坐，结成禅阵。果然挡住了这把所向披靡的神兵，让他难以破开层层叠叠的护体金光。可这样也让众僧无力援助阿苏罗，阻止孙玄机破阵。梁木折断的咔嚓声里，砖块散落的哗啦声里，这座封印之塔终于支撑不住，坍塌了。孙玄机借此看清了塔内的景象。第一层的中央用黄金浇筑着8角基座，基座上是一朵黄金浇筑的莲台。不管基座还是莲花，都刻满了密密麻麻的佛纹，属于封印阵法的一部分。但现在这些佛门暗淡无光，变成了纯粹的刻纹，不再具备神意。莲台上摆着矫健修长的大腿，有着流畅的肌肉曲线。它被封印在此地500年，却没有半点枯萎衰竭的迹象，鲜活的宛如活人的双腿。封印之塔一共3层，每一层都盘坐着众多禅师。随着佛塔的坍塌，这些禅师保持着盘坐的姿势，纷纷坠落。即使从高空坠落，他们依旧保持着盘坐的姿势，没有苏醒，没有抗拒。孙玄机打开香囊，对准那双腿，香囊气旋滚滚，轻易地把双腿射入其中。而后他扫了一眼东倒西歪，犹如雕塑的众禅师，略作犹豫，放弃了将这些禅师斩尽杀绝的想法。在双方没有敌对交手前，这些禅师在孙师兄眼里是无辜之人，他无法说服自己残杀无辜。哪怕未来有一天这些禅师会是他的敌人，但那是未来的事了。真到那时候，他杀敌也不会手软。好！孙玄机言简意赅的大吼一声，脚下青光腾起，传送回炮台。炮台绽放青光，旋即消失在沉沉夜空中。见状，许七安没有犹豫，
果断地放弃对阿苏罗的连招，盯着浮屠宝塔腾空而起，喝道：“太平！”太平刀呼啸而回，让主人踏在刀脊上，一人一刀破空飞走。倒不是许七安心慈手软，中了一枚封魔钉的阿苏罗气息暴跌，但不代表这位修罗王幼子废了，他依旧是超凡境，而武夫是出了名的难杀，神书残肢已经取走，没必要继续逗留此地，迟则生变。经历了一番大战的南法寺略显狼藉，破坏主要集中在西院，其余区域除了许七安斩出的那一刀，将大半个南法寺贯穿，基本没再受到波及。阿苏罗盘坐在没有一块好砖的广场上，背景是坍塌成废墟的佛塔。他的皮肤不再漆黑，但也不是金刚独有的暗金色，脑后火环熄灭，此时的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普通的僧人，顶多就是丑帅。暗金色的钉子静静躺在他身前。阿苏罗尊者当然掌控解开封魔钉的秘法，也有这个实力。幸好只是一根封魔钉入体，虽让他实力受损，但不至于变成废人，还有余力自行拔除。若是9根封魔钉尽数打入体内，他也只能返回阿兰陀求助菩萨和罗汉们了。一位老僧率领10几位弟子进入西院，弟子们原地停下，老僧缓步上前，双手合十：“阿苏罗尊者，魔僧残肢被夺，该如何是好？”这位老僧满脸皱纹，身躯枯瘦如柴，是南法寺的主持盘念大师，109岁高龄。当今佛门在普通弟子眼里，德高望重者大多是盘字辈，往上一辈是度字辈，度字辈的僧人要么成就超凡，要么早已化作黄土。超凡领域的强者就不是德高望重能形容了。本座会告知广贤菩萨。阿苏罗巍然盘坐，无喜无悲。盘念主持颔首，苍老嘶哑的声音说道：“是否要派门中弟子搜捕10万大山境内的妖族？佛门在南疆经营多年，兵强马壮，高手众多，远比妖族要强大，不然也无法统治10万大山。”阿苏罗摇了摇头，传令各城囤积粮草、药材，加固城墙，伐木开道。盘念主持悚然一惊：“您的意思是，这些命令每一条都是用于饥荒和战乱时期，10万大山物产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存在饥荒问题？”答案就只有一个。阿苏罗表情庄严，保持双手合十姿势。南妖隐忍500年，暗中积蓄力量，也到了卷土重来的时机。此事我会与阿兰陀那边联系。10万大山已入佛门版图，永不改变。这次我们会彻底打散南妖的气数。盘念主持吐出一口气，问出了困扰依旧的疑惑：“方才与你交手的金刚是谁？”阿苏罗反问道：“修行金刚神功，且与司天间有干系的大凤超凡武夫，还能是谁？”盘念主持脑海里浮现一个名字：许七安。是他。盘念主持神色复杂，痛心疾首道：“此子竟已成长到这等地步，未能将他收入佛门，错失机缘，错失天大机缘啊！”语气既憎恨又惋惜。山谷内篝火熊熊，苗有方和红缨护法、青木护法、白猿护法以及10几名妖族部众把酒言欢，载歌载舞，庆祝行动圆满结束。大凤的火药果然名不虚传，炸得真爽。一位马妖拍着胸膛振奋道：“恨不得把西域人一锅端了，救出水深火热里的同族们。”红缨护法连忙举杯：“此次行动顺利完成，许银罗和苗大侠功不可没，让我们举杯敬远道而来的贵客一杯。”3言2语就把苗有方捧到舞台中央，成为众妖视线的焦点。苗有方听着一声声的苗大侠，人没醉，心先醉了。过奖过奖。苗有方拱手朗声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中原人士的分内之事。诸位虽是妖族，但热情率真，在苗某眼里远比大部分人族要值得结交。”苗某敬诸位一杯。仰头喝酒的同时，扫了一眼几位如挺妖系、容貌艳丽的女妖，不知道妖族在男欢女爱方面是否开放。我冒着生命危险在城里四处丢炸药，他们安排几个侍寝的女妖应该不过分吧？跟着许银罗混真是好啊！苗有方浮想联翩。这时他发现不远处的白猿护法澄澈蔚蓝的眸子灼灼地盯着自己。不好！苗有方心里一凛，肾上腺素飙升。如果让这只猴妖说出自己方才的内心想法，那么他会变成下一个李灵素，到时候只能掩面而泣地离开10万大山。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红缨护法丢掉手里的酒碗，飞扑向袁护法，把他扑倒，双手死死捂住对方的厚嘴唇。“你别扫兴！”红缨护法告诫道。白猿护法倔强地看着他，微微摇头。他的能力已经超出4品范畴，并非自己想控制就能控制。见状，青木护法默不作声地拎着了藤蔓手杖。白猿护法看一眼手杖，默默点头。红缨护法这才松开手。白猿护法撕下衣角，遮住了自己的眼睛，并背对众人。这样的话，在场众人的心声依旧能传入他耳中，但他再无法分辨那些心声属于谁。苗有方松了口气，
用力握住红缨护法的手，情真意切地说道：“红缨护法，一辈子的朋友。”石窟内，服用了孙玄机给的丹药，稍加调息后，许七安的气息重返巅峰。阿苏罗太可怕了，他不是三品能对付的。许七安心有余悸地说道：“许郎没事就好。”叶姬在旁端茶送水，满脸心疼。等许七安喝完水，他说道：“神书大师的这部分残肢，又能助许郎拔除2根封魔钉，这样一来，你便只剩最后1根封魔钉。恭喜恭喜！”白姬抬起2只小爪子，拱了拱手。边上的孙玄机闻言，微微点头。甚。叶姬含笑看着他，等啊等，没等来后续，有点茫然的回望情郎。这时，孙玄机才说道：“好，甚好。”叶姬眼巴巴的看着许七安，忽然明白他之前为什么要请白猿护法帮孙玄机说话。习惯就好。许七安传音说了一句，看向孙玄机：“孙师兄，把神书的残肢放出来吧。”孙玄机摘下挂在腰间的香囊，解开，轻轻一倒，啪嗒，2条腿掉了出来。许七安审视着肌肉线条流畅的双腿，转头望向福香，没有残魂，他没在这对大腿里感受到元神波动。叶姬解释道：“封印500年，大师在沉睡，需用精血才能唤醒，不多，1滴就够了，但不需要许郎你的精血，用我的便成。”孙玄机扫了一圈石窟，自力更生地寻来笔墨纸砚，书写道：“躯干、双臂和双腿都有了，头颅呢？头颅应该在阿兰陀，被佛陀亲自镇压着。”许七安想起浮屠宝塔内那条邪恶左臂的话，现在的神书大师就真的是刑天了呀。还得给他配一套干气。他心里嘀咕：“许郎，如今尚不知这部分残躯内的元神是善是恶，容奴家先向娘娘禀告结果。”福香办事还是这么稳重妥帖啊。许七安嗯一声。叶姬当即取出狐狸香炉，搓亮黑香，待青烟浮起后，他用力吸入鼻腔。额顷，强大的意志在他体内复苏，左眼溢散出烟雾状的青光。九尾天狐没有说话，目光死死盯着桌上的2条腿。九尾天狐望着神书的双腿，左眼溢散着水雾般的青光，让人无法看清他眼睛里的情绪，但他保持着凝望的姿势，很久没有动弹。隔了一阵，九尾天狐特有的柔媚嗓音娇笑道：“我当年年幼，虽然没有与阿苏罗交手，但深知他的强大。说实话，我对你能带回神书残肢的信心不足5成，那是因为我并非纯粹的武夫。”许七安淡淡道。九尾天狐咯咯娇笑，伸出左手抚摸右边脸颊，嫣然道：“我越来越中意这小子了。叶姬，你说本座把你的姐妹们统统赏赐给他如何？”叶姬心里一沉，娘娘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越来越中意他了，想让他做万妖国的驸马。以许郎的实力，绝对已经属于9州巅峰层次的人物，娘娘要复国就得招揽人才，看上他也不奇怪，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和资格。叶姬内心是抗拒的，因为现在许七安是他的男人，如果娘娘真的看上他，那自己的地位恐怕就成一个陪嫁丫鬟了。虽然妖族不在乎名分，但爱是真挚的，即使是娘娘公然抢走他心爱的男人，他依旧会有怨气和不满。尤其除白姬之外，那7个妖艳贱货，个个都有独特魅力，肯定死劲儿的勾引许郎。福香的姐妹啊，个个天阶小雨润如酥。许七安心里一动，然后忍不住看一眼小白狐，失望的摇摇头，这小东西不算。九尾天狐走到神书双腿前，抬起手轻轻按在小腿肚上。500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殚精竭虑，谋划着如何解开封印住他脱困，谋划着如何带领男妖夺回故土。这一天终于不远了。娘娘，你别光说不练啊，没有他们的照片，好歹给个联络方式。许七安顺势问道。娘娘打算何时起事，率领妖族精兵夺回10万大山？九尾天狐沉吟一下，柔声道：“等我返回9州，便唤醒神书，出兵讨伐西域人，活捉阿苏罗，让他解开你最后1根封印，凑齐神书除头颅之外的所有肢体，然后进攻阿兰陀。”还要进攻阿兰陀，夺回神书的头颅吗？这样的话，伽罗树菩萨还能继续配合云州攻打中原吗？许七安念头转动，暗暗振奋起来。娘娘何时返回9州？他问道。还需一些时日，期间我会让叶姬等人暗中召回散布在9州各处的妖族，集结兵马需要时间。许七安微微颔首，筹备战事不是儿戏。娘娘，你可知神书是修罗王？许七安抛出一个堪比炸药的消息。孙玄机和叶姬脸色陡然一变。九尾天狐缓缓道：“直到佛妖之战的尾声，我才知道他是修罗王，连自己亲老爹的身份都不知道。看来当年神书和万妖国主刻意隐瞒了。”许七安又问道：“那你身上也有修罗精血，可为何青木护法说你是血统纯正的九尾天狐？”九尾狐豁然回首，青光眼灼灼地凝视他，好一会儿才轻笑着说道：“许银罗断案如神，名不虚传，稍稍疏忽，底子都快被你摸清了。”
顿了顿，他叹息道：“我并非血统纯正的九尾天狐，本座天生八尾。当年是娘用幻术蒙蔽了妖众，让他们认为我是血统纯正的九尾天狐。佛妖之战尾声里，娘自知在劫难逃，将他的灵韵分出部分灌入我体内。我是得了他的灵韵，才排出修罗之血，化身纯正的九尾天狐。也是那会儿，本座才知道神书的真正身份。”许七安恍然大悟，所以娘娘出海寻找同族，是为了下一代的血脉纯正。九尾天狐点点头，又摇摇头，笑眯眯道：“若是看得过眼，便结成伴侣，带回九州，协助我光复万妖国；若看不上，便杀了，夺其灵韵，为我将来的子嗣准备着。现在嘛，我更倾向于后者。不过汪洋无边无际，岛屿众多，海外是否还有九尾天狐，我现在也不敢肯定。”许七安却从他这句话里提取出了2个核心要素：一，九尾天狐对造反没有太大把握，所以出海寻找同族，想招揽入麾下；二，因为大海捞针这条计划不确定性太大，他似乎改变了想法，有了新的打算。见谈话差不多了，叶姬忙问道：“娘娘，神书大师的这部分肢体是善是恶？”他始终关心着唤醒神书残之后，他是否愿意配合许七安解开封魔钉。九尾天狐略作沉吟道：“其实很好推测，封印在桑坡底下的右臂性格温和慈悲，浮屠宝塔内的左臂残暴嗜血，躯干则豪爽直率，那么这条腿的性格便排除了以上所有。或许不好相与，但不至于邪恶残暴，你们自行决定吧。”说完，叶姬左眼水雾般的青光消散，他走了。许七安和孙玄机相视一眼，前者取出浮屠宝塔、太平刀等法器，后者默契的绘制阵法，但凡是需要3品术士一笔一划去勾勒的阵法，那绝对是惊世大阵。等孙玄机阵法刻画完毕，在许七安的示意下，叶姬迈步上前，拇指掐住小指，挤出2滴精血，滴在双腿上，鲜血瞬间被神书残肢吸收。额请，这双腿活过来了。他们突然从桌上蹦起，左腿朝叶姬妖媚如花的脸蛋上飞踹，右腿则袭击小腹。叶姬脸色微变，翩然后退。嗡嗡，2条腿被一道升起的青光屏障挡住，那是孙玄机刻的阵法，画地为牢。神书的2条腿在石窟内到处乱跑，左腿往左，右腿往右，发现彼此分离后，左腿匆忙的往右跑，右腿匆忙的往左靠拢，然后砰的一声撞在一起，双双摔倒。他们努力的想要保持协调，保持同步，但每次因为各自想法的不同而失败。这是神书的表演型人格。马戏团爱好者。许七安微微长大嘴巴，惊呆了。孙玄机和叶姬的表情与他相似，惊讶愕然的同时在努力憋笑。神书大师。许七安咳嗽一声，打断2条腿的表演。神书的双腿停了下来，被许七安吸引。下一刻，他们爆发出旺盛的斗志，像是不屈的战士，杀向许七安。右腿腾空而起，直踹许七安面门，左腿则不讲武德的袭击许七安裆部。许七安面无表情的伸出双手，分别握住左右腿的脚踝。神书的双腿顿时被钳制住，任凭挣扎也无法解脱。双方僵持了一阵，神书的残魂传达出意念：“小子，你的强大得到了我的认可。前辈被封印500年，状态虚弱而已。”许七安松开脚踝，拱手道：“晚辈许七安与您有极大的渊源，我感应出来了，你体内有我的部分躯体。”神书傲然道：“但这不会成为我手下留情的理由，待我状态恢复，便找你死斗。你是一个不错的对手，体内的精血也很缠人。好斗人格，神书是修罗王，而修罗族天生好斗，这双腿继承的是神书那部分好斗的意志。”许七安瞬间明白了，我可以帮助前辈恢复状态，作为交换的条件，你要帮我解开体内的封魔钉。神书双腿审视着他，嗤笑道：“可以，对手越强大，我越兴奋。等我解开封魔钉，就把躯干丢出来，让你们俩撕逼。”许七安望向孙玄机：“先将前辈重新封印吧。”就神书双腿目前的状态，根本没有力量替他拔除封魔钉。等孙玄机封印好神书双腿，置入木箱，许七安问道：“孙师兄，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孙玄机提笔写道：“去青州支援守军。”他看一眼叶姬，又写道：“有件事想求姑娘。”叶姬忙说：“孙师兄尽管吩咐。”孙玄机在纸上写道：“我要带走元妖，没什么特别理由，就是看他资质不错，想收徒。”叶姬看一眼许七安，后者说道：“元护法有什么特殊的用处？”叶姬摇头笑道：“这是好事。”山谷内篝火熊熊，孙玄机负手而立，身边站着不情不愿的元护法。叶姬率领谷内群妖送别，元护法可不是小妖，是有一定地位的。得知元护法要随司天监术士远走中原，群妖们万分不舍，含泪送别。红缨护法双眼通红，
袁护法，我听说大多数人族心胸狭隘，小肚鸡肠，你去了中原后，记得要谨言慎行。虽然有孙师兄庇护你，但你不能放飞自我。白猿护法面无表情，青木护法拄着拐杖上前，拍拍袁护法的肩膀。年轻人是应该好好闯荡，10万大山太小，容不下你。中原人结地灵，文明荟萃，去闯荡一番是有好处的，但一定要回来啊！落叶归根，南疆才是你的家。白猿护法面无表情，苗有芳也上前拍拍袁护法的肩膀。中原见！群妖们纷纷送上离别感言，双眼含泪，一一惜别。孙玄机见差不多了，朝许七安点一下头，手掌按住袁护法的肩膀，一道青光腾起，裹住两人，消失于山谷之中。高空中，炮台不断的传送跳跃，孙玄机负手而立，高人风范十足。他盯着袁护法，袁护法蔚蓝清澈的目光看他，道：孙师兄的心在问我，为什么刚才如此冷淡，没有与同族们告别？孙玄机满意点头，表示这就是自己想问的。袁护法沉默一下，说道：红英的心告诉我，这死猴子终于走了，承比娘之悦耳，今夜欢饮达旦，庆祝一番。不等孙玄机做出反应，他继续道：青木护法的心告诉我，死猴子终于走了，他再不走，老朽就晚节不保了。其他小妖的心告诉我，快走快走。孙玄机目瞪口呆，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带走袁护法或许不是一件好事。青州城白沙郡，戚广伯登上城墙，俯视着狼烟四起的城池。云州军刚刚攻下这座边界最大城市，自此青州边界9个郡县炼成的防线被彻底拔除，纳入云州军统治区域。云州军士气大振，但身为主帅的戚广伯却没有丝毫喜悦，召集各部将领来瓮城议事。戚广伯沉声道：是。副将挎着军刀大步离开。白沙郡瓮城，一身戎装披着猩红大氅的戚广伯站在用架子支起的青州地图前，专注地看着。他的背后是云州军各营的将领，姬玄身穿铠甲，腰挎战刀，坐在左侧守卫。将领们神色轻松，虽然保持肃静，但眉眼间尽是喜色。短短3日，拔除青州边界9县，彻底击溃第一道防线，让大军有了稳固的后盘。戚广伯目光不离地图，淡淡道：诸位心情不错呀，出师大捷，今夜不妨大醉一场。众将领一愣，无声的对视，没人搭茬。戚广伯吩咐身边的副将道：说说城中的情况。副将起身环顾桌边众将，沉声道：青州守军撤退前，烧掉了城中各处粮仓中的粮草，同时把大量的棉被、布匹集中焚烧。另外，城中富户、商贾、殷实的人家早已提前撤走，如今白沙郡内只有饥肠辘辘的贫苦百姓和流民，其他9座县城俱是如此。什么？众将领吃了一惊。副将继续说道：在此之前，青州布政使司便已下令坚壁清野，城外村庄10室9空，搜刮不到半点粮食。背对众人的戚广伯感慨道：好一个杨公啊，慈不掌兵，没想到他对百姓更狠。诸位现在还有心情喝酒吗？众将领沉默了。他们是打下了青州边界防线，有了后盘，但是否稳固难说了。姬玄沉吟道：杨公一开始就没打算死守边界9座郡县，他提前撤离富户，只留下流民和平民，是打算把这个烂摊子交给我们。戚广伯手指点了点青州地图，颔首道：青州纵横万里，有的是给他辗转腾挪的空间，为何要死守边界啊？如今朝廷援兵未到，他选择与我们纠缠，而非死战，是正确做法。这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得妙啊！攻城拔寨时，恨不得对方的处境越糟糕越好，最好弹尽粮绝，处处流民。可一旦占领了城池，叛军要做的就是维持稳定了。若是这些地方出现骚乱，反而成为负担。当然，只以劫掠为目的的话，这些可以忽略，大不了把人统统杀光。这种情况适用于外族侵略时，但云州叛军想聚拢民心，占据大义，就不好这么干。他想用平民和流民拖垮我们，哼，正好这次攻城民兵死伤殆尽，这些都是极好的兵源。一位将领说道：任何计策都有两面性。姬玄看他一眼，道：杨公坚壁清野，焚烧粮草，不给我们留1粒米，我方的辎重压力会成倍大增，这是在钝刀割肉，慢慢消耗我们的底蕴。杨公的目的很明显，要在青州尽可能的削弱叛军的实力。在座的将领都是聪明人，经验丰富，不难想通这个问题。姬玄旋即露出笑容，不过他小觑了我们。戚广伯淡淡道：国师筹备多年，底蕴深厚，岂是小小青州能耗尽？正好可以募兵施州，借此宣扬我等一师之名。众将领相视而笑。戚广伯道：西域僧兵也该登场了，
我已派人去请示国师。青州布政使司后院厅内的圆桌摆满佳肴，丽娜和许灵英趴在桌上胡吃海喝，师徒俩的脸一个样儿，鼓成包子。天天吃鱼吃腊肉，我上茅厕都得蹲很久。丽娜毫无心理负担地说着粗鄙的话，尽管她有着精致的五官。船上缺少新鲜蔬果。师傅，我能拉出屎。许灵英大声宣布，表示自己比师傅厉害。我们要不要给二郎兄弟留点？丽娜嘴上这么说，吞咽食物的速度却更快了。在乘船赶往青州的途中，许二郎的授业恩师张慎还有李慕白找上门来，先一步把弟子带来青州。许二郎当然不可能让丽娜和灵英留在船上，便一起来上路二锅。二锅不饿。许灵英强行给许二郎下了定义，不饿呀，那就没办法了。丽娜认真地说。布政使司议事厅，许二郎端起青花茶盏，抿了一口滚烫的茶水，保持着沉默旁听。梨花木长桌的首位坐着飞袍的青州布政使杨公，这位云麓书院出身、闻名享誉中原的紫阳居士消瘦了许多。他已经半旬没有睡觉，清癯的面容难掩疲态，但他的眼神依然锐利，精神依旧强韧，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力量。青州的局势目前就是这样，边界没能守住。杨公结束长篇大论的演讲，拿起茶盏润了润嗓子，侧头看向张慎，谨言一下如何？千里迢迢赶来担任幕僚的两位同窗里，张慎主修的就是兵法，是杨公急需的人才。张慎颔首道：如果是我，不会让那些商贾富户、乡绅望族离开，叛军必定会选择以战养战，破城之日便是他们家破人亡之时。不想家破人亡，那就帮忙死守城池，如此才能极大可能的消耗掉叛军的兵力。不过这是在朝廷有援兵的情况下。子谦，你这折中之法做得不错。说着，他看向得意弟子，心存考教，笑道：辞旧，你来给诸位分析一下青州的局势。青州知府、都指挥使、提刑按察使以及他们麾下的文官、武将纷纷看来。许新年并不怯场，挺直腰背，目光缓缓扫过众人。本官认为青州能守多久，该怎么守？首先诸位大人要明白3点。一、云州的环境。云州气候潮湿温暖，土地肥沃，家家户户皆有余粮，且背靠汪洋，盐田无数。过去的20年里，逆党暗中侵蚀朝廷漕运衙门，暗中转运铁矿无数，盐铁粮皆不缺。如此富庶之地，杨布政是想用流民和平民拖垮对方，杯水车薪罢了。那按许大人的意思，杨布政使的策略不妥。青州知府眉头紧锁。许新年摇摇头。杨布政使的策略自然不会出错，但侧重点要变一变，不要想着拖垮他们，而是要拼掉他们的精锐。他望向杨公身后那张贴在墙上的青云两州地图，沉声道：我们重新回到云州，大家还记得云州的别称吗？匪州。自高祖皇帝时，云州被前朝逆党占据，化身山匪，为祸一方。600年来，云州匪患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诸位大人可还记得上一次再造黄册时，云州有多少人口？众官员面面相觑，无人得知。他们是青州的官，云州的事儿，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杨公指头敲了敲桌面，有些不满地扫过众官，缓缓道：最后一次是元景30年，云州记载在册的百姓83万户，人口约350万，这是8年前的数据。许二郎拱了拱手，脸色平静地继续道：若没记错的话，每次重造黄册，云州人口都在锐减，这就是匪患横行的代价。这个时候，众官员已经明白他想说什么了。人口限制了他们军队的数量，再加上过去几十年里练兵养兵都是偷偷摸摸进行。许二郎拳头轻轻敲一下桌面，声音掷地有声：精锐士卒的不足就是逆党最大的破绽，不顾一切代价，尽量拼光他们的精锐，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有理。众人缓缓点头。张慎、杨公和李慕白3人相视一笑。许新年伸出2根手指道：2. 战力。超凡境的战力是一场战争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有时候一位超凡强者甚至能扭转常规战役中的胜负。他之所以用常规战役，是因为这世上存在超大型战役，比如山海关战役，那种席卷9州各大势力的战争，一位超凡强者很难扭转战局，不是超凡不够强，而是入场的超凡高手太多，不稀奇了。当然，如果是超品或者1品5副这样层次的，又另当别论。李慕白突然问道：敌军主帅是谁？杨公说道：姓戚，名广博，一个无名之辈。张慎眉梢一挑：无名之辈统帅3军。杨公缓缓道：无名不代表无才，相反，此人极其厉害，他派兵驱赶流民，再让高手混迹在流民中麻痹守军，轻而易举地接近城墙。边界中的黄岭县就是这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坚持了1天就被破城。张慎冷笑道：守城的将领心慈手软，
任由流民靠近。当初青州都指挥使周密叹息道：“已经殉职了。”李慕白道：“也就是暂时不知这位主帅是否为超凡境。”杨公嗯了一声，除了负责牵制监政的伽罗树菩萨、许屏风，叛军中暂时没出现超凡境，不过极大可能是隐藏着，没有出面。身为儒家的四品高手，闻名享誉中原的大儒，杨公在才华和性格方面不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短板，傲慢轻敌的情况不会出现在他身上。朝廷同样不缺超凡高手。许兴年道。这一刻，众官员脑海里第一时间闪过的不是司天监的孙玄机，而是那个声望如烈火烹油的许契安。第三点是援兵。许兴年脸色凝重，本官的意思是双方的援兵。佛门与云州逆党已然勾结，那么西域各国的军队迟早要入侵边关，一旦朝廷被迫陷入两线作战，青州所能得到的援兵军需就会大大减少。反观云州叛军则如虎添翼，这同样关系到第二点战力问题。议事厅气氛一肃，众人暗暗皱眉，眼神里潜藏着忧虑。云州叛军来势汹汹，中原各地流民成灾，青州想要挡住叛军本就艰难，现在又要面临西域诸国的入侵，朝廷双线作战之下，肯定无法顾及青州。以佛门的强大，甚至会出现青州尚在坚守苦战，西域军队打到京城的情况。如果能让西域诸国的军队不敢进犯边境就好了。青州知府感慨道。痴人说梦，身为武将的周指挥使心里嗤笑。魏公要是活着，或许能让佛门忌惮，不敢妄开战事。如今大凤，谁能让佛门忌惮？即使是监正佛门也不怕，因为这个雄霸西域的庞然大物不缺顶尖高手。但如魏渊这样举世罕见的帅才，九州屈指可数，这是死局。擅长其道的李慕白缓缓摇头：“我们不可能牵制佛门，佛门举兵东进是必然之事。”杨公缓缓吐出一口气：“因此，我等要做的便是豁出命，也要尽可能的拼掉叛军的精锐。余后之事，交给诸公去处理吧。”实属无奈。魏公一死，云州逆党便举兵造反，西域佛门欺我中原无人，撕毁盟约，倒戈相向，我等却无可奈何。青州知府痛心疾首。许兴年默然。西域佛门强盛，兵多将广，且有罗汉菩萨坐镇阿兰陀，此等庞然大物，绝非阴谋诡计能治。这时，他突然看见议事厅的角落里多了两人，一人身穿白衣，长相、气质、身高平平无奇；另一人雷公嘴，五官丑陋的如同猴子，双眼蔚蓝澄澈，仿佛能看穿人心。孙师兄，你怎么在这里？许兴年大吃一惊，他是认识这位监正二弟子的。他什么时候来的？杨公等人愕然，纷纷侧目，扭头看去。袁护法扫一眼众人，而后说道：“他们的心告诉我，这是谁？他怎么在这里？”孙玄机，监正的弟子就没一个正常的吗？袁护法说完，吃了一惊，连忙撇清关系，指着许兴年道：“最后那句话是他说的。”许兴年，孙玄机，监正的弟子。众官员审视着孙玄机，诧异且疑惑。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低调的孙师兄，在座除了许兴年以及3位云麓书院大儒，一众官员根本不知道孙玄机这号人物，因此袁护法的解说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人为何能知晓我心中所想？许兴年用力咳嗽一声，边起身往孙玄机走去，边说道：“这位是司天监二师兄，监正的二弟子孙玄机，竟是监正弟子，有失远迎。”众官员颔首示意。许兴年补充道：“3品术士。”哗啦啦，椅子滑动的声音整齐一致。以杨公为首的文官，以周密为首的武将仓皇起身。孙师兄，久仰大名。孙师兄来我青州，该提前招呼，好让我等大摆宴席啊。我在青州时，便曾听孙师兄乃司天监当代人杰，早已仰慕已久，未能一见，今日如愿以偿，死而无憾啊。议事厅内气氛瞬间热络起来，众官员、武将脸上洋溢热切笑容。杨公压了压手，内廷为之一敬。子阳居士抚须微笑道：“孙兄是援助青州而来。”虽然孙玄机是3品术士，但年纪比杨公要小许多。身为有节操的儒家读书人，他委实无法开口喊出孙师兄。孙玄机颔首。见状，厅内众官脸上喜色更浓。刚才还在掰扯战力问题，因佛门的强大发愁。转眼间，己方也来了一位超凡境术士。在座的官员虽非修行之人，对术士却极为了解。精通炼器和阵法的术士，在战场上爆发的大规模杀伤力，绝非粗鄙武夫能比拟。杨公当即命人搬来座椅，让孙玄机坐在自己身边。至于袁护法，很识趣地站在孙师兄边上。众人重新入座，杨公问道：“监正那边如何？”孙玄机看一眼袁护法，后者心领神会，澄澈蔚蓝的眸子审视片刻，一口蹩脚的大凤官话说道：“
老师会牵制住迦罗树菩萨和大师兄，尔等只需保住青州即可。众人便没再多问，那个层次的战斗非他们所能插足，知道坚正能拖住叛军中的超凡高手便可。这孙玄机未免也太孤傲了，反倒是孙玄机的态度引来青州高层们的腹诽。张慎却眉头紧锁，坚正能拖住迦罗树菩萨，却拖不住阿兰陀的其余菩萨和罗汉。等西域大军一来，局势堪忧啊！文官武将们愁容满面，连带着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他们其实不怕打仗，怕的是看不到希望，或者已经看到结局的仗。孙玄机一听，顿时看向袁护法，后者也在看着他，捕捉到他心声后说道：不用理会佛门，他们自顾不暇，即使派兵攻打大凤，数量也不会多，更不会出动超凡境强者。杨公愕然看来，张慎和李慕白也皱起眉头，这话是什么意思？桌边的高官们面面相觑，一时间竟无法理解袁护法的意思。过了几秒，青州知府试探道：阁下方才说不用理会佛门。袁护法点头，都指挥使周密补充道：自顾不暇。袁护法又点头。议事厅内一静，短暂的无人说话，众官员脸庞露出了古怪且复杂的表情，是那种迫不及待想要追问，又害怕自己过于急躁把那个答案吓跑。青州知府情不自禁地压低嗓音，略带颤抖的声音问道：此话何解？张慎突然道：话说回来，孙兄身边为何会有妖族？袁护法又侧头看一眼孙玄机，捕捉到他的心声，说道：我刚从南疆回来，与许七安联手解开了佛门大敌的封印，南妖将趁机举兵攻打10万大山，夺回国土。佛门若是派遣大军东征，正中南妖下怀。刚从南疆回来，与许银罗联手解开佛门大敌的封印，南妖即将复国，夺回旧土，佛门自顾不暇。厅内众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喜讯砸懵了，一脸呆滞，半晌没有回过神来。原来如此。杨公恍然大悟，喟叹道：我说许宁燕怎么没来青州镇守？原来他早已有了谋划，偷偷溜到南疆烧佛门的后花园了，联合万妖国牵制佛门，妙啊妙啊！张慎微微摇头，宁燕不愧是兵法大家，深谙谋略，实在令人钦佩。如此便解决了大凤最大危机。李慕白感慨道：未冤后继有人。这时候青州高层才彻底回过味来，武将振奋地拍桌子，文官脸上盈满笑容，众人莫名的有种肩膀一轻，柳暗花明的感觉。大哥不知不觉间又做了一件大事。许新年忙问道：我大哥可有受伤？他为何没有随你一同前来？袁护法代替孙玄机说道：他尚在南疆，短时间内不会来青州。许银罗得保证南妖起事顺利。众官员颔首。袁护法说完道：你们为何只提许七安，不提？他忽然说不出话来，脸色涨红，无法呼吸，捂着喉咙，一副即将窒息而亡的模样。白猿护法朝着孙玄机用力摇头，表示自己不会乱说话。呼呼，他这才恢复呼吸，大口喘息，胸腔剧烈起伏。众人没看懂这一幕，但识趣的没问。杨公笑道：将此事告知将士们，提一提士气。我可是听说了，前线将士们都在期盼宁燕坐镇青州。许七安在玉阳关一人一刀杀退巫神教20万大军，并取缔将首级的传说深入人心，尤其是沙场拼杀低士族，对他奉若神明。青州的将士们也渴望许银罗能来青州，一人一刀杀退区区6万叛军。对，速去。青州知府笑道：边界9县被叛军占领，极大的击打了我方将士的士气，正好把此事宣扬出去，提振军心，稳固民心。在战事不利时，思想建设的重要性不可忽视。白沙郡内，一座3进的大院，后花园里，凉亭里，石桌边，白衣飘飘的术士与披着袈裟裸露半个胸膛的菩萨对坐饮茶。没想到大凤国力衰弱至今，监正老师还有这等实力，我从未小觑他，但我依旧低估了他。许屏风脸色略显惨白，迦罗树菩萨握着茶盏，声音浑厚：当年初代监正能以1打3，不落下风，直到武宗攻破京城，斩杀昏君，他才大势已去，被我等斩杀。如今凭我2人之力，便与他僵持不分胜负，已经是可喜可贺。你该知道，佛门不可能再让一位菩萨来相助你。广贤菩萨认为南妖会趁机起事，夺回南疆10万大山。许屏风缓缓点头，南妖气数未尽，这一点倒是不假。不过没有领土的他们便如空中楼阁，只要再熬500年，南妖气数就到头了。佛门何时出兵东征雷州？迦罗树菩萨道：待渡恶罗汉集结兵马完毕，自会联络我。我入中原之时，西域各国就已经在筹备粮草军需，想来就在近日了。许屏风颔首：如此甚好，两军遥相呼应，不出3月就能打到京城。待我一路炼化气运，到京城之时，
监正老师便回天无力了。他笑着抿了一口茶，问道：“南疆可布置妥当？”伽罗树菩萨颔首：“有阿苏罗坐镇10万大山，即使九尾天狐亲至，也奈何不了他。”许屏风笑了一声。这时，伽罗树放下茶盏，伸出右手，掌心平摊，一抹金光自掌心升起，化作一只金钵，金钵内射出柔和的金色光幕，光幕中一位唇红齿白的少年僧人盘坐，脸色肃然。伽罗树，南疆出事了。少年僧人的声音飘渺空旷，仿佛来自天边，且听不出是男是女，是年轻是苍老。伽罗树菩萨面不改色：“何事？”少年僧人道：“许七安和孙玄机联手击败阿苏罗，破开封印之塔，带走了神书的残肢。”许屏风眯了眯眼，手里的茶盏里茶水泛起涟漪。伽罗树菩萨缓缓道：“他如何办到的？”少年僧人不做回答，继续说道：“我已让渡厄返回阿兰陀，陈兵南疆边境，提防南妖卷土重来。封于桑坡的神书右臂在桑博暗中脱困，封于浮屠宝塔内的左臂已被佛子带走，躯干早已落入九尾天狐手中。而今神书双腿又丢，除头颅之外，身躯已然极齐。如我所料不假，夺回10万大山只是南妖的第一步，他们会趁你不在阿兰陀期间攻打阿兰陀。东征的计划取消，我只能派2万精锐攻打雷州，以作骚扰。如好自为之。”少年僧人的身影消失在金光幕布中。伽罗树菩萨和许屏风默然不语。城头的瓮城内，商议军事的众将领迎来了汇报的士卒。大将军，士卒躬身抱拳道：“国师传话，西域会派遣2军精锐滋扰雷州边境，以作牵制，但不会配合我们攻打大凤。”各营将领脸色一致。戚广伯沉声道：“为何？”士卒道：“许七安将联合万妖国余孽攻击南疆以及阿兰陀，佛门陈兵以待，无暇他顾。”什么？姓许的要攻打阿兰陀？他凭什么啊？就凭他区3品武夫攻打阿兰陀？佛门也太把他当回事了吧！各营将领大惊失色，愤慨议论。许七安、姬玄脸色一沉，双拳紧握。结束会议，饥肠辘辘的许新年直奔内厅。此时午膳已过，而他今天连早膳都没来得及吃，便随恩师张慎参加会议，与青州高层共商军事。现在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迈过门槛，来到布政使司内厅，许新年看到的是杯盘狼藉的餐桌，菜盘子被舔得干干净净，一桌子的菜连清汤都没给他剩。这妹妹不要也罢，还有丽娜，京城没她容身之处了。许新年默默地转身离开。走出内厅，许二郎环顾一圈，竟没发现丫鬟。后衙虽是布政使的生活区，但毕竟是布政使司的一部分，衙门之地自然不能有太多的莺莺燕燕，许二郎能理解。又走了片刻，他在西侧的小院里看到了撑着肚皮坐在石桌边懒洋洋晒太阳的师徒俩。许二郎嘴角轻轻一抽，板着脸：“你们2人不是要去南疆吗？明日就出发吧。”许灵英大吃一惊，夸张地张大嘴巴，拖着长长的尾音啊了一声，看着丽娜说：“师傅，这里不是南疆吗？”“当然不是，这里离我的家乡还远着呢。也不算特别远，我背着你跑7天7夜就能到南疆。”拉丽娜拍着胸脯说。许灵英就开心地往他身上爬，小屁股坐在他脸上。丽娜啪的一巴掌拍飞他，就像拍苍蝇。“不是说明日出发吗？灵英，你总是这么笨，你也不比他聪明多少。”许二郎咳嗽一声，沉声道：“你们为何没给我留口饭？”丽娜连忙甩锅：“是灵英说二郎兄弟不会饿的。”许灵英睁着大大的眼睛，一本正经地点头：“二锅不会饿的。”丽娜说：“那就没办法了。”许二郎竟无言以对，拂袖而去。他刚才有撬开妹妹和丽娜脑袋的冲动，看看他俩平时都在想什么。为什么朱由蒙了心的话能说得如此自然而然，如此一本正经？这时他看见拱形院门外走进来一个人，雷公嘴，相貌丑陋，赫然是孙玄机的随从，南疆带回来的妖族。至于名字，许新年没打听。这位兄台，本官许新年。许二郎迎上来，作揖道：“白猿护法入乡随俗，不太标准的作揖还礼。兄台怎么称呼？”“猿护法，好怪的名字。”许二郎问道。“许七安是我大哥，猿护法可否说说他在南疆的情况？”猿护法一听，眼睛微亮，态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大人客气了，本护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两人站在院内，经过一番深谈，许新年对这位猿护法有了深刻的了解。他来自南疆，是万妖国的护法，4品境的修为，天赋神通是看穿人心，并修行了佛门。他心通，正是因为这个能力被孙玄机看中，收为弟子。恐怕不是收为弟子，是当传音工具吧。深知孙玄机语言障碍的许新年心里嘀咕。猿护法看他一眼，语气里带着悲伤：“你猜对了，我只是一只工具猴。该死，
忘记他能看穿我的想法，和这种人交流起来真累。许二郎脸色一僵，连忙解释：袁护法误会了，我没有腹诽你的意思，孙师兄看中你的能力，起了爱才之心罢了。袁护法默默道：和我这种人交流起来真累，许大人还是不要勉强了。许新年定了定神，在心里默背圣人经典，这才遏制自己发散的思绪。袁护法蔚蓝清澈的眼睛看他片刻，兴趣缺缺地挪开目光。那叶姬长老是何妖？通过刚才的谈话中，许二郎知道大哥连女妖都不放过。叶姬长老是狐族？袁护法有问必答。狐族啊，那想必是颠倒众生，焉识媚行，所以才能被大哥看上，有机会也想见识一下。停下，停下，不能再想了。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许新年收束思绪，看见不远处的丽娜和许灵英，心里一动。袁护法可否看看我两位妹妹的想法？他常常感到困惑，为什么灵英会那么愚蠢？见识到了袁护法可怕的读心能力，许二郎觉得也许是后解开灵英不开窍的原因了。如果能明白灵英成天在想什么，然后对症下药，或许能将她引到正途，这样也能去除母亲的一块心病。白猿护法颔首，随着许新年并肩靠拢过去，他蔚蓝澄澈的双眼温和地凝视着丽娜和许灵英。许灵英和丽娜也注意到了丑陋的袁护法，但见许二郎在身边便没在意。师徒俩一边叨着琐碎的事，一边晒太阳消化食物。看着看着，白猿护法露出了极其凝重的神色。这许二郎的心也跟着揪起，屏息不语，静静等待。等啊等，等啊等，2刻钟后，白猿护法默默转身离去。袁护法，许二郎追上去，发现这位南疆来的4品护法，蔚蓝的眸子里流露出浓浓的敬意。你到底看到了什么？许二郎问完，屏住呼吸。袁护法欲言又止，许二郎顿时脸色凝重。袁护法尽管说。袁护法这才点头道：那位南疆姑娘方才想的是晚膳吃什么，明日吃什么？许二郎脑海里闪过一个大大的问号。整整2刻钟，丽娜心里就想这么点东西。至于那孩子，本护法遇到克星了，没想到一个女娃子竟有一颗无垢之心。袁护法脸色凝重，缓缓道：心如明镜台，从来无一物。心如明镜台，从来无一物，无垢之心。许二郎愕然，万万没想到灵英竟如此天赋异禀。但在几秒后，他猛地反应过来，整整2刻钟里，吃饱喝足的许灵英脑子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想。袁护法沉声道：这样的情况，本护法只在佛法高深、心无尘垢的高僧身上见过。说到这里，白猿护法露出敬佩与赞许之色，不愧是许银罗的妹妹，小小年纪竟已到了这等超凡脱俗的境界。不是这样的，袁护法，你可能误会了。许新年张了张嘴，解释的话却怎么都说不出口。南疆隐秘山谷，许七安站在空无一人的山谷里，身前是神树的2条腿。值得一提，2条腿是分开的，当初神树被分尸时，双腿被齐根斩断。经过几天的收集气血，这双腿的力量有了极大的恢复。依附在腿中的残魂性情桀骜好战，但并不狡诈，相反，因为过于骄傲自负，让他显得有些萌。比如许七安和他约定，拔出2根封魔钉再与他战斗，他便一直遵守承诺，理由是要堂堂正正地击败许七安，和强大的对手死战才是人生快事。准备好了吗？双腿内的残魂传达出意念，拔除这2枚封魔钉，你的实力会接近3品大成，到时候我们痛快地打上一场。许七安颔首，待我解开封魔钉后，咱们痛快一战，整个南疆都是我们的战场。拔除封魔钉对神书的消耗很大，神书双腿似有些热血沸腾，我已经迫不及待。山谷外，叶姬等人感受到地面的震颤，看见不远处的山谷中冲起一道可怕的气柱，撕裂天空中的云层。这一刻，山谷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走兽战战兢兢地匍匐，飞禽从树枝跌落。山谷外修为低的妖众，双腿不受控制的颤抖十几息后，恐怕的威压收敛，山谷中一片安静。但妖众依旧不敢返回，心头的恐惧还没散去。许狼修为又恢复了一些，就只剩最后1根封魔钉了。叶姬由衷地感到欣喜。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对许七安现在的处境已经心知肚明。身负半载国运的他，与大凤同生共死，与云州叛军你死我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份力量都是宝贵的。许银罗不愧是能斩杀2名金刚的人物啊！红鹰护法喃喃道。妖众们虽然恐惧，心里喜悦却更多。万妖国傍上这样一位盟友，莫名的让人安心。山谷内，神树的双腿气息衰弱，疲惫地传达出意念：你在此等待片刻，我去攫取生灵精血，再来与你一战。他刚要破空而去，忽然感觉一股磅礴浩瀚的气机将自己笼罩。你！神树的双腿转身，惊疑不定。前辈，我现在不能与你战斗，
你也不能再外出攫取精血。许七安笑道：你想反悔？神叔双腿又惊又怒，大腿肌肉猛地膨胀，一块块肌肉像是要爆炸一般隆起，蓄势待发。同时他鼓胀气机，海浪般的冲击着笼罩自身的禁锢。许七安笑容镇定，悠然自得。不是反悔，而是时机不对。当然，不管我怎么解释，你也不会理解。那就按照你的规矩来。他淡淡道：强者为尊，弱者只能服从。现在我以最强者的身份要求你，乖乖沉睡吧。神叔大怒，斗志昂扬，精神不屈，冲击禁锢的力量竟又增强几分。贫僧宁死也不会屈服。许七安伸出手，用力一按，神叔的双腿砰地跪下，虚弱的他再难动弹。接着他取出孙玄机赠予的玉瓶，拔开木塞，将骂骂咧咧的神叔双腿收入其中。吞噬生灵、攫取精血这种事会闹出极大动静，与神叔战斗同样会闹出大动静。现在这个情况，佛门的斥候肯定早已分散出去，按照监视搜捕妖族踪迹。若是被佛门斥候观测到他和神叔的战斗，阿苏罗说来就来。眼下孙玄机不在，九尾天狐未归，许七安没信心打败阿苏罗，即使联手神叔双腿，多半也不是对手。而其他残肢都处在虚弱状态，未曾得到精血补充。但这些顾虑，这些道理，神叔的双腿根本不听，他满脑子都是战斗。粗鄙之腿，难谋大事。这时叶姬带着妖众进入山谷，神叔大师已经封印了。许七安嗯一声，把瓷瓶递到他手里，道：你先收好，告诉九尾狐，等他返回九州，便联络白姬，我会把神叔的左手送过来。叶姬精致的秀眉微蹙：许郎要走，我要去一趟古族，正好你与我说说古族的情况。许七安拥着美人往石窟内走去。既然来了南疆，他决定趁这个机会去一趟古族，与那位天蛊婆婆聊聊。七绝蛊来头极大，他必须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蛊神的记忆，不然心里难安。奴家也想陪许郎去古族，奈何族中事务太多。叶姬依依不舍。说话间，两人进了石窟。叶姬在桌边坐下，道：既然去了古族，那正好有些好东西，莫要错过。我给许郎列个单子。许郎，他茫然地看着许七安把自己从椅子上拉起，按在书桌上，把裙摆撩到腰间。你写你的，春宵苦短，咱们不浪费时间。许七安按下福香的背，让他半趴在书桌上。次日，一只展翼4丈的红色巨鸟掠过群山，朝着东南方飞去。红英兄，你的速度比那破塔可快多了。苗有方大笑道：我们赤鸟一族是天空中的王者，孤傲的霸主。红英大声回应。苗有方愣了一下，心说兄弟你和孤傲2个字完全没关系啊。但他不是原护法，立刻笑道：好一个天空中的王者，能与红英兄结交，三生有幸。不，能和苗兄结交才是本护法的荣幸，祖坟冒青烟啊。你确定自己一个妖族也有祖坟？许七安听着一人一妖相互奉承，心里吐槽：嗨。他咳嗽一声，看向身侧的木南枝，道：南枝啊，我。木南枝撇开头，不搭理他。虽然浮屠宝塔里有各种物资，在里面生活10天半个月都没问题，但木南枝恼他对自己不闻不问，隔了这么多天才释放他出来。许七安就耐心地给他解释，说自己此行凶险啊，刚经历一场生死大战，与妖族的妖女斗智斗勇，极耗体力，如今功德圆满，说喂，伏妖女与万妖国结成同盟。木南枝听着听着，突然柳眉倒竖，爪子拿来。狗男人没经允许，悄悄搂上他的腰。许七安嬉皮笑脸地说，害怕他没坐稳摔下去。木南枝气愤地推搡捶打他，打闹了一阵，他忽然反应过来，还手四顾。白姬呢？不是在你怀里抱着吗？许七安看一眼他怀抱，哦了一声，刚才给你丢出去了，快回去找啊，别摔死了。木南枝叫道。摔不死。出了10万大山地界，平原、湖泊等渐渐多起来，组成丰富多彩的地貌。在九州地理志里，南疆可以笼统地划分为2大区域，分别是10万大山和极渊，2个名称代表着2个雄踞南疆的大势力，万妖国和古族。为什么九州地理志上没有写南疆的美食？木南枝盘坐在小溪边的岩石上，捧着一本蓝皮书，专心致志地阅读。苗有方和红英护法负责料理食物，白姬趴在一边等吃的。那你就要问如胜了。许七安在他身边坐下，笑道：可能如胜不爱美食吧。九州地理志是如胜踏遍九州历时3年所著，比较简单的记录了九州各地的山川地貌、河流分布以及民俗特点。后来的大凤地理志是儒家后人模仿如胜所著。木南枝信以为真，说道：不过山川地貌还有散落各处的部族，记录的倒是挺详细的。他看着看着，忽然嘴角抽搐一下，
这都是些什么蛮夷野人？南疆部族无数，少则几百人，多则数千人，像星星洒满天空一般，散布在南疆各地。他们的习俗非常奇怪，在木南之看来，简直是不开化的蛮夷。许七安拿过《九州地理志》，凝神一看，上面写到南疆西边320里有一个部族，曰犬神。该部落有一个习俗，男女成年后必须与一种叫做角犬的怪物成亲，结为伴侣，从此一起生活，一起打猎，生死相依。许七安再往下看，发现这种叫做角犬的怪物，特点是群居、通人性、凶猛好斗，就生活在犬神部族周边区域。这是大自然的选择呀！许七安站起身，一手握书卷，一手负背，摆出教书先生的姿态，给木南之科普。任何习俗和文化的诞生，都与周围环境有关。可以说，环境决定了文化。比如咱们中原的农耕和北方妖蛮的游牧，是环境所决定的。木南之听得一知半解，似懂非懂，蹙眉道：那他们和角犬成亲也是环境造成的。书上说了呀，角犬这种怪物生性好斗，又通人性，他们无疑是极好的伙伴，你就理解成了搭伙过日子吧。那他们怎么繁衍后代？木南之眨巴一下眸子，装模作样的摆出天真无知的表情。不知不觉话题就带了点颜色。许七安嘿嘿道：“我就知道你最好骑这个。”木南之瞬间破功，红着脸啐了一口，装不下去了。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比较尊重的驯服。角犬通人性，有相当高的智慧，不是寻常犬类能比，所以无法驯服。在与我们中原接触后，犬神部族发现成亲是相当隆重的仪式，于是模仿了这种仪式，以表示对角犬的尊重。而角犬也接受了这种仪式。许七安给出自己的判断，这里的成亲和中原人族理解的成亲可能不一样。那你再往前翻3页。木南之说。许七安一眼往前翻了3页，上面记载一个叫盘的部族，该部族的族长有权利在年轻男女成亲时夺走新婚女子的初夜。这总不是环境决定的吧？他掐着腰。许七安摸了摸下巴，反问道：“你知道狮群的权力结构吗？”木南之摇头。一只雄性统治一群雌性，在雄狮刚统治这个群体时，他会把前任的幼崽统统咬死。这个初夜吧，其实是差不多的道理。许七安振振有词。你想，万一这些新娘里有人因此诞下族长的子嗣，那么他的血脉就得以延续了。这和环境关系不大，但和生灵繁衍后代的本能有关。开枝散叶是生灵的本能。他这些话不是胡诌，生灵的习俗本就与环境以及本能有关，要不怎么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朴素的俗语里蕴含着生物进化最本质的真相。木南之想了想，勉强接受，然后又说：“你再往回翻8页。”许七安又往回翻了8页，上面记载的部族习俗是儿子年满18岁必须要挑战父亲，输了会被赶出家门，赢了会继承父亲的一切，包括父亲的女儿，还有自己的弟弟妹妹。我他妈编不下去了啊！我都没接触过那些部族，怎么知道他们习俗的由来啊？许七安心里疯狂吐槽。慢着，你记得这些部族为什么都那么奇怪？许七安狐疑地看着他。木南之感觉自己被反将一军，小嘴一阵嗫嚅，心虚地侧过脸，假装看别处风景。就是因为奇怪，所以印象深刻啊。不，你让我想起了上辈子听过的一句话，女神也喜欢看爱情教育片。许七安腹诽了一句，把《九州地理志》丢一边，接着取出了地书碎片。3，丽娜，你和林英还在船上吗？何时能到青州？他乘坐红鹰护法，不出5日便能到达古族。考虑到古族也属于蛮夷，肯定不会热情好客，带一个本地人过去，有助于减少矛盾。5，我在禹州，昨天就在禹州了。丽娜回复。这么快？许七安一愣。3，谁带来去禹州的？漕运不可能这么快，丽娜又是个比武夫还粗鄙的利古族，不可能掌控御剑飞行。5，我们在船上碰到了二郎兄弟的老师，随他们一起去了青州。前日，二郎兄弟把我和林英赶出青州。你俩是不是抢他东西吃了呀？许七安传书回复。认得路吧？5，许宁燕，你太小瞧我了。二郎交代过一句口诀：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朝着南边使劲冲。好家伙，还押韵。许七安看见李妙珍跳出来传书。2，迷路了问一问路人，变成禹州南下就是南疆。你北上来京城的时候去过禹州的，不会忘了吧？5，应该不会的。丽娜说，天地会成员一阵质疑。3，你要多久才能从禹州到南疆？5，不迷路的话，不被人骗的话，背着林英跑7天7夜就能到。呼，许七安无奈地吐出一口气，传书道：莫要理会陌生人，有麻烦随时找我。我家林英怎么样？5，能吃能睡能喝，没什么问题。金莲道长以前说过林英的命很硬。许七安正要收好的书碎片，忽然看见李灵素传书。
诸位，如何统帅一支300人数量的队伍？许七安一看就知道出事了，传书问道：你做了什么？天地会成员默默等待李灵素回复。七，没做什么呀，就是不允许他们劫掠平民，不允许他们强暴民女，不允许劫掠商队，所有的恶事统统不允许。我也不允许他们离开村庄，定期给他们发米粮。李灵素聚拢流民后，在一处荒废的村庄里盘踞下来。七，他们本来还好好的，可没过几天就想着刺杀我了。二，蠢货，你是在囚禁他们？你平时是怎么管理这些人的？七，不管理。二，蠢货，你得操练他们，既不管理，又禁锢他们的自由，不刺杀你刺杀谁？罢了，晚些你单独传书我教你如何治理队伍。天宗的卧龙雏凤说完，楚元稹道：我这边聚拢了1000流民，训练初见成效，再过几日，我打算带他们去青州参战。还有一件事，根据我手底下一伙从江州逃过来的流民说，那边也有江湖人士在聚拢流民，劫掠商贾乡绅。二，皇帝小儿不是没有采纳许宁燕的建议吗？是巧合。四，殿下，您觉得呢？楚元稹直接兑现怀庆。一，是本宫派人做的。怀庆大方承认。一，宁燕的计策非常有效，本宫委任了20名心腹去聚拢流民，劫掠乡绅富户。朝廷每日都会收到流寇肆虐作乱的奏书，但根据本宫得到的密报，各地反而安稳了许多。这个安稳只是相对于之前就他派去的人手以及天地会成员的努力，不可能压住整个中原流民。但不得不说，许宁燕的计策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劫掠乡绅商贾来养流民，劫一户养100户，当地就会迅速稳定。代价就是这样做动摇了一郡一县的统治阶层。如果匪寇的头目是草莽英雄，那么大奉朝廷的统治力就岌岌可危了。可当匪寇头目是自己人时，牺牲的只是乡绅望族这种中低层的统治阶级。怀庆继续传书：楚元稹，你的队伍若是初步具备纪律，那就囤积粮草，准备向西进发吧。你们也一样，尤其李妙贞，本宫知道你领兵打仗是强项，最好现在就去向西，沿途聚拢流民，组建队伍。二，为什么？凭什么听你的？飞燕女侠二话不说先抬杠。楚元稹传书说道：我明白殿下的意思，如今青州战火燃起，支持云州逆党的佛门怎么会没有动静？早晚要出兵雷州的。怀庆接着道：届时朝廷双线作战，再加上内忧，只能被迫收缩战线，云州和佛门联军会一路把战线推到京城。李妙贞恍然大悟，吃了一惊。他带兵能力很强，但大局观差了些，一直认为青州是这场战争的重中之重，忽略了佛门。六，到时候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百姓死于战火。恒远大师无奈传书。许七安传书道：佛门不会派大军东征了，顶多就是小规模的骚扰。一，何以见得？怀庆传书质疑。三，我在南疆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和2品罗汉阿苏罗打了一架，解开了神书的封印，并与万妖国达成同盟。近日来，万妖国会攻打10万大山中的佛门势力，收复旧土。你们等消息吧。天地会内部一时沉默，气氛安静到有些诡异。七，你和2品罗汉打了一架，还成功解开了那什么神书的封印，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李灵素心态崩了，许七安这小子不是被封印着吗？他什么时候成长到能和2品罗汉交手？上次在建州，他还差点死在2品羽师手中，实力相较2品差得很远。一，此事当真？你真的和万妖国结盟了？万妖国要和佛门开战，收复旧国领土。怀庆一连问出3个问题，对清冷金贵的长公主来说，这足以说明此刻的情绪波动有多大。许宁燕这家伙还真是从来没让人失望，李妙贞心里感慨一下。四，妙，如此我便可放心南下支援青州，以万妖国牵制佛门是当下最好的选择。能想到这个办法的人不少，但能真正和万妖国搭上线的只有你许宁燕。六，阿弥陀佛，许大人这一次救了无数苍生。结束群聊，许七安收好的书碎片，发现木南枝脱掉了绣鞋，一双玲珑白嫩的脚丫子泡在溪水里，欢快地打着水花。这双脚丫子只比许七安的手掌略大，皮肤又细又嫩，没有茧子，浓鲜合度，脚趾圆润，脚底粉红。这不是脚，这是大师手中最完美的艺术品。花神的魅力在于他堪称完美，气质容貌身段无一不是极品。说起来，国师也该来找我双修了，为何迟迟没有联络？糟了，可能断网了，他找不到我。许七安一领，猛地反应过来京城。司天监，骆玉衡驾驭金光落在八卦台，监正坐在案前，闭着眼睛，宛如一尊雕塑。骆玉衡凝眸扫了一眼，发现这只是一具躯壳，元神早已不在。他沿着台阶下楼，
闭目感应片刻，径直去了7楼丹室。偌大的丹室，一群白衣术士忙得热火朝天，嘴里抱怨着：“又打仗了，该死！”是啊，是啊，又有开始批量炼制法器，这样的法器是没有灵魂的，这是对我们炼金术师的侮辱。只有生物炼金术这种玄奥的知识，才是我辈的追求。宋师兄，你干脆带领我们脱离司天剑，自立门户吧，我们一起创立一个炼金术师教派。宋清骂道：“你想被监正老师丢火炉里当柴烧？”他停顿一下，说道：“除非我将来取代监正老师。”骆玉衡进入丹室，声音冷清悦耳：“司天剑没人了吗？”宋清见到骆玉衡，愣了愣，心说：“你谁啊？你什么时候出现的？”骆玉衡眉头微皱：“骆玉衡，哎呀，国师大人！”宋清恍然大悟，看着眼前黑眼圈浓重的男人，骆玉衡差点怀疑对方在欲擒故纵。监正的弟子里竟然有不认识他的，反倒是他认识宋清，看过画像。许七安呢？我的传音玉符找不到他。骆玉衡蹙眉道：“许公子很久没来司天监了，自入江湖后，我便极少见到他。”宋清只是在骆玉衡绝美的容颜过了一遍，认为没有自己手头的实验吸引人，便不再关注，低头捣鼓器具，说道：“我也没办法联络他，不过孙师兄手中有一件传音法螺，和许公子手里的法螺配套，找到孙师兄便能找到许公子。孙师兄眼下应该在青州。”说完，他抬头看去，发现国师已经不见。孙师兄，那就是国师呀！边上一位炼金术师满脸惊艳，真是倾国倾城。宋清没好气道：“别想了，那种女人不是你能惦记的。”炼金术师不悦道：“宋师兄，你在怀疑我对炼金术的虔诚？我早已发誓，此生奉献给炼金术，终身不娶。我想说的是，咱们给许公子炼一具女体吧，就按照国师的模样。”此言一出，周围的炼金术师们纷纷附和：“好主意啊！以许公紫色胚本性，肯定欣喜若狂，日夜抱着他下不来床。妙啊！这样许公子就能把剩下的半本蓝皮书赠与我等。但这样会惹怒国师的吧？怕什么？有监正老师替我们扛着。”宋清摆摆手，竟想些歪门邪道，有这个精力给许公子炼制玩物，不如给王首府先练一副躯壳。刚才出馊主意的炼金术师问道：“怎么回事？王首府要死了？”宋清摇头，听1楼的人说，王首府久病难医，积劳成疾，若是不好好养着，怕是时日无多了。1楼指的是大药房里那些术士。值得一提，司天剑的派系里，宋清带领的是炼金术师，擅长炼器杨千焕带领的术士在3楼，专门给达官显贵和平民看风水选墓地。1楼大药堂的术士跟的是钟离。司天剑的每一个派系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没用，练了也没用。王首府一介凡人，魂魄离了肉身，只能炼成鬼，进不了我们炼制的躯壳。一位术士摇摇头：“魏渊死了，王首府要是再一死，啧，远景的时代就彻底过去了。”王府后花园，王思慕身穿碧色罗裙，外罩同色的袄子，与红裙子的林安并肩而行。首府大人怎么说病倒就病倒？林安抿了抿嘴，轻声道：“司天剑的术士也没法子。”裙摆随着帘布摇晃，一双鹿皮小靴若隐若现，他头戴小凤冠，金步摇、珍珠钗等饰品，圆润的鹅蛋脸白皙精致，桃花眸风情暗藏，他愈发的内媚，愈发的风情万种。王思慕侧头望着私交甚好的林安，叹息道：“司天剑的术士说，爹这是忧思成疾，积劳成疾，辞官在家休养便是了。但若是继续下去，自己寻死，我等有什么办法？”林安笑了起来，这群术士还是这般目中无人。王思慕紧了紧御寒的狐裘大氅，忧心忡忡。其实很久前，爹就身体抱恙，本该静养，奈何朝廷内忧外患，忧思成疾，才把身体拖累到现在的情况。林安眉头微皱，只能安慰：“好在如今虽卧病在床，但也能借此静养了。”王思慕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司天剑的术士说：“这是心病，心病就得心药来医。父亲病倒前，忧虑3件事：青州战事、刘明、西域佛门。这3件事，哪怕能解决1件，父亲也可安心养病。刘明和国库空虚是因果关系，是1件事。”林安2条修得精致好看的黛眉轻轻皱起。王思慕看一眼心思单纯的闺中密友，摇摇头：“罢了，不说这个，诸公都没办法，我们2个女流之辈能有什么法子？”林安抿着唇，了一声，审视着王思慕，道：“思慕清简了许多，想来是既惦记许辞旧，又担忧首府大人的身子。”王思慕露出几分愁色：“青州局势凶险，他一介书生，我自是担忧的。原本我与他再过半旬便要定亲，莫怕。”说到这个话题，林安眉眼又跳脱起来，像只活形活现的雀儿。有狗奴才在呢，青州就算破了，许辞旧也不会有事。
刚才谈及卧病在床的王首府，他也不好表现得太没心没肺，便露出沉重表情，配合闺中密友。王思慕一愣，反问道：“谁与你说许银罗在青州？难道不是？”林安叽叽喳喳地说：“他在外面，那肯定会去青州打仗。虽然从未表面上承认过，但狗奴才是他心里的英雄。可我听爹说，青州局势吃紧，许银罗不在军中，未曾参战。”看见林安眼神里难掩失望，王思慕忙岔开话题：“不说这个了，你和许银罗的婚事，陛下不帮忙张罗吗？”鹅蛋脸瞬间通红。林安瞪瞪道：“你说什么啊？谁说我要嫁给狗奴才？哎呀，这风言风语的真讨厌。”王思慕笑道：“我们相识多年，你的心思我还看不懂。许银罗一表人才，又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仰慕他的女子数不胜数。你要做的呀，是赶紧把名分定下来。有了名分，你便是他正妻，外头那些女人顶多就是外室或江湖中有过情分的野鸳鸯。若是名分定不下来，殿下并非思慕小觑你，没有名分的你，谁都斗不过。”林安感觉自己被小瞧了，鼓了鼓腮。寒冬腊月，冷风迎面如歌，身娇体贵的两位金枝玉叶没逛太久，带着各自的宫女婢女沿着曲折回廊返回内院。途中，一个气质阴柔的中年太监领着2个小宦官从内院出来，双方打了个照面。见过林安殿下。中年太监他身后的2名小宦官躬身行礼：“你是皇帝哥哥请宫里当差的，你来这里干嘛？”林安认出他了，但没想起叫什么名字。皇帝身边的宦官他只记得掌印太监赵玄振。回殿下，陛下让奴婢来告知首府大人，西域佛门已被万妖国余孽牵制，难以对我大凤造成威胁，让首府大人安心养病。中年太监说道。竟有这种好事，王思慕惊喜不已，脸上遏制不住的露出笑容。那我爹怎么说？中年太监道：“首府大人让我带话给陛下，可以停推了。停推是一种由皇帝召来群臣商议的推举制度，当有重要职位出缺时，就会进行停推。”王思慕顿时明白，父亲打算辞官或暂时卸下首府职务。多谢公公相告。王思慕取下一只金镯子，塞给中年太监，笑着问道：“可还有更详细的情报？如不方便，公公便不用说。”林安殿下在身边看着，中年太监哪敢收受贿赂，连连摆手。也非什么机密情报，奴婢听陛下说，这些事似乎与许银罗有关，他在南疆促成了大凤与万妖国的结盟，消息是从青州传回来了。奴婢只知道这么多。许银罗促成了大凤与万妖国结盟，以此牵制佛门。王思慕愣了半天，他终于明白为何许银罗不在青州。他忍不住侧头看着林安，身边的这位闺中密友，脸上的笑容又甜蜜又得意，又充满着炫耀。他从不会让我失望。林安抬了抬下巴。黄昏，精疲力竭的苗有芳站在一棵树的树冠上，他像是没有重量的纸片人，脚下只踩着一根纤细的树枝，举重若轻，身如鸿毛，五品化境。这就是化境境界的风光吗？苗有芳面朝夕阳，张开怀抱，像是拥抱世界。2个半月，他从炼气境一路高歌猛进，晋升5品，成为化境武夫。龙气虽然早就被抽取，但在那之前留给了他最后一个礼物许七安。遇见许七安，得他悉心指点，这亦是龙气赠予他的大造化下来吧。树下传来许七安的声音：“我有话要和你说。”好嘞。苗有芳轻飘飘的落地，过程中翻了10几个跟头，尽情地展现自己的轻功。化境期的武夫，轻功十分了得。等到了4品，便能初步的御空飞行。许七安坐在篝火边，一边烧着开水，一边说道：“你既已到了化境，我们的缘分就了。从今天开始，我放你自由。”苗有芳愣住了，喜悦的情绪一点点褪去，嘴角动了动，低声道：“为什么？”许银罗，我说过要一直追随你的。许七安没好气道：“滚犊子，你又不是美人，追随我作甚？碍眼。”骂了一句后，他神色渐转柔和。在我还弱小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倾力栽培我的人，他跟我非亲非故，却愿意不计回报的培养我，只因为他觉得我性情刚烈，是个不会误入歧途的人，认为我将来能为天下百姓做点事。你应该感谢他，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愿意给你机会，就像他当初培养我一样，不为回报，不为私心，只是为了中原百姓。苗有芳沉默了一下，低声道：“那为何又要赶我走？”许七安笑道：“我没什么能教你的了，4品是锤炼意的过程，是武夫走出自己的道的过程。现在让你走，当当好。去吧，苗有芳，我期待将来能在江湖中听见你的传说，听见有人说苗大侠为国为民，侠肝义胆。成为大侠，不正是你的梦想吗？”不知道为什么，嬉皮笑脸惯了的苗有芳罕见地露出了严肃的表情。“那我以后行走江湖，能以你徒弟自居吗？”许七安嗤笑道：“
我才没有你这种不成器的弟子，走你自己的路，别跟我扯上关系。滚吧滚吧！苗有芳切了一声，有什么了不起？老子将来一定成为名满天下的大侠，到时候你别死乞白赖的让我喊你师傅2个字，他没说出口。苗有芳穿梭在密林间，越走越远，毫不留恋，直到走出10几里，他忽然停下脚步，原地驻足许久。3天后，南疆北部，许七安在约定的一个叫三叠铺的地方，终于等来了超过约定时间2天的丽娜和许灵英。远远的看见一个大乞丐背着一个小乞丐，轻盈的在乱石中飞跃。他们蓬头垢面，衣衫破破烂烂，浑身散发酸臭味，像极了逃荒的流民。丽娜一双眼睛乌溜溜的发亮，精致的脸蛋沾满污迹。许灵英双眼呆滞，表情木讷，嘴角流着口水，像是地主家的傻女儿。许七安大吃一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丽娜见到许七安，如释重负，掂了掂背上的许灵英。好了，别装了，我们安全了。许灵英一双大眼睛立刻恢复灵动，开心地叫道：大哥！他从师傅背上跳起来，飞扑向许七安。这一听就有故事啊，是和晚到2天有关。许七安探手拎住他的脖颈，甩手丢飞出去，扑通，许灵英砸入水潭中。你也去洗一洗。许七安望着丽娜，抬手指着水潭，不忘询问：地书碎片里有储备干净的衣裳吧？有的有的。丽娜抛下一句话，在石块上腾跃，一头扎入水潭。许七安背过身，坐在大岩石上，身边只有木南枝和他怀里的小白狐。红缨护法把他们送到这里后，便返回10万大山。他是5号，我们天地会的成员，南疆力古部的小姑娘，一直寄宿在京城徐府。许七安解释道：我打算去一趟南疆，就把她带上了。木南枝揉着小白狐的脑瓜，望着水潭方向，平静的点头，冷淡的评价：长得不错，身段也好，就是傻了些，一个人混江湖，铁定吃亏。他指的是这个南疆小姑娘，居然大大方方地站在水潭边脱衣服，竟不知回头看一眼身后的男人。要么是太蠢，要么是别有用心。这种主动把福利送到许七安面前的行为，不管有意还是无心，在木南枝看来都是在挑衅自己。许七安笑了笑，没有替丽娜解释。女人在这方面都是小心眼且不讲理的，与她讲道理说丽娜能有什么坏心思呢？丽娜根本没有心思，她只会认为你在狡辩，在维护一个绿茶。半刻钟后，洗去污垢的师徒俩穿着一身干净整洁的衣裳回来。大哥！许灵英飞奔过来，像一只肥胖又轻盈的小猪，在乱石间腾跃，乱糟糟的头发在身后飞扬，一头扑进许七安怀里。许七安纹丝不动地抱住妹妹，然后把她推给木南枝，劳烦帮她扎一下童子髻，顺手接过木南枝递来的小白狐。白皙乌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打量许灵英，小声道：她是你妹妹啊？是啊，你是狐狸幼崽，她是人类幼崽。许七安一声介绍道：灵英，这是白姬，大哥一位朋友的妹妹，你要和她好好相处。好的，大哥。许灵英用力点头，伸出胖乎乎的手在白姬头上揉了一下，然后扭过头悄悄吞了吞口水。你吞口水干嘛？许七安质问道。我没有吞口水。许灵英狡辩。你刚才明明吞口水了。我肚子饿了吗？听着兄妹俩说话，白姬默默地往许七安怀里缩，忽然就觉得缺乏一些安全感。等木南枝给小豆丁扎好童子髻，许七安问道：怎么回事？为何如此落魄？丽娜一听，顿时露出苦恼表情。我们一路上总是遇到麻烦，沿途遇到的中原人不是想睡我，就是想吃灵衣，但都被我们打走了。后来一位年长的老人告诉我，让我们伪装成流民，灵英伪装成傻子，这样就不惹人注目了。我与灵英照做，果然就没再遇到麻烦。简单的几句话让许七安一下子就明白禹州的情况有多糟糕。已经有恶风的流民开始食人了，而但凡有姿色的女子，若没自保能力，在这样的乱世中只能沦为玩物。人性是虚伪凶残的野兽，律法是禁锢他的牢笼，道德是束缚他的锁链，但秩序逐渐崩溃，这只凶残的野兽就会失去束缚。古人说礼崩乐坏，国家必亡，便是此意。许七安心里叹息。众人在三叠铺边升起篝火，许七安打了几十只野鸡、野鹿等，架起铁锅煮饭烹肉，吃饱喝足后，一行人朝着继续南下，进入南疆地界。云州军营帅帐，戚广博站在架子支起的青州地图前，用一根竹枝逐一点过地图上的几座城池。接下来想要把兵线推进到青州城，我们需要突破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松山县、东陵、宛郡，5日之内，我要你们打下这3座城池。他用竹枝点了点松山2字，道：尤其是松山，南临险峰，西边是松河，都是不易进攻的方向。想要攻城，只能从东城门和北城门突破。此地就如一个钉子，钉死了我们西进的路线。杨公必定派了重兵把守，你们谁去为本帅拔了这个钉子？
姬玄淡淡道：“3天之内可破此城。”他表示要接这个任务。戚广伯摇头：“你不能去，你得去打东陵，把孙玄机给我引出来，把青州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大将军，请放心交给末将。”席位里，一名身高魁梧的将领站了起来，他的左眼呈灰白色，空洞无神，似乎已经不能视物，但他的右眼寒光凌厉。此人叫做浩然，绰号卓屠夫，性情好斗嗜杀，发起狂来，不管老弱妇孺还是青壮，在他眼里没任何区别。占山为寇时，劫掠商队从来不留活口，隔3差5还要率队外出屠杀平民，过瘾头。因为性情暴戾的缘故，在云州军中不受其他将领待见，但不可否认，此人拥有极强的军事指挥能力、作战能力。戚广伯曾亲口赞誉此人是难得的将才。好，戚广伯笑道：“5日之内攻不下松山县，你就滚回来刷马桶。”卓浩然舔了舔嘴唇，右眼射出兴奋而冷冽的寒光。事情敲定之后，戚广伯笑道：“运气好的话，不出半月，我们会有新的援兵。”姬玄皱了皱眉，佛门要保留实力应对南妖。巫神教那边，国师曾派人交涉过，但大巫师拒绝了联盟。他眼睛一亮，古族。戚广伯颔首看了一眼同样面露喜色的众将领，要不然你们就不觉得奇怪吗？葛文轩去了何处？葛文轩是国师的弟子，同时也是乾隆城青壮派的杰出将领。此人善智谋，排兵布阵手段炉火纯青。这样一位杰出的年轻将领，本该在帅帐里有一席之地，但云州军起事后，他却消失了，从未出现。戚广伯沉声道：“自我军离开云州，监正便像一把刀悬在我等头顶。国师和伽罗树菩萨牵制住了他，但同样也被监正牵制，这让国师无暇谋划其他。10万大山的情况，万妖国与许七安的结盟便是例子。幸而国师早有预料，留下锦囊妙计让葛文轩去办。”姬玄缓缓点头起誓后，国师和监正投身棋盘，从以前的暗中博弈变成明面上厮杀。他和伽罗树牵制住监正的同时，也被监正牵制，无力再谋划其他。在这期间，反而给了许七安蹦跶的机会，这才有了10万大山目前紧张的局势。我就说嘛，国师算无一策，怎么可能轻易就没了法子？没了佛门，但若是有古族出兵相助，结果还是一样的。南疆古族与大凤积怨已久，必定出兵，我等静待援兵便是。众将领对许屏风有着近乎盲目的信心。2天后，荒山里走出来一行4人1狐，来到平坦的官道边，在丽娜的指引下，巧妙避开沿途不足的一行4人1狐，终于来到了利古部的地盘。再往前80里就是博山，我们利古部的大本营。丽娜蹦跳了一下，脸庞洋溢着而归家的喜悦。她的后方，许灵英握着太平刀，一路披荆斩棘，为大家开辟出一条可以通过的道路。总算有路了。许七安没好气道：“你还不承认自己迷路了？为什么不早点走这条官道，偏要翻山越岭？”“哎呀，不是迷路，我是带你们抄近路，顺便避开那些讨人厌的部族。”丽娜解释道。许七安掂了掂背上的木南枝，感受着花神转世风于柔软的娇躯，道：“好了，继续前进。山路太难走，木南枝很快就不行了，只能由许七安背着。现在走出大山，本该放他下来，但木南枝娇软的身躯，圆润弹性的臀儿，不管是触感还是手感，都让许七安难以割舍。木南枝同样没要求自己步行，狗男女心照不宣的沉默。80里路，步行的话，大概要1天时间，一行人走了半个时辰。荒山渐少，平原渐多，南疆气候温润，山还是青的，路边野草起伏，中原的寒灾丝毫没有影响到这里。咻！突然，呼啸声从左侧袭来，直指许七安。他脚步不停，扭头轻轻一吹，那根力道可怕，呼啸如电的箭矢顿时如同柔弱的风中柳絮，被吹飞了。左侧的灌木丛中奔出来2名穿兽皮缝制衣物，背着牛角硬弓的年轻男子。他们皮肤黝黑，双眼淡蓝，头发天生带卷。“你们不是商队，不能进我们利古部的地盘。”左边方脸的年轻男子用南疆话呵斥道，右边的年轻男子则弯弓搭箭，对准了许七安。他是队伍里唯一的男人。不过2名利古部的年轻人没有太大的敌意，想来是许灵英的存在麻痹了他们。“土龙，木头，是我呀，是我呀！”丽娜开心地挥舞双臂，显然是认识这对年轻人的。“你是谁？”方脸男子狐疑地审视着他。丽娜被问得一愣，指着自己的脸：“是我呀，我是丽娜呀！”“放屁，生得白白嫩嫩，一看就是中原女人。”另一名弯弓的年轻男子松开弓弦，朝丽娜射了一箭。